姓名：宁晨。天魔教内负责分配抓来弟子去向的魔门长老此刻正看向眼前的悬衣少年，实力如何？宁晨犹豫了一下，3岁以下，打遍天下无敌手。魔门长老，废柴一个，发配到葬生峰。此话一出，周围乌泱泱皆是被抓来的修士，顿时朝其投来同情的目光。葬生峰是什么地方？宁晨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模样。埋死人的地方。魔门长老冷笑一声，把他带下去。是。很快便是有几个魔门弟子走来，将宁晨带走。半个时辰后，宁晨稀里糊涂的被带到了葬生峰。别人穿越开局送系统，我开局穿越被魔门抓。宁晨有些郁闷，朝着四周看去。葬生峰的山脚下正摆着一排排漆黑玄木棺材，还有不少与他一般被带到此地的弟子，大部分人脸上皆是布满绝望之色。完了，我们完了！被抓魔门不说，还被分配到了葬生峰。据说天魔教的葬生峰会炼化死者的修炼本源，从而让尸体中产生大量死气，侵蚀身体，轻则修为退散，身体羸弱，重则死气侵蚀致死，饱受折磨。死定了，我们死定了！绝望弥漫人群，埋人还会死？人群中，当宁晨听到周围弟子议论声，顿时明白自己当下的处境。都给老夫闭嘴！伴随一道苍老暴喝声响彻四周，一股恐怖气场瞬间将这些惊恐之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穿着血衣的老者出现在众人眼前。所有人挑选3具玄木棺，拿去后山埋葬。若埋的有一点不严实，有一点死气泄漏，后果自负。在他强大的气息压迫下，众人不敢不从，面露绝望，已经认命，开始挑选棺木前往后山埋葬。宁晨也加入其中。半个时辰后，宁晨气喘吁吁地将3具棺木推到后山，这让宁晨忍不住吐槽：别的修士要么穿越觉醒系统，要么穿越过来挖矿，只有他开局埋人。悠悠叹了口气，宁晨拿起分发的埋人铲，便是开始挖坑埋棺。很快，他便是一口气埋了2具棺材，打算将那最后一尊玄木棺材推入坑中时，忽地一股阴寒之气从棺内流出。宁晨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感觉嘴角似是有液体流出，他下意识擦了一下。下一刻，瞳孔骤缩，漆黑的血，这就是那死气侵蚀。宁晨脸色大变，这还只是埋了3具棺木，接触了一点死气而已，这要是长期接触，那还了得？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在他将这尊玄木棺推入深坑之时，身体忽然一软，脚底一滑，整个人也是径直朝着深坑摔去。砰！宁晨吃痛，扶着棺木爬起。这时他才发现棺盖在他刚刚摔下来时已被他砸开。死者为大，得罪。宁晨抱起棺盖就欲将棺材合上，忽地他眼神却下意识往棺内看去，瞳孔却是一缩，只见棺木内安静躺着一个红裙女子，其容颜绝美，肌肤如玉，除了没有半点呼吸以外，哪里像是一个已死之人。好美的女子！宁晨眼中闪过一抹惊艳，接着摇了摇头。这么漂亮的女子居然死了，真是怪可惜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棺木盖上，接着就欲爬上去将棺木掩埋。可就在这时，咯噔一声异响响起，宁晨整个人如触电般下意识朝着那玄木棺看去。他咽了咽口水，刚刚那声音不会诈尸了吧？下一刻，棺盖似是被人推开，接着一只玉手从棺内探出，竟是一把将他拉入古棺之中。当那纤细玉手将宁晨一把拉入古棺之中时，他整个身体几乎都是压在那红裙女子身上，心脏狂跳，冷汗直流。这什么情况？诈尸还是尸变？宁晨陷入头脑风暴，但很快他便察觉到了不对，身下女子若是一具没有生机的尸体，身子应该僵硬无比才对，可那红裙女子身子却是无比柔软，两人整个身子几乎都贴在一起，宁晨更是能看到她那吹弹可破的肌肤，并且他还能感受到她那冰冷的身躯竟然开始逐渐恢复温度。宁晨还来不及反应，倏然那被他压在身下的红裙女子忽地睁开美眸，就那样死死地看着他。姑娘，莫要误会，是你拉我进棺木的。宁晨被他看得有些不太自在，想要挣扎着从他身上起身，可这棺木狭小，本就只能容纳一人躺着，他压根就下不去手，找不到这力点，所以就只能这样继续压在他那柔软的身子上。那红裙女子没有言语，但其那一张绝美俏脸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绯红起来。宁晨能充分感受到她的身体变得灼热起来，接着他便听到那女子冰冷悦耳的暗骂声在耳边响起。该死，明明以九转替死，这人欲之结却还是散不掉吗？九转替死，人欲之结。宁晨听得有些懵，可还不等他思考，便又看到身下那红裙女子好看的眸子落在自己身上，接着纤手一挥，似是隔绝了周围的一切。
接着，那冰冷的声音便是再度响起：“便宜你了。”下一刻，那女子绝美的脸在宁晨眼中不断放大，那冰冷柔软的红唇瞬间印在自己唇上，呼出的灼热的气息拍打在自己脸上。宁晨，他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很快，棺木震动，境界划分：入道、巨灵、凝丹、破海、万象、太虚、轮回、圣人、大地、半神以及神境等。第二章，不知过了多少个时辰，当宁晨醒来之时，那红裙女子已是从棺内爬起，站在深坑一旁，利索地穿好了衣物。姑娘，宁晨挣扎了一下，想要起身，却发现浑身疼痛，特别是腰部位置，发酸的很。想到刚刚所发生之事，他不由感叹，这女人简直太狠了。然而，还不等他话音落下，一柄长剑便是抵住了他的脖子。那红裙女子冰冷的淡漠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刚刚发生之事，你知我知，若有第三人知晓，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杀了你。”是，前辈。那几乎化作实质的冰冷杀意，让宁晨意识到眼前女子没有开任何玩笑。他连忙是点了点头，直到宁晨答应，那红裙女子方才是收起了长剑。你是天魔教藏生风的弟子？是，被拐来的。宁晨没有隐瞒。你叫什么？红裙女子冷声问道。我没叫，是前辈你刚刚在叫。宁晨老实说道。红裙女子，宁晨仿佛看到了她那绝美脸上似乎抽搐了一下。我是问你名字。他强忍杀意道。宁晨，以你的身体承受不住死气，最多1月你便会死。那红裙女子淡淡看了宁晨一眼，就差没有将弱鸡这2个字说出来。我知道。宁晨语气苦涩，可他又有什么办法？那女子犹豫了一下，接着玉手一翻，将一枚丹药丢给宁晨。此为调养身体的丹药，夜晚藏生峰守卫看守较弱，是走是留全凭你自己。话音落下，他竟是一步踏入虚空，转眼消失不见。踏碎虚空，宁晨躺在棺木中，有些错愕地看着这一幕。能踏碎虚空而行，可见那女子修为不浅。可这修为不浅的女子竟会选择九转替死，更是会身中那种下贱的人玉之劫。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去想的事情，自己当务之急是活下去。看着手中那女魔头给的丹药，宁晨犹豫了一下，最终仰头将其吞服下去。若那女魔头要杀他，刚刚早就一剑将他砍了。两人实力差距太大，根本就没必要玩这些虚的。很快，丹药入体，暖洋洋的气息传遍宁晨全身，果然有用。夜晚，天魔教圆月高挂，安静的可怕。一道红裙倩影忽地出现在月色之下，他抬起美眸，目光看向天魔教主殿位置。魔杀，该清算你了。他名洛尚武，乃天魔教前任教主，3年前被副教主魔杀暗算，不仅实力大打折扣，修炼魔功的人玉之劫更是恰巧在此时出现。情急之下，他运转魔门禁术9转替死，以假死蒙蔽了那魔杀。本想着在假死状态中慢慢恢复实力，但没想到那人玉之劫竟还潜伏身体，因此才会有刚刚的事情发生。圣人竟就敢谋逆，魔杀，你好大的胆子！冰冷话音落下，洛尚武瞬间消失在了月色之下。大殿，一袭玄衣的中年男子坐在高座，看向下方那血衣长老，正是今日负责分配宁晨等人的那藏生峰长老。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如何了？魔杀看向那血衣长老，冷声问道。回教主，已安排妥当。那血衣长老露出一抹谄媚笑容，连忙是回答道。所有棺木已送葬完毕，并且全是新抓来的弟子，他们对前任教主的事一概不知。那就行。魔杀似是松了口气，接着语气不满地冷哼道。洛尚武那个女人，哪怕遭到暗算，哪怕魔功反噬，就算是死，竟也不愿成全本教主。只可惜她的尸身无法炼化。那洛长武自陨后，地威覆盖尸身，压根靠近不得。大地强者，哪怕是死了，也这般棘手。是啊，若是教主能将尸身的修炼本源炼化，成就大地，指日可待。一旁血衣老者也是叹息道。哼！魔杀冷哼一声，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无妨，没有那女人压着本教主，本教主动用宗门一切资源，早晚有一天便可正地。只要那女人死了就行。恐怕天魔教这些长老怎么也不会想到，失踪了3年之久的教主其实早就死了，如今更是被小小的藏生弟子所埋。哈哈哈！魔杀放肆大笑，心情极好。明日起，本教主便动用宗门所有资源，全力突破地境。是吗？要不要本帝帮你一程？然而，就在这时，大殿内一道冰冷的女子声音响起。紧接着，在魔杀和血衣长老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一道红裙提剑的倩影出现在大殿之中，双眸淡漠地看着两人。洛尚武，你没死？
甚至你的人玉之结都解了。当看清那女子容貌，感受到那恐怖的大地气息，磨砂脸色大变，宛若见了鬼一般，失声道：“拜你所赐。”落上午淡漠话音落下，两道蕴含大地之威的剑光闪烁。下一刻，两道惨叫声在大殿响彻。啊啊！葬生风，棺木之中竟全部恢复了，甚至我的体内还多了一缕特殊能量，这是灵气。宁晨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的力量。在那红裙女子的丹药帮助下，他不仅伤势全部恢复，甚至还因此迈入了入道境。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先撤。宁晨从棺内爬出，当即是打算走为上策。虽然迈入了修炼道路，但继续留在葬生峰肯定是死路一条，先跑为敬。他竟是第一次。当他起身看到棺内那醒目的一抹鲜红，顿时有些出神。不过这棺材是真结实啊，被两人这般折腾，居然没塌，就当是春梦一场。宁晨摇了摇头，拿起棺盖就欲将这尊棺木合上。可就在这时，精神忽地感到了一阵刺痛，紧接着一个他人不可见的面板浮现眼前。葬神棺，目前开启层数：1、9层，入葬气血0，下一层开启所需入葬气血为自己的金手指来了。片刻后，宁晨终于搞懂了自己的金手只有什么用葬神棺，埋人就变强。这葬神棺一共有9层，每一层对应不同的功能，而这唯一开启的一层便是葬入气血，可获得灵气反哺。那我就没必要离开这魔门了。宁晨眼中神色越发明亮，当即是放弃了逃离魔门的想法。他留在这魔门也是埋人，现在有了葬神棺，埋人就变强，那还走个屁！旋即他看了一眼那漆黑古棺，心念一动，葬神棺便是变为巴掌大小。接着宁晨将其收起，方才是从那深坑之中爬了出来。外界天色已黑，白天后山被抓来的葬生峰弟子早已离去。那女人真能折腾。宁晨嘀咕一声，毕竟他记得刚埋完2尊棺木的时候才不过中午，可想而知那女魔头究竟拉着他折腾了多久。他摇摇头，朝着山下走去。刚走出后山，来到白天所在的那片广场，宁晨便看到几十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很显然，这应该是埋人没埋好，被那血衣长老杀了。魔门真是残暴。宁晨心有余悸，若不是遇到了那女魔头，恐怕他的下场也会是这样。正好是视葬神棺，旋即他心念一动，看了看四周，发现四下无人后，便是朝着那些修士尸体走去，将他们拖到后山一处，而后方才是取出葬神棺，开始一一葬送。每埋一人，一道红色气血便是涌入葬神棺中。不过片刻，一道道浓郁灵气反哺便是出现在宁晨体内。半个时辰后，呼，爽！宁晨握着埋人铲，充分感受着体内力量涌动，就连其实力都已得到较大的提升，一口气竟提升了4个小境界。此刻他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了入道境5星。虽说这只是修炼之时，修行较为容易，但能一口气提升4个小境界，这和开了有什么区别？而且通过刚刚的埋人，宁晨发现埋葬生前实力越强者，所能葬入的气血就越强，反哺就越强。收起葬神棺，宁晨开始下山，很快便在葬生峰的山脚下遇到一个魔门弟子。那魔门弟子上下打量了一下宁晨，看着他手中的埋人铲，眼中满是不屑。你是葬生峰新来的？虽都是天魔教的魔门弟子，但葬生峰弟子地位在天魔教内却是极低，因为葬生峰弟子大多数都是被抓来的普通人，甚至一些天赋极差的废人，而他们可是靠自己本身加入这魔门。宁晨点了点头，葬生峰今日弟子都已下山，你为什么还在这？那天魔教弟子狐疑地看了宁晨一眼，太累睡着了。宁晨随便找了个理由，真是个废物，埋人都能睡着，不过你们这种废物也只有埋人的资格了。那天魔教弟子不屑道，跟我来。是。宁晨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一路上那天魔教弟子骂骂咧咧，宁晨也只是默默听着。半个时辰后到了，这一片都是你们葬生峰弟子所住的地方。两人来到葬生峰一处山脚下，此处有不少破败小院，可想而知葬生弟子在这魔门待遇有多差。那弟子指着一处，冲着宁晨道，以后你就住那了。是，师兄我送你。宁晨低头不动声色地应道，不用。一身死气，晦气得很，离老子远点。那天魔教弟子嫌弃地暗骂一声，转身就欲离去。可就在这时，一柄铲子忽地洞穿他的胸口，他不可置信地回头，便是瞧见刚刚还对他言听计从的葬生峰弟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无奈道，师兄，既然不让我送你，我只好送你一程了。你……他似是完全没有想到这小小的葬生峰弟子竟敢对他下杀手，不过此刻再多的咒骂也说不出口了。
这魔门弟子的生机很快便是消散。呼，宁晨深吸一口气，从尸体中抽出铲子，强压住第一次杀人的兴奋，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发现四下无人，后方才是将尸体拖入自己的破败小院。既然发现了他是此时才从后山出来，那这人肯定是要杀的。身处魔门，尔虞我诈，一个不慎就有可能翻车。宁晨不可能把自己的性命把握在别人手中。葬神棺，关上小院的门，宁晨轻声唤道。下一刻，那巴掌大小的葬神棺上一道血光浮现，紧接着再度变回1丈之大的漆黑神秘的青铜古棺。接着他将棺盖打开，其中的空间已是化作一片混沌。宁晨抱起那天魔教弟子的尸身，直接葬了进去。伴随尸体被棺内一片混沌吞噬，一道红色气血便是葬入葬神棺中，只不过这次却没有灵气反哺宁晨。可惜了，这家伙好歹也是入道境巅峰，若是能反哺灵气，定有些许提升。看到这一幕，宁晨叹了口气。目前自己所杀之人只能为葬神棺提供葬入气血，并不能反哺灵气。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等开启葬神棺第2层后，自己所杀之人便可反哺灵气，甚至伴随葬神棺解锁层数越多，自己还能领悟客户生前功法武学等等。想到这，宁晨期待地搓了搓手。眨眼间，几天时间过去，葬生峰后山，一开始被抓来足足1000人的葬生弟子，此时已只剩下了数百人，大部分人送葬了数天就已被死气侵蚀，早早归西。乌泱泱的人群中，一袭玄衣的宁晨将数尊棺木埋入地下，好生用泥土掩埋，再熟练地点上了3根往生烛，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死气泄露。经过这几天的埋人，他这埋人手法最起码达到了国服水平。当3根往生烛点亮，3道血色气血悄然涌入他藏在手心的葬神棺中，接着3道浓郁灵气便反哺进他的丹田之中。呼，感受着体内汹涌灵气，宁晨长舒一口气，接着调出了仅自身所见的面板姓名：宁晨，修为入道境巅峰，功法无，武学无，葬法神通无。目前开启层数1 9层，入葬气血20100。埋了几天的人，宁晨的境界倒是从入道境5星达到了巅峰，但所要开启下一层的入葬气血却仅仅只有20点，并非埋一个客户就能获得1气血，而是要看客户生前的实力，客户越强，气血就越强。像他这几天埋的人，有些甚至只有可怜的0妖气血，还是得埋强者。对我好，对葬神棺也好。宁晨喃喃一声，掌心中的葬神棺似也是颤了一下，赞同了他的说法。不过想要埋强者还有些难度，目前葬生弟子都是埋一些与正道开战而死的寻常弟子，根本算不得上强者。不过天魔教一些长老级别的强者陨后也会交给葬生峰葬送，不过会不会交给葬生峰弟子，宁晨就不得而知了。至于解锁了第2层可葬自己所杀者，那也得建立在自己有实力的基础上，先埋人，先变强。宁晨做好打算，收起葬神棺，结束了今日的埋人工作，朝着葬生峰的修炼广场走去。而修炼广场上，不少同僚也已是埋完人，盘腿而坐运转灵气，将体内死气逼出。宁晨，快来！当看到宁晨从一旁经过，一个身着黄衣的青年立马冲着他招了招手，是他隔壁邻居周元。按这家伙所述，他是某个4流宗门的圣子，去春香楼劫富济贫，拯救失足少女时，被天魔教女弟子给仙人跳了，被抓了过来。宁晨走了过去，快运转灵气，排出体内死气。当他走来，周元就迫不及待地提醒道：你这家伙这几天超负荷多埋了好多，死气肯定已侵蚀入体了，快快排出，本圣子在这魔门就你一个朋友，我可不想你死。宁晨微微颔首，盘腿坐下，象征性的运转灵气，排除死气。其实有葬神棺在手，死气早已奈何不了他了。宁晨这小子也太努力了，我看他比寻常葬生弟子每天都多葬了好几具。是啊，葬生弟子埋再多人，除了能多赚一些贡献点以外，就毫无用处了，反而会加剧死气侵蚀的风险，何必如此呢？周围同僚也是纷纷相劝，不太理解宁晨这种几乎找死的行为。别的葬生弟子都巴不得少埋几具，减少死气侵蚀的风险，可宁晨倒好，每天还主动多葬几具。对此，宁晨只是回以微笑。若不是怕暴露葬神棺，他恨不得全埋了，自己埋人就变强，岂有不多埋的道理？宁晨，你要是缺少购买疗伤丹药的灵石，可以找本圣子啊。周元凑了过来，小声说道。葬生峰弟子每埋一具尸体，可获得1点宗门贡献值，而贡献值可以用来换取丹药，或者功法武学除了贡献值，也可以用通用货币灵石购买。
不过大多数藏生弟子都是选择用贡献值来换取丹药，以来压制身体侵蚀的死气。所以当周元看到宁晨这般费力埋人，就误以为他是在赚贡献值来换取疗伤丹药，镇压体内死气。多谢周兄。宁晨倒也没有拒绝，朝着周元拱了拱手。就这么误会也挺好的。不用客气，本圣子在这魔门就你一个朋友。周元叹了口气，面露衰色。咱们这辈子能不能逃出这魔门还是一回事呢。宁晨不语。就在这时，一旁不少藏生弟子已是开始议论起来。听说了吗？这几天天魔教可是发生了大事，据说是失踪了好几年的前任教主回来了，一回来就将魔杀教主给斩杀了。什么？魔杀教主被杀了？据说魔杀教主可是圣人境强者啊。圣人境？哼，你怕是不知道吧？天魔教前任教主可是大地强者。大地强者？周围众藏生弟子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大地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一时间众人议论的声音也小了起来，不敢再讨论了。前任天魔教主？宁晨疑惑地看向一旁的周元，这前任天魔教主是何许人也？他毕竟是个外地人，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是得问周元这个本地人。这个嘛，周元有些尴尬地咳了一声，接着含糊不清地说道，就上一任的天魔教主啊，实力很强，据说是天灵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强者呢。周元充其量也就一个四流势力圣子，哪有机会见顶尖魔门的教主啊？说了和没说一样。宁晨摇了摇头，也没有选择再问下去了，毕竟大地境界还离他非常遥远。等天色渐晚，周元运转灵气散去死气后，两人方才是结伴下山，回到山脚下的破败小院。深夜，天魔教主殿，一袭红裙的倩影坐在大殿上，正是洛尚武。此刻的他柳眉微蹙，绝美容颜上满是不悦。此刻他正处理磨杀那个蠢货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几天天魔教上上下下可谓是被他清洗了一遍，凡是与磨杀有关者都已被他斩杀。至此，天魔教方才是正式回到他的掌控之中。这时，一道苍老声音从大殿外响起：“掌教，您找老夫。”进来。洛尚武放下手中事宜，看向大殿之外。很快，一个青袍白发的老者便是迅速走了进来，敬畏地冲着洛长武行了一礼：“参见掌教。”古玄长老不必多礼。洛尚武美眸落在那白发老者身上，红唇轻启：“本帝今日叫你来，是想让你去代管我天魔教7大峰之一的藏生峰。血衣已死，藏生峰目前无人管理，急需一个人去坐镇。”血衣便是那开局抓来宁晨等人的血衣长老，今日正好是他的头七。藏生峰？古玄一愣，接着方才是点了点头。藏生峰虽也是天魔教7大峰之一，但整体实力却是差距巨大，主要是因为性质不一样，其他峰皆是以修炼为主，而藏生峰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埋人。这些弟子埋完人还得抵御死气，哪有时间修炼？本就天资差的他们，这样一来又与别的峰的弟子拉开了差距，久而久之，藏生峰就远不如其他6大峰了。天魔7峰本是同源，不能荒废一峰。古玄长老，你接管藏生峰后，可留意一下是否有优秀弟子，若有可以好生培养。洛尚武声音清冷，带着十足的压迫感说道：“是。”古玄点了点头，心中却是苦笑一声。不过他也清楚，掌教这打算恐怕是要落空了。藏生峰弟子无不是一些被抓来的普通人，或者天资低下之辈，又怎会有优秀弟子？领完命，古玄长老便是匆匆离去，主殿内便只剩下那一道清冷的红裙倩影。交代完古玄长老，洛尚武准备继续处理事情，可就当他拿起一卷卷轴时，忽地感觉到手心有股灼热感传来。他低眸看去，顿时眉头紧皱，只见白嫩手心中一道灼灼燃烧之火，竟是有再度复苏之状。这是翌日，宁晨早早醒来，叫上周元开始新一天的牛马埋人生活。周元负责当牛马，他负责埋人。而一到藏生峰，便是有同僚在那议论，周元非要凑过去听，宁晨也只好跟他一起。好像是一开始那个血衣老者被归来的教主给杀了，魔门换了个新的长老过来管理藏生峰。此消息一出，修炼广场上众藏生弟子一片欢呼。谁来管他们不在乎，只要那血衣长老死了，他们就高兴。只能说一句好死。小插曲过去，开始今日埋人，直到黄昏方才结束。周元在一旁盘腿而坐，运转灵气，怕死般的不断驱散体内死气，而宁晨则是在一旁装模作样，实则在看今日收获。今天埋了10具客户，藏神官的入藏气血才长了可怜的一点点，至于修为则还是入道境巅峰。其实数天前就可以突破入道，迈入巨灵之境了，但他却是一直压着，因为他目前还没有修炼任何功法。当修士达到巨灵境时，则是会引灵气走遍自身经脉，开辟灵脉，淬炼肉身，
而这一步最为重要的便是功法。功法越强，所能开辟的灵脉就越强，为后续修炼道路铺路。周兄，藏生峰兑换一次前往藏经阁的资格需要多少贡献值来着？宁晨一边盘坐一边问向一旁的周元。他平日里一心埋人，对藏生峰的一些事情了解较少，毕竟有这份闲工夫，不如多买2个优质客户。周元随口说道：“800。”宁晨眉头微皱，喃喃道：“那我还差200，得抓紧努力了。”什么？当听到宁晨这话，周元脸色一变，瞪大眼睛，错愕地看着宁晨，也顾不得排出体内的死气了，抓着他的肩膀：“你就差200了？你到底埋了多少人？宁兄，你不会染上埋影了吧？埋人不规范，家人2行泪啊！”宁晨，周兄误会了，我只是还未修炼功法，需要参悟功法罢了，所以这才抓紧埋人赚取贡献点。功法？周元眉头一挑，拍了拍宁晨的肩膀：“这好说啊，本圣子修炼的可是我宗门最强功法，虽说不许外传，但你可是本圣子在这魔门中唯一的朋友。再说了，咱们都出不去了，谁知道我外没外传？”老周，宁晨有些感动。劳宁，两人四目相对，接着周元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卷轴，放在宁晨手心，接着摆了摆手：“不必多言，这童子心法便交给你了。”童子心法？宁晨接过，有些错愕地看着周元：“你修这玩意的，你去春香楼劫富济贫，拯救失足少女？等等，他不会真的是去拯救失足少女的吧？但这心法，若周兄你早几天给我，或许我还能修，但现在……”他将卷轴递了过去，摇了摇头：“周兄，这童子心法我修不了。”修不了？周元话音陡然提高，宛若遭受到了背叛一般的痛心疾首地瞪着宁晨：“宁兄，你该不会已经……”“那倒没有。”宁晨撒了个小谎，他也是为了周元好。若周元得知他被一个貌美如仙、实力强大的女魔头给逆推了，不知会多么伤心。那就行。周元松了口气，一改刚刚嫉恶如仇，又恢复了满脸笑容的模样。只要你还是童子，那你就永远是我周元的好兄弟。虽有周元的童子心法解他燃眉之急，但可惜自己却不具备这个条件，当初没能保护自己，他感到很抱歉。看来这几天得抓紧埋人了。宁晨暗作打算，得早点换取一本能开辟灵脉的功法，不然自己这修为卡再入道境巅峰，不上不下的倒是有些尴尬。接下来几天，宁晨都更是努力的埋人，那勤奋模样让不少同僚感叹：宁晨这小子是真不要命了。甚至他连周元那份活都抢着干了。周元有心劝阻，但也知道宁晨要换取功法，突破聚灵之境，只能是偷偷往他饭里碾碎几颗逼退死气的丹药。没办法，谁让本圣子在这魔门就他这个朋友呢？终于，数天后，当埋完最后一句，宁晨的贡献点终于是来到了800。藏生峰修炼广场，周兄，我先去藏经阁一趟。宁晨装模作样的排出死气后，立马起身，冲着周元说了一声，便是匆匆离去。周元冲他离去的背影挥了挥手：“宁兄加油！兄弟若成大帝，他必拜为义父。前提是兄弟得是童子才行。”而藏生峰一处高峰之上，一袭青袍白发的古玄长老目光落在宁晨身上，若有所思，接着一步踏出，化作一道流星消失不见。天魔教主峰，骆尚武坐在庭院，看着眼前的云海，愣愣出神。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其身后，正是古玄。他恭敬行礼：“掌教，这是老夫近期观察藏生峰弟子所总结出的一份名单。”说着，古玄便是将一份卷轴递了过去：“还请掌教过目。”骆尚武微微颔首，伸手接过，快速在卷轴上看了一眼，上面有不少古玄长老认为有潜力的弟子名单，以及他们被抓来前的身份：禽兽、散修、境界聚灵境3星；三流势力一剑宗外门弟子胡为，境界聚灵境3星；四流势力星月圣地圣子周元，境界聚灵境巅峰。骆长武扫了一眼，便没了兴致。名单上的这些人天赋还行，放在天魔教中也能成为中游弟子，但难成上乘。就在他准备合起名单卷轴还给古玄时，忽地却是注意到了什么。只见他美眸停留在卷轴一处，看到一个熟悉名字：宁晨。来历未知。宁晨。骆尚武中浮现出一张少年帅气的脸，似是想到那日关中所发生的荒唐之事，他柳眉微皱，就连气息都变得烦躁起来。这家伙本地不是叫他离开了吗？他居然没走，真是不知死活。古玄长老。骆尚武不动声色地合起卷轴，将其推到身前的木桌上，敲了敲桌子，声音清冷的道：名单上记载的名字可继续观察，虽并非天资惊人之辈，但好生培养，
对我天魔教也有利。是。古玄颔首。不过，就在古玄就欲收起卷轴离去时，骆尚武红唇轻启，似随意道：“这宁晨是何许人？为何来历是未知？”回掌教。古玄缓缓解释道：“这宁晨也是这一批被血衣抓来的藏生弟子，老夫调查过他的来历，却查不出丝毫，甚至连散修都算不上，因为他连修炼的地方都没有，就好像凭空出现一般。他虽只是入道境巅峰，但却展现出了比其他弟子加倍的努力。入道境巅峰。”骆尚武美眸中闪过一抹愕然，但却被他很巧妙地藏住了。那家伙，他明明记得连一点修为都没有，只是一介凡人。虽说自己给了他一枚丹药，但那丹药的主要作用是疗养伤势，最多帮助他踏入修炼的门槛。可现在短短10天不到，他就快突破一个境界了。难道说他看走眼了？回掌教，那宁晨虽只是入道境，天赋平平，但好在胜在努力。古玄连忙解释，不到10天，从毫无修为的凡人到即将突破巨灵境，这天赋若是平平，整个天灵界就没有天骄了。骆长武心中摇摇头。对了，还有一事。古玄请示般的看向骆长武掌教，老夫这几日都在留意那宁晨，他近来埋人更是勤奋，想必是为了赚取贡献值以来换脉入巨灵境所需的功法，要不要老夫帮他一把？古玄长老向来惜才，那宁晨虽天赋不行，但其勤勉远胜寻常弟子，让他极为欣赏，有心帮忙。不必。骆尚武淡淡道。是。既然掌教未允，古玄也没有再说什么，匆匆离去。云海古亭，骆尚武再度看了眼白嫩掌心之中的灼热火焰纹路，柳眉微皱，旋即一步踏出，消失不见。黄昏前，宁晨终于赶到了天魔教藏经阁，眼前的鼓楼足足有9层之高，十分恢宏，不少魔门弟子已是排起了长队，依次进入藏经阁中。宁晨也是加入其中。经过半个时辰的长队后，方才是轮到他。姓名所属峰。那藏经阁门口负责登记的天魔教长老头都没抬一眼。宁晨，藏生峰。宁晨道。哗！此话一出，后面不少排队的魔门弟子脸色大变，连忙是后退数十米，离宁晨远远的，宛若见了煞星一般。藏生峰弟子，他竟是藏生峰弟子！我刚刚还离他这么近，不会已被他身上的死气给侵蚀了吧？藏生峰弟子不好好在藏生峰埋人等死，出来害人作甚？一身死气，晦气得很。一时间，抱怨声不断响起，众人有些皆是用厌恶般的眼神看着宁晨，离得远远的。藏生峰弟子在魔门不受待见的原因，除了天赋低、实力弱以外，最大的原因便是他们接触死气，死气一旦入体就极为麻烦。所以天魔教别的弟子都是对藏生峰弟子避而不及。都给老夫闭嘴！藏经阁众弟，吵什么吵？那看守藏经阁的长老狠狠地瞪了周围众魔门弟子一眼，那强大气息顿时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做完一切，那藏经阁长老方才是看向眼前那一袭玄衣的少年，似是用那确定般的语气问道：“你是藏生峰弟子？”是。宁晨道：“老夫若是没记错，藏生峰10天前新收了一批弟子，你是10天前加入藏生峰的？”那藏经阁长老再度问道。宁晨再度点了点头：“那你回去吧。”藏经阁长老挥了挥手。宁晨皱眉：“难不成藏生峰弟子地位已低到这等程度了，连藏经阁都不得进入？进入藏经阁最起码需要800点宗门贡献点，你一个新来的弟子何来800点宗门贡献点？更何况你一个新来的藏生峰弟子。”那藏经阁长老淡淡解释道：“其余峰的弟子可接取宗门任务赚取贡献点，但藏生峰弟子可是只能埋人赚取贡献点，还有死气侵蚀身体的风险，不到10天就埋800具，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如真能埋800具，恐怕也早就死于死气侵蚀了。念你是出来，所以老夫不和你计较，再有下次，就莫怪老夫。”藏经阁长老淡漠地看了宁晨一眼，冲他摆了摆手：“回去吧。”真是自不量力，才10天不到就想来藏经阁，他以为自己是谁？天命之子吗？周围不少魔门弟子皆是冷嘲热讽：“你怎么还不走？”当那藏经阁长老看到宁晨竟还是站在原地时，不由是皱了皱眉。宁晨将自己藏生峰弟子令牌取出，放在桌上，轻笑道：“长老怎知我没有800贡献点呢？”藏经阁长老一愣，眉头紧皱，连忙是一把将宁晨放在桌上的弟子令牌拿起，接着连忙是感知了一番。下一刻，他脸色大变，失声道：“什么？800贡献点？你怎么可能在短短10天就能赚取800点？甚至不受死气侵蚀而死？”此话一出，刚刚还原本准备看一出好戏的一众魔门弟子更是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10天不到，埋了800具，
而且看样子他似乎并没有遭受死气侵蚀的折磨。藏生峰从未出现过这种弟子，简直匪夷所思。这藏经阁长老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似是想到了什么，苍老的眸子中闪过一抹金光，趁着宁晨不备，迅速将他的手一把抓起，仔细感知。咦，体内并非毫无死气，而是有死气侵蚀的痕迹，你竟然抗下来了。听到这话，宁晨心中松了口气，还好他有所防备。虽说死气侵蚀对他造成不了什么伤害了，但他每天都会故意残留一点死气在体内，就是为了应对眼下这种突发情况。万一被这些魔门强者感知到自己体内竟一点死气都没有，难免让他们有所怀疑。等着藏经阁长老一脸惊愕地放下自己的手，宁晨才是笑眯眯地问道：长老，我现在能进入这藏经阁了吧？当然。那藏经阁长老反应过来，将弟子令牌还给了宁晨，其中他这几天辛辛苦苦埋人攒下的800点贡献点已经扣完。接着他再次看向宁晨提醒道：不过老夫要提醒你，800点贡献点只可进入藏经阁的1到2层，并且只能借走1本功法或武学。弟子明白。宁晨接过自己的弟子令牌，点了点头，接着便是在身后一众魔门弟子震惊的目光中朝着藏经阁走去。藏经阁内，一排排书架屹立，摆放着一本又一本的功法武学。宁晨依次看去，认真挑选，毕竟事关自己距灵境开辟灵脉，灵脉开辟越多越强，以后所能发挥的战力也就越强，所以挑选功法一事不能马虎。黄阶中级血魔功，黄阶中阶地魂诀，都是些黄阶功法。宁晨看去微微皱眉。经过这几天的了解，宁晨也知晓了此方世界武学功法的等级划分，从高到低分别为天地玄黄，而这1、2层的功法武学都是最次的黄阶，而想要更高品阶的功法武学就需要继续往上，但所需的贡献点也要更多。他已入道境巅峰，距灵开脉迫在眉睫，压根没时间赚取更多的贡献点了，只能从众黄阶功法中选出一本适合的，以后再看看能不能弥补差距了。宁晨做好打算，逛完第1层后便朝着第2层而去。半个时辰后，他终于是挑选了一本还算看得过去的功法，天罡心法，黄阶高级，若开辟得当，可以足足开辟15条灵脉。宁晨也不知道这15条算不算多，但对比其他功法普遍11到12条灵脉而言，这个已经算多的了。将天罡心法收好，登记完后，宁晨便是离开藏经阁，朝着藏生峰山脚下破旧小院而去。虽然破旧，但好歹也算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第一个家了。等他回到破旧小院，天色已晚，隔壁小院周元早已是呼呼大睡，那呼噜声大的宁晨离得老远都能听到。看来今晚得堵着耳朵修炼了。宁晨有些无奈，今晚他并不打算睡觉，而是打算彻夜修炼，将这天罡心法参悟，开辟灵脉。吱呀，推开小院破旧的门，宁晨刚走进小院，却是瞳孔一缩，只见小院内站着一个红裙女子，月光洒在她的身上，美得令人窒息。是那个女魔头。宁晨心中一惊，他不会想不通，还是打算要杀了自己吧？但他还是强忍慌乱，将小院的门给关了起来，接着凑了过去，问道：前辈今夜大驾光临，不知是为了何事？那女魔头没有理他，只是自顾自地坐在小院的石椅上，随手将那茶杯拿起，为自己泡了一杯茶。前辈，这茶。宁晨刚开口，就被女魔头一个眼神逼退。他那如冰块碰撞，充满质感的清冷悦耳声音响起：我喝不得。不敢。宁晨低头，女魔头似是得意的轻哼一声，接着才是将那茶杯端起，轻抿一口，柳眉却是微微皱起。见状，宁晨硬着头皮道：前辈，那是我昨晚喝剩下的。洛尚武沉默地将茶杯放下，他不会恼羞成怒，拔剑杀自己吧？宁晨下意识地与他保持了距离。额请洛尚武方才是起身，抬起那好看的眸子落在宁晨身上，冷声道：我不是叫你离开，你为什么没有离开？我埋人就变强，哪里舍得离开这修炼圣地？宁晨当然没有将心思吐露，而是换了说辞：魔门凶险，我贸然离开，一旦被抓住就是死路一条，留在这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的意思是，你想在这天魔教拼出一条生路来？洛尚武挑眉：是。宁晨颔首。听闻此话，眼前女魔头双手环抱住那傲然胸怀，冷声强调道：这可是魔门，魔门凶险，可不会给你慢慢变强的机会，一个不慎，不是死于那讨伐魔门的正道修士手中，就是死在同门手中。我知道。宁晨与女魔头对视，眼神平淡。洛尚武柳眉微蹙，他从眼前少年的眼神中竟未看到丝毫的恐惧。随你。说完，他转身，似是打算离去。还有，那日发生之事不许外提。前辈放心。宁晨微微颔首，那毕竟也是他的第一次，他也没这个恶趣味到处炫耀。
当宁晨说完这句话，再度朝着院内看去时，却发现院内那女魔头的倩影早已不在，应该是刚刚他说完这句话后便离开了。这女魔头大半夜过来，就是为了警告自己的吗？不过她的实力不容小觑，恐怕最起码也是这天魔教内门长老级别的存在。继续修炼吧。宁晨摇了摇头，他回到房间，爬到床榻上盘腿而坐，取出天罡心法，准备开始今晚的彻夜修炼。轰！可就在这时，门忽的被暴力轰开，紧接着那原本离去的女魔头竟是再度折返回来，她目光落在宁晨的身上。前辈，你这是？宁晨有些心疼的自己的门，接着看向那女魔头，发现她气息似是有些浮躁，像极了那天初见她的模样。他心中咯噔一声，忽的有了一股不妙预感，他觉得自己的腰今晚恐怕是要遭殃了。前辈，今日恰巧我来大姨夫了，有些不便。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女魔头那清冷的声音。闭嘴！洛尚武呼出的气息都是有些灼热，白嫩手心中那火焰纹路越发炙热，这是他的人欲之劫，修炼天魔心法的后遗症，终身携带。除非能跨越大地沟壑，拥有一丝神性，方能克制。但拥有神性谈何容易？以往他都能凭借自身强大修为，强行压制住这人欲之劫，可自从上次与这家伙经过一夜荒唐之后，他就怎么都压制不住了。这几日他都在忍耐，但却是难以压制。今日又听到古玄长老提起这家伙的名字，他方才过来看看，当然只是看看而已。但可他刚刚离去，那人欲之劫便是再度发作。人欲之劫发作期间，修为难长半分，都会被这欲火燃烧殆尽。他乃天魔教一教之主，若实力不强，正道来犯，如何抵挡？洛尚武咬了咬银牙，目光落在宁晨那俊秀的脸上，朝他走去，深吸一口气。第8章，前辈。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的宁晨连连后退，他还想挣扎一下，一心修炼的我却被女魔头屡次逆推。然而还不等宁晨话说完，洛尚武玉手一挥，恐怖气息顿时将宁晨整个人镇压在床上，灵气所化的灵链将他整个人绑在床上，整个人成一个大字。接着他方才是走来。前辈，我……宁晨刚想说点什么，嘴就被女魔头给堵住。对此他表示强烈抗议，这女魔头上瘾了。还有，怎么次次是他主动，体验感极差啊？然而在洛尚武强大的修为下，宁晨压根没有反抗的资格。霎时间，宁晨的衣物瞬间被那强大的气场给直接震碎，瞬间衣不蔽体。不至于每次都把我衣服震碎吧？宁晨满头问号。哼，难不成要我亲手帮你脱不成？洛尚武冷哼一声，帮男子褪去衣物这种事他做不出来，更没有耐心等宁晨自己慢慢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气势将宁晨的衣物震碎。闭眼，他那冰冷的声音响起。很显然他要褪去身上这一袭红裙了，毕竟穿着衣服也不是和解那人欲之劫。就不被他压在身下的宁晨一脸倔强，上次被逆推啥都没看到，啥都没感受到，这次说啥也得感受一下，男人得为自己争口气。你……洛尚武此刻正坐在宁晨的肚子上，当听到宁晨这话，他柳眉微蹙，就欲运转气息将宁晨的双眸强行闭上。可就在这时，他体内那一道人欲之劫所带来的火焰竟是在其体内忽地升腾，灼烧所带来的痛感以及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顿时一道闷哼却带着些诱人的嘤咛声从那鲜艳红唇中发出。声音只是刚刚发出，洛尚武那清冷的脸上便是闪过一抹屈辱。他堂堂天魔女帝，居然会发出如此不堪的声音。不过在这人欲之劫的影响下，他也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当看到被他坐在身下的宁晨正瞪大双眼看着自己时，他也没办法强求什么。你若敢乱看，我定杀了你！撂下一句，他再也控制不住，玉指撩拨落在那纤细腰间那束缚一袭红裙的绦带上，接着轻轻用力拉动，红裙带着肚兜飘落在床上，那玲珑诱人的娇躯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出现在宁晨眼中。好美！一时间宁晨有些看呆了，无论是前世亦或是今生，他都未曾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绝美毫无瑕疵，宛若一件白玉雕刻而成的艺术品。这女魔头简直太漂亮了。第一次被逆推之时太过弱小，所以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感受，就匆匆了事。对于自己那糊涂的第一次，他感到很抱歉。你还敢乱看，我杀了你！洛尚武咬着牙，语气虽看似冰冷充满杀意，但配合此刻他的那有气无力的声调以及俏脸如桃花般的模样，却是让人压根难以听从。宁晨吞了吞唾沫，一不做二不休，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前辈，你好像有点中毒了，我来帮你。说话间，洛尚武的威压已是消散，他强行挣脱束缚，
双手轻轻扶住那柔软纤细的腰肢。你敢！骆尚武虽说着充满杀意的话语，但身子却是一软，一下子趴在宁晨的胸膛之上。一时间，房间内传来一阵又一阵的莺啼燕语声，不知过了多久，小院结界之中，轰！一道恐怖杀意升腾而起。一袭红裙的骆尚武美眸无比冰冷地看着宁晨，那恐怖的杀意仿佛要凝为实质。前辈，我只是帮你解毒，更何况除了一开始，后面不都是你主动吗？看着杀气腾腾的女魔头，宁晨小声说道。你！此话一出，女魔头杀意更盛，她死死地瞪着宁晨，那是因为她的内心不允许这家伙主动。若有下次，我定饶不了你。说完，骆尚武似是不想在这里多待半秒，转身就走。那下次前辈，你别中毒就行。背后，宁晨小声嘀咕。骆尚武身形一顿，咬了咬牙，接着抬手间一道漆黑之物瞬间朝着宁晨爆射而来，最终擦着他的头，重重地定在房梁之上。哼！伴随冷哼声落下，他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好残暴！宁晨撇了撇嘴，接着看了一眼房梁上刚刚女魔头甩来之物，这是……他走了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是将其从房梁上拔出，接着目光看去，这是一卷充满古韵的羊皮古卷。当宁晨翻开时，一段段古老且复杂的文字便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无上魔诀，好霸气的名字，这是功法。宁晨目光逐渐变得凝重起来，没想到女魔头竟给了他一本功法。顺着这些古老的文字继续往下看，上面详细记载了开辟灵脉的要点、修炼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可谓是十分齐全。这最起码也是一本玄阶高级甚至地阶功法了。总之要比我从藏经阁借的天罡心法还要强，就修这个了。宁晨深吸一口气，将那羊皮古卷小心收好，而后盘腿坐于床榻上，开始修炼无上魔诀，尝试开辟自身灵脉。半个时辰后，宁晨气息忽地上涨，几天的积累终于在此刻完成了突破，修为已来到巨灵境。就在刚刚，他已参悟无上魔诀，可以开始开辟灵脉了。伴随他按照无上魔诀上开辟灵脉的要点，开始开辟自身灵脉，一道道浓郁灵气开始在其体内游走，并且越来越顺畅。接着宁晨便是感知到体内似是有条通道被打开，一条灵脉开了。宁晨一喜，接着乘胜追击，打算多开几条灵脉，一条、两条、三条。伴随时间推移，宁晨体内灵脉越来越多，开辟灵脉足足持续到了后半夜，121条灵脉。当体内最后一条灵脉被开辟而出时，宁晨整个人顿时有些呆住了，自己一口气竟开辟了100多条灵脉。他虽不知这100多条灵脉是个什么水平，但对比今日所借的天罡心法而言，却是多了足足100多条还有余。以往灵气还需自己主动吸收，而现在就宛若呼吸一般简单。这就是100多条灵脉所带来的提升吗？宁晨眼睛发亮，接着便是孜孜不倦地开始运转自身灵脉，开始彻夜修炼，直到翌日清晨。宁晨方才是结束修炼，经过一夜与女魔头的战斗和自身苦修，再加上之前在入道境巅峰时埋人的灵气反哺累积，宁晨顺利突破到了巨灵境2星。不仅实力取得突破，就连经过这几天的埋人，藏神关入藏气血都已达到95，只差最后5点便能开启第2层了。能葬自己所杀之人，这一点宁晨还是比较满意的。身处魔门，哪有不杀人的？争取这几天就开启第2层。宁晨做好打算。几天后，藏生峰后山，宁晨轻车熟路地将最后一具客户埋入泥土之中，一道血气涌入藏于掌心中的藏神棺内，接着化作灵气涌入他的体内。99点了，看着面板上最后送葬气血数值，宁晨眼中闪过一抹期待之色。不过只可惜今日分配的任务都已结束。卧槽，要死了！宁兄，你帮我埋这最后一具。就在这时，一旁周元慌乱大叫起身，身上还酷冒着黑气，留下一句话后就赶忙跑出后山，来到修炼广场上盘腿坐下，惜命般的开始逼出死气。对于这种好事，宁晨自然不会拒绝。他走上前去，将周元最后一具客户拉来。这厮是天魔教其他峰的弟子，刚死数天，实力足足达到了巨灵境2星，刚被提炼出修炼本源，死气极为浓郁。难怪周元接触一下就嗷嗷大叫。不过这正合我意。就在宁晨心中盘算将这具客户埋了能不能开启第2层时，后山人群骚动，只见几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入后山，肆无忌惮地翻开藏生弟子身旁还未埋葬的棺木，似是在找寻什么。他们是谁？竟这般嚣张？有个藏生峰弟子疑惑看去。嘘，小声点。旁边同僚立马示意他小声。那是天魔教7大峰之一幽魁峰的弟子。
幽鬼峰整体实力在7大峰中都足以排进前3了，可不是我们能招惹得起的。幽鬼峰以炼制傀儡手段为主，所以其峰内弟子来咱们藏生峰要几具尸体也属于常见的事。幽鬼峰，那藏生峰弟子果然是闭嘴，沉默下来。不错，这具尸体不错，生前竟达到了入道境巅峰，带回去正好让我练练手。而此刻，那为首的幽鬼峰弟子已是发现一具不错的目标，满意笑道：“是，柳师兄。”一旁几人当即是笑呵呵的点了点头，搓了搓手，就欲将那棺材扛起。不行，你不能带走，你要是带走了，长老问责起来，我怎么办？然而那藏生弟子却是挡在棺材面前，虽也忌惮眼前几人，但他更害怕遭受处罚。藏生弟子每日都有必须完成的埋葬数量，若没达标，他也会遭受处罚。怎么办？柳明呵呵笑了笑，怎么办就是你们的事情了，与我何干？不行，你不能带走。藏生峰弟子抱住棺木，滚！一个废物藏生弟子也敢拦我的路？柳明眉头一皱，走上前去，一巴掌就是将那挡在棺前的藏生弟子拍翻在地，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巨灵境5星，看到这一幕，周围藏生峰弟子脸色皆是一变，眼中满是忌惮。藏生峰中虽有巨灵境修为的弟子，如周元、禽兽、胡为，但他们要么是被掳来的宗门弟子，要么就是自行修炼过的散修，大部分都是入道境，甚至是未曾修炼过的普通人。与柳明这种魂魁峰弟子相比，差距实在太大。呸！不知死活！柳明朝着那奄奄一息的弟子啐了一声，接着又是寻了几具炼制傀儡的好材料，而后方才是打算离去。藏生峰弟子虽愤愤不平，但也不敢声张。咦，倏然，柳明似是察觉到了什么，立马是带着几个魂魁峰的弟子朝着一处快速走去。慢着，这具尸体我要了！柳明大声道。然而那藏生峰弟子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般，挖好藏坑后就欲将那尊玄木棺推下去掩埋。见状，柳明顿时有些急了，灵气运转，一步猛地踏出，脚下竟是生出气旋，迅速来到那玄木棺前，一掌轰出，重重地轰在那玄木棺上。砰！下一刻，玄木棺因承受不住如此之大的力破碎，其中那一具尸体也摔落在了地上。这是……哈哈，我果然没感知错，巨灵境2星的尸身，绝对是炼制傀儡的好材料。这尸体我要了！柳明眼中满是喜色，看都没看眼前那藏生弟子。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扶起来。”柳明一愣，下意识抬头，只见眼前那藏生弟子身穿一袭玄衣，容貌俊秀，正一脸平静地看着自己。扶起来。宁晨语气平淡，重复刚刚的话。他对死者是心怀尊敬的，他们帮助自己变强，那自己理应好好埋葬他们。因此每埋葬一具尸体，他都会点燃一根往生烛，示意逝者安息。可眼前这家伙竟糟蹋自己的客户。然而当柳明听清宁晨的话时，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宁晨，算了吧，他是魂魁峰的弟子，实力更是达到了巨灵境5星，咱们惹不起。周围赶来的藏生峰同僚皆是劝道，他们知道宁晨平日里很努力的埋人，可努力埋人有什么用？别说在魔门了，在任何地方都是实力至上。柳明冷笑一声，不屑地看着宁晨，我若是不服，你又能把我怎么？话音还未完全落下，忽的，眼前一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眼前，接着一拳重重落在他的身上。砰！下一刻，柳明身形倒飞，重重砸在一棵树上。什么？周围众藏生峰弟子脸色大变，表情无比精彩地看向那一袭玄衣的宁晨，眼中满是错愕。一拳就将巨灵境5星的柳明轰飞。平日里只是埋人努力的宁晨师兄，实力竟然还这么强。就连宁晨都有些意外，在修炼了女魔头所给的功法后，自己刹那间所爆发出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周围一片死寂，在众藏生峰弟子震惊无比的目光中，宁晨神情平静地从一旁拖来一具新的玄木棺，而后小心翼翼地将客户放入棺中。柳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此刻的他有些羞恼，他堂堂魂魁峰的弟子，竟被一个小小的藏生峰弟子给一拳轰飞了。你好大胆子，竟敢伤我！话音还未落下，一口漆黑鲜血便是从嘴里喷了出来。柳师兄，你口吐黑血了！一旁魂魁峰几人脸色一变，连忙是提醒道：“闭嘴，老子没下！”柳明怒视几人，接着狠狠地擦了擦嘴角那漆黑鲜血，真是卑鄙，居然下毒！我魔门弟子，我下毒不是很正常吗？况且，宁晨淡淡道：“我没下毒。”放屁！
柳明怒斥道：“你没下毒，那老子怎么口吐黑血？”宁晨抬起手，只见手上些许漆黑阴冷的气息在指尖萦绕，只是些许死气罢了。自从有了藏神棺，死气已无法侵蚀宁晨，但死气浪费也是浪费，所以宁晨就琢磨着能否将其用作自己对敌的手段。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什么？死气？柳明声音一下子就变得尖锐起来，惊骇无比地看着宁晨指尖萦绕的死气，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怒骂道：“死气，更踏马卑鄙！老子宁愿你下毒！”话音落下，柳明便是急匆匆地带着几个魂魁峰的弟子朝着山下走去。若是下毒，吃几颗解毒丸便能解决；可若是死气，一旦侵蚀入体，那就是个麻烦事。所以他片刻都不敢多待，赶紧下山，把他们的棺木也放下。身后，宁晨的声音响起：“哼！”柳明冷哼一声，但还是乖乖放下。接着方才是带着几个魂魁峰弟子匆匆朝着山下走去。多谢宁晨师兄。那几个被抢了棺木的藏生峰弟子连忙是感激的冲着宁晨行礼道谢。一旁众同僚看向宁晨的目光也是变得敬畏起来。他们一直以为宁晨与他们一般，就是普通的藏生峰弟子，只是平日里埋人努力一些，可没想到宁晨师兄竟能一拳就将距临近5星的柳明轰飞。就在这时，山下柳明那阴沉的声音响起：“宁晨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啊！”然而柳明话还没说完，他那惨叫便是响起。宁晨是本圣子在这魔门唯一的朋友，你敢对他动手？啊！误会啊！误会你奶奶个腿！山下修炼广场上，柳明惨叫声不断。后山上听到那惨叫声的宁晨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情是柳明在修炼广场上放狠话，正好被在那排出死气的周元给听到了。本来挨一顿打就够了，非要放狠话，这下好了，挨了2顿打吧。周元下手可不会比他轻多少，毕竟他那童子兄弟可是距临近巅峰。诸位继续埋人吧。宁晨看了周围看热闹的藏生弟子，轻声道：“是，宁晨师兄。”周围藏生弟子点点头，各自忙去。等周围同僚皆是离去，宁晨方才是将刚刚那具棺木推入事先埋好的藏坑之中，开始送葬。当3根往生烛点燃，一道气血便是悄无声息地葬入他藏在掌中的藏神棺中，接着伴随浓郁灵气反哺进入身体，宁晨的气势陡然上涨，距临近3星了。宁晨轻喃一声，比起境界提升，他更加在意的是那达到100气血值的入藏面板。姓名：宁晨，境界：距临近3星，功法：无上魔诀，武学5，开启层数1-9，入藏气血100，终于可以开启第2层了，可葬自己所杀之人。宁晨喃喃，悲观杀神正式上线。身为魔门弟子，总得杀点，反正都杀了，不如再帮他们埋了。管杀又管埋，他多好一个人啊！这时宁晨忽地察觉到了什么，眉头一皱，朝着那自己所见的面板上看去。藏法神通1，可学习。藏法神通，宁晨眉头一挑，有了些许兴趣。之前藏法神通都是无，如今多了一道可学习的藏法神通，恐怕应该是和自己即将开启第2层藏神棺有关系。回去再开启。宁晨做下打算，开启第2层不知会引起什么动静，藏神棺又会有怎样的变化。眼下人多眼杂，先回自己的小院再说。黄昏，藏生峰弟子陆续下山，宁晨和周元也结伴下山。一路上，周元也是听到了今日宁晨的事迹，更是错愕无比。他明明记得宁晨几天前才找他问过功法的事情，可这才短短几天，宁晨就能一拳击败距临近5星的柳明了。宁兄，等咱们从这魔门逃出去后，本圣子就不做圣子了。为何？你太妖孽了，这圣子之位我要让给你。大可不必。宁晨摆了摆手，周元所在的圣地只收童子。周兄，我和你不一样，你还是个男孩，而我已是男人了。回到小院，宁晨关好门，方才是取出藏神棺，接着心念一动，巴掌大小的藏神棺便是变回原样。一丈，通体玄黑，安静躺在房间之中，散发古老而神秘的气息。宁晨推开棺盖，发现藏神棺内原本的一片混沌已是变得充满血气，宛若血海一般，气血不断地朝着关外翻涌。宁晨知道这是藏神棺在开启第2层不会弄出很大的动静吧。看着藏入气血翻涌的藏神棺，宁晨有些担忧，别说是在魔门了，放在任何地方，若是暴露了这藏神棺，都只会引来杀人夺宝。就在这时，藏神棺猛地一颤，紧接着一道气血直冲天际。宁晨一脸懵，想啥来啥。
不过下一刻，那冲天气血似是被人强行压了下来一般。看到这一幕，宁晨松了口气。天魔教主峰云海古庭，一道红裙倩影盘腿修炼。自从与宁晨双修后，人欲之劫暂时被压制，洛尚武修炼起来也如鱼得水，越发顺利。请他方才是结束修炼，恐怖地威尽数归入体内。如今天灵界越发动荡，正道势力纷纷抱团，对魔门口诛笔伐，欲要剿灭魔道。而魔门中各个势力不仅不对正道讨伐放在心上，反而勾心斗角，对天魔教这魔门魁首之位虎视眈眈。对手团结，目标一致，队友像猪，这就是如今天魔教的处境。洛尚武有些头疼，扶了扶额。就在这时，洛尚武抬起美眸，朝着一处看去。伴随他目光落下，只见一道浓郁气血竟是冲天而起。这是那家伙。洛尚武柳眉紧皱，那气血冲天之地，赫然便是葬生峰的山脚下。旋即他玉手轻轻抬起，那冲天气血便是被他所掩盖。他在搞什么？葬生峰山脚下，破旧小院，葬神关第2层终于开启了，还好没弄出很大动静。宁晨长松了一口气。当葬神关第2层开启后，关内的混沌空间也归于平静，那滔滔气血都已被他尽数吸收。第2层，可葬所杀之人，并获得更强的灵气反哺，以后埋人就更有趣了。宁晨心念一动，将葬神关缩小收好，接着方才是看向那仅自己看见的面板。葬法神通1，可修炼。这葬法神通该怎么修炼呢？就当宁晨有这个想法时，精神上忽地传出些许刺痛之感，紧接着脑海中便多了一道信息：葬法神通往生之谋，可查看逝者生前最后的念想。查看逝者生前最后念想，有点意思。宁晨眉头一挑，若是客户死前想的是武学功法，他岂不是也能顺利白嫖到？埋人就变强，在此刻具象化了。埋人不仅能提升修为，现在就连武学上的一些欠缺都给填补了，就是不太稳定。不过等开启更高层，可领悟所葬之人生前的功法武学时，那就更稳定了。埋人竟也有了盼头。宁晨摇了摇头，有些不可置信。这放在刚刚穿越到这的那会，他想都不敢想。又是几天时间过去，这几天宁晨好好研究了一下葬法神通，每埋一句他都会用往生之谋看一下其生前想法，大多数生前念想都只有对死亡的恐惧。不过宁晨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在葬送了一个天魔教血刀锋的弟子时，成功白嫖到了名为血魔刃的武学，虽只是黄阶中阶武学，但白嫖使人快乐，并且宁晨还发现运转这葬法神通对精神力的消耗有点大，不能长时间运转。不过修为越高，精神力就越强。后山，当点燃最后3根往生烛，最后一具客户便是送葬完毕，伴随一缕气血悄然流入葬神关，更为强大浓郁的灵气反哺进宁晨的丹田之中。自从葬神关开启第2层后，所反哺的灵气也越多了。仅仅几天时间，宁晨便又有所突破，修为达到了巨灵4星了。而值得一提的是，葬神关所要的入葬气血再度变成了0、100，不过对葬入气血的要求更高了。劳宁。这时周元从一旁走来，打着招呼，两人结伴下山。没想到那柳明竟真咽下了那口气。下山时，周元嘟囔，本以为两人教训了那魂魁风的柳明，他会怀恨在心，找机会报复，但这几天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要提防些。宁晨微微摇头，既然是魔门弟子，那柳明自然是睚眦必报，现在不报，指不定在憋什么坏水呢。当两人从后山下来，便看到一大堆葬生风的同僚汇聚在修炼广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周元随便拉住一个葬生风弟子问道。周元师兄，宁晨师兄。那葬生风弟子见拉住他的是宁晨两人，连忙是行礼，接着方才是解释道，刚刚孙长老通知我们，所有弟子埋完手上的活后不要离开，据说是代理封主有事要通知。葬生风不同于其他6大封，有固定的封主，葬生风一直以来都只有代理封主，因为葬生风对比与其他6大封简直就是个烂摊子，没有天魔教的强者会愿意主动来管理，代理封主有事要通知。听到这话，两人一愣，接着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朝着修炼广场走去。很快，当所有葬生风弟子在修炼广场上时，山崖之上，一道身着白袍的老者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原本吵闹的周围立马安静下来，纷纷朝着山崖上看去。山崖上，古玄目光先是落在人群中一处，看了一会儿，方才是缓缓说道：老夫古玄，乃葬生风代理封主，参见古玄封主。众葬生风弟子皆是行礼。宁晨和周元在人群中跟着行礼。宁兄，你是不是认识那老头？他为什么一直看着你？周元在一旁小声说道。刚刚古玄目光就是落在一旁的宁晨身上。不认识。
宁晨摇了摇头，道：“可能是因为我帅吧。”周元。这时，山崖上的古玄缓缓开口：“今日来，老夫是来通知诸位一事。自今日起，葬生峰将发生变革。以往葬生峰虽是7大峰之一，但早已是名存实亡，实力远不如其余6大峰。掌教回归后，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特意勒令老夫要改变葬生峰。所以，自明日起，每个葬生峰弟子可每日领取1枚驱散死气的丹药，按照自身贡献点换取天魔教内如天地造化塔等修炼要地的进入资格。机会已经给诸位了，是否还愿低人一等，就看诸位能否把握了。”伴随古玄的话音落下，整个葬生峰弟子皆是陷入一片沸腾，眼中满是兴奋之色。葬生峰的变革吗？人群中，宁晨眼中也闪过一抹愕然。原本葬生弟子埋人的贡献值，除了换取丹药进入藏经阁以外，就无任何用处了。天魔教内如修炼塔、修炼阵法以及一些可获得修炼资源的比试，葬生弟子是都无资格参与的。可现在不一样了，那我变强的机会岂不是又变多了？宁晨有些期待，接着叹道：“这天魔教归来的掌教总算是干了件人事啊。”“是啊。”周元也是激动地搓了搓手。既然如此，本圣子可就要在这魔门大显身手了，反正也逃不了了。不过这魔门掌教怎么突然把咱们当人看了？周元疑惑地嘟囔。谁知道呢？宁晨摊了摊手。对了，山崖上，古玄目光落在这一众兴奋的葬生弟子上，再度开口道：“明日所有人到断魂崖集合。”翌日，断魂崖位于天魔教魔门边缘，此地正是因为靠近魔门边缘，因此时常会受到正道修士偷袭，发生战乱。当一大批葬生峰弟子赶来时，离得老远便是能闻到那刺鼻无比的血腥味，以及一股尸体的恶臭越发靠近，那阴森冰冷的气息便是扑面而来。这股气息，身为葬生弟子的他们自然熟悉，是死气。老宁，看样子前面死了不少人啊。人群中，周元跟在宁晨身旁，看了一眼前方的断魂崖。宁晨微微颔首，不用周元说，他也是知晓前方有诸多客户。藏神官对可藏气血的感知十分强，而他身为藏神官的主人，自然也能察觉前方就是葬魂崖了。老夫交代一些事情。这时，一道苍老声音响起，藏生峰的孙长老踏空而行，看着下方乌泱泱的一众藏生峰弟子，众藏生峰弟子纷纷驻足，皆是用羡慕的眼神抬头看去。踏空而行，这可是破海境修士才具备的能力。数天前正道走狗偷袭我天魔教，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死了一些人，而他们身上的修炼本源已被提炼，因此产生了大量死气，所以进入葬魂崖前运转灵气，吞服发放给你们的丹药。话音落下，众藏生弟子不敢有丝毫大意，连忙运转灵气吞服丹药。宁晨在人群中也是装模作样的吞服丹药，但很快他就听到了让他眼睛一亮的消息：此次送葬不做数量限制，但此次送葬也算贡献点，诸位量力而行。听到这话，不少藏生弟子松了口气。贡献点虽重要，但小命更重要。宁晨也是松了口气，不做限制，那就可以大埋特埋了，反正能用赚取贡献点的理由来搪塞过去。当众藏生峰弟子皆是准备好后，孙长老方才是带着众弟子进入断魂崖。一进入断魂崖，引入眼帘的便是无数具横七竖八的残肢断骸，宛若一座座尸山一般，血流遍整个山崖，刺鼻的血腥味和令人森寒的死气凝聚四周。不少被拐来的普通弟子哪里看过这等场面，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甚至有的直接被恶心的吐出了昨晚吃的饭。这是小摩擦。宁晨看着那山崖间遍地尸体，微微皱眉，这粗略估计，正道和天魔教弟子加起来，估计死了有小1000人。这当然只是正道与魔道之间的小摩擦了，真要开战，别说这数千人，恐怕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都要遭受波及。周元叹息说道：“作为四流圣地圣子，他也是见过一些小场面的，不至于因为这点场面而发怵。”不过周元却是丝毫没有注意到一旁的好兄弟眼睛逐渐发亮。宁晨没听到什么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遭受波及，他只听到数百万的优质客户等着他去解救。他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但奈何他力薄才疏，所以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让客户团聚。开始吧。孙长老落在山崖之上，冲着一众藏生峰弟子淡淡说道：“是。”众藏生峰弟子强忍不适和恐惧，陆陆续续朝着断魂崖内走去。数个时辰后，原本断魂崖笼罩的死气已是少了一大半，不少尸身已得以埋葬，不过也有将近80%的藏生弟子已从断魂崖内退出，走到一旁打坐驱散死气，只有寥寥不过20%的弟子还在坚持。山崖上，孙长老目光落在断魂崖内那还在坚持的藏生弟子身上，眸光微动，依次掠过。
禽兽具灵境4星，比寻常弟子气血更加雄厚一些，难怪能坚持更久。胡为具灵境5星了。哦，短短数十天竟有所突破。周元具灵境巅峰，算是这批弟子中最强者了。童子气血无比阳刚，反倒是帮助他更能抵抗死气的侵蚀，都是些不错的苗子。还有峰主说的那个小家伙。孙长老满意的捋了捋胡须，接着目光找寻，找到了。很快他的目光落在一处，那是一袭玄衣的俊秀少年，此刻正无比娴熟的埋人，然后再熟练的点燃3根往生烛，做完一切方才是继续下一个，如此反复。宁晨，这就是峰主说的那个小家伙吗？天赋实力虽不如胡为他们，但却胜在有着寻常人所没有的勤勉，倒也是个不错苗子，毕竟勤能捕捉嘛。忽的，孙长老眉头一皱，似是察觉到些许不对。等等，这小家伙的实力。孙长老神情越发凝重，具灵境4星，他前段时间不是才入道境巅峰吗？咦，不对，不是具灵境4星，而是具灵境5星，他又突破了。这一刻，孙长老眼中满是惊愕，此事必须禀报峰主才行。此子不简单啊！此刻，宁晨将往生烛点燃，一道浓郁气血悄无声息地葬入藏神棺中，浓郁的灵气反哺进入丹田，他能感受到数天前突破的境界再次迎来提升。具灵境5星了。宁晨长舒一口气，刚刚数个时辰内，满打满算应该埋了有小300具客户，有正道弟子，也有魔门弟子，气血也算是浓郁，正好让他再次完成突破。只是可惜，运转往生之谋时看到的死亡前的念想皆是对死亡的恐惧，不过这也正常，毕竟这些人皆是死在战乱，临死前想的也只有恐惧了。卧槽，要死了要死了！就在这时，一旁又是响起周元那哭爹喊娘的抱怨声。只见他扛起埋人铲就往外面跑，身上还酷冒着童子气血都镇不住的死气。与此同时，还在苦苦坚持的其余弟子也是坐不住了，纷纷起身打算离开。宁兄，你还要继续吗？这时周元才发现宁晨还在，不由皱眉问道。宁晨还在。当听到周元的话，剩下的准备往外出的藏生弟子方才是注意到还有一道身影默默埋人，他竟然还能坚持。禽兽胡卫等藏生峰一些还算优秀的弟子错愕看去，不由投去敬意的目光。宁晨兄乃真男人，没事，还能再买几个。宁晨摆了摆手，你这家伙真是不要命了。看到宁晨这般不要命的行为，周元嘟囔一声，也是放弃离开，转身朝着他走来。本圣子这里还有几颗抑制死气的丹药，你赶紧吞了。多谢周兄。宁晨没有拒绝他的好意。可就在这时，断魂崖中伴随一股阴冷之风袭来，一团浓郁的死气竟是从崖底凝聚，朝着走来的周元猛地袭。与此同时，断魂崖外众藏生弟子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脸色大变。看着那一团具备人形、散发阴冷至邪气息的漆黑死气，众藏生弟子眼中布满了惊恐。那是死气没错，可死气为何会形成这般模样？据说人死之后会形成死气以及怨气，两者并非同源，可若是两者一旦接触，便会形成死怨之尸，控制整个尸身。这种不同于寻常死气，寻常死气只会侵蚀身体，慢慢折磨，而这死怨之尸会直接要你的命。最关键的是，能形成死怨之尸，生前实力最起码达到了凝丹境。对死气有些许了解的藏生弟子连忙解释：什么？生前达到了凝丹境？众藏生弟子脸色大变。那周元师兄完了呀！这等距离，就算是破海境的孙长老出手，恐怕也来不及。断魂崖内突如其来的死气攻击，顿时吓了周元一跳。不过眨眼之间，那一团死气便是来到了他的身前。这等速度，他压根没有任何闪避的可能。完了！周元面露绝望。周兄小心！就在周元绝望之时，一道轻喝声在他背后响起，接着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上，将周元猛地往后面一拉，顺势便是躲过了那死怨之尸的一击。活过来了！周元松了口气，看向身前宁晨。宁兄，谢了。这是什么？不过宁晨却没空搭理他，只是目光死死地落在眼前那袭击周元的古怪玩意。那似是一具腐烂尸体，或者说是一具被死气所操控了的尸体，其周身死气环绕。不过更让宁晨在意的是，这具被死气操控的尸身竟有着如此浓郁的送葬气血，看来其生前最起码也是凝丹境修士。宁晨眼睛亮起，这是优质客户。吼！伴随一声嘶吼，那死怨之尸便是主动攻来。宁晨，本圣子来帮你。噗！周元本也想帮忙，但话还没说完，一口漆黑鲜血便是从嘴里喷了出来，体内本就有死气侵蚀，
经过刚刚和那死怨之师近距离接触，又是沾染了一些。周兄，你退后。宁晨话音落下，握着手中的埋人铲，便是一步踏出，灵气运转间，手中铲子竟是浮现一道血色之光，瞬间变得无比锋利。正是先前他运转往生之谋所白嫖到的血魔刃。运转此功法，可使任何武器附魔上一道血光，加强威能。宁晨并没有别的武器，所以只能用这埋人铲了。霎时间，血光凝聚，宁晨一步踏出，猛地朝那死怨之师刺出，速度之快，瞬间将那死怨之师胸口整个洞穿。吼！那死怨之师低吼一声，握着埋人铲，死气瞬间沿着铲柄朝着宁晨袭来，仿佛想要不断的侵蚀他的身体。但很快，死怨之师便意识到不对了，眼前这悬疑青年体内就好像一个无底洞一般，任由他死气侵蚀，他都无动于衷。吼！死怨之师发出诧异的嘶吼，接着转身就欲逃回断魂崖下。哪里跑？宁晨手握埋人铲一步追上，这优质客户近在咫尺，哪有让其跑了的道理？那是宁晨师兄。当断魂崖外一众藏生弟子看到那恐怖的死怨之师竟是被宁晨追着打时，顿时是有些惊愕。宁晨师兄这么强的吗？山崖上，孙长老看到这一幕也是放弃了出手的想法。这小子倒是有些意思。断魂崖内，宁晨手中铲子血光一闪而过，投掷而出，宛若一柄标枪一般，瞬间将那死怨之师插在地上，让其动弹不得。这死怨之师唯一的手段便是死气，别的修士或许会忌惮3分，但宁晨可不惧死气。唯一的手段都已无效，这死怨之师也就只能乖乖就犯了旋即。宁晨快步走上前去，取出3根往生竹，点燃之后往其周身迅速插下。往生竹有镇压死气之效，瞬间那死怨之师身上的死气迅速衰退。看到这一幕，山崖上的孙长老欣赏之色越发浓郁。没想到我藏生峰还能出这般出色的弟子，天赋不差，为人勤勉，聪慧敏锐，能察觉到往生竹之功效。往生竹大部分弟子都以为就是插3根香火就完事了，但实则不然，它最关键的作用是镇压死气。呼！将那死怨之师镇压后，等其死气消散，宁晨方才是拔出埋人铲，开始原地挖坑，准备将其葬送。埋坑，葬人，一气呵成。伴随气血葬入葬神棺，浓郁灵气反哺进入丹田，宁晨不由感叹一声：宁丹境客户的灵气反哺就是浓郁，若能再葬10几个这样的优质客户，恐怕实力又能有所突破。接下来就看看他生前念想。宁晨喃喃一声，双眸中浮现一道阴阳之色，接着只有他所能看到的画面开始在脑海中不断闪烁。这是这客户生前念想的画面。画面之中，客户4世被追杀，狼狈逃窜，而身后一个白袍老者，看其气息竟是破海境的强者。不过诡异的是，那破海境却怎么都追不上一个宁丹境强者。这是宁晨目光看去，只觉得这客户身法有些诡异。不过很快伴随灵气衰竭，他很快就被追上，被那白袍长老所斩杀，最后含恨陨落在断魂崖。他满是不甘，若我这神鬼影宗部再强一些，修得更精一些，或许就不会死。临死前他想了一下，自己修炼神鬼影宗部的全部步骤，究竟哪一步没有修好？神鬼影宗部，宁晨眉头一挑，有了些许兴趣。很快，往生之谋白嫖到了客户身前念想。神鬼影宗部玄阶终极身法，速度奇快，可隐藏自身气息，神不知鬼不觉。宁晨心念一动，将神鬼影宗部记在心中，开始潜移默化的修炼。黄昏，断魂崖，孙长老将所有藏生弟子召集到了一起。今日送葬已是完成，现在公布诸位今日贡献点。伴随孙长老话音落下，断魂崖内众藏生弟子皆是抬眸看去。柳峰所葬3人，获得3点贡献点；许山所葬2人，获得2点贡献点；禽兽所葬21人，获得21点贡献点；胡为所葬25人，获得25点贡献点；周元所葬40人，获得40点贡献点。伴随孙长老话音不断响起，众藏生峰弟子也是看向周元几人，感叹道：不愧是周元师兄他们，一人所葬的数量是我们的10几倍，好强！宁兄，你埋了多少个？人群中，周元好奇地看向一旁的宁晨。不多，宁晨轻笑道。与此同时，孙长老的声音响起：宁晨。说到这，孙长老看了宁晨一眼，顿了一下，到宁晨师兄了。不知宁晨师兄葬了多少？宁晨师兄的数量比周元师兄他们只多不少，约莫估计在60以上。60以上，众藏生峰弟子瞪大眼睛，满是好奇地看向孙长老。这时，孙长老顿了一下的声音响起：宁晨，
所葬351人，获得351贡献点。话音落下，所有人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惊愕。351，宁晨师兄一人就葬了将近1/3。卧槽！一旁周元更是瞪大眼睛看着身旁的宁晨，这就是你说的不多？宁晨无辜地摊了摊手，是不多啊，要不是浪费了些许时间，他本来目标是500客户的。不过好在那一具宁丹境的优质客户将损失弥补回来了。好了，今日任务结束，准备回封。孙长老大手一挥，冲着众人说道。可就在这时，一道强大气势自一旁浮现，紧接着一道白袍老者踏空而来。老夫当是谁？原来是天魔教的小娃娃们。是他。人群中，宁晨抬眸看去，顿时眼神一凝。这白袍老者就是刚刚那宁丹境客户生前念想画面中所追杀他的那人。伴随那白袍老者踏空而来，落在断魂崖上，那强大的气息笼罩着所有人。又是一位破海境强者。当看到那白袍老者时，众藏生风弟子皆是错愕看去，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孙长老看了过去，眉头微微皱起。你是青云门的白羽道人？哦，没想到你个魔道小人居然认识老夫大名。那名为白羽道人的白袍老者捋了捋白须，接着笑道：既然你知晓老夫名讳，那你就知道老夫最喜什么。白羽道人最喜猎杀魔道之人。孙长老脸上不满凝重，他虽是与白羽道人一般同是破海境修士，但他只是前几日刚刚突破，而这白羽道人已在破海境成名多时。青云门正道是正道修士。当听到那白袍老者的身份，不少被拐来的藏生弟子顿时看到了生的希望，眼睛微微亮起。宁兄是正道修士，待会肯定会和孙长老打起来，我们要不要？乌泱泱的人群中，周元小声冲着一旁的宁晨说道。宁晨不语，这或许是最有机会逃离这魔门的时候了。不过他并不想走，而且他并不觉得这白羽道人会有这么好心，因为前辈，我们都是被这魔门拐来的，还请前辈救救我们。前辈，我大哥乃青云门内门弟子，还请前辈救我逃离这魔门啊。一时间，立马有数十个藏生弟子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是朝其走去。然而看到这一幕，白羽道人微微皱眉，接着一巴掌朝着那10几人落下，瞬间这10几个藏生弟子便是直接被拍成血雾。什么？看到这血腥的一幕，所有人脸色大变。周元脸色煞白。果然，宁晨倒是没有太意外，毕竟刚刚从那优质客户生前画面来看，追杀他的就是这白羽道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优质客户并非魔门弟子，而是正道弟子。其实哪有什么正魔之分，有的只是利益不同而已。蠢货！孙长老暗骂一声，接着冲着其余弟子暴喝一声。藏生峰所有弟子听令，速速离开断魂崖，老夫为你们断后，速回宗门求援。是。与此同时，剩下的藏生弟子也是反应过来，眼中满是惊恐之色，接着纷纷朝着断魂崖外奔去。白羽道人捋着长须，呵呵笑了笑。猫抓老鼠的游戏嘛，倒也合老夫胃口。不过嘛，先解决你再说。话音落下，白羽道人灵气涌动间，迅速朝着孙长老袭来。孙长老见状，神情凝重，旋即迎了上去。下一刻，断魂崖上2位破海境修士大打出手，一时间灵气如狂风般大作。这就是破海境修士间的战斗吗？宁晨远远地看了一眼，便是感受到了恐怖的灵气波动，接着他不再多看，与一旁的周元迅速朝着断魂崖外狂奔而去。这等境界修士间的战斗可不是他们所能插手的。可一众藏生峰弟子刚刚逃出断魂崖，倏然一道黑影猛地从天上砸了下来。众藏生弟子一愣，接着错愕朝着那砸下来的黑影看去，瞳孔瞬间骤缩。这道砸下来的黑影是孙长老。孙长老浑身是血，重重砸在地面之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天穹上那一道白袍老者，失声道：你是破海境巅峰？破海境巅峰！此话一出，众藏生峰弟子脸色大变。孙长老只是破海境1星而已，难怪对上这白羽道人不过数十招就迅速落败，两者差距太大了。哼，区魔门宵小也配做老夫的对手。白羽道人自天穹上一跃而下，重重一脚踩在孙长老的胸膛之上，噗！后者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白羽道人大笑道：等杀了你，再将这些小魔崽子杀了，又能回去找宗主邀功了。此话一出，周围众藏生峰弟子脸色一变，眼中满是惊恐，连孙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他们这些弟子。死吧！白羽道人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一柄长剑凭空而现，朝着被他踩在地上的孙长老胸膛插去。
白羽，就凭你想杀我天魔教长老？就在这时，伴随一道苍老声音响起，一股无形力量瞬间将白羽道人震飞。紧接着，只见一道足足数十丈的老者，血色虚影屹立在断魂崖，注视着白羽道人。是代理封主。看到那老者虚影，众藏生峰弟子当即是认了出来，眼睛一亮，这道老者虚影赫然就是藏生峰的代理封主古玄。法相化身，万象镜。白羽道人脸色一变，他没想到都在魔门边界了，居然还能遇到万象境强者。哼，算你们命大。白羽道人冷哼一声，接着不再恋战，迅速朝着断魂崖之外奔逃而去。伤了我魔门长老，你走得了吗？古玄冷哼一声，抬起一掌，天地仿佛都为之色变，恐怖气息瞬间落在白羽道人身上。噗，仅是一击，刚刚惶狂的没边的白羽道人便是一口鲜血喷出，他脸色瞬间大变，气息瞬间颓靡下去，接着眼中闪过一抹狠色。青云破，一口本源鲜血喷出，白羽道人身前竟是强行撕裂出一道虚空，接着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遁入其中，很快便是消失在众人眼前。本源禁忌之术吗？古玄那道法相化身微微皱眉，也没有继续深追。这种禁忌之术一般能逃很远，他本体并不在这，仅凭一道法相化身还难以追上。旋即，古玄一把将重伤的孙长老抓起，看向一众藏生峰弟子，喝道：所有藏生峰弟子速速回峰，不得有误。是。众藏生峰弟子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接着纷纷撤离断魂崖。就在这时，人群中宁晨刚打算回去，忽的眼前却出现一道血色痕迹，一直朝着一处不断延续，好像在指引一个方向一般。这是藏神官对可藏气血的感知，这个方向是那白羽道人。宁晨心中一惊，除了可藏气血会出现这种感知以外，濒死状态下也会出现。难道那白羽道人被古玄一掌打的陷入了濒死？宁晨立马有了个大胆的想法，破海境巅峰修士绝对算的是优质客户，若是将他葬了，想到这，他深吸一口气，悄然运转神鬼影踪部。而乌泱泱的藏生弟子中，周元一脸疑惑地看向四周。咦，我那么大一个宁兄呢？离断魂崖足足有30公里处，一处深林之中，一道浑身是血的身影狼狈地从虚空中摔出，正是运转本源禁忌之术逃匿的白羽道人。只不过现在的白羽道人应该改名为血羽道人。噗，他一口鲜血又是喷了出来。由于害怕古玄追来，所以他特意多运转了一会儿禁术，就是因为多了这一会儿，身体此刻已达到极限，陷入濒死状态。可恶的魔门，迟早将你们铲除！白羽道人骂骂咧咧，狠狠地擦了擦嘴角鲜血，接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疗伤丹药，吞服而下。做完一切，他方才是盘腿而坐。噗嗤！可就在这时，白羽道人忽地感受到胸口有一阵疼痛，他下意识低头，只见不知何时，一柄带着血芒的铲子已是洞穿了他的胸口。与此同时，一道嘀咕声响起，破海境修士的心脏不会不在左边吧？以防万一，右边也捅一捅。话音落下，只见那插入白羽道人的铲子忽地被拔出，然后又从右边插了进去。噗嗤！白羽道人，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不可置信地朝身后看去，而那给了他2黑铲的身影已是迅速后退，与他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你是天魔教藏生峰的弟子？当看清那人，白羽道人脸色大变。虽然对于藏生弟子这种蝼蚁他没有任何印象，可这插入自己胸口的铲子无不表明了眼前之人的身份。可就是入不了他眼的小小藏生峰弟子，此刻竟想要杀他。宁晨与白羽道人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虽然对方陷入濒死状态，但好歹也是破海境巅峰修士，瘦死骆驼比马大，自己还是要小心为妙。接着他看向白羽道人，开口道：我来请前辈入藏。请老夫入藏。区区一个藏生弟子，真是好大的胆子。听到宁晨的话，白羽道人怒笑一声，接着不顾伤势，强行调动体内的气血与灵气，似是蓄力打算给这小小的藏生弟子致命一击。就是现在，看到这一幕，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接着运转神鬼影踪部，身形如同鬼魅般瞬间近身白羽道人。你怎么会这身法武学？看到这熟悉的身法，白羽道人大惊失色，他这才明白刚刚这小小的藏生弟子为何能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不过此时反应过来已经晚了，不顾伤势，强行调动气血，那此时就是白羽道人最虚弱的时候。此时不要贪命，何时要？我来请前辈入藏。伴随宁晨高喝一声，他手中一道血芒闪过，下一刻一尊足足1丈、通体玄黑、散发神秘气息的棺木便是浮现而出，被他抱在怀中，朝着白羽道人重重抡了下来。
什么？看着那砸来的古棺，白羽道人脸色一变，可根本就毫无抵挡闪避之力。啊！伴随宁晨手中藏神棺不断抡起又落下，白羽道人惨叫声不断。就这样抡了足足半个时辰，宁晨将藏神棺放下，看了一眼白羽道人那不堪入目的尸体，喃喃道：就算你是破海境巅峰，也该死透了吧。恐怕白羽道人至死都没想到，自己没死在万象境的古玄手上，却死在了一个小小的藏生弟子手上。优质客户。宁晨深吸一口气，旋即先是在白羽道人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储物件。好穷。查看了一番后，宁晨吐槽一声，接着推开藏神棺的棺盖，将那白羽道人不堪入目的尸身抱起，接着推入棺中那一片混沌之中。很快其尸身便是被藏神棺所葬送，一股极为庞大的血气瞬间涌入藏神棺内。跟了我这么久，藏神棺也总算是吃上好的了。看到这一幕，宁晨不由感叹道，接着心中也是忍不住期待起来。葬送了一位破海境巅峰强者，能反哺多少灵气？轰！就在这时，藏神棺整个棺身一颤，紧接着一股庞然浓郁的精纯灵气涌入宁晨的丹田之中。好浓郁的灵气！宁晨双眸发亮，当即是盘腿而坐，开始炼化这一股灵气。一个时辰后，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从宁晨体内爆发而出，又突破了。宁晨长舒一口气，眼中满是喜色，埋人就变强，这也太爽了。此刻他的气势竟是达到了巨灵境9星，距离巅峰只差一步之遥。送葬了一个破海境巅峰强者，居然让他一口气提升了足足4个境界，这下可不妙啊！埋人真的会上瘾。宁晨脸上掀起一抹笑容，不过他也没就此离开，而是再度运转藏法神通，往生之眸看看白羽道人的生前念想，再看看能否白嫖一些功法武学。很快，往生之眸运转，看破白羽道人生前念想。额请当宁晨收起藏法神通，脸色却是变得无比凝重。他并没有白嫖到什么功法武学，而是得知了一个很恐怖的信息：天灵界正道为了对付魔门，已是暗中组建正道盟，并在2年之后欲要对魔门动手，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魔门魁首天魔教。天魔教就算再强，有大帝坐镇，可也绝对抵挡不住天灵界正道势力联手进攻。正道也有大帝，没想到天灵界正道竟对魔门这般恨之入骨，仅仅只是因为正魔2道的利益关系，就不惜如此大动干戈吗？宁晨皱紧眉头，满是疑惑。若真开战，那绝对是足以影响整个天灵界的，恐怕其中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看来我只能在这天魔教最多待2年时间了。宁晨喃喃，他必须得在正道盟对天魔教出手前离开。从今日白羽道人一事可见，正道可不管你是被拐魔门，还是自愿加入魔门，统统都是杀。届时一旦开战，那他肯定会被波及。对上正道盟，天魔教胜算几乎没有。看来这2年得抓紧时间埋人变强，届时正魔2道开战，自己也有应对的能力。宁晨做好打算，收起藏神棺，接着运转神鬼影踪步，朝着藏生峰的方向而去。当宁晨悄无声息地赶回藏生峰时，便是遇到四处寻他的周元，询问他去了哪里。对此，宁晨只是以人有3级来搪塞。不过好在周元也没有多问，只是嘟囔着宁兄和他一样都是童子，可能童子尿多一些吧。等2人分别回到小院后，宁晨便开始修炼，一直修炼到后半夜，方才是入睡休息。夜深，圆月高挂，天魔教主殿，掌教，老夫有事禀报。古玄出现在大殿中，说：洛尚武淡淡道，老夫已按照掌教指示对藏生峰进行了变革，不过大部分藏生峰弟子天赋实在不强，少部分弟子放在其他峰中也只是中规中矩，至于那些极少数天赋还算不错的弟子，恐怕也只是在中上游。古玄缓缓说道，无妨，慢慢培养便可。洛长武头都没抬一下，似是对此事漠不关心。古玄微微颔首，就欲退下，可这时他又是想到了什么。今日藏生峰弟子前往断魂崖时，遭到了青云门白羽道人的袭击。大殿上处理天魔教事务的洛尚武似是顿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如常。他平静道，伤亡如何？回宗主，老夫来得及时，只有孙长老一人受伤，那白羽道人动用本源禁忌重伤逃离。古玄如实禀报道。洛尚武微微颔首，吩咐一下，加强天魔教边境巡逻。是。古玄应了一声，退下。他本想和掌教禀报一下那宁晨一事，毕竟孙长老已和他讲了一下那宁晨的不简单之处，短短几天时间便能从入道境巅峰突破到巨灵境5星，这等天赋已经是非常惊人了。但转念一想，掌教乃堂堂大帝强者，应该不会对小小的藏生弟子有兴趣，
所以就放弃了禀报的想法。掌教，老夫就先行告退了。就在古玄转身就欲离去之时，洛尚武那清冷仿佛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响起：可还有事要禀报？没了。古玄长老犹豫了一下，退下吧。是。几天时间过去，正好这几日那女魔头都没有出现，让宁晨的腰子得以解放，所以这几天他白天在藏生峰疯狂埋人，晚上就抓紧修炼。正是他这般疯狂埋人之举，让藏生峰内其他弟子有些怀疑人生。不是吧，埋人也能内卷啊？黄昏结束了一天埋人，宁晨盘坐在修炼广场上，等待一旁的周元排出体内死气，而他也没闲着，看向眼前仅自己所见的面板。姓名：宁晨，境界：巨灵境巅峰，功法：无上魔诀，武学：血魔刃、神鬼影踪步，藏法神通，往生之谋。目前开启层数9层，入藏气血35100。果然越往后开启，所需的入藏气血就越多。宁晨轻叹一声，不过他也没有气馁，毕竟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在慢慢变强。巨灵境巅峰了，接下来是凝丹境，气化周天，结为元和。宁晨喃喃道：天玄修炼体系每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体就会有新的变化，如巨灵境的开辟灵脉，凝丹境的元和，破海境的踏空而行等等。不过突破凝丹境需要怎么做，他还并不清楚，毕竟自己是个外地人，修炼什么的都要自己摸索。不过好在还有周元这个本地人在。等周元结束吐息，宁晨方才是看向他，问道：周兄，我若是没记错的话，你是巨灵境巅峰吧？没错，本圣子就是巨灵境巅峰。周元傲然地扬起了下巴。那周兄可知如何突破到凝丹境？宁晨求知的声音响起。当然。周元点点头，不假思索的道：凝丹境，气化周天，在丹田之中接出一枚元和，此过程需要将自身全部灵气集于丹田之中，若是有一枚巨灵丹辅助的话，功效更好。说到这，周元话音戛然而止，脸上那自傲的表情忽地凝固，似是想到了什么。巨灵丹吗？而宁晨倒是没有注意他的表情，只是眉头皱了皱，看来自己要想办法弄一颗巨灵丹才行，不知自己的贡献点可否够换取一枚巨灵丹。宁兄。这时周元那颤抖的声音响起，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宁晨，颤声道：你不会已经达到巨灵境巅峰了吧？上次宁晨问他功法一事是达到入道境巅峰，这才不过10多天时间。宁晨又来问他凝丹境怎么突破，他不会已经和自己同一个境界了吧？侥幸。宁晨笑道：死，你真是个妖孽。周元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叹道：宁兄，你在这藏生峰简直辱没了你的修炼天赋。等届时内门弟子考核，好像有重新挑选7大峰的权利，届时你挑个强一点的峰吧。内门弟子考核，宁晨眉头一挑。是啊。周元点了点头。就在3个月后，到时候再说吧。宁晨摇了摇头，他对其他峰没兴趣，埋人才是王道。旋即，两人从修炼广场起身，朝着藏生峰大殿而去。宁晨想去看看能否用贡献点换取一枚巨灵丹，而周元也是跟在一旁。正巧他也积攒了不少贡献点，自己也恰好卡在巨灵境巅峰许久了，若能换，那他也换一枚藏生峰大殿。这里只有寥寥几个来兑换丹药的藏生弟子。当看到俩人时，皆是纷纷行礼。宁晨、周元，你们怎么来了？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笑声响起，只见恢复了伤势的孙长老朝着两人走来。孙长老，两人皆是朝着孙长老拱了拱手。你们俩来大殿有何事？对于宁晨和周元，孙长老还是比较满意的。两人是藏生峰中为数不多，即使是被拐入魔门，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勤勉修炼，这份心态值得认可。回孙长老，我们来此是想问问，贡献点可否换取巨灵丹？宁晨行了一礼，方才是问道。巨灵丹？孙长老一愣，接着瞳孔骤缩，脸色一变，语气陡然变得急促起来。你达到巨灵境巅峰了？听到孙长老那急促的话语，宁晨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这可是魔门，若自己短短几天连续突破了好几个境界，难免会引起怀疑，甚至觊觎夺舍这种事在魔门也并非不会发生。孙长老实力高于自己，能轻易看出自己的真实境界，也骗不了他。若是有自己不让对方感知自己实力的手段就好了。回孙长老，宁晨是替我问的。这时一旁周元的声音忽地响起，替宁晨解围。他也知道这是在魔门，他可不想宁晨被魔门之人夺舍。哦，原来是周小子。孙长老捋了捋白须，倒也没有怀疑，毕竟前几天他才亲眼看到宁晨突破巨灵境5星，
这才短短几天，怎么可能修炼到巨灵境巅峰？倒是他想多了。接着孙长老说道：“巨灵丹的话，贡献点的确可以兑换。多少贡献点？不多，不多是多少？5000。5000。”当孙长老此话一出，两人声音陡然提高。5000，饶是以埋了这么多客户的宁晨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经过断魂崖一事，以及这几天的积攒，他都只存到1500左右的贡献点，距离5000那相差太多了。至于周元，从被拐葬生风埋人到现在，一点贡献点都没用过，也才存到800点。孙长老，这5000也太多了吧？周元苦涩道：“寻常弟子哪有机会赚5000贡献点啊？我得足足买5000人啊！对于葬生峰弟子或许有些难，但对于其他峰弟子可不难。”孙长老笑呵呵地说道：“别的峰弟子可接取宗门任务，一个宗门任务或许就价值好几百贡献点，而葬生峰弟子埋一个人才1点贡献点，这和黑奴有什么区别？放心，古玄峰主已经在和宗门内交接了，以后你们葬生峰弟子也能接取合适的宗门任务。”孙长老安慰说道：“多谢孙长老告知。”宁晨拱了拱手，而后看向一旁一脸苦涩的周元：“周兄，咱们走吧。以贡献点换取巨灵丹这件事看来是行不通了，只能另想出路了。”旋即两人朝着大殿外走去，一边走似是，一边叹息：“哎，我还以为孙长老是个很可靠的长辈。”“是啊，毕竟孙长老可谓是我在这葬生峰见过最帅的老头了。”唉。大殿内，听到两人叹息声的孙长老嘴角抽搐了一下，接着立马喊住两人：“慢着，孙长老还有什么事吗？”两人停下脚步，故作疑惑的看来。孙长老捋着长须，笑呵呵的看着两人，故作神秘的说道：“虽然你们的贡献点不足以换取巨灵丹，但却可以另辟蹊径。”宁晨和周元对视一眼，当即哒哒哒3步上前，抱拳道：“请孙长老解惑。”看到这一幕，孙长老嘴角又是抽搐了一下，感情刚刚两人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自己听，故意激自己的。你们两个小家伙。孙长老无奈的摇了摇头，接着方才是解释道：“魂魁峰最近在举行尸魁试炼，测试峰内弟子所炼制的尸魁强度，只要是天魔教弟子皆可凭借500贡献点参与，按照试炼程度分得奖励。老夫记得其中奖励就有巨灵丹。”尸魁试炼。听到孙长老的话，两人一愣：“宁小子，你也可以参与一下，你现在也是巨灵境，以你的天赋达到巅峰也只需数月时间，现在备一颗巨灵丹也不是坏事。”孙长老笑呵呵的道：“多谢孙长老告知。”宁晨点了点头。翌日，宁晨和周元早早来到魂魁峰，这环境比咱们葬生峰强多了，灵气不知道要浓郁多少倍，等内门弟子考核，本圣子一定要离开葬生峰。周元暗暗发誓。一旁宁晨也是深有所感的点了点头，魂魁峰的确要比葬生峰好太多了。当两人往魂魁峰山上走时，便是瞧见不少魂魁峰弟子，个个身旁都有一具尸魁跟随。据说魂魁峰弟子都要炼制一具本命尸魁，一旦炼制就不得随意修改，而尸魁会随着他们的实力而提升。一旁周元为宁晨解释道：“本命尸魁不得随意修改吗？”宁晨恍然大悟，难怪那柳明要来葬生峰精心挑选尸身，毕竟起初选择的尸体越强，炼制的尸魁也就越强，对自己帮助也就越大。这位师兄，尸魁试炼不知是在何处举行？一路上，周元皆是向路过的魂魁峰弟子问路。大多数魂魁峰弟子看到两人身穿葬生峰弟子服饰，皆是不屑搭理，只有少部分的魂魁峰弟子愿意指路，这让周元只感到憋屈。好歹被拐前自己是圣子，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4流圣地圣子。很快，两人便是来到魂魁峰尸魁试炼登记处，交了500贡献点后，便是成功参与了尸魁试炼。而等待试炼开启期间，两人也是了解到尸魁试炼的具体事项，试炼弟子将进入尸魁塔中，每一层击败一具尸魁便能进入下一层，而宁晨两人想要获得巨灵丹，最起码需要进入第6层，也就是击败6具尸魁。等待一会儿，便是有魂魁峰弟子通知所有试炼弟子集合。魂魁峰一座大殿前，2座足足9层之高的血色古塔屹立，乌泱泱一大群试炼弟子已是在大殿前等待。看其服饰，基本上都是天魔教6大峰弟子，而葬生峰弟子只有他们2人，因此两人在人群中十分突兀。不少天魔教弟子皆是下意识的离得远了一些，投去疑惑目光，这葬生峰的弟子不好好埋人，来这里凑什么热闹？很快，魂魁峰的长老便是开始主持尸魁试炼。由于有2座尸魁塔，所以试炼弟子也被安排成2批。宁晨和周元也因此分开。宁兄，等你好消息。周元冲其挥了挥手，接着便是朝着另一座塔走去。宁晨点点头，随着人流走向前方的登记处。等了一会儿，
才是轮到他。姓名所属风。那负责登记的魂魁风弟子头也没抬，淡淡问道：宁晨，藏生风。当宁晨话音落下，那魂魁风弟子抬眸深深地看了宁晨一眼，接着淡淡道：你等一下。说完起身，不知去了何处。看到这一幕，宁晨微微皱眉。不多时，那魂魁风弟子回来，冲着宁晨扬了扬下巴，冷声道：你可以进去了。闻言，宁晨也不再多说什么，转身便朝着尸魁塔走去。当宁晨朝着尸魁塔走去时，那魂魁风弟子当即是转身朝着一处走去，一个青衣男子早已在那等待，他当即是朝着齐行了一礼。见过柳师兄。这青衣男子正是柳明。那小子可进去了？柳明看了眼不远处的尸魁塔一眼，问向这魂魁风弟子：柳师兄，我亲眼看到他进去了。那弟子立马答道：很好。柳明冷笑一声，眼中满是阴冷之色：坏我好事，还敢来我魂魁风？宁晨啊宁晨，不知我为你准备的这份大礼，你可还喜欢？尸魁塔。当宁晨随着一众试炼弟子进入其中时，顿时便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阴风袭来，一股尸臭味随之而来，让不少天魔教试炼弟子眉头紧皱，有些不适。宁晨面无表情，毕竟自己就是埋人的，早就习惯了那一股尸臭味，而这些尸臭味正是从周围这一具具的尸魁中散发而出。按照试炼规则，每一个进入尸魁塔试炼的弟子都需击败一具尸魁方才能朝着下一层而去，而每一层所规定的时间为半个时辰，若半个时辰之内没有击败这一层的尸魁，则视为失败。想要获得聚灵丹，最起码需要6具尸魁。宁晨喃喃一声，接着便是朝着一具尸魁走去。进入其中，天魔教弟子也是陆陆续续开始试炼。吼！当宁晨朝着其中一具靠近，那尸魁那紧闭的双眸便是猛地睁开，眼中闪过一抹猩红，率先朝着他狰狞扑来。入道境巅峰的尸魁吗？宁晨很快便分析出其战力，接着一个侧身便是轻松躲过那扑过来的尸魁，接着反手一掌轰在其背上，瞬间那尸魁被重重地轰在墙面之上，瘫痪过去。干净利落地解决完一具尸魁，宁晨转身朝着第2层而去。尸魁塔外有不少魂魁风的弟子正在此围观，只见前方那一座石碑上正投影着尸魁塔内的层层画面。毕竟试炼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些魂魁风弟子看清自己所炼制的尸魁究竟有何等缺点，好加以改进，所以尸魁塔中安放了不少投影石。不少魂魁风弟子看着自己所炼制的尸魁与试炼弟子交手，皆是认真观摩，查看能改进之处。然而却是有几个弟子面露苦涩，一脸无语。这藏生风弟子有这么强吗？一口气竟连上4层，他一拳就将我炼制的尸魁给秒杀了。那我怎么判断我尸魁的缺陷啊？难不成缺陷是不抗揍？不少魂魁风的弟子也是从投影时的画面中看到了那一袭玄衣的青年，不由惊叹连连。其出手果断，实力极为不俗。最关键的是，他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尸魁的弱点，然后一拳破敌。若不是他腰间挂着藏生风的弟子令牌，我都以为他是天魔风或者是剑魔风的弟子呢。是啊，天魔风、剑魔风乃是与魂魁风一般，属天魔教前3大风。当看到宁晨腰间的令牌时，众魂魁风弟子更是无比错愕，这家伙的实力又有所提升。人群中，当听到周围众弟子对宁晨的议论时，柳明脸色有些难看。他本就对上次宁晨一拳将其击败的事情耿耿于怀，认为对方不过是偷袭加死气，让他有所忌惮，方才侥幸获胜而已。真要打起来，区区一个藏生风的弟子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可现在看到宁晨在尸魁塔内轻松便击败这些尸魁，再听到魂魁风弟子的惊叹声，他更是不爽。哼，想过第6层是吧？先让你嘚瑟一会儿，我看看等下到了第6层你还怎嚣张。柳明冷哼一声。尸魁塔第5层。吼！当那一具尸魁发出低吼，宁晨运转神鬼影踪步，身形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那尸魁身后，如法炮制般一拳朝着其轰出。不过这一具尸魁却并非像之前几层的一般毫无反应，而是猛然一个转身，一拳朝着宁晨的拳头砸来。这尸魁一层越比一层强，宁晨眉头微皱，但很快嘴角微微掀起。不过对轰吗？话音落下，他拳头上竟是浮现出一抹血芒，拳风呼啸而过，拳意一下子就变得犀利起来。血魔刃可附在任何武器之上，拳头同样是武器。轰！一拳落下，2个拳头重重轰在一起。下一刻，那实力足足达到巨灵境5星的尸魁直接被一拳轰飞，重重地砸在第5层的墙壁之上。一拳搞定。宁晨拍了拍身上的灰，朝着第6层走去。好强，这家伙真的只是藏生风的弟子吗？
看到这一幕，第5层不少试炼弟子咂了咂舌。据说藏生峰拐来了不少弟子，有几个强的倒也正常。他放在藏生峰里或许天赋惊人，可若是放在整个天魔教中，可就远不如那些内门弟子，更别说真传、亲传等弟子了。当然也有试炼弟子嘴硬，只不过他们还在第5层苦苦挣扎，而宁晨却早已踏入第6层。当看到其进入第6层，第5层内几道身影迅速解决眼前的尸魁，而后互相对视一眼，连忙是跟了上去。当进入第6层，宁晨便是发现这一层试炼弟子少得可怜。很显然，这一层的强度应该是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完成这一层就能得到一枚聚灵丹。宁晨喃喃一声，进入第6层内，开始挑选自己这一层所要对上的尸魁。可就在这时，身后数道脚步声响起，他回头看去，便是瞧见几人同时从第5层走了上来。见他目光看来，便是装作挑选尸魁的模样，朝第6层内走去。见状，宁晨皱了皱眉，接着便是朝着另一处走去。可就在这时，第6层暗处，一具尸魁忽地睁开眼眸，眼中闪过一抹耀眼的猩红之色，仿佛被人操控一般，猛地朝着宁晨袭来。宁晨眉头一皱，可还不等他有所反应，黑暗中数道身影竟是猛地朝着他联手攻来。吼！伴随那尸魁嘶吼声响起，那锋利利爪瞬间落在宁晨身上。与此同时，黑暗中那数道身影的攻击也是重重落在其身上。成了！看到这一幕，那几道身影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然而下一刻，他们便是瞧见那宁晨的身形竟是凭空而散，是虚影。几人脸色大变，果然有诈。与此同时，宁晨的声音从一旁响起，他淡淡的看着几人。从这几人同一时间进入第6层时，他就已察觉到了，早早的运转无上魔诀，调动浑身灵气，随时准备施展神鬼影踪步。是柳明派你们来的吧？宁晨淡淡的看着几人。从几人腰间所挂着的弟子令牌来看，这几人都是魂魁峰的弟子。除了柳明自己从来没得罪过任何魂魁峰弟子，而现在几人同时对自己出手，再加上那4被人操控的尸魁来看，应该就是那柳明在暗中搞鬼。哼！几个魂魁峰弟子冷哼一声，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气势凝聚，再度朝其袭来。而那尸魁也嘶吼一声，跟着攻来。宁晨面不改色，施展神鬼影踪步，一边往后退，一边分析几人的战力。加上那尸魁一共5人，尸魁是巨灵境巅峰尸魁，那身材宛若兽猴的男子同样也是巨灵境巅峰，而另外3人则是巨灵境7星，都不弱，正好拿你们练练手。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冷色，不过他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得速战速决了。尸魁塔外，咦，这什么情况？那尸魁怎么和那几位师兄联手对付那藏生峰的弟子？这时在外通过投影时画面观摩的众弟子也是发现了尸魁峰第6层中的情况，当即是皱了皱眉，小声议论起来。那尸魁最起码是巨灵境巅峰实力，而那瘦瘦的弟子是魂魁峰的许山师兄，巨灵境巅峰呢？再加上那几位巨灵境师兄联手，恐怕那藏生弟子再强也要被拿下。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嘘，别议论了，没看到那具尸魁吗？好像是柳玄师兄的一具本命魁而已。什么？一具本命魁？能炼制多具本命魁？那这柳玄师兄可是魂魁峰内门弟子，要怪就只能怪这藏生峰的弟子倒霉吧。一时间搞清楚状况的一众弟子当即是沉默下来，投去幸灾乐祸的目光。在魔门弟子明争暗斗可谓是十分常见，只要别伤及性命，魔门大概都不会去管。卑鄙，这简直是卑鄙至极。就在这时，人群之中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正是周元。他先宁晨半个时辰进入尸魁塔中，凭借他巨灵境巅峰的实力，很快便完成了6层试炼。可他刚刚从另一座塔中出来，想看看宁晨怎么样了，便是瞧见宁晨被一具尸魁以及4个魂魁峰弟子围攻的这一幕，于是他忍不了了，直接开喷：吵什么吵？这只是我魂魁峰弟子与他看中了同一具尸魁而已，有什么卑鄙？就在这时，伴随一道冷笑声响起，柳明从人群中走出，抱着胳膊冷笑着看着周元。柳明，是你？当周元闻声看去，当看到柳明时，顿时就反应过来，这一切恐怕就是这家伙从中作祟。你这家伙！周元咬了咬牙，运转灵气就欲冲上去将其暴揍一顿。周元，你可想清楚了，这里可是我魂魁峰，你敢动手？还有，这尸魁试炼可是有执法堂弟子维持秩序。然而柳明却是全然不惧他，冷冷笑道：怎么，你想和宁晨一起进执法堂？此话一出，周元脸色微变，气势顿时就弱了下去。执法堂虽不属于7大峰，但其手段却十分残忍，一旦进去，不死也得半残。
所以魔门内有仇的弟子几乎都是背地里解决矛盾，不让执法堂发现。现在这么多人看着，他一旦动手，那就得和宁晨一同进入执法堂受罚，得不偿失。狗东西，本圣子真的是日了你这个狗东西！武力不行，周元只能转而嘴上输出。然而柳明却一点都不在意，反而是笑眯眯地看着周元。他就喜欢周元看不惯他，但又干不掉他的样子。你骂人你骂，可宁晨就遭殃了。你，周元咬着牙，脸色有些难看。宁晨的实力他知道，也和自己一般是巨灵境巅峰，若是寻常情况肯定能通过试炼。可现在他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巨灵境巅峰的尸魁，更还有4位巨灵境的魂魁峰弟子，其中1人更同样是巨灵境巅峰。咦，你们快看！就在周元脸色难看，柳明得意至极时，一道惊呼声瞬间将众人的目光拉回那投影石画面之上。当众人看清画面时，脸色皆是一变，眼中满是错愕。只见画面中，面对一具尸魁以及4人的联手，那藏生峰弟子非但没有落入下风，甚至还游刃有余。什么？柳明脸上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神情一下子就凝重起来。只不过他的笑容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周元身上了。看着投影石上的画面，周元双眸发亮，神情无比激动。宁兄原来这么强吗？第6层。轰！那巨灵境巅峰的许山冲着几人使了个眼色，接着一道呼啸掌风从宁晨身后袭来。与此同时，那尸魁也从正面袭来。其余3人也是瞬间明白，从几个方位将宁晨拦住。从刚刚的交手中，几人已是了解这家伙速度奇快，身法宛若鬼魅，根本打不到他。哼，小子，这下看你怎么跑！许山冷笑一声，手中带着掌风，重重朝着宁晨猛地落去。然而，就在许山以为终于能拿下这小子，可以向柳明交差时，那一袭玄衣的藏生弟子却是轻笑了一声：“是吗？谁说我要跑了？”下一刻，宁晨双拳之上浮现一道血色，身形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闪现到许山身后，一拳重重轰出。刚刚只是适应下巨灵境修士的强度，但现在看来，好像也就那样。不知为何，自从修炼了那女魔头给的无上魔诀后，他就感觉自身有用不完的灵气，并且感觉自身战力要远超同境界修士。为了验证这是否是自己的错觉，他刚刚方才与许山等人周旋了一下，发现这并非错觉，而是自己真比同境界修士要强得多。什么？当看到宁晨的身形瞬间出现在自己身后，许山脸色大变。他怎么会这么快？他真的只是巨灵境修士吗？柳明师兄的情报是不是有误？下一刻，来不及思考，一记带着血色的重拳便已是落在他的背上。轰！伴随轰鸣，许山吐血倒飞，背上隐约出现凹陷，直接砸在一旁的墙上，昏死过去。许山师兄看到这一幕，其余3人脸色大变，惊恐无比。他真的是藏生峰弟子吗？一拳就将许山师兄给击败了。吼！与此同时，那具尸魁也是嘶吼袭来。宁晨手中寒芒闪过，一柄埋人铲浮现，接着将其投掷而出，瞬间洞察尸魁的胸膛，将其钉在墙上，任其嘶吼也挣扎也无济于事。还有你们3个！宁晨和善地看向那瑟瑟发抖的3个魂魁峰弟子，笑眯眯地走了过去。放心，深呼吸，头晕是正常的。啊！不要啊！伴随3道惨叫，被打得鼻青脸肿昏死过去的3人被宁晨如同丢垃圾一般丢到一旁。这一刻，尸魁峰之外，一众弟子震惊不已，柳明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致。尸魁塔外，众天魔教弟子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足足沉默了半晌方才是反应过来，一时间惊愕之声不断响起。他怎么这么强？几乎是一拳就将许山师兄给轰飞，而后一铲便是将那尸魁给限制行动。好清晰的思路，1对多，优势在他。而听着周围众弟子的议论声，柳明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一旁周元的笑声更是无比刺耳。快看，那藏生峰弟子出来了！这时，一道惊呼声响起，众弟子纷纷看去，只见尸魁塔下，一道一袭玄衣的身影从塔内走出，众弟子目光看去，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视。宁兄，卧槽，宁兄你真强啊！看到宁晨出来，周元连忙是迎了过去，满是意外的看着自己这个童子兄弟。宁兄不仅埋人强，实力更强啊！宁晨击败完那4个魂魁峰弟子以及那一具尸魁时，便是从第6层离开。虽然尸魁塔还有3层，但在网上就不是目前的他所能对付的了。人不能太贪心，点到为止。反正巨灵丹已拿到手了。宁兄，你在第6层，都是那柳明。周元刚想说都是因柳明而起，就被宁晨抬手打断。我知道。宁晨抬眸朝着人群中看去，
只见不远处，柳明脸色正无比难看的死死地瞪着自己，眼中满是阴冷杀意。宁晨面无表情，仿佛没看到一般，转身朝着尸魁试炼登记处走去，一边走一边冲着周元道：“周兄，咱们先去兑换聚灵丹吧。”周元点了点头，跟了上去。很快，两人便是来到奖励领取处。谁知那负责发放奖励的弟子却是只取出一枚聚灵丹丢给周元。怎么只有一颗？周元眉头一皱，冷冷地看着那发放奖励的弟子，质问道：“宁晨的呢？他也闯过了第6层。”我当然知道他闯过了第6层，他破坏了一具巨灵境巅峰的尸魁，又打伤了我魂魁峰4位弟子，奖励当赔礼抵消了。那发放奖励的弟子冷声道，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什么？那明明是你魂魁峰弟子对宁晨出手，凭什么要宁晨赔罪？周元脸色一变，据理力争，然而那发放奖励的弟子始终只是冷笑，懒得理会。宁晨，咱们去找孙长老帮忙理论。见状，周元咬着牙拉着宁晨就欲回葬生峰。不用。然而宁晨却是摇了摇头，看了眼不远处那一脸得意的柳明，淡淡道：“就这样吧，咱们走吧。既然对方敢在发放奖励这件事做手脚，那自然也请得动魂魁峰的长老。扯皮扯来扯去也无济于事，那就只能换一种解决方式。唉，其实我也不想杀人的。”摇摇头，宁晨便是和周元一起下山。柳师兄，等两人一走，柳明芳才是一脸得意的走了过来。那发放奖励的弟子当即是冲其行了一礼。柳明论天赋放在魂魁峰只是中规中矩，可谁让他有个身为长老弟子的内门兄长呢？这是克扣下来的聚灵丹，柳师兄您收好。那弟子露出一抹讨好笑容，将那本该属于宁晨的聚灵丹递了过去。宁晨，跟我斗，你还嫩了点。柳明冷哼一声，将那聚灵丹收了起来。很快，两人便是回到葬生峰山脚下的小院，一路上周元都在骂那柳明的卑鄙无耻，而宁晨始终一脸平静，对于魔门的尔虞我诈，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期间，周元还想着把自己那颗聚灵丹让给宁晨，说他比自己强，自己用了也是浪费，不过却被宁晨给婉拒了。见状，周元叹了口气，也不再多说什么。两人分别，各自回了自己的小院。夜晚，魂魁峰山脚下，柳明与几个魂魁峰弟子喝得酩酊大醉，欢声笑语，看样子心情极好。区区一个葬生峰弟子还想和我斗，他也不想想，他配吗？柳明哈哈大笑，虽然今日没能教训一顿宁晨，但最后还是让他白费一场功夫，想想就开心。就是，一个葬生弟子也配和柳师兄斗，废物罢了。身旁几人也是大附和着大笑。走，今天我高兴，请诸位去春风楼快活一下。柳明大笑，吆喝着身旁几人。柳师兄大气。当听到春风楼3字，随行的葬魂峰弟子眼睛皆是猛地一亮，一行人朝着山脚下走去。恰在此时，天穹明月躲进云层，周围有点黑啊。有个魂魁峰弟子看了眼漆黑的四周，皱了皱眉。怕什么？你堂堂修士，还怕摔不成？周围众魂魁峰弟子哈哈大笑。才没有。那魂魁峰弟子壮了壮胆子，朝着前方走去。柳明也是带着几个魂魁峰弟子跟了上去。但很快走着，柳明察觉到不对劲了，周围弟子的脚步声明显少了许多，他一停，周围脚步声就也跟着停。江崖、秦羽，你们人呢？柳明冲着周围喊，但无人回应。而此时，当天穹上明月从云层中浮现，月光倾洒而下，柳明终于是看清了周围景象，顿时他冷汗直流，心脏狂跳，原本的醉意也顿然全无，只见周围亦无任何魂魁峰弟子的身影，只剩下他一人。逃，必须逃！此刻柳明脑子里只有这一个意识。然而还不等他有所动作，噗嗤，胸口传来一股撕心裂肺的剧痛。他低头一看，一柄锋利闪烁红芒的铲子丝划入胸。铲子！柳明眼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与此同时，那有些熟悉的轻笑声从身后响起。柳师兄，你好像有点要死了，不过没事，我这就将你送葬。不用谢。你……当听到那熟悉声音，柳明瞳孔骤缩，他实在想不到区区一个葬生弟子居然敢对他下如此杀手。然而再多的不可置信也改变不了生机正在消散的事实。不出片刻，宁晨确定柳明死的不能再死后，方才是清理了一下血迹，而后将柳明尸身扛起，掠入一旁的黑暗中消失不见，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葬生峰山脚下一处小溪边，宁晨清理着埋人铲上的血迹。刚刚他已是将柳明几人的尸身葬入葬神棺内，反哺的灵气已是进入丹田。没想到
柳明这家伙居然没有将聚灵丹带在身上。宁晨皱着眉轻叹一声，他原本以为柳明会私吞了那本属于自己的那枚聚灵丹，但现在他身上竟然没有，也或许他私吞了没带在身上。但不管怎么样，这枚聚灵丹是找不到了，罢了，只能靠自身凝丹了。当送葬完柳明几人，那浓郁灵气反哺进丹田之中时，他就已达到了聚灵境巅峰了，几乎半只脚都快迈入凝丹境了。不能再拖了。宁晨叹了口气，旋即清洗完埋人铲后，他方才是朝着住处而去。哪怕没有聚灵丹，今晚也得尝试突破凝丹境。当宁晨背着埋人铲从小溪回来，刚推开破旧小院的门，便是愣在了原地。只见小院内，一道红裙倩影正坐在小院的中悠哉地喝着茶，而桌上还有一壶茶，那并不是宁晨的茶，而是女魔头自己的茶。自从上次喝了宁晨的隔夜茶后，他好像就记在心里了。前辈，你怎么来了？当看到小院中的红裙倩影时，宁晨连忙是迎了上去。时隔十几天，这女魔头怎么又来了？他还以为这女魔头终于放过了他的腰子呢，可没想到她又来了。然而当宁晨靠近，那红裙女子却是忽地放下茶杯，抬眸落在他的身上，红唇轻启，冷声问道：你杀人了？听到这话，宁晨心中一惊，明明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但还是逃不出强大修士的感知吗？恐怕是因为埋人铲。虽然血迹清洗了，但那种气息却并未完全掩盖。旋即他低头道：是。他并没有选择隐瞒，也隐瞒不了。杀谁了？洛尚武美眸淡淡落在宁晨身上，语气淡漠。直到这一刻，宁晨才从这女魔头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上位者的威压。柳明，他老老实实的道。柳明是谁？旋即宁晨便是将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给女魔头听，毕竟这种事想瞒也瞒不住，更何况这女魔头在这天魔教内地位还不一般，随便调查一下便能知晓。这样吗？当听完宁晨的话后，洛尚武喝了口茶，绝美脸上毫无表情，让人看不出喜怒。不过好在当宁晨说完，他也没有再继续多问什么。看到这一幕，宁晨稍微松了口气，这件事总算是搪塞过去了。最起码这女魔头没有抓着自己去执法堂认罪。而接下来那女魔头都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霸占宁晨的小院，喝着自己带来的茶。宁晨也没有与她搭话，毕竟这女魔头喜怒无常，捉摸不透，还是老老实实闭嘴等她离开。直到半夜，那女魔头才是喝得心满意足，似是待在这小院很是惬意一般，优雅地伸了个懒腰，接着她盈盈起身。呼！看到这一幕，宁晨松了口气，她终于要走了。你好像很不欢迎我来。然而下一刻，女魔头那好看却冰冷的美眸却是落在了她的身上，淡漠仿佛还带着杀意。宁晨，果然是女魔头，喜怒无常，真难伺候。她连忙摇头，怎么可能？前辈大驾光临，我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不欢迎前辈呢？哼！红裙女子似是冷哼一声，接着目光落在宁晨身上，似是随意问道：我给你的无上魔诀修炼的如何了？回前辈已完全顿悟。宁晨回道：是吗？开辟了多少条灵脉？洛尚武接着问道。回前辈121条灵脉。宁晨老老实实的道。女魔头实力强他太多，瞒不住的。121条。当宁晨话音落下，洛尚武语气似是凝重一下，但很快又转为平淡。还行吧。看到他这反应，宁晨心思一动，不由好奇问道：前辈，我这121条灵脉放在这天魔教算什么水平？马马虎虎，将将就就。洛尚武淡淡道。这样吗？宁晨皱了皱眉，总感觉这女魔头在诓自己，就算不算顶尖，也不至于得到这样的评价吧。怎么？你觉得我在骗你？洛尚武淡淡看着宁晨。不敢。宁晨低头，好好修炼无上魔诀，等你将第一层修炼到圆满，我会把第二层的心法交给你。洛尚武盈盈起身，朝着院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道：第二层。宁晨一愣，那无上魔诀竟还不是完整的。旋即他微微行礼，多谢前辈。洛尚武转身就欲离去，可下一刻他似是想到了什么，忽地转身，强大的气场顿时将宁晨整个身形笼罩，瞬间让他整个人动弹不得。宁晨脸色微变，不是吧？又来？腰子兄，今晚你又要受罪了。然而就当宁晨以为这女魔头要对他做些什么的时候，伴随一阵香风袭来，那女魔头只是绕到了他的身后，而后把他的埋人铲从背后抽了出来。前辈，这铲……宁晨话还没说完，那女魔头那冰冷的目光便是看了过来，红唇轻启道：我不能拿。不敢。宁晨摇头，这女魔头脾性太古怪了，捉摸不透，他也只能是任其拿走。
大不了再去用贡献点换一柄埋人铲就是了。埋人铲作为葬生弟子的必备工具，坏了换就是了，也就只需1贡献点，并不贵。见宁晨没有意见，骆长武轻哼一声，拿起埋人铲便要离去。可就在这时，宁晨的声音忽地从其身后响起：“对了，前辈。”骆尚武那冰冷的眸子看了过来：“还有什么事？”“前辈，是这样的。”宁晨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将从白羽道人这里得知的消息与女魔头说了一遍。“前辈还是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一是女魔头待自己也不薄，虽说发生了不少事，也强迫自己进行了一些事，但并未伤害自己，反而还提供了不少修炼上的帮助，他也不忍心其死在正魔的战乱中。二是他若是离开这魔门，也能放过自己的腰子。正道盟2年之后便会对魔门出手，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天魔教嘛。”骆长武眯了眯美眸，重复了一遍宁晨所说的话。他才回天魔教不到1个月，这段时间一直在收集有关于正道的情报。正道势力结盟组成正道盟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对于2年后对魔门出手，并且要率先拿天魔教开刀这个消息，他倒是暂不清楚。若是真是如此，恐怕2年后天魔教会因为没有准备而遭受毁灭打击。不过若有宁晨这番提醒，2年时间也能让他准备一些应对之策。消息可属实？骆尚武看着宁晨：“不清楚，前辈参考便是，但防备之心不可无。”宁晨摇了摇头，不过他心中清楚，从白羽道人这里得来的消息应该假不了，毕竟是通过往生之谋看其生前念想得来的，任何人都能说谎，但唯独死人是说不了谎的。不过为了不让这女魔头引起怀疑，所以他也没有说得太绝对。“是吗？”骆尚武柳眉微挑，接着那仿佛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再度响起：“这等大事，你不去通知藏生峰长老或者天魔教掌教，你与我说作甚？”当听到他没有问自己从哪得知的消息，而是问这个时，宁晨松了口气，接着说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藏生峰弟子，我说的话，藏生峰长老未必会信我，甚至还会引麻烦上身，被怀疑是正道奸细，散布恐慌。敢杀魂魁峰弟子的小小藏生峰弟子吗？”骆长武抱着那傲然胸怀，冷笑道。不过心中对宁晨所说的话颇为认可，毕竟就算知晓正道盟2年后会对天魔教出手，此事也绝不能声张，毕竟定会引起教内弟子的恐慌，人心惶恐之下，何谈对敌？宁晨没有理会女魔头的冷笑，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至于告知掌教，那更不可能。天魔教掌教位高权重，实力极强，岂是我想见就能见的？”一旁，骆尚武听着他的话，心情极好。更何况，据说掌教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与魔头无疑。我若是随意禀报，被他杀了怎么办？宁晨一脸认真的道：“魔门凶险无比，更别说掌控整个魔门的天魔教掌教了，那定是数1数2的魔头啊。”骆尚武，他那冰冷悦耳的声音再度响起：“那你觉得咱们天魔教掌教是个怎样的人？”宁晨想都没想，张口便来，尽量往最符合魔门之主的方向去说：“壮汉，刀疤，城府极深，凶神恶煞。”轰！然而话音还没落下，一股恐怖的气势浮现，接着重重落在宁晨身上，将他整个轰飞，撞在墙上。宁晨狼狈爬起，满头问号，自己又哪说错话了，惹这女魔头不高兴了？不过虽挨了一击，但身体好像并无大碍。这女人出手控制了力道，非议掌教，若是让别人听到了，下场可就不止这一掌这般简单了。骆尚武冷声道：“是，好生修炼那无上魔诀。还有，我那茶具洗干净，我下次来要用其泡茶。”说完，那红裙倩影便是消失在小院。等了一会儿，确认那女魔头已是离开后，宁晨方才是松了口气，起码腰子算是保住了。真是个女魔头啊，就会使唤人。看了眼桌上女魔头的茶具，宁晨感叹一声，接着走去，将桌上那茶具拿起，茶杯和茶壶都还有些温热，摇晃了一下，茶壶中还有一大半的茶水。败家娘们儿！对于这种浪费行为，宁晨表示强烈谴责，接着提起茶壶就欲将其全部倒了。可就在此时，一道幽香古韵香味从茶壶中飘来，而最让宁晨在意的是，当闻到这一股茶香时，他能明显感受到体内的灵气不断朝着丹田汇聚而去。这茶难道有聚灵之效？当感受到体内异状时，宁晨目光瞬间落在手中的茶壶之上，神情变得无比凝重。旋即他也顾不得这是女魔头喝剩下的，提着茶壶便是往桌上的杯子倒满了一杯茶，接着拿起一饮而尽。轰！当一杯茶下肚，宁晨立马感受到体内灵气一下子变得无比浓郁，并且源源不断地朝着丹田之中汇聚而去。真有效！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没想到这茶水竟真有聚灵之效。那女魔头是故意的，还是
宁晨皱了皱眉，忽地想到了什么，这女魔头不会是在报上次不小心喝了我隔夜茶的仇吧？想到这，宁晨神色有些古怪，但也顾不得什么了，开始吨地将那一壶茶全部倒入茶杯中，伴随一杯接一杯下肚。宁晨丹田之中凝聚的灵气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他运转无上魔诀，调动体内灵脉，开始疯狂吸收外界的灵气。片刻后，丹田中的灵气几乎快溢出来，可以开始凝丹了。宁晨深吸一口气，盘腿坐下，开始尝试突破凝丹境。霎时间，小院内灵气涌动。与此同时，小院之外，一道红裙倩影默默注视着这一幕，直到看到宁晨吨地喝自己所剩的茶水时，他方才转身离去。哼，这家伙倒也不笨，不过居然用的是本地的茶杯。落上五柳眉微蹙，接着舒展开来，喃喃细语。不过最令本地意外的是，他居然真能修炼无上魔诀，有趣。宁晨啊宁晨，就让本地看看，2年时间你能成长到何等地步。话音落下，那道曼妙的红裙倩影已是悄然不见。直到后半夜，宁晨方才是结束吐息，而此刻他丹田之中已是多了一枚凝聚浓郁灵气的元核，无数灵气从中流淌，进入各大灵脉之中，这正是凝丹境的象征。接着他打开面板，姓名宁晨，境界凝丹境一星，功法无上魔诀，武学血魔刃、神鬼影踪步、藏法神通、往生之谋。目前开启层数9层，入藏气血35100，总算凝丹成功了。宁晨松了口气，还好有女魔头留下的茶，不然以他的推算，想要凝丹最起码还需7天时间，倒是帮了我不小的忙。继续修炼。接下来一连几日，宁晨都在埋人，巩固自身境界，总算是在凝丹境站稳了跟脚。而一开始他还有些担心那柳明莫名失踪会不会引起怀疑，毕竟那家伙的哥哥好像是魂跬峰内门弟子，更是长老弟子。但这几天却是异常安静，就连执法堂的弟子都没上门问他，这也让宁晨松了口气，没人打扰也是个好事。1日黄昏，孙长老出现在修炼广场上，看着刚刚结束埋人的一众藏生峰弟子，宣布道：藏生峰已建立任务堂，你们现在也可以接取宗门任务，赚取贡献点了。此话一出，一众藏生峰弟子皆是露出兴奋之色。接取宗门任务总比这埋一具的1贡献点的黑奴好吧。宁晨，我们也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的奖励是聚灵丹。周元拉着宁晨朝着藏生峰上的人物堂走去。很显然，他对上次没能那颗没拿到手的聚灵丹耿耿于怀。而宁晨也没告诉他，其实自己早就突破到凝丹境了，毕竟不太好解释自己与女魔头之间的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很快，一众弟子来到了藏生峰上新建的任务堂，上面有不少可接取的任务，不过大多数都是和埋人有关的。毕竟藏生峰弟子普遍实力偏低，叫他们去干一些别的峰弟子所做的事情也做不到。万妖山脉天魔峰徐长老的爱徒惨死凝丹境妖兽嘴下，遗体不整，若有弟子可前往万妖山将那妖兽斩杀，取出徐长老爱徒被吞噬的3弟，并好生安葬的话，可获得200贡献点。大多数都是送葬一具客户，只不过送葬的难度却有些高，所以可获取的贡献点大多数都是100到200点。宁晨目光也是扫过任务榜，比起贡献点，他更想找一些能送葬优质客户的任务，若是量大管饱那最好不过。不过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的，全是贡献点，就没有任务是点实质性的奖励吗？比如聚灵丹什么的。一旁周元看了一圈，忍不住吐槽，实质性奖励的任务恐怕咱们藏生峰怕是还接不到。宁晨笑着摇了摇头。忽的，他的目光看向一道任务榜，清风城协同任务。任务介绍很简短，但却让宁晨有了一丝兴趣。他看向一旁的孙长老，孙长老，这协同任务是什么？见是宁小子发问，孙长老捋着长须笑着解释，大多数任务都是弟子单独完成，而这协同任务则是需要你与天魔教其他峰弟子共同完成，而你的任务属于大任务中的一个分支，只有大任务完成你才能获得贡献点，所以这叫协同任务。这么麻烦，这若是其他峰弟子任务失败，那我岂不是白埋了？这简直吃力不讨好啊。当孙长老话音落下，一众藏生峰弟子都是觉得这协同任务接不得，免得白跑一趟。孙长老，这清风城是个什么情况？宁晨接着问。孙长老再度解释道，清风城是我天魔教的一处灵矿据点，前几日被正道那群狗贼偷袭，死伤可谓是极其惨重。当听到死伤惨重这几个字，宁晨眼睛都亮了。量大管饱，并且极有可能是优质客户，看守灵矿据点的修士应该都不弱，就算最后没完成协同任务，自己这去这一趟也绝对不亏。宁小子，
你是要打算接着协同任务了吗？孙长老笑着问道。正有此意。宁晨颔首。行。孙长老点了点头。稍后老夫会告知你任务的具体情况。有劳孙长老。接下来宁晨又陪着周元看了不少宗门任务，不过都没有适合他的，周元索性就放弃了。正好这几日吞服了聚灵丹，索性就不乱跑，安心准备突破宁丹境。在离开前，孙长老叫住了宁晨，和他详细讲了一下此次清风城宁晨的主要任务。清风城内死了不少修士，藏生峰早已派了长老前往提炼尸体中的修炼本源，因此死气遍布。而宁晨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客户全埋了，镇压清风城的死气。对于埋人早就熟练，无他，为手熟耳。明日午时在玄冥崖集合吗？宁晨微微点头，接着便与周元下了山，回到山脚下的小院。分别后，宁晨推开小院的门，不由愣了一下。小院内不知何时竟插着一柄通体玄黑、闪烁寒芒的铲子，这是……难道是那女魔头送过来的？宁晨皱了皱眉，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方才是关上小院的门。前几日那女魔头将他的铲子给顺走了，所以这几天宁晨用一贡献点随便换了一柄，反正对他来说，铲子无非只要能埋人杀人就行。不过眼前这柄铲子却是给宁晨一种极为不凡的感觉。犹豫了一下，宁晨走上前去，一把将那插在泥土中的铲子握起。好铲，仅是触碰，宁晨便能感受到其完美质感，冰冷锋利，宛若一件玉石，可却要比寻常玉石坚韧无数倍。这难道是灵武？此番世界不仅功法武学有品阶划分，就连武器都有被命名为灵武。而灵气从低到高依次分为凡气、灵气、玄气、王气、圣气以及地气。眼前这柄玄黑色的铲子看着极为不凡，很有可能就是一件灵武。就在宁晨触碰的一瞬，脑海中浮现一股刺痛。这是认主了。宁晨错愕，接着脑海中浮现了此铲的名字：藏诀。藏诀，这就是此铲的名字。宁晨握着手中的藏诀铲，尝试着运转了一下血魔刃，血芒在铲间闪烁，威力似是变得更强。好铲！宁晨越看越是满意，就是不知这藏诀铲的品阶，不过宁晨估摸着这最起码应该是灵气级别的灵武了。又欠那女魔头一个人情，他喃喃着，不对，什么人情？这明明他的辛苦费。翌日午时，天魔教玄冥崖，一道身穿青衣、面相温和的男子已是在此处等待着。他正是此次清风城任务的领头弟子叶无尘，天魔教最强峰天魔峰内门弟子，实力更是达到宁丹境5星。咦，叶师兄，这次居然是你带队吗？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惊讶声响起。只见一道紫裙女子走来，其身后还跟着2道身影，一人一袭黑衣，背着一柄血色大剑，面色古板，沉默寡言；另一人面色阴冷，身后还跟着一具无比高大的尸魁。秦师妹，好巧！叶无尘轻笑着转身，朝着几人走来。这几位就是此次协同任务的同伴吗？是的。那紫裙女子秦子月微微颔首，接着笑着为几人互相介绍。叶师兄，这位不怎么爱说话的是魔剑峰内门弟子无言。这位身后跟着尸魁的，则是魂魁峰内门弟子楚风。无言师弟，楚师弟，这位则是咱们清风城任务的领头师兄叶无尘，天魔峰内门弟子，实力更是达到了宁丹境5星。而秦子月则是明月峰内门弟子，天魔峰内门弟子，宁丹境5星。听到秦子月的话，无言和楚风皆是不由看了过来，眼中闪过一抹凝重，连忙是行了一礼。见过叶师兄。两人都是宁丹境3星，而秦子月则是宁丹境4星。叶师兄，看来这次任务很简单啊，有4个宁丹境内门弟子，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秦子月轻笑道。不可大意。叶无尘微微摇头。那咱们何时出发？不急，还差一个。哦，这次是5人小队吗？秦子月有些意外，眯着美眸朝远处眺望，红唇微微掀起，有些期待。不知这第5位师弟是那个峰的弟子。很快，一行人便再次等待，倒也不急。毕竟距离约定的午时其实还差点时间。当约定时间快到，不远处终于是出现了一道身影，几人目光立马是看了过去。只见来者一袭玄衣，容貌帅气，哪怕是见了不少青年才俊的秦子月，双眸都是忍不住亮了起来。这位师弟好俊，这位师弟也接了清风城的协同任务吗？秦子月当即是兴奋地迎了过去。痴女，没那玄衣青年帅的几人心中默默腹诽。宁晨颔首，皱着眉看了一眼这格外热情的紫裙女子，眼中闪过一抹警惕。经过被那女魔头屡次逆推，他已是对这魔门的女子都产生了一种警惕心理。那巧了，就等你一人了。
秦子月拉着宁晨走向一旁等待的叶无尘几人。宁晨看去，眼前这几人气息皆是不弱，看来都是宁丹境修士。忽的，他的目光落在那楚风身上，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这家伙身后跟着一具尸魁，应该是魂魁峰弟子。由于柳明的关系，宁晨对魂魁峰的弟子并不怎么感冒。师弟，这位便是咱们此次清风城协同任务的领头弟子。接着秦子月挨个为宁晨介绍道：都是内门弟子吗？就我一个小小的藏生峰弟子啊。听完秦子月的话，宁晨有些意外，其他峰接取这协同任务的弟子都是宁丹境修士，看来任务难度不低，若不是他接了，恐怕整个藏生峰弟子无人敢接。我叫秦子月，师弟叫我子月师姐便好。秦子月美眸落在宁晨身上，笑盈盈的道：还不知师弟叫什么，所属何峰？宁晨犹豫了一下，最终行礼。见过秦师姐。他总觉得叫子月师姐太过亲密，叫了总感觉哪里不对。在下宁晨，藏生峰弟子。目前藏生峰还没有内门外门之分，只有最为纯粹的藏生弟子藏生峰弟子。此话一出，在场几人明显是愣了一下，眉头不着痕迹的皱了皱。藏生峰弟子并非能以寻常弟子来算，有些藏生弟子甚至连其他峰的外门弟子都远不如。希望这位宁晨师弟不要太弱，毕竟就算有4个宁丹境修士带队，众人也不希望带个拖油瓶而完不成任务。就连秦子月都是柳眉微蹙，暗叹可惜。没想到宁师弟竟是藏生峰弟子。藏生弟子普遍天赋都较为寻常，甚至还有死于死气侵蚀的风险。这么帅一个师弟，死了也怪可惜的。藏生峰，宁晨。楚风眉头一皱，重复了一下宁晨的话，忽的脸色一变，瞪着宁晨：你就是宁晨？前阵子你可去了魂魁峰参加尸魁试炼？是。听到楚风质问，宁晨一脸平静，也没有否认。尸魁试炼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楚风身为魂魁峰内门弟子，想要调查轻而易举。楚风师弟，你这是？叶无尘几人皱眉看来，难不成楚风还与宁晨有仇？可楚风是魂魁峰内门弟子，宁晨一个小小的藏生弟子，怎么可能得罪到他？楚风没有理会周围几人，目光死死地落在宁晨身上。你进入尸魁试炼中，曾废了一具巨灵境巅峰的尸魁，你可知你废的是谁的尸魁？宁晨师弟废了一具巨灵境巅峰的尸魁。此话一出，叶无尘几人眼中不由闪过一抹错愕，接着便是松了口气。能废一具巨灵境巅峰尸魁，其本身实力应该也在巨灵境巅峰，虽实力不如他们，但最起码不会拖后腿了。这位藏生峰的师弟好像有些不一般啊，最起码远超很多藏生峰弟子了，甚至不输天魔叫其他几峰的大部分外门弟子。不就是柳明他哥的吗？不过还不知这楚风有何目的。宁晨微微摇头，不知，是柳兄的。楚风冷冷看着宁晨，你从尸魁塔离开后，似乎与柳兄的弟弟柳明发生了些许冲突。前段时间柳明不知所踪，柳兄前去寻找，却也不知所踪。我问你，是不是你所为？柳明他哥也人间蒸发了。宁晨愣了一下，接着摇了摇头。楚风师兄误会了，我一个小小藏生峰弟子，又怎有能耐让一个内门弟子失踪？他还真没骗人。对于柳明他哥失踪，他真不清楚，是吗？楚风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威胁道：我与柳兄乃挚友，若我查出柳兄失踪与你有关，就莫怪我无情了。好了。这时叶无尘终于发话了，既然宁晨师弟也澄清了此事并非他所为，楚师弟你就莫要再说了，咱们还要一起执行协同任务，莫要伤了和气。我也相信你挚友失踪也和宁晨师弟毫无关系。再说了，最后的话他没说出口，他想说的是，一个藏生弟子怎么可能有能耐让一个魂魁峰内门弟子失踪？这简直无稽之谈。楚风冷哼一声，暂时放过逼问宁晨。诸位若是做好准备，咱们就出发清风城。玄冥崖离清风城甚远，赶路的话也要近半天时间。叶无尘看向几人，几人皆是点点头，没什么意见。很快，一行人便是自玄冥崖出发，朝着清风城而去。一路上，宁晨也在观察着几人。虽然表面上都是同伴，但大家都是魔门弟子，还是得留一份心眼。秦子月叽叽喳喳，极为活泼；叶无尘待人温和，目前还看不出他是否有两面性。至于无言，宁晨的评价是人如其名。看样子威胁最大的还是楚风啊。宁晨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一路上这家伙的目光始终在自己身上，看样子对自己的怀疑始终没有打消，得想办法让楚风打消对自己的怀疑才行。半日后，一行人终于是看到了不远处的清风城。只见前方一座城池出现在众人眼前，只是还未靠近，一股极为浓郁的血腥味便是扑面而来，
几人神情逐渐变得凝重起来。清风城前几日遭到了正道偷袭，死伤了不少，就连灵矿都被抢走不少。现在看来，情况比我们想的更加严重一些。叶无尘皱了皱眉。一旁秦子月等人也是凝重的点了点头。忽然，秦子月似是发现了什么，疑惑地看了一眼一旁似是身体有些颤抖的宁晨，关心问道：“宁晨师弟，你怎么了？”“哼，不会是怕了吧？”楚风冷笑一声：“宁晨师弟，藏生峰最近才开启宗门任务，所以你应该是第一次接宗门任务，外界可远比宗门内残酷得多。待会进了城，更是血腥，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叶无尘倒是没有嘲笑，而是出声安慰。毕竟第一次接宗门任务，看到这般血腥的一幕时，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状态。多谢师兄告知。宁晨没有解释什么，他之所以颤抖，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激动，因为太多了。此刻，在他的视线中，前方清风城内一道又一道的可藏气血弥漫，整个清风城宛若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般。先进清风城吧。叶无尘说了一声，便是带着几人朝着清风城走去。一行人越发靠近，那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就越来越重，甚至沿途还能瞧见不少正道以及天魔教弟子的残肢断骸。若不是身旁有叶无尘等人在，宁晨已经开始沿路葬送了。虽只是残肢断骸，但也具备一定的入葬气血。有一半身子就算半个客户，有2条手就算1/4个客户，以此类推。看来只能等晚上行动了。宁晨喃喃一声，忍住埋人冲动，跟着几人进了清风城。一进清风城，其中景象更是触目惊心，随处可见的打斗痕迹，残肢断骸，尸山堆积，根本分不清那些是魔门，哪些是正道。不少受伤的天魔教弟子正躺在地上痛苦哀嚎，好惨烈。秦子月柳眉紧皱，一旁几人也是神情无比凝重。我怎么感觉体内灵气有些停滞，似是有一股阴冷气息，不仅如此，甚至难以呼吸，不知叶师兄你们有吗？就在这时，楚风那有些疑惑的声音响起。此话一出，叶无尘3人愣了一下，连忙是检查自身，下一刻脸色皆是大变，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与楚风描述的一样的状况。咦，叶师兄，你流血了？就在这时，秦子月那有些惊愕的声音响起。我流血了。叶无尘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擦了擦嘴角，果然有湿润之物。他低头一看，瞳孔骤缩，手上有一抹漆黑的血。下一刻，叶无尘错愕地看向其余几人。秦师妹，你也流血了？不止你，吴师弟、楚风师弟都流血了。什么？一瞬间，几人顿时慌了神，这啥都还没干呢，就莫名起来流血，还是漆黑之血。这是死气，你们被死气侵蚀了。一旁，宁晨平静的声音响起：“死气。”当听到宁晨的话，叶无尘等人脸色一变，看了眼不远处堆积成山的尸堆，顿时感受到了那阴冷无比、令人窒息的死气。那你怎么没事？楚风看了宁晨一眼，冷声问道。叶无尘和秦子月3人也是看了过来，只见宁晨面色平常，像是个没事人一般，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这死气的影响，这让几人错愕不已。就连实力最强的叶无尘都口吐黑血，可实力最弱的宁晨却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几人错愕的目光中，宁晨轻声道：“习惯了。”这……楚风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都又有一种无法反驳的无力感。就算是藏生峰弟子，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习惯了死气侵蚀吧。况且，习惯不等于能无视啊。你们几个，可是此次宗门派来执行任务的天魔教弟子。就在这时，一道苍老声音响起，紧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自城内走出。是刘长老吗？在夏天魔峰内门弟子叶无尘前来交接清风城任务。叶无尘强忍身体不适，走上前去，冲着那白发老者行礼。哦，原来是天魔峰内门弟子。听到这话，刘长老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可话还没说完，却是忽地察觉到叶无尘几人脸色不太对。你们这是被死气侵蚀了？快，原地打坐，速度运转灵气，逼出死气。死气侵蚀可不是小事，就算你们这些内门弟子，同样不可马虎大意。修为被废是小，丢了小命方才是大事。刘长老神情紧张，连忙是招呼叶无尘几人盘腿坐下。当听到刘长老这番话，叶无尘几人也是神情逐渐凝重，意识到死气侵蚀的可怕性，不敢耽搁，纷纷盘腿坐下，如临大敌般的运转灵气。还好老夫来到早，再晚些时辰，你们可就难救了。刘长老松了口气。可忽的，他却是发现
刚刚原本跟在叶无尘等人身旁的一个悬疑青年不见了踪影，猛地一回头，却是发现他已朝着那散发死气的尸堆而去。那个弟子，速速回来！那些尸体才刚刚被炼化修炼本源不久，死气异常浓郁，莫要靠近。然而，刘长老话音刚刚落下，便是瞧见那悬疑青年手中忽地闪过一抹寒芒，那是一柄铲子。你是藏生峰弟子？刘长老愣了一下，藏生峰弟子怎么会和内门弟子在一起？你们藏生峰来了多少弟子？他接着问道。如此之多尸体，想要尽数送葬，镇压死气，恐怕最起码得200藏生弟子前来，而且恐怕一半藏生弟子得被死气侵蚀致死，因为这里死气实在太浓郁了。接着，刘长老听到那悬疑青年那平静的声音响起：“只有我一人。”什么？简直是胡闹！听到这话，刘长老脸色大变。凭你一人，怎么能葬如此之多的尸体？怕是不出20句，你就会因死气侵蚀而死。然而宁晨只是笑了笑，扛着藏诀朝着那尸山走去，眼睛越发明亮。长老难道不知道我是藏生峰的萧冠吗？萧冠？什么意思啊？听到宁晨的话，刘长老愣了愣。宁晨师弟，你别乱来。盘腿而坐的秦子月脸色微变，连忙是出声提醒：自不量力，死了事小，可别影响我们做这协同任务。楚风冷哼一声，此次清风城尸身太多，死气极其浓郁，只让一个藏生弟子接取任务，倒是有些不合理。叶无尘看了走向尸堆的宁晨一眼，接着冲着一旁的刘长老行礼道：若是宁晨师弟任务失败，还请刘长老帮我们向宗门协调，不要因他的失败而导致判定整个任务失败。对此，楚风也是连忙请示，他巴不得把宁晨踢出此次任务行列。无言没有言语，但不说话就当是默认了。可是秦子月红唇微张，有些犹豫，最终也是叹了口气，没有言语。他知道叶师兄3人是不看好宁晨师弟，怕他任务失败，从而影响了整个协同任务。毕竟死气的恐怖，他们刚刚已是有所领会，那还只是还未靠近的情况。宁晨师弟不仅要触碰死气，更要与死气亲密接触，别说是巨灵境修士了，就算是他们这些凝丹境修士都承受不住，更何况是他。这个嘛，刘长老沉吟片刻，点头沉声道：没问题。这的确有些不太合理，那就有劳刘长老了。叶无尘微微颔首，接着冲着一旁秦子月等人道：诸位先打坐，排出体内死气，等死气排出再去执行诸位的任务吧。此刻叶无尘脸上依旧满是温和，在他看来，为了任务顺利，将宁晨师弟踢出队伍，方才是最为正确的选择，没必要因为一个死人而导致大家任务失败。哼，别管他了，既然他想死，就随他。楚风冷哼一声，旋即盘腿而坐，开始排出体内死气。叶无尘和无言也是相继开始。秦子月看了一眼那已步入尸堆的悬疑青年一眼，悠悠地叹了口气后，也是闭目盘坐。而刘长老也很快离开，在他看来，只要这4个内门弟子没事就行，至于藏生弟子并不重要，魔门最不缺的就是藏生弟子了。清风城不远处，发了。看着眼前那成山的客户，宁晨眼神越发明亮。什么叫量大管饱？这就叫量大管饱。开埋。旋即，宁晨手握藏诀，取出往生竹，开始从尸山上搬下一具又一具客户，接着用藏诀铲挖出一个个的深坑，将客户掩埋。藏诀不愧是一件灵器，挖起坑来简直轻而易举。片刻后，原本高耸的尸山已是少了些许，泥土上插着一根根燃烧着的往生竹，镇压死气。伴随一具具客户入土，可藏气血纷纷涌入藏神棺中，最后化作一道又一道庞然的浓郁灵气进入宁晨丹田之中。埋人爽！感受着不断提升的气息，宁晨埋人也越发有了干劲。又是埋了几具。咦？忽然，宁晨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从尸堆中拖出一具客户，其原本应是一袭白衣，不过那白衣早就被血染红，被泥土弄脏，而其胸前更是被轰出了一个大洞，可谓是死相极惨。而最让宁晨在意的是他那浑厚的可藏气血。这客户生前修为不浅，最起码也是宁丹境5星以上的修为了。不错，算是优质客户。宁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握着藏诀给这位优质客户挖坑，等将其掩埋，点燃一根往生竹后，他双眸中闪过一抹金芒。藏法神通，往生之眸已然运转。这毕竟是优质客户，看看能不能白嫖到什么好东西。很快，伴随往生之眸运转，宁晨也看到了其生前念想。这优质客户并非天魔教弟子，而是正道落霞宗的内门弟子。正道落霞宗吗？宁晨喃喃一声，继续看去。但很快，他眉头皱起，似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正道落霞宗内门弟子来清风城，表面是为了破坏天魔教这一处灵矿据点，但实际上则是为了寻找遗物。寻物，究竟是寻什么，能让正道的这些家伙如此大费周章？宁晨眉头皱起，至于寻找什么，这落霞宗的内门弟子并不清楚，或许是其级别太低。看来这不只是简单的一次正道破坏灵矿事件。宁晨喃喃一声，接着继续埋。不过往后凡是可葬气血浓郁的，他都会运转往生之谋看上一眼。而果不其然，又是葬了几具凝丹境的客户后，宁晨发现无论是正道青云门、飞羽宗、清月宗等正道弟子生前最后念想皆是寻找遗物。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宁晨皱着眉，虽不知他们在找什么，但肯定是不同寻常之物，看来需要留一份心思了。既然是不凡之物，若是能得到，或许对自己修炼也有所帮助。宁晨看了尸堆一眼，原本如小山般的尸堆，此刻已是被他埋的只剩下1/3。又过了片刻，尸堆只剩下最后寥寥几具残破尸体，要么缺手断脚，要么缺少身体重要部位，这应该只能算1/8客户。宁晨捡起一只断手，将其放入一个比较小葬坑之中。下一刻，伴随一道浓郁入葬气血进入葬神棺，紧接着一股无比浓郁的灵气进入丹田。当这股灵气进入丹田，宁晨愣了一下，愕然地看着那个小坑。仅仅只是一只断手所反哺的灵气，居然就和刚刚埋的那个凝丹境5星的落霞宗内门弟子的灵气差不多。这说明断手主人生前实力最起码也是破海境修士，实力强劲，身份应该也不一般，或许知晓一些什么。宁晨喃喃一声，运转藏法神通，伴随眼中金芒一闪而过，他很快便是看见了这只断手的生前念想，也知晓了其身份。天魔教徐长老，负责清风城灵矿挖掘工作。前段时间，清风城矿脉之下挖掘出了一块充斥灵气的特殊矿石，而接下来不知是谁走漏风声，引来正道的觊觎。矿脉之下挖掘出的特殊灵石，这应该就是众正道势力弟子所在寻找的东西。宁晨收回目光，喃喃一声，虽然不知那特殊灵石有何作用，但能被这么多正道势力觊觎，就足以说明那灵石的不简单。不过有些可惜，这位徐长老的生前念想中并没有交代那块特殊灵石的下落，不知是被他藏起来了，还是被正道势力给拿走了。罢了，先埋人。宁晨默默将那灵石的模样记下，接着扛起藏诀继续送葬。半个时辰后，尸山已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土堆堆，一根又一根燃烧着的往生竹在风中摇曳。呼，又变强了，埋人就变强，也太爽了。感受着体内涌动的灵气，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正如他所料一般，这清风城内的客户真是量大管饱，短短1个多时辰的送葬，就让他的境界再次得到提升。姓名：宁晨，境界：凝丹境3星，功法：无上魔诀，武学血魔刃，神鬼影宗部，藏法神通，往生之谋。目前开启层数2、9层，入藏气血45100，收获满满啊！宁晨很是满意，不仅突破到了凝丹境3星，就连藏神关的入藏气血都提升了10点。接着他伸了个懒腰，朝着清风城外走去。夜色已晚，正好将那些沿途的半个1/3客户给尽数葬送。清风城内，叶无尘等人已是结束打坐，面色已恢复正常，体内的死气已是尽数驱散。呼，诸位恢复的如何了？叶无尘长舒一口气，面色温和地冲着身旁几人笑问道：“回叶师兄，体内死气已驱散完了。”楚风回道。一旁的无言也是点了点头，用行动代表言语：“叶师兄，我也好了。”秦子月隐隐起身，可就在这时，他美眸却是错愕地朝着一处看去。咦，宁晨师弟，宁晨。几人听到秦子月的话，皆是愣了一下，看了过去，便是瞧见一袭玄衣的青年走了过来，正是宁晨。我还以为你有多嘴硬呢，不也受不了死气侵蚀吗？还说习惯了，呵呵。楚风目光看去，抱着胳膊冷笑道：“还好叶师兄与刘长老商量了一下，将你踢出此次任务，不然此次协同任务就要因你一人失败了。”将我踢出此次任务？宁晨眉头一挑，目光落在叶无尘的身上。没错。叶无尘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神色，微微颔首。凭宁晨师弟你一人处理不了整个清风城的死气，这并不合理，因此我向刘长老提出了异议，将师弟你的任务移出协同任务，正好宁晨师弟也无需一人去送死。这样吗？宁晨神情平静的点点头，接着便是朝着清风城外而去。师弟你也莫怪叶师兄有此决策，毕竟叶师兄也是为了你好，如此一来，你也不必去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秦子月也是轻叹一声，安慰道：“
宁晨微微点头，朝着清风城外而去，叽里咕噜的说啥呢？你看他像在乎这点贡献值的人吗？埋人才是重中之重。哼，不自量力，还说什么习惯死气，不也扛不住死气跑了出来吗？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楚风不屑一笑。先不管宁晨师弟了，叶无尘微微摇头。既然诸位死气已是排出，那就各自去执行各自的宗门任务吧。毕竟是协同任务，每一个人的任务都不相同。其余几人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刘长老那有些错愕的声音忽地从不远处响起。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刘长老那边出事了？走过去看看。几人瞬间被吸引，连忙朝着声音传来之地而去。可当叶无尘几人来到时，便是瞧见刘长老一脸错愕地看着前方，几人目光也是看去，瞬间瞳孔一缩，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原本刚刚此地尸体堆积成山，可现在那尸山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土堆，一根又一根的往生竹插在小土堆前，似是在即位逝者。原本那令人感到窒息的死气早已是消失不见。叶无尘几人眼中满是错愕，一人葬一城，这难道是宁晨师弟一人做的？这怎么可能？如此庞大的尸堆，死气更是无比浓郁，一旦被侵蚀，就算是宁丹境修士也坚持不了数个时辰就会死。他一个小小的葬生弟子，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那个葬生峰的小家伙做的。刘长老转身，有些错愕地看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的。叶无尘点了点头。宁晨师弟深藏不露，哪怕是沉默寡言的无言，都是难得开口。好厉害，宁晨师弟！秦子月捂着红唇，美眸中异彩连连。葬生峰真是出了个不得了的弟子啊！每一个葬坑挖得恰到好处，往生竹所插放的位置也正好，死气完全被镇压，妙啊！刘长老捋着长须，看着这些小土堆，忍不住惊叹道：“哼！”楚风脸色愈发难看，隐晦地朝着一处看了过去。那是城外的方向，漆黑的夜，清风城外，黑夜中，可见一根一根烛火点燃，宛若只引出了一条往生的路。最后半个客户，宁晨用藏诀将泥土掩埋，点上最后一根往生烛，伴随入葬气血进入藏神棺，一道灵气反哺进入丹田。可惜了，沿途的修士都是一些正道势力的炮灰，对那特殊灵石之事更是一点都不清楚。宁晨微微摇头，他这一路送葬也用往生之谋看了，只可惜并未得到关于那特殊灵石的消息。啪嗒！就在这时，身后似是有些脚步声响起，接着一道冷笑声呼的响起。宁晨，原来你在这里。宁晨转身便是瞧见楚风以及他的那具尸魁从不远处走来，平静看去。楚风师兄找我有事，没想到你真能将清风城的尸身尽数送葬，我倒是有点小瞧你了。楚风目光冷冽地看着宁晨，冷笑道：“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夸你，哼，你越不简单，我就越怀疑柳兄的失踪与你有关。”听到这话，宁晨眉头微皱，接着叹了口气。既然没办法让楚风打消对自己的怀疑，那就只能柳师兄的失踪的确与我无关。哼，狡辩！你能镇压这么多死气，定有问题。等我将你抓住，慢慢研究，或许还能找到关于柳兄的消息。楚风冷哼一声，身后那尸魁猛地一踏脚，朝着宁晨暴掠而去。然而，当尸魁冲来的一瞬，一道轻笑声在楚风身后响起：“楚风师兄，柳元师兄的失踪，我的确不知。但你若实在好奇，我可以送你一程。”既然没办法打消楚风对自己的怀疑，那就只有让楚风消消乐了。什么？楚风脸色微变，眼角余光看到了一抹寒芒，那是一柄铲子，想要闪避，可却已经来不及了。什么？当那一柄寒芒闪烁的玄黑之铲自背后袭来时，楚风瞳孔骤缩，脸色大变，几乎是在一瞬之间做出反应，全身灵气涌动间迅速朝后暴掠。然而刚刚有所动作，他便是察觉到身后那一柄铲子跟了上来，接着锋利寒芒瞬间洞穿了自己的胸膛。吼！与此同时，楚风那一具高大无比的尸魁终于是反应过来，嘶吼一声，朝着宁晨猛地扑了过来。刺了！宁晨直接抽出洞穿楚风胸膛的藏诀，接着用力朝着身后猛地一指。嗖！瞬间，锋利的藏诀瞬间洞穿那具尸魁的嘴，将其死死钉在一棵巨树之上，任凭挣扎也动弹不得丝毫，甚至连嘶吼声都发不出来。噗！楚风一口鲜血喷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宁晨。宁丹境3星，你的实力压根不是巨灵境，而是宁丹境。哇！似是因太激动，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我什么时候承认
我是巨灵镜了。宁晨嘴角掀起一抹和善笑容，走上前来。可你前段时日明明就是巨灵镜。楚风话音还未落下，就被宁晨轻笑声打断。我也没否认前段时日不是巨灵镜。什么？楚风瞳孔骤缩，眼中满是惊恐之色。不到10天左右的时间，宁晨就从巨灵镜巅峰提升到了宁丹境3星。这什么妖孽般的天赋！好一个藏生峰弟子！可……楚风咳出一口血，弥留之际再次问出他的那个问题：柳兄的失踪是否与你有关？与我无关。宁晨微微摇头，缓缓举起拳头，一抹血刃覆盖拳芒。听到宁晨的回答，楚风瞳孔一凝。楚风师兄，走好。话音落下，那覆盖血刃的拳芒在楚风瞳孔中无限放大。砰！伴随拳风呼啸落下，楚风生机瞬间消散。宁晨擦了擦溅在自己脸上的鲜血，看了一眼已毫无生机的楚风，缓缓起身。对于想杀自己之人，他向来都不会留手。身处魔门，若他有一丝怜悯，那死的就会是他。楚风对他也有怀疑了，罪名便已在其心里成立。接下来迎接他的就是楚风源源不断的麻烦。既然解决不了麻烦，那就解决弄出麻烦的人。旋即，他朝着那被藏诀钉在巨树上的尸魁走去。吼！见杀了自己主人的凶手走来，那尸魁奋力地从被藏诀洞穿的嘴中发出一道道低吼声。宁晨看了一眼，死了也不得安宁，我这便送你往生。话语落下，他抽出藏诀，再迅速朝着这具尸魁胸膛轰去。解决完尸魁，宁晨没有挖藏坑，而是取出藏神棺，将楚风和其尸魁尽数葬入藏神棺内。楚风的失踪必定会引起魂魁峰的调查，若是将他随意埋了，必定会被发现。只有葬入藏神棺内，方才能做到人间蒸发。伴随入藏气血进入藏神棺，灵气反哺进入丹田，宁晨开始运转往生之谋，查看齐楚风的生前念想起来。这家伙果然不怀好心。当看到楚风的生前念想时，宁晨喃喃一声，这家伙过来就是打算对他动手，只不过却是没想到被宁晨给先下手为强了。这是这家伙接的宗门任务。宁晨目光被吸引过去，此次清风城柳明的任务是寻找一具吞服了一枚特殊灵石的尸身，此时乃炼制尸魁的上好材料，将其带回魂魁峰。特殊灵石，宁晨目光一凝，恐怕这炼制尸魁的尸身只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那特殊灵石。难不成？宁晨皱了皱眉，喃喃道：除了我，其他人的任务或多或少都与那特殊灵石有关。清风城外，叶无尘几人走在深山之中。奇怪，楚风师弟怎么人不见了？秦子月嘟囔一声。当一行人决定离开清风城前往执行任务时，却是发现楚风早已不见了踪影。或许楚风师弟是自己先去执行宗门任务了。对此，叶无尘只是轻笑着道：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可不能落后，拖楚风师弟的后腿。好了，两位去完成宗门任务吧，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是，叶师兄。师兄真是可靠啊。秦子月笑道。无言也是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大家都为同门师兄弟，自然要互相帮衬一下。叶无尘笑呵呵的道。对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将各自协同任务互相说一下，彼此留意一下，任务完成也更快一些。这时叶无尘忽地说道。秦子月和无言对视一眼，接着方才是点了点头。正常情况下协同任务不会互相告知，但若是叶师兄的话倒也无妨，毕竟叶师兄的可靠人尽皆知。旋即两人便是简单的将各自的协同任务与叶无尘说了一下。若是宁晨在此，就会敏锐的发现这两人的任务表面虽不同，但本质还是关于那特殊灵石。哦，这样吗？叶无尘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微光，微微颔首。我会帮两位师妹师弟留一下的，无论任务成功与否，咱们半个时辰后在此地集合。好，两人点了点头。夜色下各自离去。半个时辰后，森林中数道身影集合。秦师妹，吴师弟，可有收获？叶无尘率先赶来，看向两人。秦子月和吴言皆是摇了摇头，接着前者问道：叶师兄任务怎么样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叶无尘轻笑道：这么快？不愧是叶师兄。两人都有些敬佩地看着叶无尘。不只完成了我自己的任务，我还找到了些许关于无言师弟的任务踪迹。哦，在哪？就在前方。叶无尘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指向前方。秦子月和无言皆是好奇转身看去。然而下一刻，轰！伴随两道掌风呼啸而过，在两人转身一瞬，重重落在两人背后。噗！一口鲜血喷出，秦子月和无言两人重重倒飞而出，狼狈地砸在地面之上，气息顿时变得无比颓靡。叶师兄，
两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突然对他们出手的叶无尘，眼中满是疑惑和惊惧。而此刻，叶无尘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叶师兄，你为什么对我们出手？咱们不是同门吗？同门。叶无尘笑了笑，反问道：谁和你们是同门？被一掌打成重伤的秦子月和无言两人皆是一愣，满是错愕地看向叶无尘。他当然不是同门了，因为就在这时，一道轻笑声响起。接着，月色下，一个背着玄黑之铲的玄衣青年从树林中缓缓走出，因为他是正道安插在魔门的奸细。伴随轻笑声落下，宁晨背着藏诀自一旁树林中走出。当宁晨葬完楚风，本想独自去寻那特殊灵石踪迹，但他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刚刚运转往生之谋时看到了徐长老的生前念想。有一句话是这么提的，不知是谁走漏风声，引来正道的觊觎。也就是说，关于那特殊灵石，清风城灵矿弟子挖出时就已做了保密工作，但还是被泄露了出去，引起正道势力觊觎。所以他们表面是破坏灵矿，实则目标却是那特殊灵石。也就是说，清风城内有正道势力渗透的内奸，正道势力里应外合想抢夺那特殊灵石，而最终的结果便是正道势力和清风城内天魔教弟子死伤惨重，那一枚特殊灵石最终也不知所踪。不过宁晨能肯定的一点，那就是特殊灵石必定还在清风城附近。若是那特殊灵石被正道势力给拿走了的话，许长老的生前念想必定会出现，可却并没有出现，这就说明灵石还在。而灵石若还在清风城，正道势力却没有后续动作，就有些不太合理。毕竟之前都如此大动干戈了，没必要就此放弃。而没有动作，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正道势力在暗中行动。既然清风城有正道奸细，那谁又能保证六大峰没有正道安插的奸细呢？若有的话，那什么时候会有所行动？很显然，便是此次清风城的任务。特别是当宁晨葬送了楚风，发现他任务的本质其实也是寻找那特殊灵石后，更加肯定了这个想法。若真是如此的话，正道间细致会出在他们5人之中。他不是，楚风已被他斩杀，那就只剩下其他3人了。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正好印证了他的猜想。什么？叶师兄不是天魔教弟子，而是正道奸细。当听到宁晨的话后，秦子月和无言皆是脸色大变，错愕无比地看向叶无尘。天魔教？呵呵，我怎么可能会是魔门弟子？叶无尘笑了笑，脸上那温和神色逐渐变得狰狞，死死地瞪着几人。我叶无尘平生最恨的便是你们这些魔门弟子，我妹妹就是死在你们这些魔门弟子手中。我蛰伏魔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亲眼看到魔门覆灭。如今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可以回到宗门了。至于你们，呵呵，抱歉了。叶无尘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他必须亲自手刃这些魔门弟子。此话一出，两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宁晨师弟，跑，快回清风城向刘长老禀报，我和无言师弟为你拖住他。秦子月率先反应过来，连忙是冲着不远处的宁晨喝道。叶无尘本身就是宁丹境5星，是在场众人中修为最高者，他与无言都被偷袭，身负重伤，凭借宁晨师弟一人，绝不可能是叶无尘的对手。跑！做梦！叶无尘一步踏出，抬掌间灵气涌动，朝着宁晨天灵盖猛地拍去。宁晨师弟看到这一幕，秦子月和无言脸色大变，已是不忍再看。完成任务了吗？那就意味着已经找到了。听到叶无尘的话，宁晨喃喃一声，看来这位叶师兄有不得不葬的理由了。砰！与此同时，那呼啸掌风已是落下。哼，虽说宁晨师弟你是被拐魔门，但也怨不得我了。叶无尘冷哼一声，可突然他却发现不对，一掌落下，那种西瓜被拍爆的感觉却是没有。这是残影。叶无尘一愣，紧接着他瞳孔骤缩，下一刻耳畔响起一道破空之声，眼角余光看到了一柄闪烁红芒的锋利之物朝着胸膛刺来。他脸色大变，连忙是运转护体灵气，同时往后闪躲。刺了！然而哪怕他闪避得很快，那一柄闪烁红芒的利器依旧划破了他的胸膛，一条狰狞无比的伤口浮现而出，鲜血不断往外溢出。好锋利的铲子！叶无尘神情凝重，忌惮地看了宁晨手中的藏诀一眼，接着方才是目光落在宁晨身上。宁丹境，宁晨师弟，倒是我小瞧你了。宁丹境。不远处听到叶无尘的话，秦子月和无言两人顿时就懵了。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藏生峰弟子，修为竟与他们这些内门弟子一样？就算宁丹境又如何？你……叶无尘话还没说完，下一刻
宁晨身形宛若鬼魅，手中那闪烁红芒无比锋利的铲子竟不断地朝其刺来，每一击速度极快，且破坏性极强。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叶无尘脸色大变，神情愈发凝重。在宁晨那如同鬼魅的攻击之下，他竟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迫闪避，不敢有任何大意。恐怕一旦大意，身体上就会多出一个血淋淋的洞来。他修炼的身法武学有点诡异，叶无尘很快便是分析出来。施展武学需要灵气，只需等他灵气耗尽那一刻就能反击。原来宁晨师弟这么强吗？当看到这一幕，秦子月和无言两人脸上满是不可置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叶无尘身上已是出现一道道被藏诀灵力锋芒所划破的伤痕，整个人的白衣也被染成血衣，狼狈不堪。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此刻叶无尘心中无比抓狂，因为从刚刚到现在他一直在等待宁晨灵气耗尽，可眼前这家伙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灵气一般，怎么用都用不完，一点衰减的迹象都没有。最离谱的是，他的境界明明只是宁丹境3星，可所爆发出的战力竟完全不虚他。他手上拿一柄铲子更是诡异，无论施展何等防御，在那铲子面前都形同薄纸，脆弱不堪。噗嗤！忽然就在叶无尘松懈一瞬，宁晨抓住时机，一铲洞穿他的肩膀。噗！叶无尘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惊恐。再这么下去，他真的会死在宁晨手上。师尊，救我！他看向天穹，暴喝一声。轰！天穹上一道恐怖威压爆发而出，只见天边一道白袍老者化作流星而来。破海境修士。秦子月和无言瞳孔一缩。破海境。宁晨心中一沉，接着看了叶无尘一眼，眼中闪过一抹狠色，手中藏诀猛地朝其用力一指。嗖！破空声响彻。叶无尘面对这爆射而来的铲子，不敢有丝毫大意，运转灵气就欲抵挡。可下一刻，一道人影宛若鬼魅般出现在其前方，一把握住刚刚掷来的藏诀，猛地朝着叶无尘刺去。在两道力量的双重加持下，藏诀瞬间洞穿叶无尘的胸膛，震碎他的心脏。而宁晨身形也未就此停下，借着力道抱着失去生机的叶无尘遁入森林之中。与此同时，天穹上那老者暴怒的声音响起：放肆！胆敢杀老夫徒！伴随天穹上那一道老者暴怒声响起，接着他竟是抬起一掌，无尽汹涌的灵气如排山倒海般朝着宁晨遁入的那处森林而去。轰！霎时间，那一片树林顿时化作一片废墟，只不过那一片废墟之下却是不见宁晨和叶无尘的踪影。天穹上那白发老者眉头一皱，倏然夜色中一道身影忽地以一种宛若鬼魅般的速度朝着不远暴掠而去。想逃？白发老者冷笑一声，踏空追去。夜色，天魔教主殿，一袭红裙，绝美无比的洛尚武坐于高座之上，那美得令人窒息的俏脸上毫无表情，无形间散发的上位者气势压得下方正讨论的七大风主冷汗直流。掌教的实力好像又有所提升啊，掌教，不知你觉得我们商议的事情是否可行？这时，一个紫袍老者把玩着手中的紫色蜈蚣，冲着洛长武行了一礼。此人正是天魔教独冲锋的锋主，魔藏之地还有1月时间便可开启，其中藏有我天魔教诸多大能，若能让锋内弟子进入参悟些许，或许对他们也有所提升。另一个背着漆黑大剑，赤裸着充满肌肉上半身的老者也是沉声说道：剑魔峰主说的没错，所以此次魔藏之地就选取7大峰最优秀弟子进入如何？一个身穿紫色旗袍韵味十足的美妇人也是提议道。明月峰主此言差矣。美妇人话音刚刚落下，一个白袍老者当即出声：以往藏生峰的魔藏之地的名额不都是给我天魔峰的吗？哼！古玄冷哼一声，颇为不满。以往都给你们天魔峰了，还不满足？这次魔藏之地的名额必须还给我藏生峰了。古玄峰主，容老夫直言，就藏生峰那些弟子，就连我天魔峰外门弟子都不如，就算最优秀弟子，恐怕也就与我天魔峰内门弟子一般，更别说真传、亲传弟子了。天魔峰主看向古玄，语气冷漠，丝毫不掩饰语气中的不屑。让他们进入，岂不是浪费魔藏之地的试炼资格？你……古玄想要反驳，却不知该如何反驳。毕竟天魔峰主说的话并没有错。古玄峰主，算了吧。天魔峰主说的也有道理，你藏生峰弟子还是老老实实埋人吧。天魔教内试炼对于藏生峰弟子而言难度太高，不可能会是其他峰弟子的对手，与其空手而归，不如将机会让给其他峰。是啊。一时间，其余5大峰峰主也觉得天魔峰主说的在理，纷纷相劝。哼，你们劝老夫没用。古玄冷哼一声，
冲着大殿高座上那一道红裙倩影行了一礼。此事全由掌教定夺，若掌教也觉得我葬生封魔葬之地试炼机会要交出来的话，老夫全然不会再说半句，那就让掌教定夺。天魔封主也不再废话，冲着洛长武行了一礼。其余封主也是看了过来。当众封主目光看来，洛尚武抬起那绝美俏脸，淡漠目光看去，他红唇轻启，声音冰冷悦耳。葬生封既为我天魔教七大封，就不可舍弃。此次魔葬之地的试炼资格，七大封各一个。掌教，这……天魔封主脸色一变，洛尚武那仿佛不带任何情感的冰冷眸子看了过来。有意见？不敢。天魔封主连忙低头，不再吱声。你们呢？洛尚武的目光又是落在其他封主身上。几大封主连忙摇头。那魔葬之地试炼，选出各自封内最优秀弟子一事，就交给你们去做了。洛尚武美眸落在几大封主身上，冷声道：是，掌教。七大封主微微颔首。对了，掌教，还有半月便是那门考核了。这时剑魔封主似是想到了什么，连忙是冲着洛长武行了一礼，接着道：前段10日，清风城偶然发现一枚特殊灵石，发现带在身旁可以提升些许修士吸收灵气的速度。老夫本想用来当做内门弟子考核的奖励，但谁曾想，不知是谁走漏风声，引来正道那些小人觊觎，导致那一枚特殊灵石不知所踪。特殊灵石带在身旁可以提升修士吸收灵气的速度。老剑魔发现这等宝贝，居然不上报掌教。当剑魔封主此话一出，其余几大封封主皆是眉头一皱，看了过来。掌教当时在闭关修炼，老夫岂能打扰他？剑魔封主摇了摇头。况且据清风城传来的消息，那特殊灵石提升也并不是很大，所加快的速度也只是微妙而已。特殊灵石。听到剑魔封主的话，洛尚武柳眉微蹙，若有所思，接着看向剑魔封主道：那特殊灵石在何处？回掌教。剑魔封主行礼道：那一枚特殊灵石还在清风城，为了不打草惊蛇，老夫特意安排了宗门任务，让教内弟子完成。他们分别是天魔峰内门弟子叶无尘、剑魔峰弟子无言。剑魔峰主依次说出此次任务参与者的名字，提到最后一个名字，他愣了一下，以及葬生峰葬生弟子宁晨。大殿上听到那有些熟悉的名字，洛尚武柳眉不着痕迹地皱了皱，但很快恢复自如。葬生弟子。天魔峰主眉头一皱，冷声说道：这等宗门任务怎么能让一个葬生峰的葬生弟子参与？这不是拖后腿的吗？什么叫拖后腿？清风城死伤无数，皆是死气，若没有我葬生峰弟子送葬尸身，镇压死气，你看他们敢进清风城吗？古玄立即是不爽的道：哼，话是这么说，可凭他一个小小的葬生弟子，岂能送葬一整座城？怕是刚埋几句就死于死气侵蚀了。天魔峰主冷冷一笑：呵，宁晨那小子可不简单。古玄轻喝一声：你个老匹夫，敢不敢出来与老夫练练？练就练。一时间两大封主针锋相对，颇有一副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的模样。剑魔封主等人有些无奈地看着，多大岁数了，还跟个小孩一样。不过古玄封主和天魔封主一直不和，此时又因葬生封的问题而暴露了出来。大殿上，洛尚武没有理会准备大打出手的两个老头，可忽的手心传来一股刺痛。他低眸看去，顿时神情变得凝重。这是无上魔诀的阳诀，那家伙。下一刻，在其余几大封主忙着拉架时，却是全然没注意到大殿内一道红裙倩影已是消失不见夜空下。一道身影狂奔，体内灵气尽数涌动，脚下生出气旋，以鬼魅般的速度不断往森林之中逃窜而去。而其身后的天穹上，一个白发老者正踏空追赶。操！老匹夫，有本事用腿追我啊！非算什么本事？下方，宁晨双腿都快跑冒烟了，但身后那白发老者却是悠哉悠哉的踏空而行，这让宁晨属实羡慕。哼，伶牙俐齿的小子！白发老者冷哼一声，不过眼中却闪过一抹凝重。这小子身法好生诡异，速度奇快，就连他这个破海境强者踏空而行，一时间都难以追上。最关键的是，这小子的灵气异常充沛，哪怕跑了半个时辰，都不见他灵气溃散。此刻，宁晨做的只能尽量拖延时间，等待秦子月和无言回清风城求援赶到。若是宁丹境修士，他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但对方可是破海境修士，两者相差太大了。丹田元河里的灵气越发稀薄了。宁晨一边运转神鬼影踪部，一边查看丹田中元河里的灵气，神情也越发凝重。哪怕121条灵脉全力运转，丹田元河的灵气也有些不够用了。毕竟被破海境修士追杀，他可不敢有丝毫懈怠。轰！
与此同时，天穹上一道掌风轰然落下，宁晨灵气运转，猛地一踏，一个闪身极限躲过，那恐怖掌风轰在一旁地面之上，顿时轰出一个足足数十丈的巨大掌印。这就是破海境强者的强大吗？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凝重，这若是被打中了，不得这一块那一块。接着他一边逃窜一边冲其大笑道：老匹夫，你这武学精准度不行啊！你白发老者气急，这魔门小子简直是嚣张的不得了。小子，你找死！夜色下，那白发老者的暴怒声不断响起。接着宁晨一边运转神鬼影踪步一边逃窜，而那白发老者全程紧追不舍，并且不断运转武学攻向宁晨，可全都被那小子给躲了过去。最关键的，这小子还格外的贱，每躲过一次就得嘲讽他一句就这破海境就这实力啊，也不行啊之类的话，顿时就让白发老者气急不已。魔门修士果然粗鄙。靠！秦子月和无言还没喊到求援吗？看着体内越发干枯的丹田，宁晨不由暗骂一声，这两人怎么还没个动静？轰！就在这时，一道庞然气势忽地出现在宁晨身后。哼，小子，你的灵气总算是枯竭了，死吧！伴随白发老者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那一股势如破竹的掌风瞬间朝着宁晨的后背猛地拍去，破海境气势的爆发而出。不好！宁晨脸色变得凝重，手中浮现一抹寒芒，藏诀浮现而出，瞬间挡在其后背之上。当！下一刻，一声轰鸣，白发老者这一掌已是重重落在藏诀之上，发出一道沉闷之声。噗！宁晨倒飞而出，重重砸在一棵巨树之上，一口鲜血倒飞而出，藏诀飞来，插在他身旁的泥土之中。若不是藏诀挡住了这一掌，恐怕这白发老者这一掌就足以将他给震杀了。这是灵气！白发老者从高空落下，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那插在泥土上的玄黑之铲，承受他破海境修士的一击，这铲子居然一点碎裂的痕迹都没有。哼，小子，接下来老夫看你还怎么嘴硬！白发老者冷哼一声，恐怖的破海境气势不断落在宁晨身上。霎时间，宁晨皮肤上被威压震得被割破，整个人宛若化作一个血人一般，看着有些凄惨无比。白发老者本以为眼前魔门弟子会求饶，可没想到他却是轻笑道：哼，堂堂破海境修士追杀一个宁丹境修士，用了足足1个多时辰，传出去多丢脸！你死！白发老者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抬起手来，破海境气势凝聚在手心，一掌朝着宁晨重重轰去。庞大的气势不断落在宁晨身上，几乎让他整个人昏厥。而在意识迷离的最后一刻，他仿佛听到了一道冰冷的女子声音响起，接着眼前似是出现一道红裙倩影。放肆！轰！伴随女子清冷的声音落下，整个空间仿佛都为之停滞。白发老者那轰然落下的一掌瞬间凝固，他眼中不由流露出一抹惊恐之色，抬眸朝着天穹看去。只见月色下，一道红裙倩影踏碎虚空而来，那无意间散发的恐怖气息顿时是让白发老者惊惧不已。强者，惹不起的强者！前辈，老夫非与宗白道人，还请前辈高抬贵手，饶老夫一命。白道人连忙冲其行礼。可下一刻，话还没说完，一道威压落下，砰！白道人整个人瞬间被压成一道肉泥，接着化作一片虚无。这家伙！红裙倩影抬眸看了一旁那满是鲜血已是昏厥过去的宁晨一眼，柳眉微蹙，可还未有所动作，忽地远处好像有几道破空之声响起。旋即他玉手一挥，一道丹药遁入宁晨嘴中。下一刻，他一步踏入虚空，转身消失不见。不远处，秦子月那有些焦急的声音响起：刘长老，快点！宁晨师弟就在前面。几道身影出现在森林之中，正是秦子月和无言以及被他们求援喊来的刘长老。宁晨师弟在那。很快，几人便是看到躺在地上成了血人的宁晨。呼，还好，宁晨师弟还活着。看到还有呼吸的宁晨，几人立马是松了口气。刘长老，快带宁晨师兄回去疗伤吧。昏迷间，宁晨做了个梦，梦中他仿佛身处一片混沌空间之中，空间之中还有无数强大庞然的生物不断浮现，每一道气息都无比强大可忽然。一道漆黑之雾一盖而下，混沌之中所有强大气息顿时荡然无存。那是藏神关，天魔教，藏生风。宁晨猛地从床榻上惊醒，冷汗直流。刚刚那是藏神关的画面，他皱着眉，眼中满是凝重之色。虽然知晓藏神关不简单，但没想到其这么不同寻常。刚刚在混沌空间所看到之物，皆是各种强大，
可却依旧是被藏神官一关镇压。宁兄，你醒了。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惊喜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只见周元一脸惊喜地看着宁晨，连忙是快步走了进来，一把将宁晨抱在怀里。靠！宁兄啊，本圣子还以为你要死了呢。你要是死了，这魔门谁还能和我做童子兄弟啊？禽兽还有胡为，一个比一个过分，早早就结束了童子身份，能与我做童子兄弟的只有你了啊！周兄，你别哭，不对，你别把鼻涕擦我身上啊！片刻后，周元终于是松开宁晨，也是长舒了一口气，拍着宁晨的肩膀惊叹道：宁兄，你现在在天魔教老有名了，居然斩杀了一个宁丹境5星的正道奸细，你可以啊！清风城一事已是传开，宁晨身为藏生弟子，一人藏一城，已是让不少天魔教弟子惊叹。更重要的是，他还斩杀了一个正道奸细，魔门之内最为痛恶的就是这种正道奸细了。表面温和，实则背地里捅刀子，不如魔门兄弟从不做表面功夫，看你不爽，当场就捅了，运气而已。宁晨轻笑。这时，咦，宁晨师弟，你醒了。伴随一道女子轻柔的声音响起，只见一袭紫裙的秦子月和无言从院内走来。当看到宁晨醒来后，两人都是松了口气。秦师姐，吴师兄。宁晨看向两人，多谢两位师兄师姐相救。他只记得被那破海境的白发老者逼得灵气枯竭，最后被他一掌打中，至于后面事，他就有些不记得了。既然自己没死，应该就是坚持到了秦子月和无言求援赶到。听到宁晨的话，秦子月却是摇了摇头，是我们该向宁晨师弟道谢才对，若不是宁晨师弟你及时出现击杀叶无尘，我们早就死在了叶无尘的手上了。更何况若不是宁晨师弟你在破海境修士追杀的情况下足足坚持了1个时辰，坚持到那白道人离开，我们很有可能也就不下宁晨师弟。说到这，秦子月看向宁晨的美眸异彩连连。宁晨师弟能在破海境修士的追杀下硬生生的拖了1个时辰，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就连清风城的刘长老赶来时都说这是个奇迹。白道人离开了。听到秦子月的话，宁晨愣了一下，那老匹夫追杀了这么久，眼看就要得手了，怎么可能会就此罢手？更何况叶无尘的身上他不可能找得到。对啊，反正我们和刘长老赶过来时你就已经重伤昏过去了，而那白道人也早就不见了踪影。秦子月点了点头，刘长老说可能是那白道人察觉到了他们的气息，提前撤离了。总之，宁晨师弟你没事就行。不过说到这，秦子月凑了上来，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宁晨，惊叹道：不过宁晨师弟你自愈能力好强，刘长老只是给你喂了1颗疗伤丹，你的伤势就已痊愈，简直不可思议。听到这话，宁晨也是下意识看了自己的身体一眼，也是感到有些奇怪。他明明记得自己可是结结实实的挨了白道人一掌，哪怕有藏诀挡了这一击，自己也不可能吃1颗普通的疗伤药后就变得跟个没事人一样。忽的，宁晨似是想到了什么，在意识弥留之际，他隐约记起自己好像听到了一道冰冷女子的声音，已经出现一道红裙倩影。红裙？难道是那个女魔头？宁晨心中一惊，他猜的应该没错了，恐怕那白道人压根不是逃了，而是被那女魔头给杀了。至于自己伤势痊愈，恐怕也和他有关系。不过那女魔头是怎么知道自己被追杀的？他可没自恋到会觉得那女魔头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他，应该是那女魔头在自己身上有所留手，至于是什么，他现在还猜不到。又欠了他一个人情。不对，什么叫欠人情？这分明是自己的辛苦费。哦，宁晨小子，你醒了。这时，一道有些意外的老者声音响起，只见一个青袍白发的老者从院内走了进来，参见古玄峰主。当老者出现，周元和秦子月几人立马是冲其行了一礼。见过古玄峰主，宁晨也是行了一礼，接着目光有些疑惑的落在古玄峰主脸上的淤青之上。峰主，你这是？可跌倒摔伤，不碍事，不碍事。古玄摆了摆手，轻咳一声，接着看了一眼身旁周元几人，挥了挥手。好了，你们几个小家伙探望就到此结束。既然宁晨小子无事，你们也该干嘛干嘛去吧。是，那古玄峰主，我们就先告退了。宁晨师弟，你就先好好疗伤，我们就不打扰了。秦子月微微颔首，接着便是与无言两人离开了小院。宁兄好好疗伤。而周元也是松了口气，既然宁晨没事，那这魔门中就还有人和他做童子兄弟，嘿嘿，那他就放心了。等几人离开，房间内就只剩下宁晨与古玄两人。宁晨小子，早就听孙长老提起过你，咱们藏生峰的萧关。古玄笑眯眯地看着宁晨。古玄峰主过誉了。
宁晨摆了摆手，接着两人又是说了一些话。从对话中，宁晨可以看出，这个从未谋面的古玄峰主好像很看好自己。这时，古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看着宁晨：“今日来，老夫主要是要通知你一件事。峰主请讲。3天后，掌教要见你。”古玄轻笑着说道：“什么？掌教要见我？”当听到古玄的话，宁晨不由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似是没有想到，因为这点事情，堂堂大地强者的天魔教掌教要见自己一个小小的藏生弟子。难道是因为叶无尘这个正道奸细吗？毕竟偌大一个宗门混进了一个正道奸细，而天魔教其余人居然没有发现，想必天魔教掌教应该也会问责。我知道了。宁晨微微颔首。接下来古玄与宁晨交代了一些事情后便是离开。等确定自己小院已无人后，宁晨方才是警惕地将小院的门关了起来，接着取出藏神冠，伴随红芒闪烁，8掌大小的藏神冠便变换成1丈之大。伴随冠盖打开，其中一具尸身便是浮现而出，正是叶无尘。那日当看到白道人出现的一刹那，宁晨便已是做好打算，先将叶无尘斩杀，然后抱着他的尸身遁入森林，期间用藏神冠将其尸身葬送。如此一来，叶无尘身上的那一块特殊灵石也算是落到他手上了。若是宁晨没猜错的话，叶无尘当时对秦子月两人说的他的任务完成了，应该不是对两人说的，而是白道人。他的任务应该就是得到那一枚特殊灵石了。呼，究竟是什么灵石能让正道势力这般不惜代价？宁晨长舒一口气，接着开始在叶无尘尸身上找寻，但摸索半天，包括这家伙的储物戒他都看了，却是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那特殊灵石的踪迹。难道我猜错了？宁晨眉头一挑，倏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把将叶无尘的尸身推入藏神棺内，开始将其葬送，伴随藏神棺内化作一片混沌，叶无尘的尸身顿时化作一道入藏气血，涌入藏神棺的混沌空间之内。紧接着，反哺的浓郁灵气涌入宁晨丹田。下一刻，一颗蕴含浓郁灵气，仅仅只有指甲盖般大小的璀璨灵石浮现而出，悬浮在藏神棺内，果然藏在了这家伙的身体里。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接着将藏神棺收起，握住那一枚闪耀光泽的特殊灵石，疑惑打量：这是补天石。就在这时，一道女子冰冷的声音忽地在身后响起。宁晨下意识转身，便是瞧见那一袭红裙绝美无比的女魔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的小院之中。怎么跟个鬼一样？宁晨嘟囔一声，还好自己提前把藏神棺给收起来了，不然差点就被这神出鬼没的女魔头给发现了。你说是什么？当听到宁晨的嘟囔声，洛尚武那毫无感情的冰冷眸子一下子落在了他的身上。可没什么，前辈今日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是有什么事吗？宁晨轻咳一声，疑惑看去。我必须有事才能来。洛尚武红唇轻启，冷声道。宁晨连忙摇头，这个女魔头太难伺候了，性格捉摸不透，与其相处还是少说话为好。洛尚武没有理会宁晨，目光落在其手上那一枚特殊灵石之上。补天石据说乃域外之石所化，极为不凡，若相克在灵气之中，可提升自身修炼速度，加快灵气的吸收。加快自身修炼速度，加快灵气吸收。听到这话，宁晨双眸发亮。对于现在急于变强的他来说，这补天石可谓是修炼利器啊。不过这时洛尚武的声音又是响起，他的目光落在宁晨身上。这补天石也是要分人的，若天资寻常之辈自然没什么效果，可若是天赋妖孽，补天石的效果更好。前辈觉得我天赋如何？宁晨虚心求教。将将就就，马马虎虎。洛尚武绝美俏脸上面无表情，冷声道：宁晨，天魔教现在都在找这枚遗失的补天石，没想到在你这里。这时洛尚武冰冷的声音响起，他摊开那纤细白嫩的玉掌，淡淡看着宁晨：补天石给我。听到这话，宁晨虽有不舍，但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了出去。以目前他的实力还保不住这补天石，女魔头要他也只能给。转过去，但很快他又听到女魔头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一愣，虽有不解，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转过身去。当宁晨转身，洛尚武俏脸上依旧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简直就是个冰山美人。只见他缓缓提起裙摆一角，露出那任何看了都忍不住想握住把玩一番的白嫩玉足，而只见脚踝有着一串红色的脚链。他弯下腰将脚链摘下，接着运转灵气，将手中那一枚补天石放入脚链之中。啪嗒！还不等宁晨疑惑，便是瞧见一串红色的链子落在院内的桌上，那一枚补天石正相克其中。宁晨一愣。与此同时，
那女魔头那好看的眸子也是落在了他的身上，那眼神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旋即，宁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那一串红色的链子戴在了手上，抱拳道谢，一气呵成。前辈大恩大德，晚辈没齿难忘，今生难报前辈大恩，只愿来世做牛做马来报答前辈。洛尚武，他那绝美的脸庞似是抽搐了一下。今生难报，来生再报，意思是难报就不报了呗。还有，看着他将红色链子戴在手上，洛尚武柳眉微挑，美眸中难得浮现一抹玩味之色，本想说些什么，但最终选择沉默。好好修炼无上魔诀。说完，他似是准备离去，可就在这时，身后宁晨的声音忽地响起：“前辈，等等。”洛尚武转过身来，宁晨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清风城外，我被白道人追杀时，是前辈救的我吗？我可没这闲工夫。”洛尚武面无表情，声音淡漠，听不出任何感情。还是说，你觉得你对我很重要？宁晨没有在意，只是冲其行了一礼。无论如何，都多谢前辈出手相救。女魔头似是冷哼了一声，不再停留，转身离去。还有，前辈，过几天我要去面见掌教了，我想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做？这时，宁晨的声音响起，又是将洛长武给强行拉住。洛尚武转身，冰冷的目光落在宁晨身上。你好像很害怕掌教，咱们掌教可是大地强者，别说放眼这天魔教了，就算是整个天灵界，恐怕都没人不惧吧。宁晨微微摇头。一旁，洛尚武双手环住傲然胸怀，面无表情，但那红唇却是掀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怕他做什么？掌教又不会吃了你。吃了我？宁晨眉头一挑，摇了摇头。吃我倒是不怕，我怕的是发生比吃了还要可怕的事情。这可是魔门，万一掌教有什么特殊的癖好，那我岂不是更惨？什么特殊癖好？洛尚武柳眉微蹙。宁晨一本正经：龙阳之癖。轰！下一刻，宁晨倒飞而出，砸在小院的墙上。女魔头扭头就走。宁晨捂着肚子从地上爬起，满头问号。他又说什么了？又惹这女魔头不开心了？男孩子有点自我保护意识怎么了？还有，这时，那远去的红裙倩影身形一顿，红唇轻启，冰冷的声音响起：天魔教魔藏之地试炼即将开启，每一封都有一个试炼名额，自己争取。魔藏之地。当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愣了一下，有些好奇，前辈能否跟我讲讲这魔藏之地？不能。宁晨话还没说完，就被洛尚武无情打断。他那冰冷声音落下，下一刻便是消失在宁晨眼前。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宁晨嘟囔一声，接着看了一眼戴在手上的补天石链，接着小心翼翼将其藏在袖口内。起码从女魔头这里又坑了一点辛苦费回来，还不算亏。旋即，宁晨方才是盘腿而坐，催动无上魔诀，运转全身灵脉。与此同时，他能明显感受到手腕上传来炙热之感。与此同时，更多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丹田之中。这是补天石链开始发挥功效了，果然是好东西。感受着体内越发浓郁的灵气，宁晨双眸亮起，全身心进入修炼之中。3天后，藏生峰山脚下小院。呼，宁丹境4星了。这几天当身体恢复，他便扛着藏诀继续当起藏生峰的销冠，而埋完人回来便继续修炼。如今有藏神冠和补天石链2大修炼利器在手，他的修炼速度可谓是极快，短短几天便是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算算时日，今天好像就要去见掌教了。宁晨长舒一口气，缓缓起身。说起这事，他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的，毕竟是魔门掌教，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最为关键的其实还是实力差距太大了，大地强者可以说是天灵界金字塔间最为顶尖的存在了。推开小院门，宁晨下了山，便是朝着天魔峰而去，而掌教所在的主殿就在天魔峰。很快，当宁晨来到天魔峰时，便是察觉到此地灵气远要比藏生峰浓郁，恐怕在这修炼1天，能比在藏生峰修炼2天的效果还要好。不愧是天魔教最强峰啊！宁晨感叹一声。不过马上便要举行内门弟子考核了，据说所有外门弟子皆可参与考核，而表现优异的外门弟子便可获得重新选取所属峰的机会。而藏生峰没有内门外门之分，所以都算作外门，因此藏生峰弟子皆有参与内门弟子考核的机会。所以不少藏生弟子近日都在为内门弟子考核而做准备，只要表现优异就能脱离苦海。而周元最近也在为这个做准备，说是必入天魔峰。对于这内门弟子考核，宁晨自然也是打算参与的，不过他却不是为了获得重新选择所属峰的机会，而是为了表现优异的奖励，如修炼资源之类的。毕竟有藏神冠在手，
任何一封对他的增益都远不如葬生封。很快，宁晨便是朝着天魔峰山上走去，而他的出现也是引起了天魔峰不少弟子的目光看来，特别是他腰间那一枚葬生峰的弟子令牌格外瞩目。葬生峰的弟子，葬生弟子怎么来我天魔峰了？有天魔峰弟子皱着眉，冷眼看去。我知道他，据说是葬生峰的萧关宁晨。前几日清风城，就是他发现叶无尘是正道奸细，并将其击杀。要知道，叶无尘可是宁丹境5星啊，放眼整个天魔峰内门弟子中，也算得上是中等偏上了。这算什么？据说他杀了叶无尘后，还被一个破海境巅峰的正道修士追杀了足足1个时辰，硬生生拖到了刘长老的胆来呢。什么？被一个破海境巅峰的正道修士追杀，足足拖了1个时辰？此话一出，周围天魔峰弟子原本看向宁晨眼中的不屑顿时荡然无存。若只是击杀一个宁丹境修士，大部分天魔峰内门弟子都能做到，可若是在一个破海境巅峰修士的追杀下活1个时辰，别说是他们了，就算是一些真传弟子都做不到。这个葬生弟子不一般啊！此刻不少天魔峰弟子看向宁晨的眼神皆是有所变化。天魔峰最高之处一片云海，这里应该是整个天魔教最高处了，站在此处足以一览整个魔门。咦，那是……忽的，宁晨目光看到一个云海庭院，那是掌教的庭院，外人可不得靠近。你小子别过去，莫要惹掌教生气，不然就连老夫都保不了你。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轻笑声从一旁传来，宁晨转身便是瞧见一袭青袍的古玄走来。古玄峰主。宁晨行了一礼，接着看向那云海庭院，有些疑惑，那是掌教的庭院？古玄微微颔首，没错，掌教时常坐在那庭院喝茶养生，或者闭关修炼。原来如此。宁晨点了点头，既然是掌教的庭院，那还是离远一点好，免得弄坏了花花草草，大地强者可惹不起。就在他准备和古玄进入天魔主殿时，可忽然目光却是被掌教庭院中的一物给吸引住了，那是一个茶壶。当看到那摆放在庭院木桌上的一个茶壶时，宁晨不由愣了一下，皱着眉头，总觉得这玩意有点眼熟。那是掌教的茶壶。古玄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捋着白须，笑呵呵地解释道：掌教很喜喝茶，就连他所喝的茶都是不凡之物，只可惜老夫却没有这等口福啊。说到这，古玄长老语气有些羡慕，连峰主你都喝不到掌教所赐的茶吗？宁晨有些意外，好歹古玄也是7大峰之一的峰主，居然一杯茶都得不到赏赐，看来这魔门掌教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淡漠，不讲情面啊。掌教可是大地强者，他所喝的茶也绝非凡物，就老夫这种修为，若是喝了反而会因为太补而起到反面效果。古玄微微摇头，语气有些无奈，除非掌教愿意帮你炼化茶水中的能量，达到中和效果，不然谁敢喝？最为重要的是，掌教也不可能帮他们炼化茶水中的能量，掌教是什么存在，岂会亲自帮他们炼化茶水？他们哪有这个脸？原来如此。宁晨微微颔首，这么说起来，女魔头好像也挺喜欢喝茶的，并且经过与那女魔头的相处，宁晨也越发肯定她的实力绝对是要比古玄强不少的，最起码仅凭踏碎虚空这一点就能看出。那这么说来，女魔头在天魔教地位应该不低，最起码比峰主级别要高。7大峰主只是管理7大峰的，真论实力，天魔教还有诸多长老在他们之上，这些长老只是不愿操心琐事，只想安心修炼，恐怕女魔头就属于这些长老行列。好了，您小子跟老夫进来吧。说完，古玄便是率先朝着天魔教主殿而去。见状，宁晨也收回落在那茶壶上的目光，跟着他朝着主殿走去。伴随古玄推开大殿门，宁晨便是看到了整个主殿的全貌，不愧是天灵界魔门魁首，整个大殿富丽堂皇，无比恢宏。而与此同时，当两人进入大殿，大殿内6道身影皆是看了过来。古玄老匹夫，这就是你葬生峰的萧关？天魔峰主冷眼看了过来，冷笑说道：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虽然他的话语带有恶意，但宁晨却能明显察觉到，这股恶意完全是冲着古玄去的。两位峰主看起来好像不和。哼，总比你爱出点奸细的天魔峰弟子好。古玄冷哼一声，直接对道：你个老匹夫，看来又想和老夫练了。来就来，谁怕谁？宁晨默默后退，以防自己被误伤。哼，等下掌教就要来了，老夫不和你吵。古玄冷哼一声，接着方才是看向宁晨，为其依次介绍：宁晨小子，这位是魔剑峰峰主。一番介绍后，宁晨方才是冲几位峰主行礼。葬生峰弟子宁晨，见过几位峰主。不错，
年纪轻轻便已达到宁丹境4星，放在我剑魔峰内门弟子中也算是中等偏上了。不过放在藏生峰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弟子了。背着漆黑大剑的剑魔峰主微微颔首，其余几大峰主也是赞同点头，不过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毕竟一个宁丹境弟子还引不起他们的重视，恐怕掌教要见他，恐怕也是因为正道奸细一事。天魔峰作为天魔教最强一峰，混进了正道奸细一事，的确值得重视，甚至以掌教的铁血手段，恐怕会因此清洗整个天魔教。然而古玄却是心中冷笑一声，你们若是知晓宁晨小子前段时日，不过他却没有说以防这些老匹夫抢他的人，他倒要看看等宁晨小子成长起来，这些老匹夫的脸会有多疼。样貌倒是俊美，怕是深得我明月峰姑娘的喜欢。宁晨，你有道侣吗？这时那穿着旗袍充满韵味的美妇人笑着看向宁晨，回明月峰主，没有。宁晨犹豫了一下，微微摇头，哥哥，那你觉得我明月峰的女弟子如何？听说你这次救了紫月，不如就把紫月给你当做道侣如何？明月峰主笑着道。这……宁晨皱了皱眉，刚欲拒绝，轰！就在这时，大殿内一股无形恐怖的地威突然浮现，那恐怖气息顿时让在场的7大峰主脸色大变，就连大气都难以喘上一口，接着纷纷转身连忙行礼，参见掌教。与此同时，7大峰主心中皆是有些忐忑，这股气息好恐怖，怎么回事？掌教今天心情不太好吗？掌教来了。宁晨神色一变，也是连忙朝着大殿内高坐行礼而去。藏生峰弟子宁晨见过掌教。过了许久，他方才是抬头看去，想要看看这天魔教的掌教究竟是什么样的。然而当宁晨目光看去，却是发现大殿之上隐约间能看到一道模糊的人影，宛若不可视一般。怎么回事？难道是实力差距太大？宁晨一愣，皱了皱眉，只能以实力差距来作为解释了。毕竟掌教可是大地强者，不可视倒也正常，这难道是大地强者的逼格？而此刻大殿之上，若落场舞散去身上那恐怖地威，宁晨便是能瞧见那一袭熟悉的红裙倩影，只不过他现在并不想见宁晨。宁晨小子，老夫替掌教问话。这时古玄长老目光看向宁晨，宁晨微微颔首，掌教问你是如何发现那叶无尘是正道奸细的？古玄长老声音响起，是这样的。旋即宁晨便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推测，不过却是将藏神棺隐藏，然后修改了一些细节，让其变得更加合理。哦，原来是这样吗？的确，老夫安排这个任务时，的确让几个人的任务都与那特殊灵石有关。剑魔峰主有些意外地看了宁晨一眼。掌教您看。古玄看向大殿上那一道身影，大殿上那道身影似是点了点头，似是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接下来古玄也是问了好几个问题，宁晨都是从容回答。好了，掌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时古玄目光再次看来，掌教请问，既然是你击杀了那叶无尘，那枚特殊灵石的下落你可知道？伴随古玄话音落下，宁晨顿时有些紧张起来，果然还是要问这个。回掌教，我杀了叶无尘后便被那白道人追杀，所以关于那一枚特殊灵石的下落我并不清楚。沉默片刻，宁晨冲着大殿上身影行了一礼，满嘴胡言。大殿上一袭红裙的洛尚武心中冷哼一声，眯了眯眸子。是吗？可我们派人去清风城搜寻时，不仅是连那特殊灵石都未找到，就连叶无尘是尸身都不见了。天魔峰主冷笑一声，那弟子就并不清楚了。宁晨微微低头，面不改色。哼，那枚特殊灵石是否在你身上，老夫窥探便知。天魔峰主冷哼一声，伴随话音落下，他的气息瞬间落在宁晨身上。轰！强大气息顿时让宁晨脸色一白。宁小子，不必害怕，只需证明那特殊灵石没有私藏就行。一旁古玄宽慰道。宁晨微微颔首，看似面无表情，实则已经有些慌了。最为主要的是，身上不仅有女魔头给他的香客，有补天灵石的手链，更有藏神棺在，任何一个被感知出来都会引出大麻烦。而他又不敢放在小院内，毕竟那女魔头跟个鬼一样，神出鬼没，万一被他发现藏神棺的存在，更是个麻烦事。然而伴随天魔峰主的感知落在自身上，过了一会儿，方才是收回目光，接着冲着大殿上那身影行了一礼，微微摇头。回掌教，老夫并未从他身上感知到特殊灵石的气息。呼！听到这话，宁晨方才是放下悬着的心，同时也有些意外，没想到天魔峰主万象境巅峰的修为竟什么都感知不到。藏神棺或许是其位格太高，
以天魔峰主修为，还没有资格感知。至于那补天石，恐怕也是因为镶刻进了女魔头给的那一串链子中。看来这串手链也很不简单啊！此刻宁晨有些感谢那女魔头了，若不是她将补天石镶刻进手链，很有可能补天石就会被天魔峰主给感知出来了。大殿上的人影微微颔首：“宁小子，你可以先离去了。”看到这一幕，古玄顿时明白掌教的意思，当即是冲着宁晨说道：“到大殿外等老夫。”是。那掌教，诸位峰主，弟子就先行告退了。宁晨行了一礼，便是离去。等宁晨离开，大殿上那一袭红裙的倩影方才是红唇轻启，清冷如冰块碰撞般富有质感的声音响起：“自今日起，各大峰好好排查正道奸细，不容有失。”是，掌教。七大峰主皆是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古玄冲着大殿上那道红裙倩影行了一礼：“掌教，你觉得我这藏生峰弟子宁晨如何？他的一些底细，之前老夫也已告知过掌教了。”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大殿上传来洛尚武那不带情感的声音。这……古玄皱了皱眉。前段时间汇报的时候，掌教都说宁晨小子天赋不错，怎么现在就变成了将将就就，马马虎虎了？难道是刚刚他与宁小子议论掌教被掌教听到了？掌教生他气了？但这不至于啊！古玄，掌教可是堂堂大帝强者，岂会看得上一个宁丹境的弟子？天魔峰主冷笑一声。古玄没理会这个老匹夫，再度冲着请示道：“掌教，宁小子此次斩杀正道奸细，也算功劳一件，不知宗门可否对他给予奖赏？”可……洛尚武微微颔首：“此事交给你去办。”是。等古玄离开大殿，便是瞧见宁晨正在大殿外等候，他笑呵呵地走过去：“宁小子，老夫已和掌教禀报，对于你击杀正道奸细立功一事，我天魔教应给予你奖赏。说吧，你想要什么？”峰主说笑了，我乃天魔教弟子，为魔门处理奸细本是我的职责。宁晨摆了摆手，就在古玄无比欣慰时，只听到宁晨话音忽地一转：“什么都能提吗？”古玄，他轻咳一声，接着说道：“可老夫力所能及，能帮你争取的。”闻言，宁晨陷入沉思，如果是要修炼资源或者功法武学的话，对自己虽然会有提升，但并不长久。有了！忽的，宁晨似是想到了什么，看向古玄峰主：“我想得到更多的埋人权限。”更多的埋人权限？古玄一愣，这算什么奖励？没错，宁晨颔首。修炼资源或者功法武学对自己的提升只是一瞬间的，并不长久。可若是更多的埋人权限，那自己埋的就不只是一些寻常弟子了，就算是长老级别的，自己也能埋。对于埋人就变强的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修炼资源了。你这小子好生古怪，别的弟子对于这些尸身币都来不及，生怕被死气侵蚀，你这小子却抢着要埋。古玄满是古怪的看了宁晨一眼，毕竟埋得多，宗门贡献点也能获取多一些嘛，到时候什么修炼资源换不到？宁晨笑着道：“行，那就按你的诉求来吧，之后怎么安排，我会让孙长老告知你的。”古玄微微点头，不过具体怎么给宁晨更多的埋人权限，还要去商议一下。毕竟这小子恐怕是天魔教藏生峰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的藏生弟子。对了，就在宁晨打算跟着古玄长老下山时，忽地想到了女魔头前几日与他说的魔藏之地。峰主，咱们天魔教的魔藏之地是不是即将开启了？哦，古玄眉头一挑，你小子也听到关于魔藏之地即将开启的消息了吗？略有耳闻。宁晨虚心求问，不知峰主这魔藏之地试炼是什么？你且听老夫慢慢道来。古玄捋了捋白须，笑呵呵地解释道：魔藏之地乃我天魔教一处魔地，历代天魔教强者教主在大限将至时，都会选择葬在那魔藏之地，以便后世弟子进入试炼。如能获得这些历代强者教主认可，便可获得他们的传承。当听到这话，宁晨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还有这种好地方？对于拥有藏神冠的他而言，这魔藏之地不是好地方是什么？好地方？听到宁晨的话，古玄愣了一下，接着微微颔首。若能得到魔藏之地所藏的强者认可，获得他们的机缘的话，的确是个好地方。说着，他拍了拍宁晨的肩膀，笑眯眯的道：宁晨小子，好好准备吧。等内门弟子考核结束，我藏生峰便会开启魔族之地试炼选拔，7大峰每一峰只有1个名额，老夫很看好你哦。走吧，咱们下山吧。回到藏生峰的山脚小院，宁晨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度过这个问话难关了。毕竟无论是7大峰主亦或是天魔教掌教，实力都比他强太多了，一旦露出什么马脚，很有可能暴露藏神冠和那补天石链的存在。呼，还是有实力在身，方才能让自己心安啊。宁晨摇了摇头，继续修炼。一连几天时间过去，
期间秦子月来找过几次，似是想约他出去，但都被宁晨给拒绝了。这个秦师姐好像对自己有点意思，但很抱歉，女人只会影响她修炼的速度。至于女魔头，那完全是个意外。毕竟自己每次都是被迫，她没有反抗的余地，那就有享受，不对，也算不上享受，每次她都是被动。葬生峰，宁晨完成今日送葬，正打算和周元下山。宁兄，还有7日便是内门弟子考核了，嘿嘿，前几天我终于宁丹成功了，应该能在内门弟子考核中取得一个好成绩了，到时候我就离开这葬生峰，进入天魔峰去。周元嘿嘿笑着，眼中充满向往。接着他随口一问：宁兄，你什么境界了？宁丹境4星。宁晨笑道：妖孽。周元嘴角一顿抽搐，他多嘴问这句话做什么？这不找孽吗？对了，宁兄，我近日看明月峰的秦师姐常去你那小院，你该不会……说到这，周元有些警惕。放心，我对秦师姐没兴趣。宁晨微微摇头。那就好。周元松了口气，童子好兄弟。宁晨小子。就在这时，孙长老快步从葬生峰的大殿走来，远远的便是朝着宁晨喊来。孙长老，怎么了？宁晨和周元转身。孙长老开门见山的道：葬生峰送来一具毒冲峰外门长老的尸身，刚刚炼化修炼本源，死气极为浓郁，好几个葬生峰长老无法将其送葬。毒冲峰外门长老的尸身，这最起码也得是破海境强者了，难怪死气会浓郁到连长老们都无法葬送。还好这等尸身就轮不到我们葬生弟子了，不然一埋一个死。修炼广场上不少葬生弟子听到孙长老这话，皆是脸色微变，接着松了口气。然而下一刻，他们便听到孙长老笑眯眯地看向宁晨。不知宁晨小子，你有兴趣吗？孙长老，带路吧。宁晨双眸发亮，将藏诀扛在肩上，没有丝毫犹豫。好，跟老夫来吧。宁晨和周元说了一声让他先回去后，便是跟上了孙长老的步伐。经过这几日修炼和埋人，修为已是停滞在宁丹境4星，不知葬了这个客户能否有所突破。宁晨师兄未免也太生猛了吧，那可是破海境修士的尸身，死气浓郁到连寻常葬生峰长老都不敢埋，他去敢，真不愧是咱们葬生峰的销冠啊！宁晨师兄好厉害。一时间众弟子感叹不已。很快宁晨便是跟着孙长老来到葬生峰后山一处，大老远便是能感受到此地浓郁的死气。当两人靠近，便是瞧见2位葬生峰长老正愁眉苦脸地看着前方一具盖着白布的尸身，眼中还流露出些许的忌惮。老张，老李，让宁晨小子来埋吧。孙长老走过去，冲着2人说道。听到孙长老这话，2个葬生峰长老皆是眉头皱起，狐疑地看了一旁的宁晨一眼。老孙，你没开玩笑吧？这具尸身连我们都葬不了，你让一个葬生弟子葬？放心吧，这小家伙是咱们葬生峰的销冠，就连峰主都极为看好他。孙长老笑着摇头，接着看向一旁的宁晨。宁晨，你去吧。宁晨微微颔首，扛着藏诀便是朝着地上那一具盖着白布的尸身走去。小心！越发靠近，死气越是浓郁，不可大意。当看到宁晨这般贸然走去，2位长老皆是连忙提醒，这简直是胡闹。老孙，你看看他，明知前方死气这般浓郁，他却敢这般贸然过去，你让他葬，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然而孙长老只是笑而不语，2位长老只能是皱着眉继续看去。但很快2位长老却是错愕发现，那连他们都忌惮不已的死气，在那扛着铲子的悬疑青年面前好像并不存在一般。这是什么情况？他为何能不惧死气？2位长老不可置信地看着宁晨。峰主说了，论送葬，放眼整个葬生峰，亘古至今没有一人比宁晨小子强。看着2人那惊骇的表情，孙长老笑眯眯的道。这一刻2位葬生峰长老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而前方宁晨已是默默取出藏诀，挖出了一个适配玄木棺大小的藏洞，接着将那白布取下，白布掩盖下的尸身死状可谓是惨不忍睹。他面不改色，接着将那尸身放入棺木，接着推入藏坑，开始用藏诀覆盖泥土掩埋。做完一切，伴随3根往生烛点燃，顷刻之间，周围原本还浓郁无比的死气顿时荡然无存。毒冲峰徐长老前几日被正道势力修士联手围杀，好惨！宁晨运转的往生之眸消散，他已是看了一下其生前念想，只可惜没能白嫖到什么好东西。而伴随送葬气血进入葬神棺，反哺的灵气进入丹田，他明显能感受到自身气息达到顶峰。恐怕今晚再用补天石炼修炼，就能突破到宁丹境5星。宁晨已是做好今晚彻夜修炼的打算。旋即，他朝着孙长老走去。孙长老，人埋完了，
贡献值记得打我卡上。没问题。孙长老笑着点点头。那我就先回去了。宁晨扛起藏诀，转身离去。可刚走几步，却是忽地停下脚步，转身朝着那2位长老看去，笑眯眯地提醒道：“2位长老，嘴巴可以合起来了，小心脱臼。”说完，转身离去。与此同时，那2位长老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有些尴尬地将震惊的嘴给合拢。夜晚，宁晨盘腿而坐，手上那戴着的红色手链尤为显目。此刻其中相克的补天石正散发耀眼光芒，源源不断的灵气涌入他的丹田。片刻后，呼，宁晨长舒一口气，停下无上魔诀的运转，眼前已是浮现自身可见的面板。姓名：宁晨，境界：凝丹境5星，功法无上魔诀，可突破。武学：血魔刃、神鬼影宗部，藏法神通，往生之谋。目前开启层数2、9层，入藏气血60100。无上魔诀可突破。当看到这个提示时，宁晨愣了一下。他隐约记得女魔头说过，自己修炼的无上魔诀并非完整的。这段时间他也有所感受，毕竟这无上魔诀除了帮自己开辟了120多条灵脉以外，除了平时修炼运转，好像就无太大作用了，有些平平无奇了。可若真是平平无奇，就不可能凝聚100多条灵脉，那就只有一点，就如女魔头所说，无上魔诀并非完整的，那怎么突破呢？宁晨皱了皱眉，有些犯难。旋即，他开始尝试运转无上魔诀，自行摸索。可他却是没有察觉到，伴随无上魔诀运转，他的身体也越发炙热。天魔教云海庭院，一袭红裙，有着绝美容颜的洛尚武此时正看着下方云海，愣愣出神。身上刚刚消散的强大气息，意味着他刚刚才结束修炼。若能突破地境枷锁，触碰到传说中的那个境界，或许我天魔教的危机也能迎刃而解。看着前方云海，洛尚武愣愣出神。就算强大如他要在2年后面对正道势力联手攻之，心中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胜算，毕竟双拳难敌4手，整个天灵界不止他一尊大帝。可若是能突破到传说中大帝之上的神境，哪怕是半神，也足以解决2年后天魔教的危机了。但想要突破半神，何谈容易？整个天灵界已经足足有数十万年没出现过半神强者了，仿佛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但洛尚武却知道那并不是传说，因为他一直掌握着一种能突破大帝晋升为半神的方法。他所修炼的功法名为无上魔诀，没错，便是他教给宁晨的那个功法。而自身的人欲之劫便是修炼了无上魔诀方才引起的，因为他修炼的是阴诀。无上魔诀分为阴阳2卷，而无上魔诀一共有5境，如今的他已修炼到第4境合道，距离第5境只差1步之遥，而第5境名为灯神。相传只需掌握阴阳2诀，并且皆是达到第4境合道的2者相结合，也就是双修，便能达到第5步灯神，而大帝强者便可因此感悟半神之境。当洛长武起初修炼无上魔诀时便已早早知晓，但他却没有放在心上。不管是人欲之劫也好，合道双修也罢，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只要自身实力够强，哪怕单独修炼无上魔诀的阴诀，自身也定能克服。事实上，自修炼无上魔诀开始到正得大帝以来，所有的人欲之劫他都抗住了，唯一一次就是在那棺木中。自从那次之后，人欲之劫就彻底无法压制了。都怪那家伙。想到这，洛尚武咬着银牙，如冰山般的绝美俏脸上竟是浮现些许幽怨之色。而后他便渐渐发现，宁晨的天赋可谓是惊为天人，自己只是为其打开了修炼道路，结果仅仅几天不到，他便能从区区一凡人来到巨灵境巅峰。这等天赋就连他都远远不如。要知道，在成为天魔教掌教前，他还有一个称呼，天灵界第1天骄。于是他开始投资，将无上魔诀的阳诀交给了宁晨。而事到如今，宁晨近来发生的种种，无不是在告诉他，他的投资没有错。不过数月，便是从一介凡人一跃成了凝丹境修士。宁晨啊宁晨，你果然没有让本帝失望。洛长武轻声喃喃，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无上魔诀交给他也有快1月多的时间了，按照推算，那家伙估计还有数十天便能修炼到无上魔诀的第1境退凡。然而就在洛尚武喃喃之时，忽的手心感受一股灼烧之感，他柳眉微蹙，低眸看去，人欲之劫，该死，怎么又来了？洛尚武暗骂一声，旋即盘腿而坐，娇躯上庞然地威不断浮现，似要强行将那一股人欲之劫的火焰给压制住。哼，他上次就说了，这是他与那家伙的最后一次。小小人欲之劫，难道他堂堂大帝还压制不住这小小欲火？
难道对于那种鱼水之欢，他还会上瘾不成？片刻后，伴随那庞然地威运转，骆长武身上的人玉之劫的火焰的确势头变小了许多。就在他松口气之时，倏然，原本压制下去的欲火，竟在此刻再度升腾而起。看到这一幕，骆尚武脸色不由一变，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本地已压制那人玉之劫，怎么会还？忽的，骆尚武话音戛然而止，他似是想到了什么，红唇微动，脱口而出：“这人玉之劫不是本地的，而是那家伙的。他达到无上魔诀第一境退凡了。”竟然这么快！但很快他便回过神来，等等，也就是说，那家伙无上魔诀得到突破，却是能引起本地也出现人玉之劫。骆尚武愣住了，这无上魔诀竟然是由杨觉主导，这家伙！下一刻，云海庭院内一道红裙倩影已是消失不见。藏生峰山脚小院，怎么回事？怎么越修炼越感觉到热？宁晨已将身上玄衣脱下，赤裸着充满肌肉的上半身，哪怕褪去上半身衣物，他依旧感觉到无比炽热，好像这一股炽热感并不来自体表，而是从内到外。罢了，先不修炼了。宁晨微微摇头，这无上魔诀虽然可以突破，但都修炼足足半个时辰了，却是连一点突破的迹象都没有。难不成是我修炼的方向不对？咦，忽的，就在宁晨嘟囔着想要停止无上魔诀的运转时，却是猛地发现无上魔诀竟无法停止运转，并且自己的身体也越发炙热，怎么回事？宁晨眼中闪过满是凝重。最为关键的是，伴随无上魔诀运转，身体宛若从内而外被点燃，口干舌燥，并且诡异的是，脑子里居然不断闪过一道红裙倩影，其那曼妙身姿、绝美容颜，仿佛如同毒药一般。怎么回事？越想，宁晨便越觉得有些难受。倏然，就在这时，房间内忽地传来一道幽香。宁晨转身，便是瞧见，不知何时房间内竟是出现一道红裙倩影。女魔头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宁晨心中愣了一下，连忙是看去。前辈，你怎么来？他话还没说完，女魔头那冰冷的声音便是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你遭劫了。我遭劫了。女魔头的话让宁晨愣了一下，难道就是自己身上这个异状？请问前辈，我这是遭什么劫了？人欲之劫。女魔头清冷的声音在宁晨耳畔响起。人欲之劫。宁晨重复了一下他的话，顿时想到了什么。等等，这人欲之劫不就是第一次见女魔头他那时所说的吗？咦，忽的，宁晨也察觉到眼前女魔头的气息也是有些不太对，呼吸灼热，就好像与现在的自己一般。前辈，宁晨小声道，你好像也遭劫了。闭嘴！伴随女魔头话音响起，她那恐怖的气息瞬间将宁晨掀飞到柔软床榻上。下一刻，两团火焰相撞，如干柴烈火。前辈，我……闭嘴！藏生峰，圆月高挂，夜色下，一道怒吼响彻天穹。靠！有没有点公德心？大半夜不睡觉，在搞些什么？隔壁的周元在睡梦中发出一道怒吼。腾的一下，小院内浮现出一道杀意。前辈，冷静，那是我的童子兄弟。宁晨连忙劝道。哼！房间内响起女魔头的冷哼声。继续啊，还继续啊！宁晨脸色一白，捂着自己的老腰。前辈，其实我的人玉之劫已经解了，大可不必继续。我的还没解。数个时辰后，已是后半夜，女魔头已是穿好那一袭红裙，将窈窕身材尽数遮掩，她的气色也尽数恢复。那绝美俏脸上布满寒霜，面无表情，妥妥的冰山大美人。她看了床上那似是失去高光的宁晨一眼，柳眉微蹙，还不把衣服穿上？等会进入贤者模式了。宁晨动都不想动一下。贤者模式。骆尚武柳眉微蹙，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还是冲着宁晨投去冰冷的目光。宁晨从这目光中好像感受到了弱鸡、不屑等等负面情绪。靠！躺着说话不腰疼。宁晨愤愤不平，就欲和这女魔头理论个800回合。然而这时女魔头那仿佛不带丝毫情感的冰冷眸子落在了自己身上，宁晨没有丝毫犹豫，窸窸窣窣的开始穿起衣物。但凡犹豫一秒，都是对自己小命的不尊重。穿好衣物，宁晨看向骆长武，小声问道：前辈，那人玉之劫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你有，我也有？难道说是你传染给我的？骆尚武，他白了宁晨一眼，接着方才是冷声解释道：人玉之劫是无上魔诀的后遗症。无上魔诀的后遗症。宁晨重复了一下他的话，接着反应过来，错愕地看着骆尚武。前辈，你也修炼了无上魔诀？只许你修？
骆尚武冷冷地看着他，不敢。宁晨低头，见他低头，骆尚武似是满意，接着美眸落在他身上。你刚刚之所以会突然遭受人欲之劫，是因为你已达到无上魔诀第一境，退凡。无上魔诀第一境，退凡。宁晨喃喃一声，这无上魔诀境还有一境之分。前辈，这无上魔诀一共有几个境？一共5个，分别是什么？自己探索。骆尚武冷声道。说完，转身就欲离去。宁晨连忙叫住他，前辈，我这无上魔诀不是并非完整吗？你之前说等我顿悟自会教我完整的无上魔诀吗？刚刚已经教了。女魔头冰冷的声音响起。说罢，她已是消失在了房间之中，神出鬼没。刚刚房间内听到女魔话的宁晨愣了一下，忽的想到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顿时联想到了什么。在解除人欲之劫的过程中，宁晨明显感受到这次与上几次的不同。上几次完全只是为了解而解，而这次整个过程虽说依旧是女魔头在主导，但她却在渐渐的在引导自己。难道说这些引导其实就是无上魔诀的后续修炼之法？试试。宁晨当即是盘腿而坐，脑海中浮现刚刚女魔头所引导的一幕一幕。渐渐的，伴随体内无上魔诀运转，宁晨惊讶地发现自身灵脉竟又能开辟。如此一来，体内灵脉数量足达到了200条。现在宁晨整个人感觉像是在漏风，灵气如风般穿过身体，给人一种轻盈之感，就好像自身并非凡物，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果然有效，这就是无上魔诀第一境，退凡。宁晨眼睛微微亮起，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他能明显感受到自身更强了。若是在对上夜清晨，他有自信对其一击必杀。难道说这无上魔诀每一境都有不同的改变？第一境为退凡，后面几境又是什么呢？宁晨对后面几境充满了好奇，只可惜女魔头没和他说，只能靠他自己摸索了。不过毋庸置疑的，这无上魔诀绝不简单，难道修炼之后可达到同境无敌？宁晨猜测，接着运转无上魔诀继续修炼。小院外，一道红裙倩影双手抱胸，看着房间内冷哼一声，哼，倒也不笨。下一刻身影消散，几天时间眨眼而过，很快便是迎来天魔教内门弟子考核的时间了。这几日宁晨照常埋人，偶尔买点孙长老安排的高质量的客户，晚上继续修炼。这几天女魔头都没有再来，她太过神秘，跟个鬼一样，神出鬼没。而对于她的身份，宁晨更是无比好奇。首先本身实力深不可测，更有各种异宝，如藏诀、香客补天石的手链等等。最为重要的是，他还掌握了无上魔诀这种级别的功法。这几天他也去藏经阁查阅过，并没有找到有关于无上魔诀的相关消息，不过也或许是他去的层数不够。总而言之，女魔头在天魔教内地位不低。宁晨本想找古玄问问，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怕牵扯出他与女魔头之间的秘密。呼，清晨，宁晨结束修炼，身上那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渐渐平息。很明显，经过这几日的修炼，他的境界终于又有所提升，来到了宁丹境6星，差不多几天一个小境界，不知算不算快。对于自己的修炼速度，宁晨还是保持疑惑，但很快他的疑惑得到了解决。那便是他看到了自己的童子好兄弟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宁丹境1星站稳了跟脚，并且他还因此洋洋得意。周元花费了半个月巩固了一个小境界，而他半个月从距临境巅峰达到了宁丹境6星。自己这速度着实是有些快啊。宁兄，你怎么了？周元疑惑地看了一眼倒吸凉气的宁晨。没什么。宁晨微微摇头。今天就是内门弟子考核了，咱们先去藏生峰。当两人来到藏生峰，此刻山腰间的修炼广场上已是站满了众藏生弟子。随着时间推移，从原本的数千人到现在可怜的数百人，已有太多人死于死气的侵蚀之中。而此刻终于熬到现在的剩余藏生峰弟子眼中皆是充满兴奋之色，只要参加内门弟子考核，好好表现，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这鬼地方谁爱带谁带。宁晨师兄，周元师兄，不知两位师兄打算内门考核过了后去哪个峰？这时藏生峰的禽兽和胡为也是走了过来，冲着两人问道。两人在藏生峰也算是排名比较前的弟子了，不过距离宁晨和周元两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此刻问一下是想跟随两人，毕竟也算熟人了，在这魔门中就算去了别的峰也能互相照应。一旁不少藏生弟子也是投来好奇的目光。宁晨师兄和周元师兄可以说是藏生峰最强的两人了，还不知两人有何打算呢？天魔峰，本圣子此生必入天魔峰。周元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是说道。天魔峰。听到这话，
禽兽和胡为以及周围众藏生弟子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天魔峰是7大峰之首，内门弟子考核的要求也更高。那宁晨师兄呢？两人又看向宁晨，还没考虑好。宁晨笑着摇了摇头。听到这话，两人和周围众藏生弟子顿时明白，恐怕宁晨师兄的目标也是天魔峰了。诸位肃静！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报和声响起。只见天穹上，孙长老踏空而来，落在众人身前。参见孙长老，参见孙长老！一众藏生峰弟子皆是行礼。孙长老看向众藏生弟子，开口道：“想必你们这些小家伙也知道，今日便是内门弟子考核了。老夫也不说太多，好好表现，争取换峰。虽藏生峰已是经过一次改革，但其本质还是要接触死气，依旧会有生命危险。因此，这些藏生弟子自然不愿继续待在这里。况且，他们能熬过几个月的死气侵蚀，天赋也不输于天魔教其他峰的弟子了，最起码没落后太多。所以，让他们去其他峰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藏生峰会因此没人，那不至于。魔门最不缺的就是藏生弟子，大不了再抓下来就行。等这些弟子内门考核结束，转去其他峰时，自然会有新的一批被抓来的弟子加入藏生峰。这些弟子要么死于死气侵蚀，要么通过内门弟子考核改变命运。魔门向来如此残酷。好了，所有弟子随老夫来，峰主会带你们前往内门弟子考核之地，届时考核的规则都会告知你们。是。藏生峰众弟子皆是点点头，连忙跟了上去。宁晨也在人群中不紧不慢地走着。天魔教内门弟子考核之地，一处足足数千米的平台上设有无数个小擂台，待会内门考核比试就将在此地进行。周围还设有数千个看台，每一处看台都已是坐满了看戏的各大峰内门弟子。毕竟都是过来人，能看到一群师弟师妹内门考核，谁不想来？而此刻，7大峰的考核弟子还未赶到，众天魔教内门弟子的目光却皆是看向那一处高台，隐约间还能看到高座高台之上有着数道身影，而从他们看去的敬畏目光中就能得知，高台上的那几道身影身份绝不简单。那就是我天魔教的掌教吗？我进入天魔教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掌教。掌教可是大地强者，平时岂是我们所能见的？况且掌教可不像之前的磨砂前教主一般无比高调，各种抛头露面，这位掌教更是神秘无比，这才有一教之主的风范啊。话说回来，掌教为何要杀了磨砂前教主？谁知道呢？管他呢，反正磨砂前教主坟头草现在估计都长3米高了。磨砂前教主这不才死几个月吗？咱们天魔教灵气浓郁，灵草长得自然茂盛。一时间，众天魔教内门弟子议论纷纷。高台之上有着3道身影，为首者一袭红裙，身姿窈窕，那绝美容颜上没有丝毫表情波动，始终冰冷，正是天魔教当今掌教洛尚武。一人也是女子，身着白裙，容貌虽不及洛长武，但也出色动人，而其身份也不简单，天灵界魔门势力之一，魔音宗宗主飞跃。另一人是个拄着骷髅拐杖，头发稀疏的老者，为天灵界魔门势力之一，幽冥圣地圣主幽冥老人。哥哥，洛尚武，没想到你居然没死。飞跃掩嘴笑着看着洛尚武，本宗主也说，若凭磨砂那个废物能杀死你的话，你就不配被叫做天魔女帝了。哼！这时，幽冥老人冷哼一声，手中拐杖重重拄地。只可惜，你回来的太晚了。磨砂区区一个圣人巅峰，根本镇不住天灵界魔道众势力。天魔教作为魔门魁首，早就失去了威信力。魔道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心机重，各自互相观望。若不是介于天魔教还有几位太上长老在，他们早就推翻天魔教魔门魁首的位置，自己坐上去了。如今整个天灵界的魔门已是乱作一团，也唯有魔音宗和幽冥圣地还与天魔教有所往来。听着两人的话，洛长无始终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红唇轻启，若无威信，那便建立威信。你要怎么建立？两人看来，此刻飞跃和幽冥老人眼中眸光微动。两人今日前来，除了听到洛长武众掌天魔教以外，更多的还是想看看如今的洛尚武还有没有重新坐上魔门魁首的实力。面对两人的目光，洛尚武那绝美俏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波动，淡淡吐出一字：杀。话音落下，仿佛之间一股无形威压从其身上爆发。顷刻间，飞跃和幽冥老人脸色猛地变得苍白，顿时感觉到一股无比恐怖的威压落在身上，转瞬即逝，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然而飞跃和幽冥老人心中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天魔女帝的实力又变强了。他做了什么？那咱们何时肃清天灵界魔门？飞跃当即是问道。幽冥老人也是目光看来，很显然通过刚刚的试探，
骆尚武用绝对的实力告知了两人，他天魔教有资格继续做这天灵界魔门魁首的位置。骆尚武不语，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告知两人。飞跃和幽冥老人本想多问一些有用的信息，但骆长武忽的抬眸朝着一处看去，两人目光也是看去。只见不远处，七大峰峰主已是各自带着参与内门考核的弟子朝着考核广场走来。说起来，今日还是天魔教内门弟子考核试炼，哥哥有趣。飞跃目光落去，掩嘴笑着。骆尚武轻嗯一声，没有太过搭理飞跃。他站在高台之上，美眸朝着下方乌泱泱的考核弟子看去。很快，他的目光落在藏生峰那考核弟子之中，很快便是瞧见了那扛着一柄锋利的铲子、一袭玄衣的青年。这家伙的实力好像又有所提升。内门弟子考核有什么好看的？一些不入流的小家伙罢了。幽冥老人冷笑一声，若是真传或者亲传弟子的考核比试，那倒是有些意思，毕竟也算能代表天灵界的小辈天骄了。说起来，骆尚武你到现在还没收首席亲传弟子吧？这时，飞跃似是想到了什么，看向那一袭红裙倩影。在天魔教内，真传大多数都是一峰之主所收的弟子，拜峰主为师便为真传，而亲传弟子则是要比地位还要更高。亲传弟子不拜一峰之主，而是拜天魔教内大长老或者太上长老为师，方可成为亲传弟子。而这首席亲传弟子就更厉害了，只有被宗门内的老祖看中，或者掌教亲自收徒，则可为首席亲传大弟子。但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之前掌教天魔教时，亦或是现在，骆尚武从未收过任何亲传弟子。成为天魔女帝的首席亲传弟子，恐怕放眼整个天灵界如今小辈之中，也没有几人能有这等天资吧。幽冥老人摇了摇头。骆长武不语，美眸落在人群中那一道身影之上，听着飞跃和幽冥老人的话，似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亲传弟子吗？不过宗门内的新鲜血液也能判断一个宗门是否能长久强盛。不如这样，飞跃嘴角微微掀起，似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骆尚武，不如我帮你们天魔教试试这届天魔教弟子质量如何？你想怎么试？骆尚武那毫无情感波澜的眸子看了过来。用我这魔音琴音试。飞跃手中浮现出一柄古筝，他轻抚琴弦，轻笑说道：飞跃，你没开玩笑吧？幽冥老人皱了皱眉，你可是大帝，你这魔音琴一响，这些天魔教外门弟子谁扛得住？哥哥，我当然知道了，我又不会用全力，我只会用对应境界的琴力。飞跃翻了个白眼，你想要什么？骆尚武淡漠的眸子落在飞跃身上，一眼就看出来飞跃是有所企图，不然他不会平白无故地说出这话来。听说你天魔教藏生峰有一块玄冥神铁，可镇压世间邪祟。我魔音宗之下有一具万年不朽的魔尸，无比邪祟。我想借你藏生峰玄冥神铁镇压这具魔尸。飞跃轻抚魔音琴，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玄冥神铁。骆长武心念一动，接着红唇轻启。若我天魔教外门弟子无人能抗住，那玄冥神铁借你无妨。可若有人能抗住，我需要你给我一物。何物？听到这话，飞跃有些许心动。魔音宗禁忌武学藏生曲。藏生曲，你要这个做什么？听到骆尚武的话，飞跃美眸中闪过一抹疑惑。这你就无需知道了。骆尚武并没有解释。行，飞跃当即是答应了下来，生怕骆尚武反悔，毕竟对他魔音宗也并不亏。那藏生曲在魔音宗为禁忌武学，早就没有任何弟子修炼了。原因一是因为难以修炼，其二便是无人能将这藏生曲的真正作用发挥出来。更何况区外门弟子怎么可能扛得住他魔音洗礼？就算他用对应境界的魔音，他有这个自信。与此同时，七大峰参与内门考核的弟子已是汇聚在那偌大的试炼广场之上，乌泱泱的一片人。咦，藏生峰怎么这么多人参加内门弟子考核？看着乌泱泱的人群，有魔门弟子疑惑，其他几峰参与内门弟子考核的加起来也不过才数百人，而藏生峰就已有数百人参与。废话，其他峰弟子就算没有通过考核，大不了就回去继续修炼，等待下一次内门考核。可藏生弟子可不一样，一旦失败，回去后鬼知道还能不能扛得住死气侵蚀。看似是内门考核，实则是自救。周围很快便是有内门弟子解释。乌泱泱的人群中，宁晨和周元并肩而行。肃静！就在这时，伴随一道老者苍老的声音忽地响起，紧接着天魔峰主踏空而来，出现在所有乌泱泱弟子人群之上。众人纷纷抬眸。与此同时，其继续道：考核即将开始，所有参与内门考核的弟子做好准备。接下来，老夫将讲解一下此次考核规则。伴随天魔峰主话音落下，人群中宁晨听了个大概。考核开始前会为所有人分发令牌，以抽取令牌的方式挑选对手，实力为尊，强者为胜。
而此次内门弟子名额仅仅只有200个，而参与此次考核的却足足有数千人，可谓是竞争无比残酷。伴随所有考核弟子拿到令牌，天魔峰主的声音也是响起：老夫宣布，此次内门考核正式开始。伴随天魔峰主宣布考核开始，所有考核弟子皆是有序入场，手中拿着令牌，等待抽选各自的对手，既紧张又忐忑期待。咦，忽的，周元拿起手中的令牌看了过去，只见其手中令牌散发一道光泽，指引他朝着一处擂台而去。与此同时，另一人也是拿着令牌走去，那便是他的对手。宁兄，本圣子去了。周围握着手中令牌，冲着宁晨说了一声，便是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走了过去。加油！宁晨挥了挥手，与此同时也是看到自己手中令牌散发光芒，旋即他便是跟着指引光芒走去。很快便是瞧见那一处擂台中已是有一个背着漆黑巨剑精壮青年，已是在擂台中早早等待，看其装扮应该就是剑魔峰弟子了。因为剑魔峰人均被大剑，而当宁晨走入擂台，那剑魔峰弟子目光当即是看了过来，特别是看到其腰间挂着的弟子身份令牌时，眼中更是充满喜色。是藏生峰弟子。许凡师弟运气这么好，第一场的对手就是藏生峰弟子。哈哈，那稳了呀。不过许凡师弟本身就是剑魔峰外门弟子中前3的存在了，自身实力已达到宁丹境2星，进入内门自然不成问题。看台上，不少剑魔峰内门弟子看到这一幕，皆是为许凡松了口气。众所周知，藏生峰弟子在7大峰中是最弱的。剑魔峰，许凡。擂台上，许凡已是迫不及待了。宁晨回礼，藏生峰，宁晨，准备好了。当裁判长老看向擂台上的2人询问时，两人皆是点了点头。内门考核第一场，剑魔峰外门弟子许凡对藏生峰藏生弟子宁晨，比试开始。伴随裁判长老话音落下，宁晨师弟请赐教，放心，我下手有分寸，绝不会影响你师弟回去买。许凡话音还未落下，忽的，伴随一道寒芒闪过，一道身形宛若鬼魅一般出现在自己的身前。好快的速度！许凡瞳孔一缩，可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宁晨便是一拳轰出，重重落在其腹部之上，恐怖力道瞬间将他整个轰飞。砰！伴随一声巨响，许凡重重落在地面之上，一脸懵逼。就连刚刚转身准备走到擂台外主持的裁判长老都是愣了一下，看着比自己还先离开擂台的许凡，他皱了皱眉。这位弟子，这里不允许睡觉，还有，你不比试的吗？许凡捂着生疼的腹部，没有说话。长老，可以宣布我赢了吗？而此刻，擂台上宁晨的询问声响起。那裁判长老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这么快？许凡师弟这是被那藏生弟子秒了，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这怎么可能？看台上，当看到这一幕的剑魔峰弟子，脸色皆是一变，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不公平！这时，许凡方才是反应过来，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抽出背后所背着的一柄大剑。他这明显是偷袭，我连魔剑都没拔出来，怎么能算是比试开始呢？我要求重！话音还未落下，砰！一道极为恐怖的凌厉之意瞬间朝着许凡袭来，下一刻那一道凌厉之意便是落在许凡的魔剑之上。咔咔嚓！只见许凡的魔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巨剑之上出现一道道裂纹，紧接着魔剑破碎，就连地上都是出现一道裂纹，朝着许凡蔓延而去，直到他脚下方才停下。咕噜！看到这一幕，许凡吓得差点瘫软在地，不可置信地吞了一口唾沫，就连看台上不少注意到这一幕的剑魔峰弟子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宁晨。剑魔峰发放的魔剑据说可以挡住宁丹境巅峰修士一击，可就这样被一个藏生峰弟子给击碎了。是这藏生弟子太强，还是许凡拿到假货了？可不好意思啊，手滑，铲子掉了。当众人那不可置信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时，宁晨笑了笑，然后弯腰将掉在地上的藏诀捡了起来。你特么管这叫手滑？许凡和一众剑魔峰内门弟子投来无比错愕的目光。也就是说，刚刚那一击只是这家伙的铲子掉在地上引起的威能。这他妈怎么打？这位剑魔峰的师兄，你刚刚说什么？宁晨捡起掉在地上的藏诀，扛回身后，笑眯眯地看向许凡。没什么。看到宁晨那和善笑容，许凡身形一颤，连忙是爬起身，冲着那裁判长老大叫道：长老，我认输，我认输。藏生峰弟子宁晨胜。裁判长老也是反应过来，宣布此战的胜利者。宁晨扛着藏诀朝着下一次比试而去，可倏然他似是感知到了什么，下意识朝着那高台上看去，但又似是什么都没有，旋即方才是摇摇头朝前走去。哥哥，
这小家伙倒是挺有意思的。高台上，飞跃收回目光。很显然，刚刚宁晨与许凡的比试被他尽收眼里。洛尚武，你看到了吗？他看向一旁的红裙倩影。洛尚武俏脸上面无表情，没有搭理他。洛尚武，你这样没有男人会喜欢你的。看到这一幕，飞跃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这女人简直跟一座冰山一样，这种女子谁能打动她的心？洛尚武冷声道：“本帝不需要男人喜欢。”那真是太可惜了。飞跃叹了口气，神秘兮兮的道：“那你这辈子都体会不到鱼水之欢的快乐了，可惜，真是可惜啊。”呵，对此，洛尚武只是冷笑一声。内门考核试炼不断进行，不少出色的外门弟子引起了众长老的注意。明月峰的灵叶师妹好强，与他对上的弟子基本上10招之内必败，宁丹境3星。难怪，这实力早就足以进入内门了。咦，他这是对上了一个藏生峰的弟子。这藏生峰弟子好惨，好不容易熬过4轮比试了，没想到在最后一轮遇到了灵叶师妹，好可惜。什么？灵叶师妹被秒了？擂台上，看着嚎啕大哭的灵叶，宁晨皱着眉，这女人好端端的哭什么？不就是一拳给她秒了吗？明明是她向自己发起切磋，自己自然全力以待，表示尊重。你叫什么名字？你给我等着！灵叶咬着银牙，擦了擦眼泪，死死地瞪着宁晨。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实力上的差距。刚刚交手4轮，就算是对上天魔峰的弟子，他也能在10招之内解决战斗，可面对眼前这个藏生峰弟子，他甚至连1招都没接下就被轰飞。宁晨道：“藏生峰，宁晨，你就是宁晨，紫月师姐口中说的那个宁晨。”灵叶反应过来，声音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错愕地看着宁晨。什么？他就是宁晨？宁晨是谁？前段时间天魔峰不是出了个正道奸细叶无尘吗？就是被那名叫宁晨的藏生峰弟子发现所斩杀。那叶无尘可是宁丹境5星。什么？宁丹境5星？他这么强，为什么我们刚刚都没注意到？当听到擂台上2人的对话，看台上一众内门弟子议论纷纷，忍不住惊呼道：“废话！别的出色弟子之所以能吸引到你，是因为他们在战斗中有出色的表现，比如灵叶师妹10招之内就能获胜。可这藏生峰的宁晨不一样，你连他战斗的画面你都看不到，战斗画面。”有弟子疑惑：“刚刚那宁晨对上灵叶师妹的画面你看到了吗？”“那怎么看得到？灵叶师妹都被秒了，哪有战斗的过程？”那内门弟子理所当然地回道。可话还没说完，顿时戛然而止。他忽地明白了为什么看不到战斗画面了，因为前4轮战斗这宁晨都是秒。他真的是藏生峰弟子？一时间，众人直呼不可能。究竟是谁把他丢到藏生峰的？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已经进入内门了，凭他的资质，肯定会选择更换所属峰。待在这藏生峰太憋屈他了，恐怕他会选择天魔峰。5轮试炼皆胜者，便已是获得了成为内门弟子的资格。接下来，就是选择所属峰了。而此次，天魔峰内门弟子名额只开放5个，明月峰的孙权、剑魔峰的李烨，还有独冲峰公孙2兄弟，以及狮魁峰的徐元，再加上这宁晨的话，外峰弟子就已6人了。更别提天魔峰本来就优秀的外门弟子，看来这次天魔峰内门竞争很是激烈啊！一时间，众人有些期待。擂台上，当知晓眼前这人就是宁晨时，灵烨也不哭了，自己就从地上站了起来，看了宁晨一眼后，便是独自离去了。输给一个能斩杀宁丹境5星的人，好像也不丢人。灵烨暗暗地想着，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而宁晨也是转身朝着试炼广场中心走去，5战皆胜，他已是获得了成为内门弟子的资格。不过当他走去时，却是发现那中心还没有一道身影，想来应该是自己赢得太轻松了，导致自己成为了最快完成5场试炼的人。下次还是慢点好，毕竟我可不是爱装逼的人。下次2招吧，就2招。摇了摇头，宁晨索性盘腿而坐，开始在试炼广场中心修炼起来。看到试炼广场上宁晨旁若无人的修炼起来，众弟子嘴角抽搐了一下，怎么感觉这内门考核他对而言一点压力都没有？此子倒是不错，若是好生培养，或许有圣人之姿。高台上，幽冥老人目光看去，破天荒地给出了一个评价：“哥哥，看来天魔教1000年之内又能出个圣人强者。”飞跃也是咯咯笑着，忽的他目光看去，咦，这小家伙还开始修炼起来了。咦，他这功法……倏然，飞跃眯了眯眼睛，可话还没说完，眉头便是皱了皱，原来只是普通的天魔教心法。这家伙，一旁洛尚武毫无情感的眸子落在宁晨身上，柳眉微皱，藏在袖中的玉手掐出的法诀消散。
而修炼中的宁晨却是完全没注意到，藏在袖口中的补天石链散发一道耀眼红芒，似是将其气息掩盖一般。试炼如火如荼的进行，有弟子黯然失神，也有弟子兴奋不已。然而这些都与松弛修炼的宁晨截然相反。当每一个五战皆胜的弟子来到修炼广场中心时，看到盘腿修炼的宁晨时，不由都是愣了一下。这家伙怎么这么快？他就完成5道试炼了，这也太快了。他还是藏生弟子，这岂不是说我们连个藏生弟子都不如？一时间，原本还欣喜的众峰弟子顿时有些失落。毕竟藏生峰弟子不如其他峰弟子，这事在天魔教内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峰所有弟子都会下意识觉得自己高藏生弟子一等，所以当看到有一个藏生弟子比他们还快时，心中的失落感一下子就达到了极点。然而就在众试炼过了的弟子失落时，那盘坐修炼的藏生弟子却是忽地皱了皱眉，自顾自地叹了口气。可惜本以为趁着这段时间修炼能有所突破，但现在看来还是差一点啊。呵呵，修炼本就不易，哪有这么好突破的？你把修炼当成什么了？把我们努力修炼当什么了？听到这话，周围众弟子冷笑。下一刻便是瞧见那藏生弟子站起身来。也是，毕竟今早才刚刚突破，哪有这么快就完成突破？不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也该知足了。此话一出，周围众弟子面色一下子就呆滞了下来，错愕地看着宁晨。今早刚突破，虽没再次突破，但却只差一步之遥了。他说的是人话。宁兄，我过了，哈哈哈。这时大老远便是听到周元挥着手，大笑着冲着他跑了过来。宁晨看了他一眼，第178个内门通过的，差一点点，自己这童子兄弟就进不了内门了。要知道藏生峰内除了他就是周元实力最强，可尽管如此，他也才是第178个通过试炼的，足以相比于其他几峰，藏生峰还是太弱了，妖孽的仅仅只有他一个罢了。宁晨笑道：恭喜。周元嘿嘿一笑，接着看了一眼周围呆滞在原地宛若化作石像的其他几峰的弟子，他们怎么了？不知道。宁晨摇了摇头，可能试炼太累了吧。宁兄你不累？不累，我都休息1个时辰了。周元，咦，周兄，你怎么也化作石像了？很快200内门名额便已是分发完毕，其余试炼未过的弟子皆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内门试炼到此结束。天魔峰主踏空而行，看着下方众人，接着道：接下来这个试炼有些特殊，事关我天魔峰名额一事。伴随天魔峰主话音响起，通过了内门考核试炼的众弟子纷纷抬眸看去。内门弟子考核了过后，最为重要的就是可以重新选择所属峰，而6大峰中最为吸引人的便是天魔峰。作为最强峰，修炼资源、修炼强度可都不是其他5峰所能比的，其他峰是996制度，而天魔峰可是能足修炼12个小时。不过天魔峰内门名额就5个，可谓是竞争无比激烈。接下来的试炼为魔音试炼，魔音试炼前5完成者可直接进入我天魔峰，获得我天魔峰内门弟子资格。伴随天魔峰主话音落下，众试炼弟子皆是愣了一下。魔音试炼以前从未听闻过啊！不仅是试炼弟子疑惑，就连看台上一众内门弟子都是错愕。飞跃宗主，请。这时天魔峰主朝着那一处高台上行了一礼，伴随他话音落下，只见一道白裙倩影自那高台上一跃而下，踏空而行，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而其怀中还抱着一张古筝，其容颜绝美，不经意间所散发的威压顿时是让在场众人意识到这白裙女子不简单。宁兄你看，好漂亮的女子。周元目光看去，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宁晨抬眸落在那抱着古筝的白裙女子身上，周元问道：怎么样，漂亮吧？宁晨刚欲回答，突然感受到似是有一道寒芒落在自己身上，他愣了一下，朝着四周看了看，却并未察觉到那道寒芒的来源。幻觉吗？他微微摇头，接着方才是回答周元的问题，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咦，这不是女魔头的口头禅吗？自己好像下意识说出了女魔头的口头禅。此话一出，周元满是问号的看了过来，仿佛在说：你在逗我？如此貌若天仙的女子，宁兄居然管这叫将将就就，马马虎虎？难不成宁兄对女子没有兴趣？难怪这么多年是童子。等等，雾草，对女子没兴趣，岂不是对男子有？想到这，周元默默往旁边挪了挪。而事实上，宁晨的确觉得这女子也就还好，毕竟他又不是没见过更漂亮的女魔头，比起眼前这抱着古筝的白裙女子而言，美了不知多少倍。身材好像都更好。这位是魔音宗宗主，飞跃宗主。
天魔峰主冲着那白裙女子行了一礼，接着看向一众天魔教弟子，大声介绍道：魔音宗，天灵界顶尖势力，魔音宗，他是魔音宗宗主，那岂不是一尊大地强者？一时间，当听到天魔峰主的话，整个试炼广场上所有天魔教弟子皆是投去无比敬畏的目光。大地强者可是与他们掌教一般恐怖的存在。宁兄，你听见没？他竟然是大地强者，难怪生得这么漂亮。周元顿时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道：大地。宁晨愣了愣，这就是大地强者所带来的压迫感，怎么感觉还不如女魔头？不过也或许是因为这魔音宗主并没有施展修为所致，毕竟那时候的女魔头估计是真想杀了自己。而这时天魔峰主缓缓开口：接下来的魔音试炼将由飞跃宗主对你们进行试炼。什么？一尊大地强者亲自对我们试炼？那这谁能完成？此话一出，周围众天魔教弟子顿时炸了。哥哥，天穹上飞跃看着一众脸色大变的弟子，不由掩嘴轻笑，宽慰道：放心，本帝会有所留手，这魔琴只会释放对应你们境界的琴力。话虽说如此，但一众试炼弟子心中还是充满了忐忑，毕竟这可是一尊大地强者。飞跃宗主的魔琴会形成一个魔音空间，待试炼开启，会将你们送入其中，空间中魔音不断，你们需抗住魔音洗礼，抵达最中间触清抚琴弦，让魔音停下。天魔峰主冲着众弟子说道。此话一出，众弟子心中忐忑无比。大帝亲自试炼，这换谁来不忐忑？妈的，拼了！万一过了，那可就相当于通过了大地强者的试炼。一时间，众弟子犹豫片刻，一个个眼中闪过一抹凶狠和决绝之色。宁兄，咱们去吗？周元小声问向一旁的宁晨。宁晨不语，他不在乎这试炼的难易，而是在乎他进入之后能获得什么。虽说试炼前武者可直接进入天魔峰，可他对天魔峰没兴趣，就算成了内门弟子，也会选择继续留在葬生峰，所以这点吸引不到他。吃力不讨好的事，他可不想做。据说这飞跃前辈的魔琴十分恐怖，他用这魔琴阵杀了不知多少修士，那魔音空间中恐怖全都是他魔琴所镇杀的孤魂野鬼。一旁，周元喃喃说道：孤魂野鬼。听到这话，宁晨眼睛不由亮了起来。他没听到什么魔琴恐怖，也没听到什么魔音空间中充满魔音，他只听到异空间的客户。孤魂野鬼属于残魂客户，也是属于可葬的一种，虽然气血对比寻常客户要少一点，但蚊子肉也是肉。周兄，咱们走吧。去哪？试炼。很快，当这200名试炼弟子皆是准备好了后，飞跃方才是将怀中抱着的古筝放在身前，古筝悬浮身前，伴随其纤细玉指放在一根琴弦之上轻轻拨动。筝，顷刻间，古筝之声响彻整个试炼之地。200名试炼弟子瞬间被古筝之声笼罩，被拉入了魔音空间之中。与此同时，飞跃玉手一挥，一道庞然画面便是浮现在众人眼前。这是魔音空间中的画面，所有人目光看去，而高台上那一袭红裙的倩影，此刻也是悄然抬眸看去。魔音空间中最深处，一柄古筝躺在中间，其中一根琴弦不断波动，而一道道魔音不断从波动的琴弦上传来。凡是进入其中的天魔教弟子，皆是感受到了一股来自肉体以及魂灵的双重刺痛，寸步难行好强的威压。不行，我要退出，别说往前了，就算是待在这里，我都感觉我要疯了。退出，我也要退出。一时间，只是刚刚进入，就有不少弟子惊慌失措地嚷嚷着要退出，很快便是被踢出魔音空间，宣布失败。一些弟子不愿放弃，在原地盘坐一会儿，适应那魔音后，方才是咬着牙开始往前行。妈的，拼了！周元咬了咬牙，怒骂一声，接着便是开始扛着魔音往前走。咦？他突然回头看向还在原地的宁晨。宁兄，你不走吗？宁晨摇摇头，我再适应。行，别太勉强。周元微微颔首，接着摆出视死如归的模样，咬着牙青筋暴起，朝着前方走去。看到这一幕，宁晨心道，也不知勉强的人是谁。呼！接着他方才盘坐在原地，将藏诀放在膝盖上，然后开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根又一根的往生竹。飞跃这魔音实际上是一道道残魂所发出的怒啸，是他们生前的恐惧声、不甘声、怨恨声、求饶声等等声音所凝聚而成，所以才会令不少弟子感到崩溃。不仅仅是肉身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不过对于宁晨而言，他听到的只是客户的悲鸣。在魔音的干扰下，一步似乎只能走半米，意思是我半米之内就需要用到一根往生竹。往生竹的数量应该是够的。
在周围弟子已是尽数开始尝试时，宁晨还在原地捣鼓着。外界不断有试炼弟子从魔音空间中出来，无不气喘吁吁，冷汗直流，眼神中满是残留的惊骇，身体都在颤抖，仿佛经历了什么恐怖之事。出来的弟子速速运功静心，莫要回响琴音，以免走火入魔。天魔峰主看向这些从魔音空间出来的弟子，连忙是冲着他们高喝一声。听到天魔峰主的话，这些试炼弟子方才是后知后觉，连忙盘坐，开始运功静心，但还是有不少弟子晚了一步，走入魔。见状，天魔峰主快步上前，投喂丹药，做完一切，他方才是皱着眉，神情凝重地看向那魔音空间中的画面。这么下去，恐怕我天魔教无人能过。短短数十分钟不到，魔音空间内原本的200试炼弟子，现在只剩下不到40%，并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锐减，哪怕还在其中的，也不过只是在苦苦坚持。这么下去，对我天魔教不利啊！天魔峰主皱着眉，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这魔音宗主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为天魔教弟子试炼，或许是掌教与其有什么约定。洛尚武，看来你藏生峰那玄冥神帖需要借给我魔音宗用搁高台上。飞跃一手抱胸，一手掩嘴轻笑。洛尚武懒得理他，美眸平淡地看着魔音空间之中。咦，你们快看！藏生峰的凝尘动了。就在这时，一道惊呼声响起，瞬间吸引众人的注意。动了有什么好惊讶的？明月峰的孙权、剑魔峰的李烨，还有独冲峰公孙两兄弟，以及尸鬼峰的徐元，他们不早就动了吗？他现在才动，反而说明适应力完全不如他们。有天魔教那门弟子不以为然，不是现在动的问题，而是你看他在干什么？一步一根往生竹，而且你没看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吗？就好像完全不受魔音压制一般。什么？此话一出，周围弟子脸色大变，纷纷看去。很快便是瞧见那庞然画面之中，那一袭玄衣的青年背着一柄闪烁寒芒的铲子，一步一停，而停下之时，手中那往生竹也被灵气所点燃，插在泥土之中，而原本沉重的步伐一下子就变得无比轻快。不过眨眼之间，便已是轻松超越前方还在苦苦挣扎的孙权等人。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这一幕，众弟子脸色大变，眼中满是错愕之色，就连天魔峰主都是忍不住看了过来。这藏生弟子他前几天方才见过，但倒也没有放在心上。若不是他斩杀了一个正道奸细一事，恐怕天魔峰主都不会知晓藏生峰有这么一个人。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宁晨小子不愧是埋人的天才。就在众人皆是疑惑之时，一道苍老的大笑声响起。只见古玄捋着白须，大笑着看向那魔音空间中。古玄峰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少天魔教长老头来好奇的目光。面对众人疑惑目光，古玄清了清嗓子，笑着解释：魔音宗主，这魔音空间中的那些魔音，是由大多数被镇杀其中的修士的恐惧声、不甘声、怨恨声、求饶声等等所形成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残魂死不瞑目，因此才会如此。而宁晨小子所做的，便是将这些残魂葬送。一旦残魂瞑目，他们的恐惧、不甘、怨恨等等声音不就自会消散吗？魔音也因此削弱，那宁晨小子不就自能继续往前行吗？此话一出，周围一片寂静无声，所有人面色呆滞，错愕地看着魔音空间中的画面之上。谁也没想到，那藏生峰的弟子竟能另辟蹊径，找到这种办法。一旦进入其中，魔音便极为刺耳，干扰心智，摩擦精神，在肉身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已是高压环境，根本让人来不及多思考，本能的就会往前而行。可那宁晨在这种环境下却还能做到冷静思考，这般心智就已远超常人。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葬送那些残魂可不止表面这般简单，只需插一根往生竹而已。首先要从魔音中寻到那些残魂，再硬抗魔音，将残魂葬送，让其瞑目，难度之高，远远不是众人所能想象的。一时间，周围一片死寂，布满惊愕。这家伙，高台上飞跃有些坐不住了。这藏生峰的弟子这般葬送他魔音空间中的残魂，不就是在变相削弱他魔琴的威力吗？然而还不等他站起身来，一道寒霜目光便是落在他身上。接着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便是响起：坐着继续看。魔音空间中好强的魔音，但肯定难不倒我的。你们还是放弃吧，这天魔峰我静定了。明月峰孙权咬着牙，冲着一旁几乎同行的几大峰外门弟子说道：哼，孙权师弟，你在做梦。徐元冷哼一声，大手一挥，一尊尸魁便是出现在其身前。他紧贴尸魁而行，虽然尸魁在魔音下竟开始腐烂，但为了天魔峰内门弟子名额，他也豁出去了。是吗？那我倒要看看是谁先到。
孙权讥笑，背后一轮血月展开，似是要与虚元一较高下。一旁，毒冲锋的公孙两兄弟以及毒冲锋和天魔峰外门顶尖弟子，同样是各自施展手段，不断拼命地朝着前方走去。那一柄不断散发魔音的古筝就在前方，可对于几人而言，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可恶，我才是6大峰外门第一人！孙权咬着牙，脸色涨红，体内灵气已是尽数运转，不断朝前而去。可每踏出一步，对他而言都宛若是跨越了一个巨大的鸿沟，身体已是嘎吱作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就到此为止了吗？孙权不甘地咬了咬牙，朝着周围看去。一旁的其余5大峰弟子也是精疲力尽，几乎快瘫软在原地。看到这一幕，孙权方才是稍稍松了口气。哼，这些家伙也不怎么样嘛，我比他们多走了几寸，如此一来，我还是这6大峰外门第一人。虽然完不成试炼，但这也没办法，毕竟这可是大地强者魔音，就算是同境界，也不是我们所能完成的。恐怕就算是那些真传弟子来，也未必能完成。就在孙权自我安慰之时，忽的一道身影似是从他身旁快步而过。什么大黑耗子过去了？孙权一愣，就连一旁的几大峰外门顶尖弟子也皆是愣了一下，错愕看去，接着瞳孔一缩，只看到一道悬衣身影从他们身边穿插而过，所到之处一道亮光浮现，那是一道烛火。几人瞳孔放大，下意识抬眸看去，却是发现那一道悬衣身影已是再度走出了数十米远的距离。什么？顷刻间，孙权几人脸色大变，这怎么可能？他是谁？往生竹，他是葬生弟子。与此同时，整个试炼场上所有人的目光皆是凝重无比的朝着那画面之中看去。伴随那悬衣青年踏步而行，一根又一根往生竹点燃，他的身形已是距离那散发魔音的古筝只有数步之遥，每踏出一步，仿佛就像是踏在他们的心尖上，无比紧张。还有5步，3步，最后一步。当最后一根往生竹点燃，插在地面之上，宁晨最后的一步踏出，他的手朝着那波动的琴弦上落去。铮！下一刻，波动的琴弦渐渐停下，整个魔音空间所有的凄惨声、不甘声、绝望声、求饶声等等组成的魔音瞬间停下。身后，原本还在受到魔音折磨的孙权等人瞬间松了一口大气，宛若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人挪走，瘫倒在地上，重重喘息，早已是汗流浃背。好强！一个葬生弟子竟能做到这种地步。孙权等人喘息之时，目光也是看向那轻抚魔琴的宁晨身上，难掩眼中的震惊。呼哈呼哈，死了，差点死了。孙权几人身后，周原喘着气，接着朝前看去，瞬间瞪大眼睛。卧槽，原来暗琴之人是宁兄。那是我兄弟，我的童子兄弟。而此刻，宁晨轻抚魔琴，让其停下，他嘴角微微掀起，收获不错。眼前一个自己可见的面板浮现，姓名宁晨，境界名丹境7星，功法无上魔诀，退凡境小成，武学血魔刃，神鬼影踪步，藏法神通，往生之谋。目前开启层数9层，入藏气血70100，不错，一路送葬，不仅实力再度突破，就连藏神官的入藏气血都增加了不少。对于这魔音空间收获，宁晨很是满意，只可惜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宁晨有些惋惜，若不是怕被发觉，他都想一直待在这里安心葬送了。嗡嗡！就在这时，眼前这魔琴发出一道悦耳琴音，接着整个魔音空间开始消散，所有人再度回到试炼广场之上，那一柄魔琴也是化作一道流星，回到高台上飞跃的怀中。只不过此刻飞跃却是有些不愉悦，毕竟魔琴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其中充斥诸多被魔琴所镇杀之人的惨叫、绝望等等声音，结果被一个小小的魔门弟子给葬了一些，简直是让他心疼。没想到一个外门弟子竟真能通过你的魔音空间。幽冥老人捋着长须，有些意外地看了眼一旁的飞跃。虽然这魔音空间仅仅只发挥出了宁丹境的实力，但可也不是一个寻常弟子所能通过的。飞跃一脸幽怨，幽冥老人没有在意飞跃的一脸幽怨，转而看向洛长武，叹道：据老夫所知，天魔教藏生峰放眼7大峰中可以说是垫底的存在，可没想到这垫底之峰却出了一个如此了得的弟子。洛掌教，看来你天魔教出了个不得了的弟子啊。然而一袭红裙的洛尚武此刻那绝美俏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波动，红唇轻启，冷声道：将将就就，马马虎虎。闻言，幽冥老人皱了皱眉，这也叫将将就就，马马虎虎？这天魔女帝眼界未免也太高了吧？
不过对比他自身的话，的确能入他眼的人世间罕有。这时，洛尚武美眸落在飞跃身上，开始点名。飞跃，哼，给你，给你。飞跃冷哼一声，他也不敢反悔，毕竟面前这女人可是天魔女帝，你若敢放她鸽子，那后果他可不敢想。说完，他手上一道光芒一闪而过，化作一卷竹简，递给洛长武嘟囔道：也不知道你这个女人要这无用的禁忌之法有什么用。洛尚武接过，将其收起，没有搭理飞跃。唉，没有那玄冥神帖，我魔音宗下那镇着的万年魔师可怎么办？飞跃悠悠叹了口气，一边叹气一边朝着一旁的洛尚武看去。然而这个死女人压根没有一点要把玄冥神帖借给他的意思。可就在这时，洛尚武那如冰块碰撞带着冷意的声音响起：其实魔影宗下镇着的万年魔师或许本地有解决之法。什么办法？飞跃当即是美眸一亮，看了过来。然而洛尚武这个女人仿佛又变成了一座高冷冰山一般，一言不语。好强！此刻试炼广场上，当魔音空间消散，所有人还没从惊愕之中回过神来，错愕地看着那一袭玄衣的青年。这才是我天魔教的弟子啊！宁晨，你干得不错。天魔峰主大笑一声，落在宁晨的身旁，宣布道：自今日起，你就是我天魔峰的内门弟子了。不远处，古玄也是投去欣慰目光。虽然有些不舍这么好的苗子落到了天魔峰主那老壁灯手里，但他也知道凭借宁晨的天赋，去天魔峰才是最好的归宿。天魔峰，羡慕啊！当听到天魔峰主宣布的话，周围众七大峰外门弟子皆是投去羡慕的目光，就连孙权等人也是羡慕不已，不过也没有气馁。通过魔音试炼的只有宁晨一人，他分走一个，还剩4个，他们再竞争就行。天魔峰。然而备受瞩目的宁晨却是眉头一挑，那无比帅气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他冲着天魔峰主摇了摇头：多谢天魔峰主好意，但我并不想加入天魔峰。什么？天魔峰主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抹错愕，其余几大峰的峰主眼中瞬间闪过一抹喜色。难道说宁晨要选他们？以这小家伙的天赋来看，若是好生培养，未来最起码也能在一众内门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真传弟子般的存在。我还是继续留在藏生峰吧，藏生峰挺好的。宁晨轻笑道。此话一出，周围宛若陷入一片死寂，众弟子满是不可置信地看着宁晨。开什么玩笑？有天魔峰不选，居然选择继续留在藏生峰，这不是纯纯浪费自己的修炼天赋吗？就连不少被内门弟子淘汰下来的藏生弟子都是愣住了。宁晨师兄怎么还选择回到藏生峰了？宁晨，你说什么？你要继续留在藏生峰？天魔峰主脸色陡然一变，神情严肃，无比凝重地看着他。这简直是胡闹！藏生峰对比我天魔峰而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无论是修炼资源，亦或是灵气浓郁程度等等，都是我天魔峰更胜一筹。你选择留在藏生峰，简直是浪费自己的天赋。不远处，古玄也是叹了口气，也没有反驳，藏生峰的确不如天魔峰。然而就在这时，宁晨的轻笑声却是响起。不知天魔峰主可否听过一句话？何话？天魔峰主皱了皱眉，就连周围众人的目光也是看来，甚至高台上那几道气息也是落下。面对众人目光，宁晨只是微微一笑。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哗！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在场所有人皆是错愕地看向宁晨。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死！这是有多大的自信才能说出这等话语？宁晨师弟好帅啊！师姐好想和他交流一下人生道理。一时间议论纷纷，皆是惊叹不已。高台上，飞跃抱着古筝，咯咯笑着。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哥哥，洛尚武你天魔教这小家伙倒是有趣，话虽没错，但他也得证明自己是强者才行。幽冥老人捋着白须道：哥哥，洛尚武，我对这小家伙倒是挺感兴趣的，要不你把他送到我魔音宗如何？哪里来的寒气？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当听到宁晨的话，天魔峰主眉头紧皱，陷入了久久的沉默。最终他方才是再度问道：你为何要如此执着于待在藏生峰？此话一出，也算是问出了众人心中的疑惑。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但强者也可以选择环境。一个优秀的环境能让强者更强，当然是因为我埋人就变强了。宁晨神情无比淡定，轻笑道：因为万物有始有终，生命亦有终点，而作为送葬之人，便是为这些生命画上句号之人，能轻易见证生命的有始有终。天魔峰主不觉得这样对修炼也有所感悟吗？万物有始有终，生命亦有终点，送葬之人则是为生命画上句号之人。
当宁晨这番话一出，整个试炼广场上宛若陷入一片死寂，众人脑海中他所说的话不断回响，无比震撼，就连一众藏生峰弟子也是愣住了，无比错愕地看着宁晨。宁晨师兄这番话顿时将藏生弟子所做之事给升华了，好像藏生弟子也未必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宁晨小子说的话，这方才是我藏生峰存在的意义啊！当听到宁晨的话后，古玄眼中满是激动。高台上，一袭红裙的倩影美眸也不由是落在了那悬疑青年之上。这天魔峰主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就在这时，一道传音似是入耳。接着，天魔峰主脸色大变，眼中满是凝重和敬畏之色，朝着那高台之上行了一礼，接着方才是说道：“也罢，就如你所说吧，你可以继续待在藏生峰，同时，你也可以随意进出我天魔峰，享受我天魔峰的修炼资源。”哦，多谢天魔峰主。听到这话，宁晨眼睛一亮，连忙是冲着天魔峰主行礼道谢。如此一来，既能继续埋藏生峰的客户，又能享受天魔峰的修炼资源，简直是两全其美。好了，宁晨你可去一旁休息，其余弟子可继续比试。宁晨不占天魔峰名额，所以天魔峰内门弟子名额还有5个。天魔峰主挥了挥手。听到这话，一众试炼弟子方才是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搓搓手继续比试。而宁晨也没有继续待在这，给了周元一个加油的眼神，便是朝着一旁走去，正好借这个机会巩固一下刚刚突破的修为。可就在他找好一处地方盘腿坐下时，忽的，脑海中一道冰冷女声倏然响起：“3天后戌时，小院内等我。3天后戌时，小院内等我，否则后果自负。”倏然，一道熟悉的冰冷不带任何情感的女声在脑海中响起。盘坐修炼的宁晨愣了一下，这声音是女魔头。女魔头也在这里。他下意识抬眸朝着周围看去，不过并未看到那一道熟悉的红裙倩影。看来那女魔头不想现身，宁晨也没有在意，将女魔头的话记在心里后，便是继续修炼。而试炼广场上，内门弟子考核还在继续。高台上，那一袭红裙的倩影似是没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盈盈起身：“哎，洛尚武，你还没和我说我魔音宗那镇压着的万年魔师的解决之法呢。”飞跃追了上去：“到时你自会明白。”话音落下，洛尚武转身离去。半个时辰后，外门一众弟子已是完成了内门所属峰的分配，而天魔峰最终的5个内门弟子名额分别为明月峰的孙权、剑魔峰的李烨、狮魁峰的徐元、天魔峰外门弟子南雪以及藏生峰周元。宁晨有些没想到，自己这童子兄弟居然真能混进天魔峰。很快，试炼便已是结束。虽然最终有5名外门弟子加入天魔峰内门，可众人议论最多的却并非这5名弟子，而是那藏生峰弟子宁晨。烛火镇残魂，送葬破魔音，简直成为了这段时间天魔教弟子的饭后茶谈。毕竟可不是谁都能破大界强者所设下的试炼，若是换做他们，最起码得吹1000年。当回到藏生峰，周元收拾了行李，抱着宁晨痛哭流涕，一脸不舍。宁晨则是默默侧身，躲过周元顺手擦过来的鼻涕，接着拍了拍他的肩，宽慰道：“周兄，你好好去吧，或许这也能救你一命。”“救我一命？”听到这话，周元愣一下，眼中闪过一抹疑惑。宁晨笑而不语，毕竟万一女魔头弄出点什么动静，被周元听到了，女魔头恼羞成怒，杀人灭口怎么办？走了也是一件好事。送走周元，宁晨回到了自己的小院。自己现在可以算是藏生峰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内门弟子了。虽说古玄说要给他换一个更好的住处，但宁晨还是婉拒了。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房子能住就行。这里也相对僻静，无人打扰，也更适合自己修炼，藏神关的秘密也不会被人发现。除了要警惕一个跟个鬼一样神出鬼没的女魔头。眨眼间，几天时间过去，这几日古玄也是送来了内门弟子考核的奖励，一些提升修炼的丹药，以及一些贡献值，还有一次进入藏经阁4、5层的机会。功法是可以不用挑选了，毕竟女魔头给自己的无上魔诀虽然品阶位置，但并不简单，就连她自己都修炼了，远不是藏经阁4、5层内的功法所能媲美的。宁晨估计最起码也是藏经阁8层往上所收藏的功法品阶了，正好缺点武学，不然现在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个血魔刃。宁晨喃喃一声，做好打算。血魔刃配合藏诀虽说很强，只要配合神鬼影宗部近身，同境界修士基本上是一击必死，但若是相隔太远，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了。所以宁晨打算用这个机会去挑选一部适合自己的玄阶武学。藏生峰，黄昏早早褪去，一轮圆月渐渐高挂夜空。呼，总算埋完这一堆了。宁晨伸了个懒腰，抖了抖藏诀上的泥土，
自从在内蒙考核说出那一番让古玄大受震撼的话后，这几日古玄给他送来了不少优质客户。伴随藏诀填平泥土，一根往生烛点燃，入藏气血进入藏神棺内，浓郁灵气也是进入凝沉丹田之中。藏神棺的入藏气血终于达到90了，还有最后10点就能开启藏神棺的第3层了，甚至还能再解锁一个藏法神通。不错不错，这几天收获满满啊！宁晨满意的将藏诀扛起。你小子，你还在啊？这都快亥时了。就在这时，藏生峰深处，孙长老的声音响起。只见他缓缓走来，目光满是欣慰地看着宁晨。现在整个藏生峰，无论是弟子亦或是长老，对宁晨都是极为顺眼，甚至是钦佩。毕竟当宁晨将送葬这一行为升华后，他们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还有些许没葬，顺手就葬了。宁晨轻笑，可恶的，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孙长老你说什么？快亥时了？对啊。孙长老捋着胡须，笑着点了点头。糟了，完了！听到孙长老的话，宁晨脸色大变，扛起藏诀就是朝着山下拼命狂奔。宁晨这小子真努力啊！身后看着宁晨狂奔身影，孙长老捋着长须，忍不住感叹道：藏生峰山上，宁晨运转神鬼影踪步，很快便是赶到了藏生峰的山脚下，自己那破旧小院就在眼前了。他记得3天前女魔头在他脑海中传音，说3天后的虚实在小院等他，否则后果自负。3天后，不就是现在吗？现在都已亥时了，虚实早就过了，埋人埋过头了，一下子忘了时间。宁晨皱着眉，脚下已是生出气旋。没办法，你埋人就变强，你埋人不会上瘾。片刻后，宁晨终于是回到小院。当他推开小院的门，连忙是说道：前辈我来迟了，还请前辈不要。话音还未落下，当他抬眸看去时，便是瞧见小院之内空空如也，并没有出现女魔头那一袭红裙倩影。他没来，还是说虚实没等到我走了？宁晨愣了一下，环顾四周，的确没有女魔头的身影。不对，忽的，他的目光落在小院石桌上那一套自己清洗过了的茶具上，接着皱了皱眉，似是想到了什么，快步走上前去，将那桌子上的杯子拿起。茶杯中还有些许茶水，茶水温热，而茶杯上还残留那一抹显目的红色。这是女魔头红唇上涂着的口脂。糟了，她来过了。宁晨脸色一变，忽的，他能明显感受到小院的温度一下子骤然降低，如同冰窟。当小院的温度一下子骤降，宁晨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看到女魔头那一张冰冷绝美，但却充满实质杀意的俏脸。哎呀，最近好像要入冬了，有点冷啊。回房间，穿个衣服再说。宁晨轻咳一声，自言自语般的朝着房间走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布满寒意却无比悦耳的女声在身后响起：你要去哪里？当听到那冰冷女声响起，宁晨整个人皆是颤了一下。那个女人居然没走，还跟个鬼一样突然闪现在自己身后。他挤出一抹笑容，回头，呀，好巧，前辈刚来吗？我也刚来。最近这天灵界好像要入冬了，前辈穿这么点不冷吗？要不要回去换件厚一点的衣服啊？这大晚上的温度骤降，前辈要注意保暖。话还没说完，便是被洛尚武打断。你一个小小的宁丹境修士都不惧怕天气寒冷，你觉得我会怕冷？可宁晨尴尬挠头，他当然知道以女魔头的实力，压根无需惧怕天气寒冷。毕竟修士修炼之后，丹田内储存的灵气就足以应对各种天气寒冷了，除非是特定严寒。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跳过自己放女魔头鸽子一事。还有，我虚实就过来了，可我没看到你。洛尚武双手抱胸，目光冷漠地看着宁晨，那目光仿佛在说狡辩，我看你怎么狡辩。前辈，我埋人埋过头了，没注意时间。宁晨直道，女魔头脾气古怪，难伺候得很，若是说谎，恐怕也能被其一眼看穿，还不如直接坦白。你放我鸽子。洛尚武绝美俏脸没有丝毫表情，只是那好看的眸子淡淡落在宁晨身上。宁晨没有反驳，事实的确如此。倏然，只见眼前一袭红裙的倩影，手中忽的寒芒一闪，一柄布满寒气的剑被其轻握在手中，接着毫不犹豫，一剑便是朝着宁晨挥去。宁晨下意识闭眼，轰！下一刻，剑意从而身旁而过，重重落在藏生峰一处。顷刻间，那一处山脉地动山摇，接着便是响起古玄那惊呼之声：是谁？是谁在破坏我藏生峰？而小院内，宁晨心有余悸。这就是女魔头的实力吗？好强！女魔头的实力至今是个谜。下次不许放我鸽子。洛尚武手中握着的寒剑消散。是，前辈。
宁晨微微颔首，既已答应，没做到，那的确是他有事在先。随即他转移话题，那日内门弟子考核试炼，前辈是不是也在？不过我怎么没看到你？不想见你。洛尚武淡淡道。宁晨，这女魔头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不过我传过大地强者的魔音试炼总该夸我了吧？那可是大地强者的试炼。然而当宁晨一脸得意地问向女魔头时，却是听到了女魔头的口头禅：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宁晨，早知道不问了。我将将就就，马马虎虎，那别人呢？他咬了咬牙，愤愤不平地问道，很是想知道自己这样都算马马虎虎，那别的弟子算什么？没看。洛尚武淡淡道。宁晨愣了一下，似是感觉女魔头这话有些不太对劲。然而还不等他细想，女魔头那冰冷的声音便又是响起。她那冰冷的美眸落在宁晨身上。难道你不好奇我今日叫你来是所谓何事吗？好奇是好奇，不过前辈你刚刚说什么？洛尚武冷冷地看了宁晨一眼，无视了他的后半段话。这个给你。话音落下，一卷竹简出现在其纤细玉手指上，他轻抛了过来。宁晨接住，疑惑看去，这是？你打开便知。洛尚武冷声道。旋即宁晨没有丝毫犹豫，将竹简打开，引入眼帘的是龙飞凤舞5个大字：天地葬生曲。当看到那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上写着的内容时，宁晨神情不由一凝，越发感觉到这竹简中所记载的东西十分不简单。他看向洛尚武，忍不住问道：前辈，这是？武学。洛尚武红唇轻启，声音一如既往的冰冷。武学。宁晨一愣，眼中闪过一抹错愕。这女魔头不会在监视自己吧？正好知道自己缺武学，正好在自己打算前往藏经阁挑选武学时，就送上了这天地葬生曲，并且这天地葬生曲好像还很不简单，其攻击手段有点类似与前几日所见的魔音宗宗主那魔琴一般。不过看其描绘，甚至比那魔音还要复杂一些。至于威能，他就不知道了，毕竟就算武学再强，他现在也只有凝丹境，自然远远比不上大地强者所施展的魔音。不过这种攻击手段的强大，他也见识过了。前辈，这武学是何品阶？宁晨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你修不修？洛尚武柳眉微蹙，看着宁晨，一边问，一边做出要从他手里拿回来的动作。修，我修。前辈特意给我寻的，我当然修。宁晨连忙是将那竹简拿回，嘿嘿笑道。现在的他已完全能配得上送葬人这个称呼了，有葬神官，也有葬诀，现在更有女魔头给的天地葬生曲，这葬生曲好像是量身为他打造一般。旋即宁晨也不顾女魔头就在这，开始认真研究这天地葬生曲，伴随一点一点感悟，仿佛间一曲悲哀葬曲在他脑海中演奏。片刻后，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原来如此，这便是天地葬生曲吗？好强，你学会了。当听到这话，洛尚武柳眉微皱，似是有些意外。宁晨点了点头，这天地葬生曲果然适合你。洛长武眯了眯美眸，这葬生曲放在魔音宗几乎无人能领悟，更无人能发挥其真正的威能，就算是飞跃这个大地强者都不行，因为他的道与天地葬生曲的道不同。而现在宁晨的道便是与这天地葬生曲完美融合，只有他能将这魔音宗的竞技武学发挥出来。一时间洛尚武美眸眯起，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家伙在飞跃面前施展这天地葬生曲，那女人震惊的模样了。前辈你说什么？听到洛长武喃喃，宁晨一愣。没什么。对了。这时宁晨似是想到了什么，看向那一袭红裙的女魔头，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前辈，我这样算不算吃你的软饭？软饭？呵。听到宁晨的话，洛尚武那仿佛不带任何情感的寒冷美眸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但又似是什么都说了。宁晨，这女人这什么眼神？迟早有一天要把她按在床上，狠狠打她的屁股。虽无夫妻之名，但好歹有夫妻之实。不过现在嘛，还是先老老实实吃女魔头这不愿承认的软饭。现在两人实力差距有一点点大，想把这女人按在床上打屁股，目前来说几乎不可能。旋即宁晨的目光落在天地葬魂曲上，喃喃道：天地葬魂曲一共有8大曲目，每一曲威能不同，所对应的能力也不相同。而目前我所能修炼的第一曲为永继镇魂曲，运转此武学需3000大道之乐道加持。当看到这，他愣了一下。前辈，何为3000大道之乐道？剑之道、刀之道、拳艺、掌艺都在3000大道之中，至于这乐道，他倒是不曾了解过。洛尚武红唇轻启，冰冷悦耳的声音响起：万物皆有回响，溪流声、鸟雀声、剑鸣声、
古筝声等等皆是，你都能去聆听，属于他们的乐道，并尝试感悟。倏然，洛上武柳眉微蹙，看着宁晨。你在看什么？只见宁晨的目光正认真地落在自己身上。前辈说能从万物之上聆听属于他们的乐道，我在想是不是也能从前辈的声音中感受到乐道的存在。面对洛上武冷声发问，宁晨认真说道：你。洛上武一愣，接着瞪了宁晨一眼。话就说到这，能否感悟全看你自身造化。说完，他那秀发一甩，莲步轻盈，朝小院外走去。对了，这时宁晨叫住了他，接着露出一抹囊中羞涩的笑容，默默地朝着洛长武摊开了手。前辈，这天地藏魂曲好像还需一件乐道领悟，软饭怎么吃？宁晨觉得软饭的硬吃。没有，洛上武淡淡道。此刻他储物界中的确安静躺着一件乐道灵物，但他并不想给这个家伙，谁叫他放自己鸽子。这时他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天魔教内有一处矿场，名为玄铁矿场，其中有不少可打造灵物的矿石，你可去寻一寻，若寻到不错的矿石，可交给镇守矿场的神铁长老，他若满意，或许会为你打造一柄不错的灵物。说完，他不等宁晨说什么，转身便是离去。玄铁矿场，神铁长老，多谢前辈。宁晨微微颔首，接着起身相送。他跟在洛上武屁股后面。前辈要不要再传授我一点修炼新的再走？不要。前辈要不要教我一点什么牛逼哄哄的武学？不要。两人走到院中，宁晨目光落在那洛长武喝剩下的茶上。那前辈，你这茶还要不要？此刻洛上武已对这只跟屁虫有些厌烦，红唇轻启，想都没想便是说道：不要。那我就不客气了。宁晨似乎早就在等洛上武这句话，嘿嘿一笑，抓起那半杯喝剩的茶，吨吨吨的就往嘴里灌，似是喝的不满意，拿起茶壶便是一顿猛喝。看到这一幕，洛长武愣了愣，美眸中闪过一抹错愕。他似是没想到宁晨居然直接当着他的面就把他喝剩下的茶给喝了。虽说上次就已知晓，但上次好歹是他不在。喝得正起劲的宁晨忽地察觉到女魔头似乎正盯着自己看，他停下喝茶的动作，将茶壶递过去。前辈，你要喝吗？不喝。洛上武冷声道。宁晨哦了一声，接着又吨吨吨地喝了起来。你不嫌弃吗？洛上武柳眉微蹙。嫌弃？为什么要嫌弃？宁晨感到疑惑，上次喝了就知晓女魔头这茶不简单，能提升自己修为，为什么要嫌弃呢？洛上武美眸中闪过一抹亮光，冷哼一声。那你慢慢喝。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是消失在了夜色中，而感受着自身不断提升的气息，宁晨很是满意，又是吨吨吨地喝了一大口。翌日，宁晨埋完今日客户后，便是离开藏生峰，朝着女魔头所说的天魔教内那一处玄铁矿场而去。很快，他便是在天魔教深山之中看到了一处庞大的矿场，铁镐凿击岩壁的声音不断响彻，隐约可见那庞大的矿场中有着一道道天魔教各大峰弟子都在其中寻找合适自身的矿石。当宁晨来到矿场入口，很快便是有2个负责看守矿场的天魔教弟子将其拦下。进入玄铁矿场需要3000贡献值。闻言，宁晨将腰间挂着的弟子令牌递了过去。3000贡献值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天价数字了，毕竟他埋得多，贡献值已是积攒了不少，更何况前段时间内门考核所获得的1万贡献值也早已到账。藏生峰，当2个矿场弟子看到递来的令牌时，皆是愣了一下，不过倒是没有以往所出现的不屑，而是看向宁晨问道：你是藏生峰弟子？那你可曾见到过宁晨师兄？听说前段时间宁晨师兄在内门考核中凭一己之力就破了魔音宗宗主的魔音空间，那魔音宗宗主可是大地强者，宁晨师兄简直太强了。这位师弟，想必你也是这般想的吧？说话间，这2个矿场弟子眼中崇拜神色越发浓郁。还好，宁晨默默借用了一下女魔头的口头禅，将将就就，马马虎虎。这还将将就就，马马虎虎？你有没有搞错？那可是大地强者的试炼，就算是同境界，能过此试炼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就算是6大峰的真传师兄师姐，也没几个有信心通过。你居然说将将就就，马马虎虎？2个矿场弟子脸色一变，愤愤不平地看着宁晨，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个藏生弟子竟这般嚣张。而看着2人反应，宁晨也是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就是，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嘛。那女魔头果然不正常。哼，若不是工作如此，这2个矿场弟子听到眼前这个藏生弟子说出这话时，他们都想赶人了。旋即他们拿起宁晨递过来的弟子令牌，准备扣除进入玄铁矿场所需的贡献值。咦，
可忽的其中一个矿场弟子似是察觉到些许不对，他看了一眼这弟子令牌，皱了皱眉。藏生峰内门弟子。藏生峰何时有了内门弟子？有啊，他身边的矿场弟子立马说道。宁晨师兄不就是吗？我天魔教立教以来唯一一个藏生峰内门弟子。宁晨师兄。倏然，两人猛地反应过来，错愕地看向宁晨。你就是宁晨师兄？宁晨笑着点点头。那两矿场弟子满是崇拜地看去，原来他就是宁晨师兄。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原来是宁晨师兄谦逊的表达。宁晨师兄真的好谦虚，若是换做别的师兄师姐通过了这魔音空间，恐怕早就趾高气昂，得意的不得了了。见过宁晨师兄。两个矿场弟子反应过来，连忙是冲着宁晨行了一礼，而后将他的弟子令牌双手递还。宁晨接回弟子令牌。我可以进去了吗？当然可以。两位矿场弟子当即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旋即宁晨便是朝着矿场内走去。宁晨师兄，请等等。这时身后一位矿场弟子追了上来。在夏天魔峰外门弟子王玄，宁晨师兄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玄铁矿场，我来给师兄讲解一下这玄铁矿场所需要注意的事项。行，有人带路讲解，宁晨自然不会拒绝。很快两人便是朝着玄铁矿场走去。一路上宁晨瞧见不少弟子皆是拿着锄头不断的凿，甚至还有不少矿洞，矿洞之中可见萤火之光。而通过王玄的讲解，宁晨也逐渐明白这玄铁矿场的非凡之处。这处矿场并非天然矿场，而是某一任天魔教主搜刮了天灵界不少珍贵矿石堆积在此，为的便是让天魔教内弟子能找到自己合适的矿铁，打造适合自己的灵物。而这些矿石也并非想挖便能挖出，每一块矿石上都有那一任天魔教主所设下的限制，只有打破限制，方能将那矿石凿出。这样吗？宁晨点点头，看向王玄。怎么打破限制？力破万法。王玄说道。懂了。宁晨颔首。宁晨师兄，这个给你，当你看到心仪矿石时，便可用其凿出。王玄说着，递给宁晨一个铁锄。不用。宁晨笑着摆了摆手，手中一道寒芒闪过，藏诀浮现而出，接着一把握住。我还是习惯用这个铲子。既然宁晨师兄都已懂了，那我就回去了。以宁晨师兄的实力，挖一块不成问题。王玄愣了愣，接着收回铁锄，行了一礼后便是离开。玄阶矿石吗？宁晨微微皱眉。玄阶也就能锻造玄器灵物，矿石品阶对应灵物品阶，分别为凡阶、灵阶、玄阶、王阶、圣阶以及地阶。如果想要发挥出天地藏生曲的威能，那乐道灵武就要更强，所需锻造的矿石也要更强，所以能挖到品阶好的就尽量挖品阶好的吧。半个时辰后，宁晨扛着藏诀还在矿场中游荡，这半个时辰硬是没找到合适的矿石，而他的身影也是引起了不少挖矿弟子的注意。咦，那人下矿不拿锄头，居然拿了一柄铲子。有弟子感到疑惑。很合理，就算他赤手空拳来挖矿都很合理。然而一旁的弟子只是看了那悬疑身影一眼，便是疑惑消除。啊，为什么？因为那是藏生峰的宁晨师兄，前段时间内门弟子考核能通过大地试炼的狠人，你说合不合理？当听到通过大地试炼，周围那一片质疑声顿时鸦雀无声。合理。那这位宁晨师兄是要打算挖什么品阶的矿石？谁知道呢？不过最起码也是玄阶矿石了。忽的一道惊呼响起。咦，那宁晨师兄怎么朝着一块凡阶矿石而去了？而在周围天魔教弟子惊呼声中，宁晨似是发现了什么，扛着藏诀便是朝着一块足足数十米的黄色矿石而去，所散发气息正是一块凡阶矿石。不过此刻宁晨的注意力却是全然放在这矿石上的一缕红色气血之上，那是藏神官的可藏气血。奇怪，一块凡阶矿石之中怎么会有可藏气血？看着眼前那一缕红线朝着眼前那一块足足数十米的凡阶矿石延伸而去，宁晨皱了皱眉，扛着藏诀走了过去。与此同时，他的动作也是引起周围挖矿弟子的注意。那是藏生峰的宁晨师兄，前几天内门考核时我见过他，如此近距离看才发现，没想到宁晨师兄不仅天赋强，就连容貌都惊为天人。他这是也来挖矿了吗？想来应该是想要炼制一柄更强的灵物。以宁晨师兄的实力，最起码也能挖出一块玄阶矿石。咦，宁晨师兄怎么朝着一块凡阶灵石走去了？当周围众挖矿弟子看到宁晨竟朝着一块凡阶矿石走去时，皆是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疑惑。按理说，宁晨师兄挑选的矿石最起码也应该是玄阶的才对啊，怎么会挑选区区一块凡阶矿石？
带着疑惑，周围不少挖矿弟子停下手中的动作，看了过去。只见宁晨来到那一块凡阶矿石前，上下打量了一番，确认可藏气血就在其中后，旋即握着藏诀，微微用力，朝着那一块凡阶矿石重重砸去。当藏诀重重落在那一块凡阶矿石之上，火花四溅，伴随一声巨响，巨大的力道回弹，震得宁晨的手无比生疼。但好在实力在这也已做好准备，藏诀这才没有被弹飞出去。咦，这怎么回事？宁晨师兄连一块凡阶矿石都凿不开，这不对吧？当看到这一幕时，周围挖矿弟子皆是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这真的是能闯过大地试炼的狠人吗？连凡阶矿石都凿不开，这凡阶矿石连我都能凿开，哼，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也能通过大地试炼？一个尸鬼峰的弟子不由冷笑一声，哼，可笑。听到这话，周围顿时是有剑魔峰的弟子冷哼一声反驳，大地强者修炼之时也是要吃饭的，你也要吃饭，你怎么不说你是大地强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宁晨师兄凿不出这凡阶矿石不是他不行，而是这凡阶矿石暗藏玄机。你此话一出，那尸鬼峰弟子顿时脸色微变，暗藏玄机？一块凡阶矿石怎么会暗藏玄机？一时间，周围众挖矿弟子也是疑惑不已。而看到那凡阶矿石竟是毫发无损，宁晨皱了皱眉，眼中满是凝重之色。这凡阶矿石中的可入藏气血果然不简单。旋即，他宁丹境七星的气势尽数爆发，一道血芒浮现在藏诀之上，接着一步踏出，握着藏诀再度朝着那凡阶矿石猛地轰去。当气息爆发，周围众挖矿弟子脸色大变，好强的气息！宁晨师兄这是宁丹境七星，好强！明明只是刚入内门，其实力就已经与不少内门师兄相差无几了，甚至还要更强一些。最关键的是，宁晨师兄是在藏生峰啊！伴随周围议论声不断响起，血魔刃强化过的藏诀已是重重落在了那矿石表面。轰！一声轰鸣，咔嚓！在场众弟子听到一道细微的破碎声。在宁晨师兄如此恐怖的力道加持之下，那凡阶矿石这都只碎了一点点。死！这矿石不简单啊！周围众弟子倒吸一口凉气，果然有戏。看到在自己这全力一击下，那矿石表面出现了一道细微裂纹，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微光，旋即继续握着藏诀，运转血魔刃，不断凿击下去。轰！震耳的声音不断响起。看到这一幕，周围挖矿弟子眼中双重震撼，感叹宁晨师兄力量之强，惊愕那凡阶矿石之坚硬。一时间，伴随凿击声不断响起，宁晨发现一块诡异矿石的消息很快便是传遍了整个神铁矿场，甚至有不少弟子都是放下手上的活，朝那一处凿击之处而去。很快，围观的弟子越来越多，你们不好好挖矿，要去哪里？动静惊动矿场长老，他拉住一个矿场弟子问道：你们不好好挖矿，这是要去哪里？回长老，据说是宁晨师兄发现一块诡异的矿石，多的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被他拉住的矿场弟子连忙是说了一声，接着朝着矿场走去。宁晨听到这有些耳熟的名字，矿场长老愣了一下，这不就是前段时间在内门考核上出尽风头的小家伙吗？老夫也去看看。矿场中，一大堆闻讯而来的弟子看着前方那一块数十米高的矿石前站着的悬衣青年，眼中满是好奇之色。这就是宁晨师兄发现的诡异矿石，不就是一块普通的凡阶矿石吗？普通凡阶矿石？那你再看看那矿石上的碎痕，那可全都是宁晨师兄一击又一击凿出来的。宁晨师兄可是宁丹境七星修士，寻常凡阶矿石能扛得住这么多下？什么？当一些后来赶到的弟子听到这话，顿时脸色大变。轰！就在这时，伴随一道震耳轰鸣响起，只见那一块矿石上再度出现了一道裂纹，可想要完全破开，却还是差了一些。好诡异的矿石，居然能抗住宁晨师兄这么多下攻击而不碎，这矿石究竟是什么来历？不知道啊。据说这矿石摆在这玄铁矿场很多年了，但就因为是一块凡阶矿石，所以来来往往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弟子将它放在眼里。没想到，如今竟被宁晨师兄给发现了。宁晨师兄好厉害，这都能察觉出他的诡异。不过，一时间宁晨师兄想要将其凿破，好像还差了一点。倏然，众围观弟子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咦，宁晨师兄这是要放弃了吗？只见宁晨不知何时已是盘腿坐下，似是要放弃。接着，众围观弟子便是听到他的一声喃喃叹息，看来还是不够啊。宁晨师兄果然是要放弃了。听到这话，周围众弟子皆是有些惋惜。可下一刻，宁晨的喃喃声再次响起，既然不够，
那边再上一层楼，再上一层楼。听到这话，周围众弟子愣了愣，但很快他们脸色大变，因为伴随宁晨话音落下，这一众弟子明显感受到其的气势正在节节攀升，眨眼之间便已是突破至宁丹境8星。这是突破了！众弟子眼中满是愕然之色。伴随宁晨起身，宁丹境8星的气势尽归身体，他握着藏诀，朝着那矿石再度猛地戳去。轰！这一击落下，那块凡阶矿石明显是猛地震颤了一下，一条足足数米的裂纹很快便是浮现而出。有效果了！宁晨师兄如此反复，恐怕再有半个时辰，估计就能破开这矿石了。看到这一幕，不远处一众弟子眼睛一亮，对着矿石暗藏的玄机满是好奇舒然。这一众弟子看到矿石之下的宁晨突然收起了他的铲子，又是盘腿坐下。咦，宁晨师兄怎么又坐下来了？周围弟子皆是愣了一下，果然还是差一点。宁晨微微摇头，叹了口气。此话一出，周围众弟子皆是愣了一下，满头问号，心中忽地有了一个不安的想法。刚刚宁晨师兄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他就突破了。现在他又说出了这番话，该不会他又要突破了吧？这不才刚刚突破吗？应该不至于吧。与此同时，宁晨体内藏神关乎的打开一角，接着储存其中的反哺灵气尽数涌入宁晨丹田，他的气势开始陡然上升。呼，宁丹境9星了。感受着身上陡然提升的气息，宁晨长舒了一口气。什么？一口气突破了2个小境界？宁晨师兄这境界是随心动的吗？看到这一幕，周围一众弟子满头问号，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若宁晨师兄第一次突破可能是长久积累，恰好突破，可这第2次突破可就不能用这般借口解释了，毕竟刚刚突破，哪里来的长久积累？这就是能突破大地试炼的狠人吗？好厉害！一时间，众弟子顿时瞪大眼睛，就连不少矿场长老都是无比错愕。而此刻，宁晨已是站起身来，握着藏诀，宁丹境9星的气势瞬间爆发而出，重重落在那矿石之上。轰！这一次，那足足数十米的庞然矿石之上，一条裂纹不断浮现，接着轰然破开了。这凡阶矿石中究竟有什么？一时间，当那矿石破开，周围围观的众弟子以及不少矿场长老也是投来好奇的目光。能让一个宁丹境9星修士如此费劲的破开，恐怕里面所蕴含的绝不简单。这是……与此同时，宁晨的目光也是朝这矿石中看去，眼前出现了一道可藏气血。他顺着其看了过去，只见矿石之中一块巴掌大小的金色透明的石块相克其中。看来这块凡阶矿石之所以如此坚硬，全然是因为这块金色透明的矿石。宁晨喃喃一声，而那可藏气血便是从这金色矿石之中散发而出。那是……倏然，宁晨目光看去，那金色透明的矿石中一滴鲜血涌动，可藏气血的源头竟然是一滴血。当看到这一幕时，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一滴血就能被藏神官标记为客户，那这滴血的来头也不简单。旋即，宁晨不动声色地将这一枚金色透明的矿石从上面抠了下来。唰，在场众人的目光皆是看了过去，这应该就是这一块凡阶矿石中所藏着的玄机了。这是金色的矿石，原来这凡阶矿石中藏着一块更强的矿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双生矿石？那这矿石究竟是什么品阶？这既然是王阶矿石。这时，一个矿场长老目光死死地落在宁晨手上那金色透明矿石之上，失声惊呼道：王阶矿石，那岂不是可以用这矿石锻造王气？当听到那矿场长老的话，周围众弟子脸色微变，看向宁晨师兄的眼神满是羡慕之色。王气，恐怕整个天魔教除了真传弟子以外有资格获取以外，其他弟子根本就不可能能获得王气。而最为恐怖的是，宁晨师兄仅凭宁丹境修为就能打破王气矿石的禁锢。王阶矿石？哪有王阶矿石？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大笑声响起，紧接着，天穹上一个穿着红袍的老者踏空而来，是神铁长老。当看到那红袍老者出现之时，众弟子眼中闪过一抹凝重，旋即是连忙行礼，参见神铁长老。神铁长老乃掌管整个玄铁矿场之人，并且还是整个天魔教灵武锻造造诣最强的锻造师。小家伙，这块王阶矿石给老夫看看，老夫可帮你锻造一件王气。神铁长老从天穹落下，落在宁晨身前，笑呵呵地说道。神铁长老？宁晨一愣，没想到女魔头口中的神铁长老就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正好也不要自己去找了。长老，给。宁晨没有犹豫，将这一块王阶矿石递了过去，
只不过递过去的一瞬间，那金色透明矿石中那一滴嫣红的血已是消失不见。这竟然是王阶上品矿石，不错不错，小家伙，你且去断武殿等老夫，等老夫锻造好了这件王器，自会给你送出来。神铁长老把玩了一下这王阶矿石，笑着冲着宁晨说道：“多谢神铁长老。”宁晨微微颔首：“小家伙，你要何等领武？乐道领武，乐道领武。”闻言，神铁长老有些意外地看了宁晨一眼，这乐道领武可不多见。那放心吧，老夫的锻造手艺没问题。说完，神铁长老便是化作一道流星消失不见。宁晨，你随老夫去断武殿等神铁长老吧。这时，错愕的人群中，一个矿场长老走了出来，冲着宁晨说道：“宁晨微微颔首。断武殿，神铁长老美滋滋的拿着手中的王阶矿石，眼中满是迫不及待。没错，他是一个锻造狂人。可忽的，神铁长老似是看到了什么，朝着大殿内看去，隐约可见一道红裙倩影。咦，掌教，您怎么来了？断武殿，只见大殿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道一袭红裙的倩影。他双手环住那一抹傲然，那绝美俏脸上面无表情，宛若一座冰雕一般，靠在大殿之中的石柱上。掌教，您怎么来了？当神铁长老看到大殿那一袭红裙倩影时，顿时是愣了一下，眼中立马闪过一抹敬畏之色，走上前去行了一礼，参见掌教。不知掌教前来是为了何事？洛尚武那一双冰霜美眸落在神铁长老身上，淡淡道：“本地需要一块炼制灵武的矿石。”哦，炼制灵武的矿石吗？神铁长老思索了一下，方才是继续道：“玄铁矿场中目前还剩5块完美圣石，以及半块地石，老夫这就去为掌教取来。”说完，神铁长老转身就欲去为洛尚武取来，但下一刻，那一道冰冷悦耳的女声响起，打断了他的动作：“不用，你把你手中这块给本地便可。”洛尚武美眸落在神铁长老怀中抱着的那一块金色王石上，冷声说道：“老夫手中这块。”神铁长老愣了一下，皱了皱眉，有些犹豫：“怎么不愿给？”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响起，仿佛整个大殿的温度都骤然下降。感受到那股冷意，神铁长老打了个冷战，连连摇头解释说道：“回掌教，不是不愿，而是这枚矿石只是区王阶，用其锻造出的灵武也完全配不上掌教您啊！更何况这一枚王阶矿石，一个小家伙挖出来的，老夫已答应他炼制灵武，那又如何？”洛尚武那不带情感的眸子落在其身上，反问道。神铁长老冷汗直流，这并非一块寻常王石，其中曾蕴含了一滴半圣精血，导致这块矿石已不可用寻常王石定义。你觉得区一个内门弟子配得上用一块蕴含半圣精血的王石吗？洛尚武淡淡的看着神铁长老道：“蕴含了一滴半圣精血。”神铁长老略微感知，果然如此。那滴半圣精血呢？谁知道呢？咦，掌教，你怎么知道那小家伙是内门弟子？洛尚武不语，或者是懒得搭理神铁长老，拿起那块王石便是朝着大殿外走去。看到这一幕，神铁长老有些发愁，这王石肯定是要给掌教的，但那小家伙那边怎么交代？他可不想言而无信。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匣子被洛长武递了过来，这个给他。是，掌教。神铁长老接过这漆黑的匣子，也不敢多问其中是何物，连忙是点了点头。见神铁长老收好，洛尚武莲步轻盈，转身朝着大殿外走去。当他出现在大殿外，美眸忽地朝着下方看去，只见下方一个玄衣青年正在下方等待。断武殿那100层阶梯之下，宁晨被那矿场长老带到此地等待。如此一来，女魔头所说的乐道灵武就完成了，天地葬生曲也能因此发挥效果了。而且这还是一件王器，恐怕比藏诀的品阶都要高。宁晨喃喃着，眼中满是喜色。而且还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一滴血。就在刚刚他将王石交给神铁长老前，他便已将这一滴精血吸入藏神棺中。不过他却并没有急着将这一滴精血给藏神棺吸收，直觉告诉他，这一滴精血的主人恐怕极为不简单，若是让藏神棺将其葬送，肯定能获得不少入藏气血以及反哺灵气。但如今藏神棺就差5点左右的入藏气血便可开启第3层，第3层的功能更为逆天，葬送客户便可获得其生前一种武学或是功法，而这滴血的主人生前定是大能，所掌握的功法武学定不简单，能多白嫖一种武学，何乐而不为呢？忽的，宁晨似是心有所感，下意识抬眸，正好对上了台阶上那一袭红裙倩影的那一双不带丝毫情感的冰霜美眸。前辈。宁晨一愣，他还是第一次在天魔叫出他小院以外的其他地方看到女魔头。
旋即，他笑着挥着手，朝着台阶上走去。前辈，哼！台阶之上，段武殿前，洛尚武看了那屁颠追上来的宁晨一眼，转身便是离去。与此同时，段武殿内，掌教这是给了老夫一个什么东西？神兵长老皱着眉看着手中的漆黑匣子，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不过他也不敢打开看看其中是何物，毕竟是掌教给的。前辈，忽的，只听到院外一声前辈响起。神兵长老愣了一下，皱了皱眉，那藏生峰的小家伙怎么来了？不是说让他在段武殿下等吗？旋即他转身，小家伙老夫不是。话音戛然而止，因为神兵长老猛然间看到宁晨竟是与洛尚武同行，那藏生峰的小家伙竟认识掌教，而且看情况关系匪浅，毕竟整个天魔教能与掌教并行的寥寥无几，也就那些必死关的太上长老有资格。死？难道说这小家伙身份并不简单？究竟是什么身份能与掌教同行？此刻神兵长老脑袋里充满了疑惑，虽然好奇，但又不敢随意揣测，毕竟这和掌教有关。但肯定这宁晨身份不简单，而这漆黑匣子中之物，恐怕也是掌教借他之手将这东西给宁晨小子，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罢了，当没看到，没看到。神兵长老喃喃一声，连连摇头，将视线挪开。而此刻，宁晨屁颠颠地跟了上去，走在洛尚武身旁。前辈，没想到竟在这看到你了。难道前辈的身份和段武殿有关？洛尚武看了他一眼，不想搭理他。前辈，今天天气真不错，要不要一起走走？不要。前辈喝茶吗？没带茶。哦，前辈。听着一旁宁晨的絮絮叨叨，如冰山般的洛尚武有些怀疑，一个人真的能说这么多的话吗？对了前辈，我刚刚挖到了一块王石，神兵长老应该能给我锻造一件王气级别的乐道灵武，嘿嘿，怎么样？还可以吧。洛尚武看了一眼似是邀功般的宁晨，红唇似是动了动，可话还没说出口，便是听到宁晨脱口而出：不用说，我知道，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嘛。听到宁晨将自己的口头禅给学了去，洛尚武抬起那不带任何情感的眸子落在宁晨的身上，看着这家伙一脸得意的模样，他柳眉微蹙。哼！他重重的冷哼一声。就在宁晨以为这女魔头要因此恼羞成怒时，下一刻他竟一步踏入虚空，消失不见。跑了。宁晨愣了愣，摇了摇头，嘟囔道：其实前辈看着冰冰凉凉，但有时候也挺可爱的。旋即，宁晨便是朝着台阶下走去，静等神兵长老帮他锻造完神兵。半个时辰后，段武殿内假装锻造了的神兵长老方才是从中走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个漆黑的匣子。神兵长老见状，宁晨当即是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宁晨小友，你的灵武老夫帮你锻造好了。神兵长老走来，捋着长须笑呵呵地说道，一边说着一边将掌教给的漆黑匣子递了过去。多谢长老。宁晨接过，笑着行礼，不过心中却有些纳闷，怎么感觉神兵长老对自己的态度好像比刚刚客气了不少？不知长老给我锻造的何等乐道灵武？宁晨有些疑惑，就欲将这漆黑匣子给打开。乐道灵武种类也并不相同，有古筝也有笛子，有琵琶也有箫，这个不急。可这锻造灵武还未完全凝灵，你等回去了自行查看便可。神兵长老干咳一声，连忙是打断宁晨的动作。这样吗？那就多谢长老了。闻言，宁晨微微颔首，行了一礼道谢后，便是拿着这漆黑的匣子离去。看到这一幕，神兵长老松了口气，那可是掌教给的，是什么他可不敢看，只要与老夫无关便可。黄昏前，宁晨回到了小院，旋即便是迫不及待地将那漆黑匣子放在小院的桌上，接着将其缓缓打开。这是……当看到那漆黑匣子中安静躺着之物，宁晨愣了一下，接着将其缓缓从匣子之中取出，越看越是满意。神铁长老果然是锻造大师，果然很懂，这方才是乐道灵武之中最强的存在啊！百般乐器，唢呐为王。没错，这漆黑的匣子中安静躺着的正是一只漆黑的唢呐。不错，唢呐对这天地藏声曲简直是绝配。神铁长老是真懂啊！宁晨是越看越满意。等等，这唢呐不会是女魔头交给神兵长老的吧？想到突然出现在段武殿的女魔头，宁晨顿时有了这个想法，毕竟女魔头可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那。不过若是问女魔头的话，恐怕以她的性子也不会承认。不管了，先认主。宁晨微微摇头，旋即将那唢呐握在手中，开始认主环节。很快，这一支唢呐的名称便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死灵。莫名的和藏诀很是般配。藏诀，死灵。
宁晨这下更是能确认这玩意就是女魔天给他的，这个女魔头直接给我不就行了？这可是我的辛苦费。宁晨嘟囔一声：“你说什么？”下一刻，女魔头那冰冷的声音便是响起。虽早已习惯女魔头的神出鬼没，但当那冰冷声音毫无预兆的在自己身后响起时，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前辈，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事要做吗？难道天魔教的长老都不忙的吗？宁晨转身拿着死灵唢呐，悠悠的看着洛尚武。你管我？洛尚武淡淡看了他一眼，语气极为淡漠。作为天魔教掌教，他当然忙得很了。宁晨忽地从他这话语中感受到了一种极重的怨气，这种怨气他只从上一世的打工人身上所感受到过。这就是神兵长老给你锻造的乐道灵武。这时，女魔头的目光忽地落在他手上的死灵之上。宁晨笑着拿了起来，凑了过去，笑眯眯的道：“是啊，不愧是前辈推荐的长老，手艺就是好。前辈，你看看这漆黑的光泽，你看看这。”没错，他说这话就是故意的在激女魔头，因为以女魔头的性子，问他自然不会承认。这个时候就要另辟蹊径了。骆长武不语，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没效果。宁晨皱了皱眉，决定放个大招。只见他悠悠的叹了口气，还好前辈没有给我准备这乐道灵武，不然我还真遇不到神铁长老给我锻造这么好的一件乐道灵武。神兵长老，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有一种汗流浃背的感觉？女魔头还是面无表情。咦，难道真不是他给的？他只是恰巧出现在断武殿。见状，宁晨皱了皱眉，但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对了，这时沉默了许久的洛尚武终于发话了：“前辈怎么了？”宁晨笑着看去：“你刚刚是不是称呼我为女魔头了？”洛尚武那好看冰冷的眸子安静地落在了宁晨的身上。宁晨有点汗流浃背了：“前辈听错了，我怎么可能会称呼你为女魔头了？我说的自然是仙女。听错，你在侮辱我，还是侮辱我的修为？”洛尚武美眸落在他身上。宁晨，下一刻，轰！宁晨从墙上摔了下来，揉了揉屁股，有点疼，但不多。他现在有些怀疑，女魔头这究竟是发泄自己刚刚所说的话，还是真是因为称呼问题？这时，洛尚武美眸再度看了过来，落在他的身上。你从那王石之中获得的那一滴精血呢？说着，他冲着宁晨摊开了看着很想让人牵一下的柔软无骨的白嫩玉手。给我。当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响起时，宁晨错愕地看着女魔头。这滴精血自己都还没捂热，就又被他知道了，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前辈，给。宁晨微微摇头，收起心绪，手掌一翻，一滴金色的精血便是浮现在自己掌心之中，旋即便是自动飞到洛尚武手中。前辈，你知道这滴精血的来历吗？宁晨凑了过来，好奇问道。两人此刻现在靠得非常近，以至于宁晨能很清楚地看到女魔头那绝美容颜，以及那很是独特的幽香。洛尚武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离自己很近的某人一眼，接着不动声色地退后几步，方才是红唇轻启。这是一滴纯阳圣体强者的精血。纯阳圣体。听到洛尚武的话，宁晨愣了一下，虽然不知道这纯阳圣体是什么，但仅凭圣体二字就足以看出这滴精血主人的不简单。洛尚武没有搭理他，只是将那一滴纯阳圣体的精血放在手心之中，接着运转灵气，一团灵火升腾而起。接着宁晨便看到这滴精血在女魔头的掌心之中越发纯粹，金光越发耀眼。片刻后，洛尚武抬起那不带情感的美眸，落在宁晨身上，张嘴。前辈，你这是要？宁晨愣了一下，将这滴精血吞服。洛尚武淡淡道：“这……”宁晨顿时有些犹豫，这滴精血他还想着让藏生官吞了，反补一些灵气以及白嫖这客户生前的武学呢。洛尚武淡淡地看了宁晨一眼，声音清冷的道：“你身体太弱，吞服纯阳圣体精血，能强化你的身体，对你有好处。”我身体太弱？听到这话，宁晨嘴角抽搐了一下。他这身体素质放在同境界都可谓是顶尖的存在，女魔头居然说他的身体太弱，而且最关键的是，两人可是有过夫妻之实的。女魔头说自己身体太弱，那岂不是在说他不行？想到这，宁晨抽搐的嘴角更明显了。前辈，你的意思是，不会是我作为男人不行吧？此话一出，洛尚武没有言语，只是那一双美眸平静地盯着宁晨。宁晨，他明明什么都没说，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宁晨咬了咬牙，觉得应该为自己证明一下。前辈，我怎么可能不行？不然咱们去房间试试，我亲自证明给你看。噗！轰！话音还未落下，宁晨被一拳轰飞。
他从地上爬起，揉着有些疼的肚子，小声嘟囔道：“是又不让使。再说了，吞服了纯阳圣体精血，最终舒服的不还是你？”轰！下一刻，宁晨又飞了。哼，用不用随你。洛尚武冷哼一声，玉手一挥，那一滴金色精血便是朝着宁晨飞去，停留在他的身前。下一刻，他方才是一步踏入虚空，眨眼消失不见。这女人，等我实力强了，一定要打你屁股。宁晨揉着屁股起身，接着看着漂浮在自己身前的一滴金色精血。这一滴精血通过女魔头的精炼之后，明显变得更加纯粹。犹豫了片刻，宁晨最终还是选择听女魔头的话，将其吞服。女魔头毕竟作为修炼前辈，目光应该比自己长远一些，而她若是用藏神棺葬送的话，以目前藏神棺所开启的功能而言，除了灵气反哺，就只剩下继承武学功法了。女魔头得补自己一本强力武学才行。呼，旋即，她握着这一滴精血，朝着房间内走去，旋即盘腿而坐。伴随那一滴纯阳精血入体，宁晨顿时感受到一股炙热，仿佛身体每一处都得到强化，丹田之中更是有一团炽热烈焰不断灼烧。这一刻，他方才突破的气势竟是再次得到提升，又突破了。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仿佛之间，丹田中的灵气宛若浩瀚海洋一般涌动。这是灵海。当那一滴纯阳精血入体，整个丹田中所开辟的灵海霎时间变成金色。这股气势是破海境。几天后，藏生峰修炼广场上，乌泱泱的又多了一批人。当看到四周场景之时，这些人眼中皆是布满了惊恐之色。很显然，这是一批新被抓来的藏生峰弟子。当得知自己被抓到魔门，甚至被分配到了藏生峰时，皆是充满绝望。可就在这时，轰轰轰，忽的一道道似是铁链拖动棺木摩擦地面的声音忽的从不远处传来。一众刚刚抓来藏生弟子皆是愣了一下，朝着那声音响起的地方看去。只见不远处，一个一袭玄衣容貌的青年正一手扛着一柄闪烁寒芒的铲子，一手拖拽一道粗壮的铁链，而铁链后方正绑着一尊又一尊的玄木古棺。那铁链拖动棺木摩擦地面的声音便是从其发出。这是……当看到这一幕，这些新来的藏生弟子脸色大变。这放眼望去，竟有足足100尊棺木。藏生峰果然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恐怖啊！据说藏生峰埋葬棺木会被死气侵蚀，埋得越多，死气侵蚀的风险就越大。这一次性居然要埋100尊棺木吗？这让我们怎么活？当看到这一幕时，这些新来的藏生弟子脸色顿时大变，眼中满是惊惧之色，绝望气息遍布四周。你们想什么呢？这时，一个藏生峰弟子看了一眼眼前这群新人，没好气的道：“你们一天埋1具都差不多了，还想和宁晨师兄一样埋100具？一天只用1具。”听到这话，一众新来的藏生弟子顿时是松了口气，接着连忙询问那藏生弟子：“这位师兄，那位师兄是怎么回事？是招惹到藏生峰的哪位长老了吗？”众人心想，提前得知藏生峰哪位长老这般残暴，尽量不要招惹。那倒不是。那藏生弟子摇了摇头，目光敬畏地看向那拖着100尊棺木的身影。宁晨师兄是自己要葬100具的。什么？这怎么可能？100具？一个藏生峰弟子怎么可能一次性葬100具棺木？听到这话，这些新来的藏生弟子脸色大变。呵呵，那藏生弟子冷笑一声，寻常弟子或许不行，但那可是宁晨师兄，咱们藏生峰的萧冠，更是能通过大地强者试炼的狠人。你们说他能不能？什么？此话一出，这些新来的弟子脸色大变，看向那拖着棺木的玄衣青年的眼神中满是敬畏之色。而与此同时，那玄衣青年似是觉得拖动太多麻烦。下一刻，在那一片新来的藏生弟子眼中，他忽地踏空而起，那拖着的玄棺宛若巨龙一般，朝着藏生峰后山的位置飞去。看到这一幕，众新来的藏生弟子瞪大眼睛。这位宁师兄是破海境强者，天魔教藏生峰后山。伴随最后一道棺木入葬，3根往生烛点燃，最后一缕入葬气血葬入藏神棺中。宁晨明显能感受到藏神棺中的一道枷锁被打开了。呼，入葬气血总算是够了，藏神棺第3层总算开启了。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这意味着接下来他可以领悟葬送的每一位客户生前所掌握的一道武学或是功法，这对自己的战力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自身可见的面板也是久违的浮现。姓名：宁晨，境界：破海境一星，功法：无上魔诀，退凡境小成，武学：血魔刃，神鬼影踪步，天地藏魂曲，藏法神通。
往生之谋，可顿悟。目前开启层数3、9层，入藏气血0、100，藏法神通果然又可以顿悟了。宁晨喃喃一声，这藏法神通应该就是每开启一层便可顿悟一种新的藏法神通。第2层是往生之谋，这第3层又会是什么呢？就在宁晨打算顿悟这新的藏法神通时，忽的一道老者声音响起：宁小子，你果然在这。只见孙长老笑眯眯地走来。孙长老怎么了？宁晨只好收起顿悟藏法神通的念头，转身朝着孙长老看去。难不成是有新的客户送过来了？说这话时，宁晨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倒不是。孙长老无奈地摆了摆手：是封主找你。封主找我？宁晨皱了皱眉，难道是因为魔藏之地的事？算算时间，好像也只有不到半月了。你跟老夫来便知。宁晨点头跟了上去。藏生峰大殿，宁晨小子，你来了。当宁晨跟着孙长老来到藏生峰大殿时，一袭白袍的古玄便是笑着迎了过来，越看眼前这玄衣青年越是满意。没想到一个无意抓来的藏生弟子，反倒是让他藏生峰捡了个宝。今日找你来，事关魔藏之地。古玄缓缓开口。果然，宁晨没有意外。不过在说这件事前，老夫还有一事要找你确认一下。古玄目光看来，峰主但说无妨。今日我藏生峰新来的藏生弟子瞧见一个藏生弟子拖着100尊棺木踏空而行，那个弟子是不是你？这话说完，古玄目光有些紧张地落在宁晨身上。是我。宁晨点点头，大方地承认了。那你如今的境界？古玄语气更是凝重。回峰主，前几日已侥幸到破海境了。宁晨笑道。此话一出，啪嗒一声，古玄那握着的茶杯掉在了地上，就连一旁的孙长老都是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看着自己身旁的宁晨。这才多久啊？宁晨这小子的实力就已经超过他这个长老了。妖孽啊！你小子真是个妖孽。古玄深吸一口气，捋着胡须，神情越发的凝重。此事必须禀报掌教才行，最起码得让掌教注意到天魔教还有一个如此恐怖天赋的弟子才行。古玄大笑着拍着宁晨的肩膀。凭你小子的天赋，极有可能被宗门看中，被那些闭关的长老们收为亲传弟子。被长老收为亲传弟子吗？宁晨喃喃一声，脑海中闪过一道红裙倩影。女魔头在天魔教内地位不低，最起码也是那种闭关级长老地位，若非要被收为亲传弟子的话，女魔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对。然而脑海中刚有这个想法，宁晨就立马意识到不对。若自己真成了女魔头的亲传弟子，那岂不是成了冲师逆徒了？天魔教内弟子划分为外门、内门、真传、亲传以及首席。宁晨忽然有些好奇，峰主，那想要成为首席大弟子要什么要求？首席大弟子？古玄愣了一下，方才是说道，首席大弟子一般情况下都是掌教亲传，要求吗？你这个年纪修为最少要达到万象境巅峰。万象境巅峰？宁晨倒吸一口凉气，掌教不愧是大地强者，这要求未免也太高了。看来想要得到掌教指点也不是一件易事。宁晨摇了摇头，何止是不容易，简直是难若登天，那可是大地强者，况且掌教掌管整个天魔教，哪里会有空指点弟子？古玄微微摇头，好了，话题扯远了，老夫叫你来是为了与你说说那魔藏之地的事情。本来每一峰是需要弟子选拔，决出最强弟子参与，但我藏生峰这条件你也知道，其他弟子压根不会是你小子对手，所以也没有比试的必要了，否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此次魔藏之地便由你代表我藏生峰出战。是，峰主。宁晨微微颔首，想着魔藏之地中诸多客户，他内心已是有些期待起来。好了，你先退下吧。是。回到小院，宁晨迫不及待地将藏神棺取出，伴随藏神棺已开启第3层，整个藏神棺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原本的玄黑一片，到现在棺木上已有猩红之色闪烁而过旋即，他便开始学习这新的藏法神通，伴随精神传来刺痛，新的藏法神通的介绍面板便是出现在眼前。藏法神通，藏神领域。藏神领域，领域展开将形成一个试炼空间，领域随着藏诵而逐渐变强。宁晨看了过去，很快便是大致了解了这藏神领域，大概就是前期帮助自身试炼变强，后期能成为对敌手段。先试试。宁晨喃喃一声，旋即运转藏神领域，很快伴随周围空间出现波动，他的眼前开始发生变化，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之中。这就是藏神领域。宁晨好奇地朝着四周看去，但很快他脸色忽地一变，他
他怎么也在这？只见眼前一道熟悉的红裙倩影浮现，这不是女魔头吗？天魔教事业，月明星稀，古玄封主找本帝有何事？主殿内，骆尚武坐于高座之上，淡淡的看着下方前来禀报的古玄一眼。回掌教。古玄行了一礼，方才是一脸敬畏的道：老夫来，还是为了我葬生峰那内门弟子宁晨一事。听到那熟悉的名字，骆尚武柳眉微蹙，想到前几天这家伙竟敢对自己说是一事的这种话，他眼中的冷意便越发浓郁。那家伙越来越大胆了，若是换作旁人，别说是小小的内门弟子了，就算是同境大帝，他也绝不手软。但唯独宁晨，不只是因为两人已有夫妻之实，更多但还是因为这家伙修炼了无上魔绝阳诀。与此同时，古玄忽地感受到大殿内的温度忽地骤然降低。怎么回事？掌教不高兴了？因为老夫提了宁晨的名字。应该不至于吧？宁晨那小子怎么可能有机会惹掌教生气？毕竟掌教一直都冷冰冰的。古玄没有放在心上，继续说着关于宁晨的事。宁晨那小家伙突破到破海境了。此话说出，古玄便在观察掌教的表情变化，仿佛是想从其脸上看到一丝情绪波动。然而骆尚武始终一副冰山美人的模样，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掌教，宁晨小子可是短短数月便是从入道境修炼到了破海境，这等天赋还不妖孽吗？古玄还想再挣扎一下，毕竟宁晨小子天赋并不差。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大殿上，骆尚武冷声道：古玄，不愧是掌教，眼界就是高啊。掌教，老夫的意思是，要不要带宁晨小子见一见那些闭关长老？或许他们能看中宁晨小子，收其为真传弟子。这个嘛，骆长武话还没说完，忽的柳眉微蹙，似是看了一眼周身。好了，此事就先这样，退下吧。是。等古玄离去，骆长武方才是看向周身，隐约能感受到有空间波动。这时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伸出纤细玉指，朝着那泛起波澜涟漪的空间点去。下一刻，他娇躯之上便是浮现一点点空间之力，他没有去反抗，反倒是想看看这空间波动通向何处。很快他的身形便是出现在一处血色空间之中。这里是……身为大地强者，骆尚武也是头一次见如此特殊的空间。更惊奇的是，这里的空间好像连时间流速都好像变得缓慢了。可乎的。骆长武愣了一下，美眸错愕地朝着前方看去，因为前方正有着一个一袭玄衣、容貌帅气的青年，同样是一脸错愕地看着他。前辈，你怎么在这？你怎么在这？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宁晨更是疑惑不已，这不是自己发动的藏法神通所开启的藏神领域吗？怎么女魔头也会在这？这合理吗？宁晨认真思考，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差错？可乎的，他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说是因为女魔头的第一滴血的缘故，所以导致了他与藏神观之间也存在了一定的关联，就导致了自己发动这藏法神通藏神领域时会将女魔头也给拉进来。前辈，这里是……宁晨快步走上前去，决定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总之不能让女魔头发现他进入这藏神领域和自己有关。果然，当宁晨问出这句话时，骆尚武抬眸看了他一眼，而后方才是微微摇头，冷声道：我也不知道。说完便是朝前走去。宁晨连忙跟上，这一片血色空间仿佛没有尽头，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全程没有交流。骆尚武走在前方，莲步轻盈，宁晨屁颠颠的跟在他身后，默默欣赏着那婀娜扭动的身姿。忽的，那一袭红裙的骆长武似是察觉到了身后某人的目光，停了下来。宁晨正认真欣赏，全然没注意到女魔头忽然停下。好在他连忙控制身形，不然差点就撞了上去。若是撞上，恐怕又得吃这女魔头一掌。前辈怎么了？有什么发现吗？宁晨看了过去，问道。你走前面。骆尚武淡淡道。我走前面。宁晨愣了一下，接着连连摇头。前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没有能力，所以就没有责任。还是前辈你走前面吧。可别误会，他可是正经人，可不是想走后面欣赏女魔头婀娜身姿，只是因为这领域虽说是他展开的，但里面情况未知，还是女魔头走前面为好。见他不干，骆尚武冷冷地看了宁晨一眼，没有言语，接着转身继续朝前走去。宁晨嘿嘿一笑，屁颠颠地继续跟上。可乎的，当他抬眸朝着前面那一袭红裙倩影看去时，却是发现其次是身处一片混沌之中，让人压根看不清，很是模糊。宁晨，小气的女人又不是没看过。宁晨小声嘟囔，你说什么？前方
洛尚武那冰冷的眸子看了过来，没什么。宁晨默默咳了一声，哼。洛长武方才收起冰冷目光。咦？看着身影变得模糊的女魔头，宁晨皱了皱眉，有些疑惑的喃喃：怎么感觉前辈这手段有些眼熟？轰！就在这时，忽的，空间之中突然一道诡异的血影忽地凭空而现，朝着走在最前方的洛长武猛地扑了过去。见状，宁晨连忙是高声提醒：前辈小心。看似这声提醒很鸡肋，宁晨当然知道女魔头能反应过来，毕竟就连他都能反应过来，实力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的女魔头又怎会反应不过来？但提醒和不提醒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当那一道诡异血影朝着洛尚武而去时，他早已做出反应，抬起那纤细手掌，轻描淡写的一掌落去。瞬间，那道诡异血影便是荡然无存。看着那一道诡异血影，洛尚武柳眉微微蹙起，若有所思。前辈，没事吧？宁晨慢一步赶来。你小瞧我。洛尚武抬起那不带情感的眸子看了他一眼，可想起刚刚宁晨那一句高呼小心时，顿时觉得这家伙有一点顺眼了。只是一点而已。就在宁晨还想问洛长武那诡异血影是何物之时，忽地周身空间又是数道血影浮现，朝着两人猛地冲了过来。前辈，又来。可还不等宁晨多说，忽的，洛尚武红裙下忽地伸出一只白嫩纤细的玉足，接着一脚踹在了宁晨的屁股上。突如其来的力瞬间让他冲向那几道诡异血影。宁晨暗骂一声女魔头不当人子，可已无任何躲避的空间了，只能是取出藏诀，伴随手中寒芒闪过，他一步踏出，主动迎了上去。刹那间，宁晨手中的藏诀重重落在其中一道诡异血影的身上。这是破海镜。感受到诡异血影的气息，宁晨眉头一皱，难道说这就是藏神领域的为自己准备的试炼？旋即，他深吸一口，手中藏诀上一抹血芒一闪而过，紧接着本就锋利的藏诀变得更加锋利，瞬间将其中一道诡异血影斩成两半，其身形瞬间消散。伴随血影消散，宁晨能充分感受到一道浓郁灵气涌入丹田，而那一道血影也是化作一道入藏气血消散。这是在这藏神领域中杀敌报修为。宁晨愣了一下，难怪这藏神领域的试炼能帮助自己提升实力，原来是这么提升。也难怪女魔头会突然将他推了出来，想来也是刚刚在击杀了一道诡异血影后察觉到了这一点。毕竟这区破海镜的反哺恐怕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当察觉到这一点后的宁晨顿时来了干劲，丹田之中金色的灵海涌动，他的身上金色气息不断浮现，握着藏诀便是朝着剩下的几只诡异血影冲了过去。而一旁，洛尚武双手抱着傲然胸怀，若有所思地看着。片刻后，当剩下的几只诡异血影被宁晨斩杀后，便是化作灵气反哺进入他的丹田之中。没想到斩杀这些血影竟有如此收获，前辈要不也来试试？宁晨扛着藏诀，笑着朝着洛尚武走来。这些血影实力太低，对我无用。洛尚武冷声道。是吗？那看来反倒是便宜我了。宁晨笑眯眯的道。他当然知道这血影对女魔头无效了，毕竟这是他展开的藏神领域，其中试炼之物也是跟着他的境界走的。这么说来，这地方简直是量身为你打造的一般。洛尚武美眸落在宁晨的身上，忽然说道。可有吗？宁晨轻咳一声，发现这女魔头似乎也不笨。洛尚武也不说话，只是那一双美眸淡淡的落在宁晨的身上。宁晨被他看得有些汗流浃背，干咳一声。前辈，就算我长得丰神俊逸，相貌不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帅，你也不能一直盯着我看吧？呵。此话一出，洛尚武果然是挪开目光，似是冷笑般的呵了一声，接着淡淡道：跟我走吧，这片区域的血影都已消散。而接下来，宁晨便是跟着女魔头在藏神领域中不断找寻那些试炼血影，有这尊大神在，他就只需要负责杀敌报修为就行，倒是比自己找方便了不少。女魔头也一直跟在他的身旁，研究着奇异空间。除了杀敌报修为以外，洛尚武还发现此处时间的流速远要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慢很多，倒是可以用来当做他的修炼之地。如此一来，也能帮助他提升修为。虽他已是巅峰，但没人会嫌弃自己能变得更强。这个奇异空间对他以及宁晨来说都是个好地方，不过目前还不知道在这空间待一天等于外界多少天。前辈，我忽然有了个大胆想法。宁晨一铲子送走一个试炼血影，吸收完反哺的灵气后，忽地看向一旁盘腿而坐的红裙倩影。收起你大胆的想法。洛尚武睁开美眸，淡淡看了宁晨一眼。我有一身强大的修为。宁晨，前辈你误会了，我是正经人。他摸了摸鼻子，解释道。洛尚武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正经人。
呵呵，前辈，既然在这空间之中与外界的时间流速相比非常缓慢，那我想请前辈教导我修炼。宁晨屁颠颠的走来，看着盘腿而坐的洛尚武，一脸凝重的道：毕竟女魔头实力高强，有她教导，自己修炼肯定不会出错。大腿必须抱，软饭必须硬吃。理由？洛尚武看了他一眼，宁晨想都没想，开口就说：前辈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你见过很多女人。女魔头打断了他的话，另辟蹊径。宁晨，好好，你这么聊是吧？砰！下一刻，宁晨倒飞，揉着屁股爬起。他可算是明白了，和女魔头相处不能用太过花哨的言语，这女人和寻常女子不一样，压根不吃那一套花言巧语。他再度走来，一脸认真的道：前辈很强，我想变强。听到这话，洛尚武那好看的眸子才是落在了宁晨身上。你想白嫖我？宁晨犹豫了一下，前辈所说的白嫖是指武学还是身子？轰！宁晨不出意外的又被轰飞了。他揉了揉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嘟囔着：身子本来就能白嫖吗？不远处，女魔头投来冰冷的目光，你说什么？可我什么都没说。宁晨干咳一声。洛尚武冷哼了一声，秀发一甩，迈着莲步朝着前方走去。看来是没戏了。宁晨暗叹可惜。可就在这时，走在前方的红裙倩影却是忽地停下了身影。他转过头来看着宁晨，语气平静的道：你学不学？宁晨愣了一下，当即是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屁颠颠的跟了上去。学，当然学，有白嫖的武学，不学是傻子。等宁晨跟了上去，两人继续往前走。不知前辈打算教我什么？见洛尚武停下，宁晨立马是搓了搓手，期待的看去。你想学什么？前辈教什么我学什么，我都不嫌弃的，是吗？洛尚武淡淡道。那玉女心境如何？可前辈，这不太好吧？宁晨帅脸一黑，这玩意是我这个大男人该学的吗？前辈不如换一个。那葵花宝典。宁晨，呵，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洛尚武冷哼一声，接着手中一柄闪烁寒芒的剑浮现而出，声音清冷的道：既然如此，那我便教你。可他话音还未落下，忽的，只见其娇躯之上忽的浮现一道空间波动，下一刻便是消失不见。葬神领域的时间到期了。看着女魔头忽的从自己身前消失，宁晨愣了一下，接着整个人周围的空间也是发生变化，回到了自己的小院之中。好歹再晚1秒，让我知道他打算教我什么。宁晨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只能等下次葬神领域展开了。虽然平时女魔头可能会神出鬼没的出现，但平时女魔头应该没有时间，从她每次出现都走得匆匆可以看出她应该很忙。而葬神领域中时间流速不一样，正好也不耽误女魔头的时间。让我看看下次葬神领域可开启的时间。宁晨喃喃着，打开面板，葬法神通，葬神领域，冷却中，7天。7天吗？宁晨收回目光，那只能等7天后再让女魔头教他了。旋即，他便收起葬神冠，继续修炼。天魔殿，洛尚武回到了大殿内，他看了眼天色，喃喃道：那处空间内的6个时辰，等于外界半个时辰吗？倒是个不错的修炼之地。如此一来，或许2年时间，凭借他自身的天赋以及他的教导，那家伙能将无上魔绝阳绝修到第5境。宁晨，希望你不要让本帝失望。直到清晨，宁晨方才是结束修炼，经过在葬神领域的试炼以及1晚上的苦修，他的修为也是有所长进，已是突破到了破海境2星。旋即，他走出小院，灵气运转，直接踏空而行。当修为到了破海境后，最为方便的便是出行，也不用腿赶路了，直接踏空就能飞。不过还是女魔头那种方式更快啊。凌晨踏空飞行，想到了女魔头，踏碎虚空，又快又安全，就是不知道到了何等境界，方才能掌握这等更加逆天的能力。他心中想着，很快便是从山脚飞到葬生峰山腰处，那里正是葬生弟子交接客户的地方。此刻，那里已是乌泱泱一片，围满了弟子。怎么回事？宁晨眉头皱起，降了下去。葬生峰平日里都是死气沉沉，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葬生弟子围在一起。轰！就在宁晨往下降时，忽地一道恐怖的死气竟是从广场之中爆发而出，紧接着一道苍老身影吐血倒飞而出。孙长老。当看到那一道吐血倒飞的身影时，宁晨脸色一边接着快速掠去。下方怎么回事？连孙长老都不是这死院的对手，那我们怎么办？快去通知峰主。当看到孙长老吐血倒飞，众葬生弟子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就在这时，
天穹之上，一道悬衣身影踏空而来，一把将倒飞而出的孙长老接住，接着稳稳当当的落在地上。孙长老，你没事吧？宁晨小心将孙长老放在地上，皱眉问道。可是宁晨小子啊！孙长老咳出一口鲜血，当看清来人后，连忙是说道：快去通知封主，有一具尸体死气化作死院了。死院？宁晨一愣，朝不远处看去，只见广场之中，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安静地躺在地上，而其身上弥漫出一道道漆黑阴冷的气息，化作一道足足数十丈的漆黑鬼影，一道道哀嚎悲鸣十分刺耳，恐怖气息不断从其身上散发而出。据说待人死之后，若心怀极大怨恨，死气便会由心而生，化作死怨。死怨实力可是要比死者生前势力还要强上一些。破海境5星吗？难怪孙长老不是对手。孙长老数月前方才突破到破海境1星，如今还是破海境1星。咦，是宁师兄？当看清那一道悬疑身影时，众藏生弟子愣了一下，接着眼中闪过一抹喜色，连忙是冲其说道：宁师兄，你快去通知封主，你是破海境修士能飞，肯定比我们跑得快。您小子快去，老夫还能拖一会儿。孙长老挣扎起身。孙长老，你先好好休养。宁晨笑着将他放下，接着缓缓朝着那死院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道：现在去通知封主肯定来不及了，不过无妨，我来对付即可。你……孙长老愣了一下，连忙是劝道：宁小子，你突破破海境才没几天，不会是那死院的对手的。孙长老放心吧，可别忘了，我为宋藏人既然是已死之人，那就归我管。宁晨笑着往前走去，一边走手中还一边多了一物，那是一只漆黑唢呐。我来负责将它葬送。话音落下，宁晨的气势陡然提升。什么？宁晨小子又突破了？这一刻，孙长老的表情极为精彩。吼！当宁晨朝着那数十丈的死院走来之时，那狰狞的漆黑鬼影顿时是发出一声嘶吼，周身一道道死气凝聚成漆黑之刃，朝着宁晨爆射而来。宁师兄，小心！当看到这一幕，众藏生风弟子脸色一变，立马是提醒。而宁晨面不改色，运转神鬼影踪步，如今晋升到破海境，能踏空而行，他的身法变得更加诡异，一步踏出便是轻松闪避，瞬间跃到空中。长老莫慌，我这就将你送葬。话音落下，宁晨手中死灵唢呐闪过一抹黑芒，接着将其拿起放在嘴边。这是唢呐。看到这一幕，孙长老和一众藏生弟子皆是愣了一下，不知道宁晨此举是要做什么。而天穹之上，宁晨踏空而行，目光落在那足足10丈的死院之上，接着伴随手中漆黑唢呐吹响，那蕴含无尽悲鸣的乐道之力运转而出。天地藏生曲第一曲，永镇安魂曲奏响整个藏生峰。嗡嗡，藏曲响，众人悲。一时之间，孙长老以及所有藏生弟子眼中皆是闪过一抹震撼，在宁晨这一曲唢呐之中，他们竟感受到了一股发自内心的悲鸣。你们快看！宁晨师兄身后的是什么？就在这时，一道藏生弟子失声尖叫，众人闻声看去，顿时脸色大变。只见伴随唢呐声不断响起，只见宁晨身后的天穹之上，仿佛天地都为之色变而暗淡，无数乐道之力不断汇聚，竟然在天穹上形成了一个无比庞然的漆黑之物。众人瞳孔一缩，那是一尊棺木。宁晨师兄的唢呐声竟是引起天地共鸣，引得天地异象，这合理吗？孙长老，宁晨师兄这……众藏生弟子震撼不已，错愕地看向一旁的孙长老。孙长老此刻同样是惊骇不已，压根没空搭理他们。与此同时，当唢呐之声不断响起，一道道无形的锁链竟是出现在那足足数十丈的死院之上，将他的身体牢牢控制住，任凭他如何挣扎也纹丝不动。而此刻，当天穹上那一尊漆黑棺木异象浮现，宁晨的唢呐之声已是停下，他目光落在那死院之上，接着轻吐一字：震。轰！下一刻，伴随宁晨话音落下，天穹之上那一尊漆黑棺木也是随之朝着死院震下。一时间，孙长老和一众藏生弟子只能听到那死院的嘶吼之声，而伴随那厚重的棺盖重重合上，嘶吼之声顿时荡然无存，天地间的异象也随之消散。接着，宁晨收起死灵唢呐，朝着下方那盖着白布的尸体落去，接着一把将其抱起，朝着藏生峰后山而去。一时间，孙长老和一众藏生弟子愣在原地，足足过了好一会儿，方才是从惊骇中回过神来，连忙是跟了上去。等他们赶到时，那淡出死院的长老已是被埋葬，只留3根往生竹在小土堆上随风摇曳。宁晨师兄好强！
看着小土堆前扛着铲子的悬疑青年，众人心中只有这一句话：天魔峰外门徐长老生前实力破海境3星，难怪淡出的死愿这么强。此刻宁晨已是将其葬送，入葬气血涌入葬神棺，灵气反哺进入自身丹田，原本今早才刚刚突破的修为又有了一些精进。而此刻他正运转往生之眸，查看客户信息。魔门暴动，欲要逼宫。当看到宁晨看到徐长老的生前念想时，顿时是愣了一下。看样子这天灵界魔门正是内忧外患，又要防备正道盟的袭击，又要提防猪队友的愚蠢操作。这都什么时候了，不一起抵御正道，居然还在搞内乱。而天魔教作为天灵界魔门魁首，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魔门暴动，恐怕以天魔教长较那残暴性格，应该会强势镇压，届时恐怕会死不少人。若是可以的话，得跟着魔门去一趟那暴动之地。宁晨心中已是暗做打算。旋即他结束往生之眸的运转，接着眼前一道仅自身可见的面板浮现而出。玄阶终极武学天魔玄掌。葬神棺开启第3层后的效果，可随即顿悟客户所掌握的一项武学或功法。葬了这许长老，宁晨便在周围众葬生弟子的目光中挑选客户，继续埋人。与此同时，天魔殿一袭红裙的洛长武坐在高座之上，听着下方7大疯主会报天魔教之事。可忽的轰，伴随一道轰鸣响彻，大殿内众人只听到一道唢呐之声响起。什么动静？7大疯主皆是愣了一下，这动静的方向好像是我葬生峰。古玄皱了皱眉，不会出来开个会，家被偷了吧？旋即他没有丝毫犹豫，大手一挥，取出一面古铜镜照向葬生峰的方向。很快一道画面便是浮现在大殿之中。只见画面之中，一袭玄衣的青年奏响一曲藏歌，唤出天地异象，观镇死愿。这是宁晨小子，他引起了天地异象。古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错愕起来。这气息是破海境2星。天魔峰主脸色大变，惊愕无比。古玄，你们葬生峰这小家伙是怎么修炼的？内门考核结束才多久，他就晋升破海境了？一旁5大峰主也是羡慕无比，这真是被古玄给捡到宝了。这个嘛，那还不是老夫教导有方。古玄捋着胡须，一脸得意地说道。虽然他什么都没干，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天魔峰主面前炫耀。然而当他这话说完，忽的便是察觉到大殿之内温度骤然降低，几人脸色一变，想到掌教还在此处，这才是停止喧哗。洛长武美眸从那画面上挪开，接着玉手一挥，关闭了古玄铜镜之上的画面。他冷声说道：诸位来此，难道没有事情要禀报的吗？回掌教。当听到洛尚武那清冷的话，大殿内7大峰主连忙是各自禀报。掌教，老夫还有一事。这时当其余峰主说的七七八八后，天魔峰主方才是一脸凝重的冲着洛长武行了一礼。何事？洛尚武那冰冷的眸子落去，镇守浮屠魔谷的许长老重伤回到宗门，带回了一个消息。天魔峰主神情凝重的说道。什么消息？就连身旁6大峰的峰主都是愣了一下，包括古玄。他虽然知道徐长老以重伤而死，送到了葬生峰，但对于消息一事并不清楚。看着高座上掌教那冰冷目光以及古玄等人的目光，天魔峰主沉声说道。徐长老说魔谷大变，3大魔宗欲要逼宫。什么？逼宫？他们好大的胆子！此话一出，古玄等人脸色一变，眼中皆是闪过一抹怒色。他们是傻子吗？这什么节骨眼，竟还闹逼宫这一出？如今天灵界正道本就对魔门虎视眈眈，那些魔门势力不抱团取暖就算了，竟还搞背地里捅刀子这一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大殿之上，洛尚武神情始终平静，淡淡问道：乃3宗？煞影宗、丧心崖以及血魂教。古玄3人连忙是说道。若是老夫没记错的话，这3大魔宗最高有3尊圣人，最高不过半地，也敢逼宫？他们脑子坏了？古玄皱了皱眉，这3人就算联手，恐怕也不是掌教的一招之敌，他们哪来的底气？是啊，几大峰主也皆是皱了皱眉。事出反常必有妖，3大魔宗之主能修炼到圣人，甚至半地不可能做这般没脑子的事。天魔峰主微微摇头，沉声道：此事定有蹊跷，老夫建议浮屠魔谷一事，掌教不要出手，几大圣人而已，可以让闭关长老出手。一旁古玄等人也是附议点头，这明摆着就像一个局，一个等着洛尚武出手的局，要么针对洛尚武，要么针对没有洛长武坐镇的天魔教。大殿上，洛尚武微微颔首，冷声道：此事本地会通知大长老，浮屠魔谷动乱一事将由大长老亲自带队，7大峰派出长老和精英弟子，
一同前往镇压动乱。是。七大封主皆是行礼。大长老闭关多年，多年前就已是半地强者，镇压浮屠魔谷动乱绰绰有余。退下吧。是。很快，大殿内七大封主皆是退下，各自准备挑选长老和精英弟子，跟随天魔教大长老前往浮屠魔谷镇压动乱。古玄出了主殿，立马是迫不及待地朝着藏生峰的方向飞去。宁晨这小子实力又提升了。还有那天地异象所出现的棺木又是怎么回事？当他飞到藏生峰，很快便是在后山找到了正在埋人的宁晨。宁小子，古玄笑着快步朝着宁晨走去。峰主，今日。宁晨停下手中的动作，刚准备和古玄说一下今日所发生之事，却是被他给抬手打断。不用说了，我们都看到了。古玄笑呵呵地说道。我们？宁晨愣了一下。是啊，其余6大封主以及掌教都看到了。古玄笑着回道。连掌教都看到了？宁晨皱着眉。对于天魔教掌教他还是心怀敬畏的，毕竟那可是大地强者。不过自己这手段也是女魔头给的，倒是不用担心被怀疑来历不明。毕竟女魔头也是天魔教之人。那天地异象，那棺木虚应，啧，你是不知道天魔封主那老头看到后有多羡慕。哈，古玄捋着长须大笑道：你小子做得不错，封主过誉了，只是无意间领悟的而已。宁晨轻笑道：这可没丝毫过誉，埋人能引起天地异象，这简直闻所未闻。古玄摇了摇头，接着神秘兮兮的道：宁晨小子，有装埋人的生意，你想不想做？哦。听到这话，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顿时就来了兴趣。封主请说。是这样的，旋即古玄便是将浮屠魔谷所发生的事情与宁晨说了一遍。所以我藏生峰就由你小子带队，毕竟藏生峰现在唯一拿得出手，能与其他6大峰精英弟子媲美的也只有宁晨了。听到这话，宁晨有些意外，他刚从许长老的生前念想中看到关于浮屠魔谷的事，还没想好怎么和古玄开口呢，他就自己主动说了。行，那不知封主，咱们何时出发？此刻，宁晨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仿佛看到浮屠魔谷一堆客户正在冲着自己招手。大爷来藏啊，大爷！正巧马上也快开启魔藏之地试炼了，抓紧提升修为，以免落后其他几峰真传弟子太多。应该是明日出发。古玄沉声道。行。宁晨点头答应了下来。那今天就得做准备了，先多备一点往生竹再说。夜晚，藏了一天的宁师傅回到了小院。咦，前辈，你又来了。推开小院，便是瞧见那一袭红裙的女魔头正坐在自己小院悠哉悠哉地喝着茶。现在宁晨对于这一幕已是见怪不怪了，他严重怀疑女魔头是处理天魔教的一些事务累了，然后跑到他这小院来摸鱼偷闲。他走了过去，轻车熟路地端起茶壶，然后就吨吨吨地往自己嘴里灌，丝毫没有在意女魔头落在自己身上那冰冷的目光。女魔头的茶可不简单，先喝为敬。前辈，这茶有点苦。宁晨细品了一下，皱着眉道：你还嫌弃上了？骆尚武捏着茶杯，轻抿一口，淡淡的看了宁晨一眼。还有，这茶若甚越虚，喝起来就越苦。宁晨，哈哈，这茶真甜啊，前辈。他讪讪一笑，忽的感受到体内丹田传来一股炙热之感。咦，前辈，你给我喝了什么？热热的，寻常的茶水罢了。骆长武摇晃手中的茶水，淡淡说道：你确定？宁晨压根不信。此刻丹田之中那金色的灵海宛若金色火焰一般不断燃烧着。骆尚武微微颔首，那用的什么药材泡制的茶？宁晨还是有些不信。枸杞、八戟天、山芋肉、菟丝子、杜仲、银阳货。女魔头的话还没说完，就是被嘴角直抽的宁晨给打断。打住，这不就是壮阳之药吗？宁晨满头问号，这女魔头这是有多瞧不起自己那金刚不坏的肾？可能是吧。女魔头淡淡道。什么叫可能？这分明就……宁晨的话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看见了女魔头那和善的目光正落在了自己身上。可前辈说可能，那应该就是可能。大丈夫能伸能屈，那前辈，我现在怎么办？宁晨感受着丹田中的燃烧的炙热火焰，这茶也太补了，仅凭自己压根没办法消化掉这大补茶水，除非……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旁那绝美的骆长武身上，自己运功消化。骆尚武冷声道：前辈，你这也太不地道了，明明是你点的火，你却不负责灭。宁晨嘴里念念有词，有意见。骆尚武淡淡地看着宁晨，宁晨不语，默默盘腿坐下，接着运转无上魔诀。既然如此，前辈你不义，就
就别怪我了。看着宁晨盘腿而坐，运转无上魔诀，开始吸收着纯阳之茶。洛长武美眸中闪过一抹满意之色，如此一来，这家伙的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能将他的天赋尽数发挥出来。忽的，洛上武柳眉微蹙，似是察觉到了什么。只见手心之中那一道人玉之结的烈焰，竟是在此刻升腾。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快？洛上武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不对，是这家伙。忽的，洛上武反应过来，美眸一下子就落在了那盘腿而坐的宁晨身上，咬着银牙。他刚刚不是在运功吸收纯阳之茶的药效，而是在突破无上魔诀。这家伙好聪明，居然反应过来，每当他无上魔诀得以突破，就能勾动自己的人玉之结，从而主导自己的人玉之结。呼，大成了。宁晨睁开紧闭的双眸，轻吐一口气。经过刚刚运功，无上魔诀第一进退反已是来到了大成。前辈，你这是怎么了？接着他睁开双眸，笑眯眯地看向那一袭红裙倩影。洛上武咬着银牙，冷冷地看着那明知故问的某个家伙。没什么，我身体不舒服，我就先走了。说完，他撑着身体起身，就欲朝着院外走去。可是体内人玉之火越发炙热，身子忽地酥软，朝着一旁侧倒而去。不过宁晨眼疾手快，一把便是揽住那纤细腰肢。前辈，你没事吧？接着他那轻笑声忽地响起。你放开我！洛上武靠在宁晨的胸膛之上，嗅着那成熟的男子气息，他越发感觉体内那人玉之火越发炽热，瞪着宁晨，说着似是尝试运转修为。前辈，人玉之火可是会燃烧修为的哦，最好可不要乱来。宁晨笑呵呵地说道。你听到这话，洛上武咬着银牙，他没想到这家伙对人玉之结居然了解得这么透彻。前辈，你好像有点终结了。莫慌，我来助你。宁晨笑着一把将洛上武拦腰抱起，接着朝着小院的房间内走去。吱呀，伴随房间门紧紧关闭，一时之间房间之内颠龙倒凤，莺啼燕语声不断响起。就这样一直大战到天亮。前辈，这下你信了吧？宁晨穿好衣物，笑眯眯地看了还在床榻上的女魔头一眼，在没有修为的加持下，他与女魔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险胜。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床榻上，洛长武用被褥轻眼娇躯，冷声道。对于他的嘴硬，宁晨早就习以为常。嘿嘿，前辈，你就先躺着吧，我得走了。宁晨看了一眼天色，冲着女魔头说道。女魔头不语，只是看着宁晨，那眼神仿佛在看着一个穿了裤子不认人的渣男。可前辈，你误会了。宁晨干咳一声，连忙自证清白。这是今日接了一个任务，现在就得出发了。什么任务？前辈知道浮屠魔骨动乱一事吧？就是这个。宁晨解释道。女魔头微微颔首。你去吧。是。宁晨点点头，带上准备好的东西后，便是朝着葬生峰而去。他也要去吗？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洛长武起身，被褥滑落，那完美无瑕，没有一丝多余赘肉的娇躯浮现，接着玉手微动，一袭红裙已是盖住那无限风光。旋即他一步踏出，消失不见。宁晨离开山脚小院后，便是踏空而行，朝着葬生峰山顶的大殿而去。在途中想到昨晚的疯狂，宁晨咂了舌，有些意犹未尽。昨晚应该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胜女魔头，是个不错的开始。不对，忽的，宁晨皱了皱眉，察觉到有些不太对。按理来说他是一个正经人，不应该如此沉迷男女之事啊。如果他真是好色之徒的话，一开始那秦师姐接近自己的时候，他就不会放过她了。奇怪，那自己为何会对女魔头如此痴迷，压根就把持不住？难道是倏然，宁晨灵光一闪，忽地想到了什么。难道是因为无上魔诀？现在想想，很有这种可能。女魔头对自己有一种吸引力，那种吸引力就宛若阴阳一般，不可相分。这无上魔诀不会是双修功法吧？宁晨喃喃着，决定下次在与女魔头大战300回合时，运转一下无上魔诀试试。很快，宁晨便是来到了葬生峰山顶大殿。大殿前，乌泱泱一片葬生弟子已是在大殿前等候了。此次浮屠魔骨动乱，各大峰需要派遣精英弟子，跟随大长老前往魔骨镇压动乱。我葬生峰也是7大峰之一，理应出力。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掌教说了，此次我葬生峰只需派遣10位弟子便可。古玄看向乌泱泱的一片葬生弟子，不知谁愿意自告奋勇。乌泱泱的人群中，硬是没有人接一句话。开玩笑，这些葬生弟子平日里抵御死气都要死要活了，
一旦去和那些魔门弟子交手，那不是找死吗？看到这一幕，古玄皱了皱眉，暗叹了一口气。封主。就在这时，天穹上一道玄衣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乌泱泱弟子人群前，正是宁晨。宁晨小子，你来了。古玄笑着看去，还好藏生峰有宁晨小子，不然的话，整个藏生峰怕是没救了。宁师兄，是宁晨师兄。当看到那一袭玄衣的青年自天穹落下之时，一众藏生弟子眼中皆是闪过一抹炙热的敬畏之色。昨日宁晨师兄那一曲藏曲镇魂，引起天地异象，玄关镇魂可以说是看呆了他们不少人。哇，宁师兄好帅啊！想当他的道侣，想给宁师兄生人类幼崽。一时间，不少藏生峰女弟子面若桃花，夹紧双腿，惊呼道：“哼，帅吗？也就比我帅一点点而已。”一众藏生峰男弟子撇嘴冷哼：“宁晨小子，做好前往魔谷的准备了吗？”古玄轻笑着目光看来，宁晨微微颔首：“咦，峰主，宁师兄要去浮屠魔谷吗？”当听到宁晨竟也是要去浮屠魔谷时，不少藏生弟子皆是愣了一下，看了过来。当然，此次宁晨小子做我藏生峰的带队人。古玄微微颔首：“宁师兄是此次藏生峰魔谷任务的带队人，那我去，我也去，还有我。”当听到宁晨为此次藏生峰的带队弟子时，原本一众缩着脑袋，生怕被古玄点名的藏生弟子，此刻竟反而是自告奋勇起来。古玄看到这一幕，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感情自己在这藏生峰威信里还不如宁晨小子。旋即，他在主动报名的弟子中挑选了9个还算看得过去的弟子。做完一切，古玄方才是看向几人说道：“好了，宁晨小子，还有你们几个跟老夫来吧。”是，峰主。很快，一行人便是在古玄的带领下来到了天魔峰修炼广场之上。此刻这里已是人山人海，皆是各大峰的精英弟子。当古玄赶来，当即是冲着不远处的天魔峰主点了点头，后者当即是心领神会，一步踏出，看向众人。此次3大魔宗欲要逼宫，我天魔教作为魔门魁首，自不允许有人如此放肆。此次将由我天魔教大长老亲自带队，镇压3大魔宗。说到这，天魔峰主顿了一下，接着冲着天魔峰主殿之上行了一礼，请大长老现身。伴随话音落下，只见天魔教主殿上空，伴随虚空被撕裂，一道苍老身影缓缓从虚空之中一步踏出，出现在天魔教众人眼前。伴随其一步步虚空中走出，一道恐怖的地威也从其身上散发而出。这就是半地强者吗？好恐怖的气息！宁晨目光凝重地落在那白袍老者身上。在来的路上，古玄就与他们说了，此次镇压3大魔宗暴动的乃天魔教大长老，多年前就已是半地强者。大长老，你已闭关足足100年，不知可否已完全触碰地境门槛？天魔峰主当即是目光看去，连忙是询问道：若大长老闭关100年，能因此突破到地境，那他们天魔教就又多了一尊地境强者。这个嘛，可……大长老轻咳一声，地境岂是有这般容易就能突破的？你以为人人都是掌教，只用短短半年时间便从半地突破到地境吗？这100年来，老夫闭关100年，观阅各种古籍都难以突破。大长老微微摇头，一步从那虚空之中踏出，可话还没说完，忽地一物从他袖口中抖落，朝着下方掉落，啪嗒一声掉在了宁晨脚边。宁晨下意识看去，接着瞳孔一缩，那是一本书籍，画面上有着一道露骨女子，封面是写有3个大字“玉女图”。可下一刻，一道干咳声在耳边响起，接着大长老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前，一把将那掉在地上的玉女图不动声色地捡了起来。宁晨，等等，刚刚天魔教大长老说什么？这100年来观阅各种古籍，他口中的古籍该不会是那玉女图吧？好了，珠峰峰主交代一下任务，咱们便准备出发了。天魔教大长老看了下方的宁晨一眼，心里嘟囔了一声，这小子没看到吧？是，大长老。7大峰主领命，转身冲着各自峰内的精锐弟子开始交代任务。藏生峰的任务很简单，只需做好后勤工作就行，至于这工作内容嘛，便是送葬埋人一条龙服务。数十分钟后，等各峰交代完任务，大长老方才是看向众人，出发吧。是。天魔教内乌泱泱的修士皆是准备出发，宁晨带着藏生峰弟子等人也是跟上队伍。可忽的，他却是在不远处天魔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红裙倩影，当即是冲其悄咪咪地挥了挥手，做着口型前辈。天魔殿前，掌教，事情已安排妥当，大长老出发了。天魔峰主带着6大峰主前来禀报，冲着主殿前那一道红裙倩影行了一礼。骆长武微微颔首，本想再交代几句，
可忽的便是瞧见远处一袭玄衣的青年正笑眯眯地冲着自己挥手，看起口型好像还在说：“前辈，我走了哈。”这家伙，骆长武本想颔首回应，可倏然想起这家伙昨晚竟敢对自己做那种事，顿时就不想给他好脸色了，冷哼了一声。一时间，几大峰主身体一颤，感受到掌教突然散发的寒意，几人满头问号：什么情况？谁惹掌教不高兴了？与此同时，大长老此刻正落在人群中的宁晨身上，眉头紧皱，心中有些担忧。他在天魔教可是只读春秋的人设，结果刚刚那珍藏多年的玉女图掉在了那家伙脚边，不会被他看到了吧？若真是如此，那必须得让他失个意才行。老夫人是不能崩啊！可忽的，大长老便是瞧见那小子忽地冲着不远处招了招手，似是在打招呼。这小子在和谁打招呼？大长老皱了皱眉，接着顺着宁晨所看的方向看去，下一刻，一道红裙倩影顿时映入眼帘，那是掌教。大长老心中一惊，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这小子在和掌教打招呼，他和掌教什么关系？就在大长老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之时，宁晨却是悻然地收回了手。看来女魔头还因为昨晚的事耿耿于怀，明明就是他点的火。宁晨摇摇头，带着藏生风连忙是跟上大部队。浮屠魔谷，这里本是天魔教一处边境之处，曾有数千天魔教修士镇守此地，可伴随三大魔宗攻入此地，浮屠魔谷内已是一片血腥。魔谷深处，一处密室内，有着三道身影，正是煞影宗、丧心崖以及血魂教三大魔门之主。此刻三人正在商量事情。血魂子，你那大阵可安排妥当？毕竟那可事关我们三人的生死。一袭黑衣的中年男子看向那血衣老者，认真问道。煞影宗主放心。血魂子声音沙哑，语气中满是自信。老夫那尸魂大阵若起，凭我们三位圣人联手袭杀一位半地强者，不成问题。那些尸魂老夫藏得隐蔽，况且也没人会去注意几具尸体。煞影宗主点了点头，接着眉头紧皱，有些担忧的道：可若来者并非半地，而是地境，甚至是那天魔女帝，可如何是好？天魔女帝来不了。丧心崖的崖主是个身姿妖娆的美妇人，她微微摇头。如今天魔教内地境以上的太上长老皆是在必死关，若非天魔教到了生死存亡之时，他们不会轻易出来。如此一来，天魔教内能腾得出手的也就只有天魔女帝一人，他不敢轻举妄动的。更何况若他敢离开天魔教半步，那不是正如了那些家伙的意吗？听到丧心崖主的话，血魂子和影煞宗主皆是觉得有些道理。嗡嗡，忽的，影煞宗主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通讯石出来，紧接着通讯石上出现一道白发老者的身影，白袍仙气飘飘，整个人给人一种亲切之感。事情如何了？几人目光看去，已安排妥当。若天魔女帝离开天魔教，我们自会通知你。好。几天后，浮屠魔谷，一柄又一柄足足数十丈的魔剑自天穹落下，天魔教众修士纷纷自魔剑上一跃而下。等所有人都从魔剑上跃下后，剑魔峰弟子方才是收起魔剑，前方就是血屠魔谷了。所有人按所属封任务行动。天魔教大长老看了不远处的那魔谷一眼，冲着天魔教众人说道：是，大长老。众人点点头，接着开始执行各自所属封的任务。相比于其他几封几百人，藏生峰包括宁晨只有可怜的10人，毕竟藏生峰弟子埋人就足够了，指望他们战斗基本不可能。此刻宁晨正带着这几个藏生弟子朝着浮屠魔谷外围的深林而去。宁师兄，咱们去了。一个藏生峰师妹好奇地看向宁晨，旁边几人也是看来，眼中满是崇拜和敬畏。宁晨师兄的事迹早已传遍整个藏生峰了，所有藏生弟子对这个牛逼哄哄的师兄可谓是十分敬佩和崇拜。埋人。宁晨手中寒芒闪烁，藏诀浮现，接着将其扛在背上，冲着几人说道。当落到这浮屠魔谷的外围时，他便看到了无数红色的可藏气血。闻言，这几个藏生峰弟子也没有任何意见。本来古玄交代他们的就是只要跟着宁师兄就行，宁师兄说啥他们做啥，况且就算古玄不说，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的跟着。旋即皆是掏出埋人铲跟在宁晨身后，而宁晨则是顺着自己看到的所藏气血一路朝着浮屠魔谷外围深处而去。很快，一股在他眼里几乎快冲天的可藏气血浮现眼前，只见眼前树林之中竟是有一道道尸体堆积。奇怪，看着眼前这些堆放在一起的尸身，宁晨眼中闪过一抹疑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但思考无果后，他决定直接开埋。不管了，先藏为敬。他扛起藏诀，朝着一堆客户走去，可没走几步便是回过身来，
笑眯眯地冲着身后几个藏生弟子说道：“这里死气浓郁，危险，你们不用靠近，我自己来便行。”听到这话，几个藏生弟子顿时感动不已。宁师兄人真是太好了，简直是这魔门中的一道光。当叮嘱完一众藏生弟子后，宁晨扛着藏诀便是飞快地朝着那一堆客户走去。当埋葬了几具尸体，宁晨忽地察觉到有些不太对。这些客户的可藏气血并非完整的，相比于同等级的客户，可藏气血要少上不少。很显然，这些客户缺少了一些东西。奇怪，宁晨皱了皱眉，接着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运转藏法神通往生之眸，开始查看这些客户的生前念想。只见这些皆是天魔教镇守浮屠魔谷的弟子。当三大魔宗的修士突然袭击浮屠魔谷时，三大魔宗的修士并没有直接下死手，而是将其重伤，甚至废其修为，而后便是被统一带到一个一袭血衣、拄着骷髅拐杖的老者面前。伴随那骷髅拐杖眼中闪过一抹红芒，这些重伤弟子方才彻底死去。往生画面至此结束。拄着骷髅拐杖的血衣老者看到这一幕，宁晨眼中闪过一抹疑惑，隐约之间他从那血衣老者嘴里听到了一个词：失魂。失魂。宁晨呢喃一声，重复了一遍，却是不明白这失魂有什么用。不管了，先埋了。宁晨摇摇头，扛起藏诀便是开始库埋。管你什么魂，先埋了再说。很快，那一大堆的尸体便已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土堆，而一根又一根的往生烛被点燃，烛火摇曳间，宁晨还觉得有些不太靠谱，便是取出死灵唢呐，吹了一曲镇魂曲。好厉害！宁晨师兄的埋人手法简直完美，甚至没有一个差评。一个藏生峰的师妹惊叹道：“虽然宁晨师兄的埋人手法的确很厉害，但这玩意还能有差评的？”一个藏生峰弟子嘴角抽了抽，有些疑惑。当然了，那师妹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认真的点了点头，悠悠说道：“我上次就有一句没埋好，然后梦里就梦到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把我埋好？为什么要把我的脚放在外面？我好冷，好冷啊！”听到这话，其余几个藏生弟子吓得身体一哆嗦，脸色有些发白，心里暗暗想着下次的埋好才行。好了，走吧，下一处。这时，宁晨扛着藏诀走来，冲着几人说道，他的眼中还能看见不少可藏的气血。是，宁晨师兄。几人就欲跟着宁晨继续走。等等，可就在这时，宁晨忽地盘腿坐下。几人投来疑惑的目光，可下一刻，他们便是瞧见宁晨师兄身上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爆发而出。宁晨师兄这是突破了。几人一愣。与此同时，破海境3星了。宁晨轻吐一口浊气，缓缓起身。经过这几天的修炼以及埋人变强，他的修为再次得到突破。几天一个境界，还是有些慢。宁晨喃喃着起身，朝着一处有可藏气血之地看去。走吧。说完，朝着那处走去。几天一个境界，还有些慢。听到宁晨所说的话，几个藏生峰弟子嘴角抽了抽。宁晨师兄这说的是人话。摇摇头，感叹一声宁晨师兄真是妖孽后，几人便是跟上。轰！可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轰鸣。宁晨几人闻声看去，那个方向是浮屠魔谷。看来大长老已是带着6大峰的精锐，开始对浮屠魔谷中的3宗发起进攻了。宁师兄，咱们要不要也跟上大部队？那藏生峰师妹看了宁晨一眼，连忙问道。不用。宁晨微微摇头，咱们藏生峰的任务是后勤送葬一条龙服务，战斗才刚刚开始，还死不了多少人，不必急这一时。跟我走吧。是，宁师兄。浮屠魔谷，厮杀声不断响起，各种武学灵气。天魔教6大峰已逝，只不过所有人都是尽量往一处天穹远离，因为那里正有4道身影踏空对峙，只是一点气息流露，都足以让在场修士脸色惨白。老夫当是谁？原来是你们3宗。天穹上，大长老目光落在3大魔宗宗主之上，接着冷笑一声：区区3位圣人巅峰，连半地门槛都未触碰，也敢逼宫？也不想想你们配吗？也罢，也无需问出你们幕后主使了，等杀了你们，老夫自会搜魂。顷刻间，半地的威压笼罩整个天穹，也同时落在了煞影宗主3人身上。哼，半地而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老东西已晋升地境了呢。煞影宗主冷哼一声，本圣今日就要试试，半地有何惧哉？话音落下，他看向一旁的血魂子与丧心崖主2人，3人对视一眼，便是分散开来，以3角之势将大长老团团围住。大长老，希望老夫3人专门为你准备的这份大礼，你能喜欢？血魂子声音沙哑的笑了笑，
接着手中握着的骷髅拐杖，眼中红光大闪，宛若一双死神之眼般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大长老。话音落下，他猛地将手中的拐杖往天穹之中重重一杵，轰！顷刻间，一道冲天血光忽地从浮屠魔谷外围一处爆射而出，仿佛要将整个浮屠魔谷当作一个囚笼一般。老夫这尸魂血煞阵特地将整个浮屠魔谷炼为阵眼，以囚笼之姿将你困在其中，再加上3大巅峰圣人出手，就算你是半帝，你今日也得陨落于此。血魂子声音沙哑，冷笑不断。尸魂血煞阵，你这老东西竟学会了这个禁忌之法。听到这话，大长老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哼！血魂子眼中闪过一抹自傲之色。老夫这尸魂血煞阵密不透风。可就在这时，血魂子话还没说完，却是突然一副见了鬼的模样。血魂子怎么了？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看到血魂子这般模样时，不由是皱了皱眉。血魂子不语，只是一味地看着前方。两人皱着眉，也是看去。下一刻，脸色顿时大变。这是……只见天穹之上，当血魂子的尸魂血煞阵运转后，伴随那一道通天血芒直冲而起，形成一个囚笼之时，他们却是错愕发现，这囚笼压根不是什么密不透风，而是四处漏风。本应有4道尸魂血煞的气血从浮屠魔谷外围冲天而起，以东南西北4个方位形成阵法，将天魔教的大长老死死困在其中才对。可现在，只有东方这一个方位有一道尸魂血煞的气血冲天而起，其余3个方位却是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空空如也。血魂子，你的阵呢？煞影宗主皱着眉，神情一下子就变得凝重起来。他虽口口声声说着一个半帝有何巨灾，但那也是建立在有血魂子那尸魂血煞阵的基础上。可眼下阵没了，难不成还能被偷了不成？不远处大长老嘲笑道：老夫还以为你多厉害，原来只是学艺不精，半吊子的尸魂血煞阵就想困住老夫，可笑至极。你放屁，你才学艺不精，尸魂血煞阵可是老夫半辈子的心血。听到这话，血魂子顿时就急了，怒道，接着又是不信邪的施展阵法，然而那手指掐法诀都快掐冒烟了，阵法也丝毫没有任何的波动。血魂子，你该不会真的……一旁就连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2人都是投来古怪的目光。不可能，老夫那尸魂煞阵可谓是天衣无缝，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就算出问题了，也绝不是出在老夫身上。此刻血魂子很是激动，接着他手中骷髅拐杖猛地一震，一道画面便是浮现而出。老夫倒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伴随话音落下，一道画面浮现而出，只见画面之中，一个玄衣青年出现在血魂子精心藏尸魂之地，正用手中闪烁寒芒的铲子不断掩埋那一具具被他精心炼制了尸魂的尸体，并且越埋越起劲。血魂子、煞影宗主、丧心崖主，这他妈什么情况？为什么老夫精心藏尸魂的地方能被区区一个天魔教弟子找到？还有，那尸魂之地可是死气极为浓郁，别说寻常弟子了，就算是太虚修士进入其中也得掂量掂量。可他为什么还和个没事人一样？不仅没事，还在攻击他的尸魂。血魂子，这怎么回事？2人都是错愕地看着血魂子。血魂子嘴角直抽，他妈的，他怎么知道怎么回事？谁能想到这深山野林之中，一个天魔教弟子不去参与战斗，反而扛着一柄铲子到处埋人，这个老六。那是那小家伙。当看到画面中那有些熟悉的身影时，大长老愣了一下，这不是和掌教打招呼的那小家伙吗？难道说掌教让他来，原来是早有预料？想到这，大长老眼神越发明亮，掌教果然厉害，这小子也绝不简单。哈哈，没了这尸魂血煞阵，老夫倒要看看你们这3圣人还有什么手段。话音落下，大长老那一身滔滔半地之威爆发，运转魔功，朝着3大圣人猛地袭来。可恶，这小子，老夫要他死！血魂子脸色无比难看，精心策划的一盘棋，竟就这么被一个小小天魔教弟子给毁了。他越想越难受，直接祭出一道血魂，朝着那玄衣青年的方向而去。霎时间，天地之上，半地之威爆发，3大圣人的携手只能做到勉强抵抗。而此刻，宁晨还在埋人，差不多了，再有2句，这里便也埋完了。他喃喃着，忽的，轰！一道血腥之意忽的从身后猛地袭来，几乎是一瞬之间，宁晨便是反应过来，猛地转身将藏诀瞬间投掷而出，直接将那血腥之意洞穿。紧接着体内无上魔诀运转，
100多条灵脉在此刻快速调动丹田中的金色灵气，下一刻身形宛若鬼魅，一个飞雷神便是瞬间出现藏诀投掷的位置，一手握住藏诀，手中魔气浮现，一掌便是轰在那血腥之翼的身上。天魔玄掌，轰！顷刻间，那血腥之翼瞬间被其重重轰在地面之上，爆发出一道轰鸣。宁师兄。与此同时，不远处几个藏生弟子听到动静，连忙是转身就遇过来。别过来！宁晨大声呵斥几人别来拖后腿，接着握着藏诀，方才是看向那血腥之翼，那竟是一道血魂。看来我是坏了谁的好事了。当看到这一道血魂，宁晨便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一道血魂也想杀他，难道不知道他克制一切魂吗？当即宁晨没有丝毫犹豫，手中一柄漆黑唢呐浮现，一边吹响天地藏生曲，一边手拿藏诀朝着那血魂攻去。宁晨师兄好强，还有他那一曲藏曲好生厉害。不远处看到这一幕，一众藏生弟子很是听话的待在原地没动。很快在天地藏生曲的压制之下，那血魂被宁晨一铲洞穿。走吧。宁晨收起唢呐，看向浮屠魔骨。既然对方发现了自己坏了好事，那浮屠魔骨内应该是打起来了。浮屠魔骨，轰！半地之威不断凝聚，三大巅峰圣人哪怕是联手也丝毫讨不到任何好处，毕竟对方带了一个地字，实力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你们两人再坚持一下，老夫有办法修补尸魂血煞阵。血魂子一个暴掠退出战斗中心点，接着手中一个万魂幡浮现而出，伴随其运转，无数亡魂竟是从中浮现而出。而与此同时，刚进浮屠谷内的宁晨看到这一幕，眼睛顿时一喜，这刚来就有客户主动上门，还有这种好事啊！伴随浮屠魔骨天穹之上，那万魂幡猛地插在地面之上，其身形瞬间变得无比巨大，足足数十丈，隐约间一道道亡魂从中涌现而出。既然尸魂不够，那老夫就现场采魂。一时间，鬼哭狼嚎声不断响起，无数亡魂开始朝着浮屠魔骨中那正在与三宗交手的天魔教弟子而去。你敢！看到这一幕，大长老眉头一皱，刚刚有所动作，两道身影便是挡在自己身前。大长老莫急，我们俩来会会你。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两人一步踏出，挡在大长老身前，接着神情凝重地冲着一旁还在摇着万魂幡的血魂子喝道：血魂子，速度！我们挡不住他太久。血魂子手中万魂幡摇动，阴森冷笑道：放心，几个小杂鱼而已，老夫手拿把掐，别让那老东西打扰老夫就行。万魂幡期间，老夫不方便行动。煞影宗主两人点了点头，接着圣人之威尽数运转。既然你们执意找死，那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结结！大长老看了下方被那血魂袭击惨叫不断的天魔教弟子，索性收起了营救的想法，用一些弟子的命来换2个圣人巅峰，完全不亏。现在血魂子腾不出手，正是击杀这2人的最佳时机。轰！下一刻，大长老带着恐怖的半地之威而去。见状，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不敢大意，连忙是运转全部的圣人之威出手抵挡。而与此同时，浮屠魔骨内，当血魂子祭出血魂幡，那数不尽的血魂从中飘出，开始不断配合三宗弟子，开始对天魔教弟子进行反击。一时间厮杀声不断，原本还有些优势的天魔教弟子顿时节节败退。那血魂极为诡异，不仅能免疫寻常的刀剑挥砍，并且所发出的一道道鬼哭狼嚎之声，更是会对修士精神造成一定的伤害。厮杀声不断。此时，浮屠魔骨一处，一道熟悉身影正与3大魔宗弟子交手。可护的身后，一道血魂朝着他猛地袭来。与此同时，旁边天魔峰弟子的提醒声也是响起：周元师弟，小心！这道身影正是刚刚加入天魔峰内门的周元。当听到天魔峰师兄提醒时，他当即是脸色一变，体内童子气血沸腾，接着充满阳刚的一拳便是朝着那3大魔宗弟子轰去。将他们轰飞后，他当即是猛地转身，就欲对付那袭来的血魂。可是那血魂速度太快，哪怕这段时间他在天魔峰认真修炼，也才修炼到宁丹境4星而已。他又不是他那童子兄弟。宁兄啊，看来本圣子今日要交代在这了，希望届时买我的人会是你，毕竟你的手法我放心。就在周元喃喃之时，那血魂已是冲到了他的眼前，如此近距离之下，他甚至能看到血魂那狰狞的面孔。一时间他的眼中满是绝望，最终这股绝望变成了坚定的意志。宁兄啊，等我死了，你一定要继承咱们的童子意志啊。嗖！就在这时，一道破空之声响起，紧接着似是有一柄漆黑之物瞬间洞穿那血魂的胸膛，直接带着那血魂重重地定在一处城墙之上。
周元愣了一下，接着便是听到那有些耳熟的声音响起：“周兄，你喊我。”“宁兄。”当听到宁晨的声音响起时，周元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眼中带着喜色朝前看去，便是瞧见那一袭玄衣、面容俊秀的青年出现在眼前。呼，得救了！他立马松了口气。你当然得得救，毕竟这童子意志还得你自己继承，我反正是继承不了了。宁晨将周元扶了起来，笑道：“没事吧？”“没事。”周元摇了摇头。吼！就在这时，那被藏诀洞穿的血魂发出一声咆哮，竟是挣脱藏诀的束缚，再度朝着两人袭来。宁兄小心！那血魂寻常的攻击对他无效。见状，周元连忙是提醒说道：“寻常攻击无效吗？”看着藏诀洞穿血魂，其却毫发无损。宁晨皱了皱眉，接着微微颔首表示了解。旋即，他抬手召回藏诀，换作一柄漆黑唢呐，开始奏响藏曲。藏曲的乐道之力覆盖在藏诀之上，接着一步踏出，身形快到极致，瞬间出现在那血魂面前，接着一铲再度轰穿其胸膛。“宁兄，你用铲子攻击他是无效。”周元看到这一幕，还想解释，可忽的，他的话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猛地瞧见，伴随宁晨那一铲捅入那血魂胸膛之时，血魂竟是发出了痛苦之声，接着身形开始暗淡下来，很快便是消散于世。死！好强！他就是那藏生峰的宁晨。哪怕峰主降妖，依旧拒绝加入天魔峰，转而继续留在藏生峰的宁晨。好强！不远处，不少天魔峰弟子看到这一幕，届时眼中闪过一抹凝重和惊愕之色。这个藏生峰的弟子强得有些离谱。伴随宁晨一铲将这血魂震杀，其顿时化作一道可藏气血涌入藏神棺内，接着一缕灵气反哺进入宁晨的丹田之中。这种藏魂状态的客户，虽然提供的可藏气血非常稀少，毕竟肉身都没了，但好歹也有，积少成多嘛。周兄，你先好好休息，我去做我的本职之事了。宁晨拍了拍周元的肩膀，接着看了一眼那庞然的万魂幡，眼中满是兴奋之色。若是能将那玩意抢来，那慢慢送葬其中的客户也能获得不少提升啊。只可惜握着万魂幡的是三大魔宗宗主之一，是个圣人境强者，惹不起。不过虽然无法抢夺那万魂幡，但从万魂幡中飘出来的血魂可就任由自己葬送了。嘿嘿，想到这，宁晨顿时干劲满满，运转神鬼影宗部便是朝着浮屠魔谷中心而去。与此同时，天穹上面对一尊半地强者的不断出手，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可谓是连连败退，只能是不断焦急地冲着不远处的血魂子催促。血魂子，你还没好，节，快了快了！血魂子怪笑一声，摇动那数十丈的万魂幡，接着声音沙哑的道：“万魂索命！”血魂子摇动万魂幡，伴随其那沙哑的声音响起，只见天地为之色变，都变得无比昏暗猩红，接着万魂幡上红芒大闪，无数冤魂恶鬼从中飞出，朝着浮屠魔谷而去。一时间，看到这一幕，不少天魔教弟子眼中布满绝望之色。节，逃吧，绝望吧，越是绝望，恐惧越多，老夫炼制尸魂就越是容易。血魂子声音沙哑的怪笑。可就在这时，铮，忽的一道唢呐之声，宛若是破开黑暗中的一道曙光一般，响彻天际。这是唢呐。血魂子一愣，浑浊老眼中闪过一抹疑惑。现在这种情况，有人不但不逃，反而还吹起了唢呐。是谁？他目光找寻而去，很快便是看到了一个一袭玄衣的青年踏空而行，手中还有一只漆黑唢呐放在嘴边，伴随其吹动，一曲藏歌响彻整个浮屠魔谷。这是乐道之力。血魂子皱着眉，疑惑那天魔教弟子想要做什么，可越看便越发觉得那玄衣青年越是眼熟。下一刻，他脸色微变，这小子不就是坏了自己好事的那小混蛋吗？这个老六，他又想做什么？当一曲唢呐之声响起，天地藏声曲的曲调响彻整个浮屠魔谷之时，整个魔谷内的众人皆是愣了一下，疑惑看去。那是谁？他在做什么？三大魔宗弟子疑惑看去，而天魔教众弟子也是察觉到了玄衣青年的身影，皱了皱眉，眼中满是疑惑。一个藏生峰的弟子去凑什么热闹？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然而就在他们有这个想法时，只见那一袭玄衣的青年一步踏空，奏响那一曲藏歌。什么？破海境的藏生弟子？看到这一幕，不少天魔教弟子脸色一变，瞳孔骤缩。那是藏生峰的宁晨师兄。很快便是有天魔教弟子认出了那一袭玄衣青年的身份。宁晨，莫非就是前段时间在内门大比上大放光彩的宁晨师兄？他前段时间不还是宁丹境吗？这么快就已突破至破海境了？
这什么妖孽般的天赋？宁晨师兄想做什么？就在众天魔教弟子疑惑之时，伴随那一曲藏歌响彻之时，只见原本还在不断冲着众弟子袭来的无数血魂，竟是在这一刻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了一般，愣在原地动弹不得。这难道是因为宁晨师兄？一时间，众天魔教弟子眼中闪过一抹错愕，看向宁晨的表情越发精彩。这怎么可能？区区一个破海境毛小子所施展的乐道，怎么可能让老夫这万魂幡中的血魂受到影响？天穹上看到宁晨竟是再一次坏自己好事，血魂子脸色一下子变得无比难看，万魂幡摇得更是起劲了。万鬼同行，恶魂索命。霎时间，无数恶魂从万魂幡中涌出，如潮水般朝着下方的宁晨杀去。宁晨师兄，小心！见状，下方众天魔教弟子连忙提醒，不过他们的提醒只是说了一句便再也没说了，因为他们分明瞧见，面对那无数涌来的恶魂，宁晨师兄不仅没有恐惧，反而脸上还布满了兴奋之色。兴奋。就在众天魔教弟子疑惑不解时，宁晨看向天穹那狰狞无比的无数血魂，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哈哈，来得好！宁晨体内无上魔诀运转，灵气涌动，直接猛地深吸一口气，接着将死灵唢呐放在嘴唇旁，接着乐道运转，天地藏声曲奏响整个天穹。第一曲，永镇安魂。虽说已是运转过一次了，但上次只是对付一个破海境的死怨罢了，可现在要对付的可是圣人强者手里万魂幡中的残魂，可不能大意。轰！伴随宁晨吹响永镇安魂曲，只见天穹之上伴随一声轰鸣，一尊无比庞然的漆黑棺木竟是自天穹浮现，接着划破云层，朝着那冲着宁晨而来的恶魂震来。一尊自天而降的棺木，这是宁晨师兄的手段，这是何等手段？看到这一幕，众天魔教弟子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他们从未在天魔教内见过这般手段。与此同时，这一道动静也是引起了正在激烈战斗的三人注意。大长老率先停手，朝着那一处棺木看去，见状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见状也是看去。可下一刻，大长老那呼啸掌风竟是不见武德的突然落在丧心崖主胸上。噗！丧心崖主吐血倒飞，脸色苍白，气息变得有些颓靡。你不讲武德，竟然偷袭！煞影宗主扶住倒飞而出的丧心崖主，脸色一变，怒不可遏地瞪着大长老。节，老夫乃魔门魁首大长老，要什么武德？大长老阴森一笑，接着这方才是看向那不远处一尊棺木，又是那小家伙，他果然不一般，就是不知他与掌教之间是什么关系。血魂子，你还没好吗？煞影宗主脸色难看地冲着那还在捣鼓万魂幡的血魂子暴喝道：如今丧心崖主被偷袭，本就落入下风，如今仅凭他一人在天魔教大长老手中根本就撑不住多久。快了，只是一个破海境的混蛋小子想用一尊棺木震了老夫这万魂幡炼制的血魂而已，哼不自量。血魂子冷哼一声，可话音还未落下，却是猛地瞧见在那唢呐声中，他那一道道精心炼制的血魂竟是浮现出一道道锁链，将其牢牢锁在原地。紧接着，那玄衣青年放下嘴边的唢呐，嘴角掀起一抹轻笑，接着轻吐一字：震。下一刻，那天穹上的漆黑棺木震压而下，顷刻间，那一道道血魂竟皆是被震入那棺木之中，紧接着伴随棺木一合一盖，血魂子立马感受到自己与那些血魂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什么？这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的破海境修士怎么能镇压老夫的血魂？这一刻，血魂子再也坐不住了，脸色大变，一个破海境的小小修士而已，手段为何会如此诡异？难不成他这手段还能是大帝亲传不成？而与此同时，就在血魂子气急之时，他却是瞧见下方那一袭玄衣的青年收起唢呐，冲着他扬起一抹笑容。谢谢前辈送的机缘。当听到宁晨的话，在看到他那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时，血魂子心中顿时一股无名怒火升腾而起。这小子好贱啊！整个浮屠魔谷内，当一众天魔教弟子看到宁晨师兄那一关震来，所有血魂荡然无存之时，顿时露出了一抹劫后余生的庆幸。宁晨师兄好强，多亏有宁晨师兄在，不然今日凶多吉少。庆幸之余，也是纷纷看向那踏空而行的玄衣青年，眼中充满敬畏。小子，你胆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坏老夫好事！天穹上，血魂子那怒不可遏的声音响起，他死死地瞪着宁晨，这小子处处与自己作对。我没有坏前辈的好事啊，我这是在帮前辈。宁晨看着天穹上那暴怒无比血魂子，决定给他降温。帮！血魂子皱着眉，前辈这万魂幡里冤魂无数，正如前辈所见，我乃天魔教藏生封弟子，是个送葬人，所以就帮前辈把这些冤魂尽数葬送，前辈不用谢。
宁晨笑眯眯地说道：“你他妈！”听到这话，血魂子眼中更是怒火中烧。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万魂幡？这其中每一道血魂都是老夫精心炼制，你就这么给葬了？那老夫这么多年的炼制算什么？宁晨认真地想了一下，算笑话？你找死！此话一出，血魂子再也无法压制内心中的怒火，恐怖的圣人之威在顷刻间爆发，他也顾不得万魂幡了，伸手便是将其放在一旁，接着就欲对其出手。咦，大长老！可就在这时，宁晨忽地一副煞有其事般的模样，看了一眼他的身后，接着暴喝道：“大长老不必救我，先杀那2大圣人再说。”什么？听到这话，血魂子脸色大变，难不成那天魔教长老这么快就解决煞影宗主和丧心崖主了？他下意识回头，毕竟他不敢赌这小子是不是在耍把戏。一旦赌失败，面对一个半地强者偷袭，他就算不死也得重伤。可当血魂子回头的那一刹那，便是瞧见身后根本空无一人，在天魔教大长老的半地之威下，煞影宗主2人已是节节败退。可恶，竟然敢骗老夫！意识到自己被骗，血魂子脸色大变，看了一眼节节败退的2人后，犹豫了一下，便是打算对那小子出手，唯有将那些血魂夺回来，才有翻盘的可能。找死！血魂子猛地回头，却是发现刚刚那悬疑青年早已不见了身影。人呢？血魂子目光一凝，搜寻一番后，很快便是锁定在了远处一道狂暴的身影之上。哼，逃得倒挺快，但很可惜实力上的差距，就算你速度再快也无用。话音落下，血魂子一步踏入虚空，瞬间朝着其追了过去。当血魂子转身回头看去的一瞬间，宁晨便没有丝毫犹豫，全力运转无上魔诀，丹田灵海中金色灵气涌动，运转神鬼影踪步，便是朝着浮屠魔谷之外暴掠而去。圣人境强者若要对他动手，不提前跑的话，很有可能被秒杀当场。很快，宁晨便已是冲出浮屠魔谷，朝着魔谷之外的森林之中跑去。轰！可就在这时，宁晨身旁的空间忽地出现一道裂缝，紧接着一道狰狞血魂便是从那裂缝中袭出，朝着宁晨胸膛袭去。几乎是一瞬间，宁晨手中便已是浮现一只漆黑唢呐，伴随唢呐之声响起，那道狰狞血魂便是有着一瞬间的失神，而宁晨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瞬间再度冲出数百米。这唢呐有点奇怪，竟能克制老夫的血魂吗？下一刻，血魂子从那空间之中浮现，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被唢呐镇在原地的血魂，微微挑眉。这小子果然不简单，若能将那唢呐得到手，或许便能更加完善老夫的血魂。想到这，血魂子不再犹豫，圣人之威瞬间爆发，猛地落在那前方奔逃的身影之上。轰！一瞬之间，宁晨奔逃的身影猛地一滞，接着天穹之上仿佛又一股无形的威压猛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宛若一座大山一般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顷刻间，任凭他如何运转神鬼影踪步，身形也难以挪动半步。逃啊！怎么不接着逃了？血魂子落在宁晨身前，冷笑一声，那圣人之威仿佛要将宁晨整个身体给压爆，不过他却还在死死坚持。哦，身体强度倒是不错，比寻常破海境强者强了不知多少倍。看到这一幕，血魂子有些意外，微微摇头，接着抬起手，那宛若鹰爪般的枯瘦大手落在了宁晨的头上，不过也到此为止了。话音落下，圣人之威爆发，其大手就欲将宁晨的脑袋直接捏爆。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猛然瞧见被其死死抓着脑袋的宁晨强行抬起头来，脸上竟没有丝毫恐惧之色，反而是嘴角掀起一抹疯狂的笑容。我等的就是这一刻。什么？血魂子愣了一下，接着他很快便是瞧见眼前宁晨眼中竟是闪过一抹耀眼的血芒，直觉告诉他这小子很不对劲。他不再犹豫，大手猛地一抓。然而几乎是在一瞬之间，宁晨眼中红芒一闪而过，紧接着血魂子便是察觉到自己周身的空间竟是开始出现波动，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不过转瞬之间，周围便已是变为一处满是猩红的空间，而宁晨也是出现在了不远处。自成空间，没想到你竟还有这种手段，看来你果然不简单。血魂子打量着四周，接着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宁晨身上，不过是换个地方死罢了，徒劳的挣扎。宁晨不语，心中却是松了口气，看来自己的猜想果然没错，这藏神领域既是修炼之所，也是对敌手段，既然是对敌手段，那应该就能将敌人拉入其中。前辈，你身后有人。突然，宁晨笑眯眯地看着血银子，笑眯眯地提醒道：呵呵，还想骗老夫？你以为老夫是智障？同样的套路能上2次。然而血魂子却是不屑一笑。然而几乎是在下一刻，
一道红裙倩影宛若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身后。当身后气息浮现的一瞬，血魂子一愣，接着猛地回头。当看到那一道红裙倩影之时，他宛若见了鬼一般，瞳孔骤缩，脸色大变，几乎是脱口而出：落轰！下一刻，血魂子瞬间被掀飞，紧接着那红裙倩影手中一柄冰剑浮现，一步出现在血魂子身前，一剑朝着血魂子刺出，看似一剑，可在血魂子眼中却宛若无数剑影。完了，老夫完了！洛尚武这个女人怎么会在此地？血魂子眼中满是绝望之色，他深知自己与洛尚武之间的差距，眼前这女人不仅是地境强者，更是大地强者。此刻，血魂子心中满是惊骇，那小子和洛尚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天魔女帝会出现在他的自成空间之中？不对，他既然在这，那天魔教岂不是？这时，血魂子忽地想到了什么，接着眼中闪过一抹疯狂之色。既然如此，那就让整个天魔教为此付出代价。旋即血魂子咬着牙按碎了怀中玉佩，而后便是绝望的直面那恐怖剑威。好强！这圣人境的血魂宗宗主在前辈手里竟然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不远处，葬神领域中，宁晨看着这一幕有些啧舌，女魔头中就是他的底牌之一。因为女魔头的第一滴血的缘故，宁晨施展葬神领域，女魔头也会进入这葬神领域中。那这葬神领域又能对敌，那自己直接敌人拉进这葬神领域中，让其和女魔头打不就行了？不过他唯一的担心就是女魔头打不打得过对方，毕竟女魔头的实力一直是个谜。不过现在看来，女魔头的实力竟还在圣人之上，那也就是说她的实力最起码是半地甚至地境以上了。那女魔头的在天魔教的地位恐怕非常高，最起码都是太上长老级别的。不过她会不会是天魔教掌教？忽的，宁晨脑海中忽的闪过一个无比大胆的想法，那便是女魔头真实身份极有可能是天魔教掌教，毕竟神秘强大，很有强者风范。不过他倒是觉得，若女魔头真是堂堂一教之主的话，应该没空与自己玩这隐藏身份的游戏吧。掌教趣味性应该没这么高，并且听闻天魔教掌教极为嗜杀，若真是天魔教掌教的话，应该不会允许自己这般对他，应该是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不过掌教身份也有可疑，看来要找个时间试探一下女魔头。而此刻，伴随一道惨叫，血魂子竟已是被女魔头给一剑斩杀，一尊圣人便这般轻易陨落。好强！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凝重，接着立马是凑了过去。多谢前辈救命，前辈好像一直在等我。宁晨之所以会这么说，便是因为他发现几乎是施展这葬神领域的一瞬，女魔头便已是出现在其中，甚至比他这个施展的人进入的还快。有吗？洛尚武抬起那冰冷眸子看了过来，接着淡淡道：你还说这空间与你无关，骗子！可宁晨尴尬的轻咳一声，他知道只要动用了这葬神领域，女魔头肯定会知道这空间和他有关，但这也没办法，暴露和活命，他觉得还是后者重要一些。前辈，这老东西都脏了你的剑，我来帮你将他拖出去埋了。宁晨看了一眼那血魂子死的不能再死的尸身，眼中闪过一抹炙热。这可是圣人境强者，若是自己能将其葬送，那对于实力的提升的有多强？然而就当宁晨靠近之时，一柄散发寒芒的冰剑挡在了自己身前。前辈，宁晨眼巴巴地看着他，你葬不了。对此洛尚武没有过多解释，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葬不了。宁晨皱了皱眉，有葬神官在，自己什么东西葬不了。但对于女魔头的话，他目前也没办法反驳，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血魂子的尸体收起来。罢了，自己好歹也葬了血魂子不少血魂，也算是有不小的收获了。前辈，宁晨还想说点什么，可就在这时，洛尚武柳眉微蹙，下一刻便是消失在了葬神领域，真是个神出鬼没的女人。见状，宁晨摇摇头，倒也没着急离开，开始逐一葬送镇压在葬神关内的残魂。反正葬神领域中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还有时间给自己慢慢葬送。呼，看着葬神关那堆积的可葬气血，宁晨眼神逐渐亮起。而此刻，天魔教3道地境强者气息悄然降临。那天魔女帝已去浮屠魔谷，此次正是我正道盟除魔的好时机，两位抓紧时间。其中一位地境强者冲着旁边两人说道。两人微微颔首，其中一人又有些担忧，那天魔女帝当真不在天魔教内吗？当然，盟主说了，那血魂子碾碎了命牌，意味着他在浮屠魔谷见到了天魔女帝。好了，别废话了，速战速决。那为首的地境强者冷声道。真的吗？那他是谁？他
只见前方，不知何时，一道红裙倩影出现在三人身前。一袭红裙，容颜绝美，赫然便是天魔女帝洛长武。天魔女帝，洛上武，你怎么会在这？当那一袭红裙倩影凭空出现在几人眼前之时，这三位地境强者脸色顿时大变，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凝重和惊骇之色。本帝不在天魔教，能在哪？洛上武美眸淡漠地落在三人身上，红唇轻启，语气冰冷至极。天意宗、玄风门、纯阳派，果然，本帝就说那三大魔宗怎么会有这般胆量？原来是有正道盟在背后撑腰。当感受到那恐怖的大地之威时，这三位正道的地境强者顿时脸色大变。虽皆是地境，可地境之间亦有差距，就算是他们三人联手，也绝不会是天魔女帝的对手。三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任何战斗的想法。先撤，情报有误。天魔女帝压根就没去浮屠魔谷。操，血魂子那狗逼，魔道就是魔道，居然搞反水那一套，竟欺骗我们。此刻，三位正道地境强者心中骂骂咧咧，一边逃一边问候血魂子祖宗18代。九泉之下的血魂子也很冤啊，他只知道自己是在浮屠魔谷中追杀宁晨，然后就被其拉入了一个空间之中，然后天魔女帝便出现了，鬼知道那是人家的情侣空间啊！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然而，下一刻，只见整个天魔山脉伴随洛上武那淡漠话音落下，天穹上竟是降下一片片雪花，整个山脉温度骤然降低，宛若一片冰封之地。这是天魔女帝的极冰之地，快跑！当看到这一幕时，这三尊正道地境强者方才意识到不对，想要遁入虚空逃离，却是发现为时已晚，整个空间早已被洛上武的地威所笼罩，宛若一个巨大的寒冰囚笼般将他们死死困在此地。而这时，伴随天穹上一片雪花落在身上，只见其身躯瞬间被寒冰所覆盖。什么？三位正道地境强者瞳孔骤缩，眼中布满绝望。浮屠魔谷葬神领域之中，伴随一道道血魂被宁晨尽数葬送，葬神棺内的入葬气血尽数反哺为浓郁灵气，涌入宁晨丹田之中，而他的气势也随之逐步提升。呼，破海境6星了！宁晨缓缓睁开双眸，眼中满是兴奋之色，一口气竟提升了3个小境界。最关键的是，距离他上次突破还不到1个时辰，自己竟又突破了。这埋人就变强，未免也太爽了吧！而且这次客户并不能算优质客户，都是一些残魂，残魂只能算半个客户，甚至连半个都算不上。若是葬的是尸身和灵魂皆是完整的客户，恐怕提升会更大。差不多该出去了。算算时间，大长老也该解决完那2大魔宗之主了。伴随宁晨大手一挥，葬神领域渐渐消散，其也是重新进入了冷却之中。看来想要女魔头教导自己修炼，又得等个7天了。刚从葬神领域中出来，便是瞧见这一片森林，此刻正有一大堆人，皆是天魔教弟子，正在寻找他的身影。快看，宁晨师兄在哪？就在这时，有天魔教弟子发现了宁晨的身影，当即是带着一众天魔教弟子而去。当发现宁晨竟毫发无损时，一众弟子都是有些意外，毕竟他们亲眼看到那血魂子朝着宁晨师兄追去，可没想到宁晨师兄不仅逃了，甚至毫发无损。宁晨小子，没事吧？此时，大长老也是自天穹落下，皱着眉打量着宁晨。没事。宁晨微微摇头。那血魂子呢？大长老看了一眼四周，却发现并无任何打斗的痕迹，但同时也感知不到血魂子的气息，被一位神秘强者杀了。宁晨老老实实道：神秘强者。听到这话，大长老眉头一皱，接着眯着眼睛问道：什么强者？一个红裙女子。宁晨直言道：没错，他就是想通过大长老的反应来推断女魔头的真实身份。若女魔头真是天魔教掌教，那大长老不可能没见过。果然是掌教，这小家伙果然和掌教关系匪浅。当听到宁晨的话，大长老表面虽看似平静，但心中却满是惊愕，看来是掌教出手救了这小子，这大老远的就为了救他，掌教居然如此看重他，难道这小子非同寻常？想到这，大长老神情越发凝重，感知了一下宁晨的气息，下一刻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来的时候他记得这藏生风的小家伙才不过破海境2星，可现在竟达到了破海境6星了，短短几天就突破了几个小境界，修炼如河水，他果然不简单。不过他为何不直说是掌教？忽的，大长老悟了，这里人多眼杂，或许是他不想暴露自己与掌教之间的关系。嘿嘿，老夫果然聪明。大长老会心一笑，立马就懂了，接着捋着长须，一脸凝重，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认真说道：一位神秘强者出手，看来老夫需要
将此事禀报掌教了。听到这话，宁晨一愣，难道自己猜的不对？旋即他摇摇头，问向大长老：大长老，敢问浮屠魔谷内动乱已经解决了？大长老点点头。那2个圣人强者？宁晨有些眼热。女魔头不让他买血魂子，那他买其他2位圣人境强者总行了吧？区2个圣人巅峰而已，已被老夫镇杀。大长老冷哼一声。至于尸身嘛，已被老夫处理。宁晨悠悠叹了口气，想来也是，圣人境强者身上全身都是宝，怎么可能交给葬生弟子处理？罢了。他摇摇头，接着带着葬生峰弟子朝着浮屠魔谷走去。不过这次并非是将这些尸身就地埋葬，而是将其装入古棺内带回葬生峰，这也是此次任务之一。毕竟这些只是刚死，体内修炼本源还能被葬生峰炼化。宁晨倒也不急，回去再埋也没关系。很快他便是带着几个葬生峰弟子，拖着数百个棺木从魔谷走出。此次若不是他施展天地葬生曲，坏了血魂子的好事，恐怕天魔教损失还要更为惨重。因此回去的路上，一众天魔教弟子看向宁晨的眼神越发敬畏。几天后，当初征服屠魔谷的天魔教众人已是回到天魔教地界内，可看到眼前景象时，一个个皆是有些愣住了。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只见整个天魔山脉宛若被冰封了一般，寒气逼人，仿佛身处一片极寒之地。这是掌教的手段。很显然，在咱们离开天魔教后，有人试图对天魔教动手，被掌教给拦住了。一旁大长老捋着长须，冲着众人解释说道：这竟是掌教的手段，咱们掌教不愧是大地强者，手段了得啊。听到大长老这话，众弟子眼中满是敬畏。冰吗？看到这一片极冰，宁晨微微皱眉，想到了某个明明一袭红裙，整个人却冰冷的要死的女魔头。加上这几天的路程，再过1-2天，葬神领域的冷却便又转好了，可以找女魔头了。而这几天他也在路上试探女魔头的身份，只可惜却没从大长老这里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看来女魔头的身份应该更加偏向那些闭关的太上长老，而大长老，就拿这些考验老夫。好了，到天魔教了，各自复命，老夫先去和掌教禀报。大长老冲着众峰弟子说了一声，接着便是转身离去。宁晨师兄，那我们也回去复命了。天魔峰的内门弟子冲着那拖着一排长龙棺木的宁晨行了一礼。宁兄，有机会来天魔峰修炼。周元也是挥了挥手。一定。宁晨笑着点头，自己可是能去天魔峰修炼的，只不过最近一直没空去而已。等修炼出现瓶颈再去也不急。宁晨师兄，我们也回去复命。宁晨师兄，我见魔峰也。一时间，其余5大峰弟子也是接冲着宁晨行礼。正是因为宁晨那一曲藏曲镇魂，不然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是另外一回事呢。所以他们心中对宁晨充满敬畏与感谢。虽是魔门，但魔门也更加敬畏强者。好了，咱们也回去复命吧。宁晨拖着一堆棺木，冲着身旁的几个葬生弟子说道：是，宁晨师兄。当一行人回到葬生峰，却发现古玄并不在葬生峰内，所以宁晨将那一堆棺木交给孙长老炼化修炼本源后，便是回到了自己小院巩固修为。与此同时，天魔教主殿，当大长老来到这里复命时，便是瞧见7大峰主都在大殿内，而大殿上那一袭红裙倩影尤为显目。大长老，你回来了。7大峰主看去，接着天魔峰主皱着眉，沉声道：看来咱们预料的果然没错，这些人就是在等女帝大人出手，然后对咱们天魔教出手。不过奇怪的是，明明掌教一直在教内，那些家伙怎么会出手呢？这也是7大峰主疑惑的地方。或许老夫知道为什么，毕竟掌教是真去了浮屠魔谷。大长老心中腹诽，他有些疑惑道：对咱们天魔教出手的是何方势力？天意宗、玄风门、纯阳派。见魔峰主回道，3个正道势力，没想到3大魔宗竟和这3个正道势力勾结上了，做起了正道的狗。大长老眉头一皱，眼神冷冽，恐怕不是与这3个正道势力，而是其背后的正道盟。古玄微微摇头，接着有些幸灾乐祸的道：可没想到似是因为情报有误，白白损失3位凡帝，简直是活该。帝境可划分为凡帝、灵帝、玄帝以及大帝，那日3位正道势力强者便是凡帝强者。对了，大长老，浮屠魔谷怎么样了？天魔峰主好奇问来。老夫正要和掌教禀报。大长老冲着大殿之上的红裙倩影行了一礼。洛尚武红唇轻启，声音清冷的道：说。掌教，是这样的。大长老开口，很快便是将浮屠魔谷内所发生的事情与洛尚武说了一遍。什么？扭转乾坤的竟是宁晨小子？当听到此次最为关键的竟又是宁晨，古玄瞪大了眼睛，
有些激动。是啊，若非宁晨那一曲藏曲，恐怕我天魔教弟子将会损失惨重，并且若不是他提前将血魂子的尸魂葬送，恐怕在那尸魂血煞阵下，老夫也未必能这般轻松地解决3大圣人。大长老点了点头道：哈哈，我藏生风算是捡到宝了。听到大长老的话，古玄表情越发精彩，忍不住大笑。一旁几大峰主看向其的目光越发羡慕长教，此次宁晨小子可谓是立了大功，老夫觉得可以给予一定奖赏。不必。然而骆尚武却是摇了摇头。听到这话，古玄愣了一下，心想宁晨小子是不是哪里惹到长教了？然而一旁大长老却是早已看穿一切，当然不用你奖赏了，长教自会亲自奖励那宁晨小子。天灵剑，一处仙气飘渺之地，大殿内，一个白发老者皱紧了眉头。这老者正是正道盟的盟主正天大帝。此刻他正眉头紧锁地看着下方禀报之人。你的意思是说，那天魔女帝根本就没离开天魔教，派往的3位梵帝都已被其斩杀陨落？回盟主，看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听到这话，正天大帝充满疑惑，他明明交代过那3人，只有确保见到了天魔女帝后方可捏碎命牌，而他们也的确碾碎了命牌，可天魔女帝并没有离开天魔教。可若是说那3大魔宗反水也不至于，毕竟他们人都死了。查，本帝倒要看看浮屠魔谷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等那禀报之人离去，正天大帝方才是喃喃说道：本帝这是为了天下大道，为了天灵界苍生而铲除魔头，谁都拦不住本帝。2天后，宁晨结束今日埋人，回到小院。算算时间，天魔教的魔藏之地也快开始了，而藏神领域冷却结束，可再度开启了，正好让女魔头教导一下自己修炼。毕竟魔藏之地的对手可都是6大峰的真传弟子，想要从他们身上抢些客户，也不知如今这个实力还够不够。然而就当他推开小院的门，运转藏神领域时，却是瞧见小院内一道红裙倩影早已是坐在其中，淡淡的喝着茶，月色照耀在他身上，美得不可胜收。宁晨一时间有些看呆了。好美？你说什么？当宁晨那喃喃声响起时，月色下小院内那一袭红裙的绝美倩影放下茶杯，那淡漠的眸子便是落在了宁晨的身上。当女魔头那极具威严的淡漠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时，宁晨轻咳一声：前辈，我的意思是，月色真美。无聊。骆尚武无趣地看了他一眼，收回目光。然而宁晨的声音忽地再次响起：月色的确很美，可我觉得前辈更美。此话一出，骆尚武愣了一下，再度抬眸看去，却是发现那一袭玄衣容貌帅气的青年正在冲着他笑，油嘴滑舌。他冷哼一声，接着方才是宛若无事般的轻抿了一口茶水。天地可见，我可没有油嘴滑舌。宁晨笑呵呵的道：甜蜜的话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受用，你不能看她表面毫不在意而不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生物。少贫嘴，还不过来？骆尚武淡淡看了他一眼，接着眼神示意宁晨坐到自己对面去。前辈，我来了。宁晨快步走来，一屁股直接坐在女魔头身旁，那独属女魔头的幽香便是扑面而来。果然漂亮女人身上都是香的，闻着那股幽香，仿佛都能让人心旷神怡。看着毫不客气坐在自己身旁的宁晨，骆尚武柳眉微蹙，看了他一眼：我是让你坐到对面去。哦。宁晨嘴上答应，但身体却没有任何实际动作，接着便是想要拿起茶壶，开始吨的准备喝女魔头泡的茶。前辈，你还喝吗？然而还不等有所动作，一个玉石杯便是凭空而现，接着女魔头那清冷的声音响起：用这个。哦。相比于一杯一杯的喝，宁晨还是更喜欢吨的快感。当宁晨给自己倒了一杯，准备喝下时，却是有些犹豫。前辈，你不会又往这茶里放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吧？要是有什么奇怪的功效，和上次一般，我可不管。听到宁晨的嘟囔，再想到前几日这家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骆尚武不由是咬了咬银牙，似是冷哼了一声，声音清冷的道：这是悟道茶。悟道茶？这是什么茶？宁晨愣了愣，平平无奇的茶，能提升你的悟性。骆尚武淡淡道：提升悟性的茶。宁晨愣了一下，嘟囔一声，女魔头的茶功效未免也太多了。你不是要我知道你修炼吗？骆尚武放下茶杯，美眸淡淡的落在他的身上。怎么？不要？要！此话一出，宁晨吨的就把这一杯茶给一饮而尽。接着女魔头的声音便是再度响起，她提醒道：这茶水能帮你开悟，但切记量力而行，别喝太多。宁晨喝下一杯，笑眯眯的打趣道：前辈，你是在担心我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骆长武白了这无耻的家伙一眼，不再说话了。
宁晨笑了笑，得意似的看了女魔头一眼，接着便是一杯又一杯的下肚。洛尚武美眸始终落在宁晨身上，看着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悟道茶，那好看的柳眉也逐渐蹙起，神情有些凝重。这家伙的悟性竟这么强，大部分喝一杯悟道茶便是喝不下第二杯了，因为他们的悟性就只有这么点，一杯就足以将其悟性开悟。可这家伙一整壶悟道茶都已下肚，可他却好像还能喝一壶的样子，只能用4个字评价这家伙：悟性逆。哼，不对，是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好茶。宁晨放下茶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而伴随这一壶入到茶下肚，他能明显感受到有一种通透、记忆力加强的感觉。打开那个空间，看到宁晨已是喝下悟道茶，洛尚武开门见山的道：是，前辈。宁晨点点头，接着伴随眼中那一道红芒闪过，两人周围的空间发生开始一阵变化，紧接着两人便是来到了熟悉的情侣空间。哦不，葬神领域。挺神奇的一个空间。再次来到葬神领域，洛尚武看了整个空间一眼，接着意味深长的道：就是不知道他究竟是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听到这话，宁晨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不太自然。他知道女魔头这话完全是记着上次自己骗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空间究竟是怎么来的，真是个记仇的女人啊。前辈，其实上次……他刚欲解释，女魔头却是冷哼一声：我不想听。说完，他便是秀发一甩，迈着莲步，扭动着红裙下那性感完美的身姿，朝着最前方走去。见状，宁晨反而是松了口气，接着连忙是跟了上去。不要解释，反而是最好的解释。旋即，洛尚武便带着宁晨在葬神领域之中开始试炼。你突破了，破海境6星了。当看到宁晨境界在短短几天便提升了几个小境界，洛尚武美眸中闪过一抹愕然。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吧。宁晨得意一笑。然而，说完这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女魔头都没和他说一句话，这让宁晨不由嘀咕：不就抢了你句台词吗？小气的女人。当此次葬神秘境中的试炼结束，宁晨将那些灵气尽数吸收后，方才是起身，朝着一旁那背对着他坐下的红裙倩影走去。前辈，是不是可以教我武学了？说到这，宁晨期待地搓了搓手，想到可以白嫖女魔头，他想想就激动。可别误会，白嫖的是武学，可并非身子，毕竟身子哪能白嫖？哪次不是宁晨出力？出了力怎么能叫白嫖呢？听到宁晨的声音，洛尚武隐隐起身，转身抬眸看向他，接着手中忽地浮现一柄布满寒芒的利剑，他轻抚手中寒剑，淡淡道：我教你一招剑诀。才一招？宁晨愣了愣，男人果然贪得无厌。听到这话，洛尚武看了他一眼，接着手中的剑直指宁晨，淡淡道：我问你，武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杀人。宁晨老老实实的道。然而女魔头接下来的话却是让他脸色微变，对这剑诀逐渐重视起来。那能一剑杀人，为何要出第二剑？当洛长武话音落下，宁晨能明显感受到直指自己的这一柄剑中散发出一股令人胆寒的剑意，仿佛不用出剑便能杀人。好霸气。宁晨回过神来，在听到女魔头的话，忍不住好奇问道：前辈，此剑诀名为？洛长武收起直指宁晨的剑，将剑抱在怀中，淡淡说道：一剑封喉。一剑封喉，果然很霸气。宁晨微微颔首，接着挠了挠头，尴尬的嘿嘿笑道：前辈，既然是剑诀，那是不是得用剑？我好像没有剑。他决定将软饭硬吃贯彻到底。你不是有藏诀吗？洛尚武淡淡道。藏诀果然是女魔头给的。宁晨取出藏诀，忍不住问道：前辈，藏诀究竟是一柄什么级别的灵武？他给我一种仿佛能媲美一切灵武的感觉。他本来就能媲美一切灵武。洛尚武看了一眼他手中那闪烁寒芒的铲子一眼。前辈请讲。宁晨虚心问道。藏诀比较特殊，它并没有明显的品阶划分，使用者越强，它便越强。洛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女魔头的解释虽然简短，却是让宁晨大为震撼。那岂不是说藏诀没有上限，能爆发无限潜力？这是好东西啊！而这时，洛尚武那清冷悦耳的声音再度响起。剑诀施展出来的并非靠的是使用的是否是剑，而是自身剑意。若自身剑意够强，万物皆可为剑，哪怕是一缕灵气，又或是一片树叶。自身剑意吗？宁晨觉得有些道理，然后笑眯眯地冲着洛长武摊开了手。那既然如此，前辈都这么强了，自身剑意肯定也强，不如就把怀里的这一柄剑给我吧。洛尚武，他额头上浮现出3道黑线，他好像有些小瞧了这家伙的无耻程度。滚！好嘞。旋即，宁晨在女魔头的教导下开始修炼这一剑封喉。
哐当一声，骆尚武将自己怀中抱着的剑递给宁晨。给我了。看着那一柄寒芒之剑，甚至其中还有女魔头淡淡体香，宁晨忽的有一种拿起来就跑的冲动。骆尚武，我是让你感悟其中的剑意。练剑第一步，先凝聚自身剑意。他耐着性子为宁晨解释，若是换做别人，早就被他一巴掌拍死了。哦，宁晨恍然大悟，旋即盘腿而坐，将女魔头的所递过来的寒芒之剑放在腿上，开始尝试感知其中的剑意。这柄剑看起来也不简单。宁晨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那一柄寒剑，前辈这剑叫什么名字啊？生劲。倒是和我这藏诀挺般配的。宁晨意外地看了这生劲一眼，嘟囔一声，旋即他摇了摇头，开始感悟女魔头剑中的剑意。感悟了一番，他又觉得只是单纯放在腿上没办法更好地感受其中剑意，索性直接学着女魔头一般将剑抱在怀里。看到这一幕，骆尚武柳眉微蹙，红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都没说。而此刻，宁晨抱着怀中的生劲，开始感知其中剑意。悟道茶此刻的功效也是渐渐发挥出来，他将宁晨的悟性无限增强，开始让其感知剑意中的一丝一毫。很快，无数剑意开始从生劲中传来，那寒芒剑意宛若一根又一根的刺针，刺痛宁晨的丹田。很快，他便是眉头紧锁，咬着牙强忍痛苦，这是剑意凝聚的表现。坚持住！与此同时，骆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宁晨紧闭双眼，咬着牙，重重点头，任由那寒芒剑意刺痛丹田。过了一会儿，丹田之中便是涌现无尽寒芒剑意，那种痛苦就好像千刀万剐一般。宁晨很是怀疑，这应该是和女魔头的剑意有关，她的剑意太强了，若是感知别人的剑意，或许不会这般。当然，痛苦归痛苦，若能彻底顿悟，凝聚的剑意将会很强。就在这时，一道香风袭来，紧接着，宁晨便感受到一只柔弱无骨冰凉的纤细玉手落在了他的小腹丹田附近，顿时他身体下意识一颤，这位置太刺激了，别动。下一刻，骆尚武那清冷的声音便是响起，接着宁晨便能明显感受到那玉手所带来的温软之感，似乎丹田之中那冰凉的剑意好像都没那般刺痛了一般。这是他在帮我凝聚剑意。宁晨顿时反应过来，也顾不得那一股莫名刺激的柔软触感，接着便是沉下心来，开始运转无上魔诀，开始吸收这一道道的剑意。很快，伴随剑意凝聚，一道道画面竟是凭空出现在宁晨面前。画面之中，只见一个穿着红裙的小女孩正在练剑，看着稚嫩，但从小就有了那倾国倾城之姿。这是女魔头。宁晨瞬间就反应过来，画面不断跳转，紧接着宁晨便是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出现，开始教导小女魔头练剑。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他的父亲。而最终画面定格在他的父亲将这一柄名为生劲的剑交给了他。片刻后，当宁晨丹田之中那剑意逐渐稳定，不再有丝毫刺痛之感后，女魔头方才是起身收回了那纤细玉手。前辈，这剑是你父亲给的？宁晨愣了愣，想到刚刚所看到的画面。骆尚武似乎对他能看到这剑意中的画面并不意外，只是微微颔首，接着淡淡道：父亲说这是我的嫁妆。嫁妆？宁晨一愣，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古怪起来。那刚刚他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要女魔头把这柄剑给他，那岂不就是要女魔头把嫁妆给自己？一时间，宁晨有些尴尬的挠头，连忙是将生劲递给了他。女魔头接过剑，看了一眼有些窘迫的宁晨一眼，那绝美俏脸上似是掀起一抹有些胜利性的笑容，仿佛挑衅道：既然如此，那你还要吗？听到眼前女魔头的话，看着她那仿佛要递过来的生劲，宁晨不由愣了一下。看着他愣神，骆尚武胜利性的冷哼了一声，接着就欲将生劲给收回去。然而就在这时，一只大手猛地朝着生劲剑抓来，接着宁晨那轻笑声响起：要，当然要，前辈要给我为什么不要呢？听到这话，骆尚武不由愣了一下，美眸中闪过一抹愕然，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宁晨居然会这么回答。直到宁晨的手处碰到生劲，剑意护主，那凌冽无比的剑意瞬间冲向宁晨时，他才反应过来，冷哼一声，这护主剑意方才是消散。不过剑身上还是爆发出一股力量，将宁晨轻柔掀飞。接着骆尚武那清冷的声音方才是响起：想得美。明明是前辈自己问的。宁晨揉了揉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声嘟囔着：前辈你这么大的反应，不会是害羞了吧？你说什么？骆尚武的语气似乎有些急了，抬起冰冷美眸看来。可没什么。宁晨连忙摇头闭嘴，免得有些女人恼羞成怒要杀自己。接下来既然自身剑意已是凝聚，
宁晨便是按照骆长武所给的剑诀开始认真修炼起来，直到藏神领域即将消散，宁晨方才是结束修炼。前辈，我这一剑封喉怎么样？宁晨手拿藏诀，其中那凌厉剑意渐渐散去。相比于一剑封喉，他这更像是一铲封喉。听到宁晨的话，骆尚武停止修炼，隐隐起身，朝着他抬眸看来。然而红唇微微动，话还没说出口，宁晨便是笑眯眯的打断：“前辈，你不用说，我知道，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嘛。”然而，骆尚武却仿佛像是看傻子般的看了宁晨一眼，与此同时给出了宁晨一个新的评价：不堪入目。宁晨，自己好歹也是练了数个时辰呢，怎么就不堪入目了？好像在从小便开始修炼剑意的女魔头面前，自己这点剑意的确不堪入目。不过，这也让宁晨感到很是好奇，将将就就，马马虎虎这个评价在女魔头这里究竟代表什么品级呢？明日就是魔藏之地试炼了，前辈你会来看吗？宁晨伸了个懒腰，看向女魔头，不由问道：“我来不来有何区别？”骆尚武淡淡的看着宁晨，自己来不来，这家伙不都要试炼吗？宁晨想了想，认真回答道：“前辈来的话，我可能会表现得更好，毕竟前辈教导，我不能丢前辈的脸嘛。”无趣。骆尚武双手环胸，淡淡的看了宁晨一眼，接着便是一步踏出这即将消散的藏神领域。无情的女人。宁晨撇了撇嘴，连忙是跟了上去。离开藏神领域，回到小院内，这空间多久可开启一次？骆尚武抬眸看向宁晨，这藏神领域用来修炼极为合适，若能在里面待得长久一些，凭借他的天赋，或许修为上还能有所精进，甚至就连无上魔诀第4境河道还能再有所突破。这个吗？7天时间。宁晨回道：“既然女魔头知道藏神领域和他有关，那也就没有必要瞒着了7天。”骆尚武柳眉微蹙，接着问道：“可有办法将其冷却时间缩短？”暂时没有。宁晨摇了摇头，接着冲着女魔头嘿嘿笑道：“或许我实力提升后，可以缩短这冷却的时间。”骆尚武好看的眸子落在了宁晨的身上：“你又想白嫖我？瞎说什么大实话？读书人的事能叫嫖吗？”宁晨轻咳一声，微微摆手：“前辈误会了，这叫双赢。你帮我变强，我让前辈身心愉悦。”身心愉悦。女魔头目光看来，眯着的美眸中闪过一抹危险之色。可，宁晨连忙解释：“这个身心愉悦很正经，前辈别误会。”骆尚武冷哼一声，懒得搭理他，这家伙就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得寸进尺，无耻至极。你要什么修炼资源尽管提。他话音还未落下，宁晨那贱兮兮的声音便是响起：“嘿嘿，那前辈，我要能一晚就修炼到地境的丹药。”骆尚武玉额上浮现3道黑线，轰！下一刻，宁晨不出意外的轰飞了，旋即，一根断指便是落在了他的身前。这是……看着这根断指，宁晨愣了一下。那血魂子的断指，圣人强者哪怕陨落也会有圣威覆盖，不是现在的你所能埋葬的。骆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响起：“原来如此。”听到这话，宁晨恍然大悟，难怪上次在藏神领域中，女魔头会对他说这血魂子他葬不得。不过，女魔头怎么会对他埋人一事这么上心？他不会已经知晓藏神关的存在了吧？毕竟当初这女魔头假死便是被埋入藏神关中。宁晨有些心虚的看了女魔头一眼，不过也没多说什么。既然他没多问，那自己也不说，就这么心照不宣也挺好。虽然只能埋一根断指，但好歹也是圣人强者的断指。多谢前辈。宁晨冲着女魔头道谢。这根断指上并没有圣人之威，很显然是骆尚武帮自己把其上面的圣人之威给去除了。恐怕等他实力提升上去了，血魂子的其余部分他也会慢慢交给他。对了，这时骆长武美眸看来似是有些犹豫。前辈有什么事不妨请讲，这么扭扭捏捏的可不太像前辈的作风啊。宁晨走了过来，轻笑着看着骆尚武。听到这话，骆尚武沉默了一下，而后方才是说道：“1月之后你可有时间？”哦，前辈这是邀约我吗？听到这话，宁晨笑眯眯的道：“你别乱说。”女魔头瞪了宁晨一眼，接着冷声道：“1个月后，我需要你陪我7天时间，7天时间，寸步不离。7天时间，寸步不离。”当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愣了一下，感觉事情有些端倪。干什么事情需要7天时间，还必须得寸步不离的那种？有7敲不对劲，10分有9分之不对劲。前辈，你的意思是？宁晨小心翼翼，很是谨慎地问道。骆尚武声音清冷，说这话时争取做到面不改色。我的意思是，1个月后，我的无上魔诀的人玉之劫会变成7情之劫。7情之劫。听到这话，宁晨愣了一下，
忽地想到了什么，该不会是那方面的事情？要他寸步不离，难道是因为需要他的出力和帮助？不过，这七情之结究竟是什么？旋即，宁晨便是将这个疑惑给问了出来。然而，女魔头却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目光悠悠地落在宁晨身上。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宁晨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觉得自己的腰子有点痛了。对了，届时临近七情之节时，多喝点纯阳之茶。女魔头很是贴心地叮嘱道。宁晨，完了，多喝点纯阳之茶，难不成是要自己帮女魔头整整7天，还不带休息的那种？完了完了，腰子兄，你怕是要不保了。来不及为腰子兄默哀了，也别提临近女魔头七情之节时喝纯阳之茶了，现在就喝，立马就喝。也不是因为自己虚，而是女魔头也不是简单的女人。前辈，那我这辛苦费你总不能白嫖吧？宁晨轻咳一声，他白嫖女魔头，总不能让女魔头白嫖他吧？白嫖。然而女魔头柳眉微挑，看向宁晨的眼神中仿佛闪过一抹玩味之色。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白嫖呢？听到这无比熟悉的话，宁晨嘴角直抽，果然回旋镖最终还是会落到自己身上。再说了，这时洛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响起，你同样修炼了无上魔诀，以后自然也会有七情之节，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哦。当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眉头一挑，忍不住道，前辈的意思是我现在帮了你，以后我这七情之节就没有了？那倒是不会。那前辈你这意思怎么叫也帮了我？宁晨话音戛然而止，忽的目光落在洛长武身上，似是明白了什么。而洛尚武也恰巧在此时侧过了头。宁晨心中揣测更是确信，女魔头的意思是等他以后七情之节时，女魔头也会帮他，所以现在他帮了女魔头，也就是帮了自己，那岂不是等他七情之节时是女魔头出力？想到这，再想到女魔头那绝美容颜以及其几乎完美的身姿在自己身上摇曳的样子，宁晨顿时呼吸有些急促了起来，有点刺激啊。可为了前辈，我义不容辞。宁晨拍了拍胸脯，届时我会来找你。洛尚武淡淡说道，说完便是朝着小院外走去。天色已晚，他也该离开了。前辈，要不要咱们现在模拟一下如何解七情之节？轰！宁晨跟了上去，可话还没说完，便是再度飞了出去。等他从地上爬起，女魔头早已不见了身影。事先预习都不懂，女魔头学习肯定很差。宁晨喃喃一声，接着方才是关上小院的门，回到房间，大手一挥，一尊漆黑的玄木棺材便是浮现在眼前。呼！明日就是魔藏之地的试炼了，对手应该都是七大峰的真传弟子，不知他们实力如何，看看这圣人境强者的一根手指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提升。宁晨长舒一口气，旋即将女魔头给他的血魂子的断指取了出来，接着心念一动，藏神棺棺盖一角便是被推开，其中那一片血红的混沌之景便是浮现眼前。紧接着他便是将那断指葬入藏神棺内，紧接着整个藏神棺猛地一震，一道入藏气血便是涌入那血红的棺内混沌之中，伴随藏神棺吸收入藏气血，紧接着一股无比庞大的灵气反哺便是涌入宁晨那丹田之中，与他那金色的灵海融合。下一刻，宁晨便能感觉到自身的气息似要开始突破，不愧是圣人境强者的断指，这么快就有了突破之势。感受到气息变化，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不过他也并没有选择立即突破，而是运转了往生之眸，开始查看了一下这血魂子的生前念想。哦，正道盟，正天大地，果然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正道盟，看来他们是真想要天魔交死啊，不会提前出手吧？看到血魂子的生前念想后，宁晨微微皱眉，有些担忧。不过他还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血魂子似乎认识女魔头，不过还没多想就被女魔头斩杀。不过这倒也正常，天灵界的顶尖强者之间肯定是互相认识的。看完生前念想，宁晨这才是盘腿而坐，开始吸收这庞然的灵气。足足过了1个多时辰，这股势如破竹的气势才是堪堪停下。破海境8星巅峰了。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仅仅只是圣人境强者的一根断指，就让他再次突破了2个小境界，甚至只差1步便能突破到破海境9星。不错，对于这个结果，宁晨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葬的并非一整尊圣人，仅仅只是一根断指。咦，忽的，他发现眼前那自己所见的面板上，可修炼的武学出现了一个加号。一根断指也能掌握血魂子的生前武学吗？这藏神棺果然了得。宁晨心念一动，旋即便是开始查看起来。地阶高级武学御魂之术可修炼，修炼此武学
可驾驭天下万魂，御魂而战，御魂而行等等皆可。地阶高级武学，仅是看到这武学的品阶，宁晨就知道这武学不简单。御魂吗？正好能与天地葬生曲的镇魂相互配合。宁晨眼睛亮起，若遇到一些不讲理的残魂客户，若是他们听不懂大成葬法，那他也略懂一些御魂镇魂之术。不错，这血魂子真是好人，又送修为又送武学的。宁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开始彻夜修炼这御魂之术。翌日，葬生峰，参见宁师兄。见过宁师兄。当宁晨出现在葬生峰大殿内，一众葬生弟子皆是纷纷冲其行礼，眼神炙热，满是崇敬之色。自从数天前浮屠魔谷中风弟子回来后，宁晨的事迹便是传遍了整个天魔教。宁晨师兄一之所纳，一曲葬曲，黑棺镇魂。最为关键的，那镇的可不是一般的魂，而是一尊圣人强者万魂幡中的血魂。就算是同境界的圣人强者，或许都会感到棘手，可宁晨师兄仅凭一曲葬曲便能轻松镇压，这在一众葬生峰弟子心目中简直已是封神。这时，一道老者声音从不远处响起：“宁小子！”古玄从大老远赶来，当看到宁晨后，就已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本以为自己受掌教之命接管葬生峰后，肯定要受到其他几大峰主的冷嘲热讽，可没曾想，他葬生峰却捡了个宝，出了个宁晨小子。现在那几大峰主看向他的眼神都发酸。见过峰主。宁晨轻笑回礼：“不用这般客气。”古玄捋着白须笑了笑，拍了拍宁晨的肩膀，笑问道：“今日便是魔葬之地试炼开启之日，不知宁小子你可准备好了？”“早就准备好了。”宁晨微微颔首。诸位天魔教前被葬在那如此冰冷的魔葬之地，实在是太可怜了。他有什么坏心思呢？他只是想帮诸位魔教前辈换个温暖的家罢了。他的丹田就挺温暖的。哈哈，那就行，随老夫来吧。古玄大笑一声，接着转身示意宁晨跟上。宁晨一边跟上，一边问道：“峰主，此次参与魔葬之地试炼的其他峰的真传弟子，大概都是何等实力？”“这个嘛。”古玄沉吟片刻，方才是答道：“大概都是破海境巅峰，或者半步万象境。”“破海境巅峰，或者半步万象。”宁晨眉头一挑，差距倒是不大，毕竟自己才修炼不过数月，就已和这些真传弟子差距不大了，那自己天赋还算可以，最起码也是将将就就、马马虎虎的级别吧。不对，这不是女魔头的台词吗？完了，他被带坏了。宁晨小子也不必气馁，凭你的天赋追上他们1年时间足矣了。古玄笑呵呵地安慰道。1年？宁晨挑了挑眉，并没有多说什么。旋即，两人踏空而行，朝着魔葬之地的开启之地而去。天魔教魔葬开启之地，此地就连泥土都呈现出一片焦黑之色，就连表面都有一缕缕淡黑之气飘出，而最为中间之处，一座足足数十丈的青铜古门屹立于此。古门之上有着一道道漆黑锁链，每一道锁链上都有古老符文。而此刻，那古门之前正有着数道身影，正是6大峰主，而他们身旁皆是站有一道身影，或男或女，皆是6大峰的真传弟子。而开启之地之外，不少前来观摩的天魔教弟子。此次魔葬之地可谓是无比精彩，6大峰的真传师凶本就很强，这次更是葬生峰缺席了这么多届以来，再度参与魔葬之地的试炼。最为重要的是，此次葬生峰参加魔葬试炼的人选，8、9不离10，就是最近天魔教声名鹊起的宁晨师兄了，可谓是极为精彩。这一下可就有好戏看了，就差古玄那老小子了，这老东西每次都慢人一步。青铜古门前，天魔峰主抱着胳膊，趁着古玄没来，使劲骂他。峰主。天魔峰主身旁那白衣青年先是冲着齐行了一礼，接着满是不解地问道：“以往葬生峰魔葬之地试炼的名额不都是给我天魔峰吗？怎么这次还给葬生峰了？”此人正是天魔峰真传弟子白隐川，他此刻正皱着眉，就差将给葬生峰那不是浪费名额的心里话给写在脸上了。隐川啊，老夫知道你原本打算和你师妹一同进入魔葬之地，但此次名额一事乃掌教钦定，收起你的不满。天魔峰主一眼便是看穿了白隐川的小心思，冷声说道：“掌教钦定。”白隐川脸色一变，顿时没了脾气。据说此次葬生峰参加魔葬试炼的师弟可不简单，白隐川你可莫要小瞧了他。明月峰真传弟子花月星抬眸看了白隐川一眼，咯咯笑道。白隐川没说话，若真不简单能再葬生峰，诸位久等了。就在这时，古玄的声音响起，接着2道身影便是自天穹落下，是葬生峰的宁晨师兄。宁晨师兄好帅！当古玄身旁的宁晨出现时，魔葬之地周围不少天魔教那目光便是看来，惊呼不断。宁晨摸了摸鼻子，
自己现在在天魔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名了。与此同时，六大峰真传弟子也是目光第一时间看来，只见眼前青年一袭玄黑之衣，腰间挂着一只唢呐，容貌俊朗，嘴角还挂着一抹和善的笑容，看得几位真传难修自愧不如。这位藏生峰的师弟有点帅啊，想和他双修。花月星美眸发亮，旋即迈着莲步走了过去。明月峰花月星，不知师弟姓名？宁晨见过花师姐。宁晨道，不知宁晨师弟魔藏试炼结束后可有空？花月星继续问道，师姐有何事？宁晨微微皱眉，师弟长得师姐甚是喜欢，想与师弟双修。花月星美眸落在宁晨身上，毫不避讳地直言道，其实除了他很吃这位宁晨师弟的颜值以外，还有一点便是他总觉得这位师弟很吸引自己，一种莫名的异性吸引，就好像他是一个温暖的火炉一般，让他忍不住的飞蛾扑火。听到花月星的话，宁晨嘴角直抽，周围这么多人，你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不愧是魔门啊。和女魔头一个样。宁晨，你可算是有福了，月星在明月峰也算是真传弟子中最强的存在了，更是修炼了阴阳合体术，能与你双修倒也不错。明月峰主笑着道，不必了，我对双修之事没有兴趣，多谢花师姐的好意了。宁晨摆了摆手，不知为什么，自从和女魔头双修过后，他对别的女子就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行吧，花月星也不强求，只是感觉有点可惜，毕竟凭宁晨师弟的颜值，放在他那10几个双修道侣中也算是最顶尖的存在了，只不过他那让人抗拒不了的吸引力让他很是好奇罢了。既然人已来齐，那此次魔藏试炼便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天魔峰主看了一眼几大峰主，直到几大峰主皆是点点头，没什么意见后，天魔峰主方才是朝着那被一道倒漆黑铁链锁着的青铜古门走去，微微叩响，沉声道，参见血影幽煞2位长老，老夫天魔峰峰主还请2位长老开启魔藏之地，开启此次魔藏试炼。伴随天魔峰主话音落下，紧接着2道身影凭空而现，身上的竟是有着圣人之威，正是天魔教镇守魔藏之地的镇守长老。魔藏之地试炼即将开启，按照规矩，所有进入其中的真传弟子需登记境界，合格者方可进入。那一袭血袍的血影长老看向几人淡淡说道，手中浮现出一块血色玉石。是。几大峰主也没有丝毫意外，很快便是安排峰内真传弟子开始测试。果然是破海境巅峰，不过前3峰的真传弟子都是半步万象啊。宁晨目光看去，天魔峰的白隐川、剑魔峰的陆骁以及魂魁峰的叶璇都是半步万象，其余3人则都是破海境巅峰。宁晨小子，到你了。天魔峰主目光看来，是。宁晨不卑不亢走去。宁晨小子是破海境6星，虽不如其余几峰弟子，但也足够合格了。古玄对宁晨还是比较放心的，虽然现在差了一些，但宁晨小子的天赋可摆在那，1年内肯定能超越6大峰的真传弟子。而此刻，6大峰真传弟子皆是目光朝着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看去，他们都是近日出关，或多或少都听过这藏生峰弟子的事迹，不过久闻不如一见。这些藏生弟子有没有教内传的那么玄乎，还是得亲眼所见。下一刻，伴随宁晨手触碰那血色玉石，很快血色玉石上便是发出一道耀眼红芒。破海境8星，合格。血影长老微微点头。破海境8星。当听到血影长老的话，几大真传弟子有些错愕。这位宁晨师弟虽出自藏生峰，但实力倒是不弱，不过比起他们嘛，还差一些。什么？破海境8星？然而当听到血影长老的话，古玄和几大峰主顿时脸色一变，眼中满是错愕之色，不由是失声道恩。看到几大峰主如此失态，白隐川等6大峰真传弟子都是满是疑惑，不就是破海境8星吗？几位峰主不至于如此失态吧？更何况他们几大真传弟子最低都是破海境巅峰，更有3人还是半步万象，怎么不见几大峰主这般失态？破海境8星？怎么会是破海境8星？古玄有些失神，喃喃自语。我记得2、3天前大长老回来时说，宁晨小子已是修炼到破海境6星，可这才几天，他就窜到破海境8星了。天魔峰主也是有些失态，但这也怪不得他们，不过2、3天的时间便是再次突破，而且还是一口气突破2个小境界，这还能算正常人吗？就算是那些妖孽天骄也做不到啊。此刻几大峰主看向古玄的眼神中满是羡慕嫉妒恨，如此妖孽的弟子怎么就赖在藏生峰不走了呢？难不成真如教内所传闻一般，宁晨小子有埋人意？什么2、3天时间突破2个小境界？周围白隐川等真传弟子听到这话，顿时明白几大峰主为何会如此失态，一个个宛若看怪物般的看着宁晨。
就连他们这些真传弟子突破一个小境界，最快也得1-2月的时间。可这位藏生峰的宁晨师弟只需几天。妖孽啊！好可惜，此刻花月星美眸亮起，越发觉得可惜。若是能和宁晨师弟双修，那肯定很爽。宁晨小子，你这是怎么做到的？等宁晨松开血色玉石走来时，古玄当即是忍不住问道。宁晨轻笑道：水到渠成罢了。现在宁晨并没有刻意的隐藏自己的实力，原本还有些担心身处魔门，若暴露天赋实力，可能引得魔门觊觎。但自从发现女魔头在这魔门中身份不简单后，他就没有那么担心了。开玩笑，自己可是女魔头的人，魔门想要动他，那最起码得先问过女魔头再说。嘿嘿，女魔头的腿真好抱，又白又软。可听到这话，几大峰主和真传弟子嘴角直抽。好一个水到渠成，但你这2-3天的水未必也太多了吧？此次苗子不错。血影长老目光扫过宁晨几人，声音沙哑，讪笑道：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宁晨总觉得这血影长老的目光有些不对劲。或许是身处魔门，宁晨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警惕之心。好了，优煞，你与这些小家伙们说一下魔藏之地的规矩。血影长老收起手中那血色玉石，看向一旁的黑衣老者。优煞长老点点头，看向几人。魔藏之地乃埋葬我天魔教历代强者之地，你们可找寻强者陨落之地，尝试感悟他们，若被其认可，便可获得其传承。说到这，几大真传弟子眼中皆是闪过一抹兴奋。若是能获得传承，他们实力便可再进一步，甚至过几年还能冲击亲传弟子之位，还要认可，真麻烦。一旁，宁晨把玩着死灵唢呐，他可不管认不认可，直接一铲打包带走，葬了再说。凭借藏神关第3层开启的功能，他一样能获得传承。不过，这时优煞长老的声音再度响起：魔藏之地并非毫无风险，其中由于埋葬了诸多我天魔教强者，死气侵蚀会很强，不少进入其中的真传弟子，哪怕能侥幸出来，其7魂6魄也会缺失，成为痴儿。听到这话，几大真传弟子脸色微变。白隐川忍不住问道：那若是出不来呢？出不来，结优煞长老阴森地笑了笑，出不来自然就和我天魔教强者同眠魔藏之地了。当优煞长老话音落下，几大封真传弟子皆是神情变得凝重，不过心中也清楚，那魔藏之地风险虽大，可收获也大，风险和收获是成正比的。旋即，等几大真传弟子都没有疑惑后，血影和优煞2位长老方才是准备打开这进入魔藏之地的青铜古门。伴随手中魔气涌动，两人猛地一掌落在那古门之上，轰！顷刻间，青铜古门之上的锁链上的古老符文散发耀眼光芒，紧接着漆黑锁链开始脱落，那紧闭的古门自动打开，其中只有一片漆黑的混沌，散发诡异气息。好了，试炼开始，都进去吧。血影长老看了几人一眼，淡淡道。几大封真传弟子皆是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后，便是朝着那青铜古门走去。宁晨看了看周围，并没有看到那熟悉的红裙倩影，看来女魔头是真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摇了摇头，接着也转身朝着那青铜古门而去，但身形触碰到那漆黑混沌之时，周身的空间明显是发生了改变。很显然，那魔藏之地也是一处自成空间。很快，伴随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也逐渐发生变化。3日后，当试炼结束后，魔藏之地自会自行开启。看到几人已是进入其中，血影魔煞2位长老声音沙哑的笑了笑，接着两人身形消散，也是融入魔藏之地中，消失不见。整个青铜古门便是再度上锁，重重合上。现在便只需要慢慢等待了。天魔峰主沉声道。几大峰主都是有些担忧，毕竟魔藏之地一旦开启，就无人知晓其中究竟会发生什么，而每次魔藏之地也都有真传弟子永远沉眠其中，因此他们也只能默默祈祷自己封的真传弟子不要出事。宁晨这小子虽然表面实力不如其他封真传弟子，但应该也没表面这般简单。古玄喃喃一声，不知为何，虽宁晨是几人中实力最低者，但他对那小子有一股莫名的自信。至于这股自信源自于哪里，他也不清楚。就在这时，古玄似是见到了什么，脸色微变，连忙是正襟行礼参见掌教。掌教！一旁天魔峰主等峰主一愣，皆是转身看去，只见一道绝美的红裙倩影不知何时已是出现在他们身后。几人见状，当即是纷纷行礼。我等参见掌教。洛尚武微微颔首，抬眸看了一眼这紧锁的青铜古门。掌教，您怎么来了？天魔峰主小心翼翼地看了洛尚武一眼，毕竟这种事情应该惊动不了掌教才对。掌教乃大地强者，怎么可能会关心区区几个真传弟子？
我来不得。对此，洛尚武没有回答，只是美眸淡淡的落在天魔峰主身上。他并不需要回答。不敢。天魔峰主冷汗直流，连连摇头。掌教的性格可真是捉摸不透，喜怒无常。而此刻，洛尚武没有在意一脸敬畏的几大峰主，而是双手抱胸，美眸淡淡的落在这青铜古门之上。这就是魔藏之地吗？当空间停止波动，宁晨终于是看清眼前的景象。只见眼前是一片漆黑之地，天色昏暗，整个空间充斥着压抑气息，死气浓郁，隐约可见这一片魔藏之地之中，一座座墓碑屹立。哼，诸位就个凭本事吧。白隐川冷哼一声，率先朝着魔藏之地深处掠去。陆骁、叶璇等真传弟子也是各自散去，在这魔藏之地还是各自离远一些，互不干扰为好，免得还要提防自身所顿悟的机缘被抢走。宁晨师弟，不如和师姐我组队如何？花月星哥哥笑着朝着一旁的宁晨看去。当看到宁晨天赋如此后，他与其双修的心变是变得更加强烈。然而一回头，宁晨的身影早就消失不见。魔藏之地，一道穿着玄黑之衣、腰间挂着唢呐的身影出现在一地，看似有不少墓碑，但却没有可藏气血。宁晨这一路走来，虽看到了不少屹立墓碑，藏神官却是没有提示一道可藏的入藏气血。很显然，这些客户应该是永眠此地了。不仅是灵魂消散，就连肉身白骨都已消失不见，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入藏气血了。不然藏什么？难道藏空气吗？得抓紧时间才行。宁晨喃喃一声，毕竟宁晨也不清楚魔藏之地这些客户一旦被那些真传弟子领悟传承之后会不会消散，所以他必须得尽快才行，得在那些传承弟子领悟传承之前将这些客户安葬。宁晨深吸一口气，眼中开始逐渐浮现出一道道可藏气血。嘿嘿，开埋。看着眼前那一道道可藏气血，他嘴角掀起一抹轻笑。他听到了客户的呼唤，旋即宁晨浮现一道寒芒，藏诀铲浮现在手中，接着将其扛在肩上，开始朝着可入藏气血的指引的方向而去。不出片刻，魔藏之地一处山头陵墓前，一道玄衣青年出现在此地。当宁晨靠近这件陵墓之中，一道苍老虚影便是浮现而出，接着那老者的声音便是响起：老夫剑魔峰第33任外门长老，小家伙，你是来感悟老夫的传。然而其话音还未完全落下，宁晨的声音便已是响起：晚辈宁晨，请前辈入藏。那剑魔峰第33任外门长老虚影愣了一下，老夫不是已在墓中吗？然而还不等他有疑惑，只见3根往生竹已是插在了他的坟头之上，接着伴随藏曲响彻，黑棺镇压而来，这位长老便是换了个地方永眠。接着一道入藏气血便是涌入藏神棺中，反哺进宁晨丹田之内。当入藏气血进入藏神棺时，宁晨便是察觉到这入藏气血有些不太对，或者说这位剑魔峰客户不太对劲，怎么会只有这么点入藏气血？宁晨皱着眉，能葬在这魔藏之地，自然说明其本身就不简单，也算得上天魔教内的强者。可这位客户怎么只有这么点入藏气血？他并不完整。思考一会儿，宁晨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或许是因为死太久了。宁晨嘟囔一声，摇摇头，旋即扛起藏诀，顺着可藏气血的指引，朝着下一处客户走去。眨眼间，2天时间过去，魔藏之地众残魂都知晓，此地来了一个黑衣藏神。他们只是才刚刚一句老夫开口，就便听到那黑衣藏神一句请前辈入藏，接着3根往生竹便是插在了自己的坟头之上，那叫一个快啊，让他们一点反应的能力都没有。下一刻就从一处藏地转移到了另一处藏地。而这2天，宁晨扛着藏诀游走在这魔藏之地，而他也渐渐发现端倪，那就是此地所葬着的魔门强者都不完整，所能提供的入藏气血十分稀少。真是奇怪。宁晨喃喃一声，摇摇头，便是扛起藏诀，化身这魔藏之地的黑衣藏神。虽然少，但总比没有好。而此刻魔藏之地一处，天魔峰真传弟子白隐川皱着眉，一副神情凝重的模样。整整2日，他都没尝试感悟到一道机缘。此刻的他郁闷无比，若是因自身天赋太差，而无法与葬于此地的天魔教诸位前辈共鸣，获得他们的认可，那他倒还不会如此郁闷。那毕竟是因为自身原因，怪不得人。可是让他真正郁闷的是，自己之所以整整2天一道机缘都曾感悟，是因为自己连那些可共鸣的天魔教前辈都未曾遇到。那些陵墓一片死寂，有些人死了，仿佛就是真的死了。可恶！白隐川忍不住怒骂一声。可恶的！周围漆黑树林中仿佛有声音响起，白隐川顿时警觉起来，接着灵气运转，半步万象的气息浮现，直接朝着那处冲去。可当他冲出那一片树林时，却是发现5道身影正面面相觑地看着他。
你们这是？当看到武大峰真传弟子之时，白隐川眼中闪过一抹疑惑之色。这魔藏之地乃个人试炼，抱团绝对没有任何好处，不知白师兄已寻到几道机缘了？花月星抬起美眸，看向白隐川。这个吗？白隐川微微皱眉，接着冷声说道：我已寻到5道机缘，虽然1道没寻到，但出门在外，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哦，5道。听到这话，花月星等人皆是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看到武大真传弟子这个反应，白隐川心中咯噔一声，难道报少了？然而下一刻他便听到花月星忍不住感叹道：不愧是白师兄，居然能找到5道机缘。一旁陆萧、叶璇等人也是忍不住感叹啊！当听到这话，白隐川一愣，他这都是尽量往少的报了。不知诸位寻到了多少道机缘，获得了几位前辈认可？旋即他看向几人，小心翼翼地问道。此话一出，花月星几人皆是面露尴尬之色，也不怕白师兄笑话。其实整整2日，我们连1道机缘都未获得。陆萧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身旁花月星、叶璇等真传弟子也是面露无奈之色。听到这话，白隐川嘴角一抽，忽地想到了什么，吞咽了一口唾沫，试探性地说道：难道说诸位之所以没有获得1道机缘，没有获得天魔教一位前辈认可，是因为诸位压根没找到我天魔教一位前辈？此话一出，几大峰真传弟子皆是苦涩地点了点头。这几日我们都在寻找魔藏之地的诸位前辈，但这些前辈好像意识残魂似是已全部消散，无论我们如何呼唤都无动于衷，好像有点死得彻底。白隐川嘴角一抽，感情原来不是自己一人遇到这种情况，而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看来这魔藏之地出问题了。对了，并且每一座陵墓前好像都有3根正在燃烧的烛火。这时花月星似是想到了什么，此话一出也是让几人反应了过来，好像他们所寻到的陵墓的确都看到了这燃烧的烛火。烛火！白隐川眉头一皱，想起来被他忽视之物。烛火！他喃喃着，似是想从中发现点什么端倪出来。可忽的，他目光倏然朝不远处看去，脸色猛地一变。白师兄，你怎么了？旁边几大真传弟子看到他这般动作，也是愣了一下，疑惑间也是顺着他所看之处看去，只见不远处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正扛着一柄埋人铲，十分娴熟的在一座陵墓前插上3根往生烛。往生烛！一时间，几人脸色顿时变得无比精彩。那是藏生峰的凝尘师弟，那3根烛火是他插的。当看到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正娴熟地往陵墓前插上3根往生烛时，几大真传弟子顿时脸色微变，瞬间就联想到了他们所见到的景象，那些烛火是凝尘的所作所为。难道说他们之所以寻不到一处机缘，难不成都已被凝尘给捷足先登了？这个老六！白隐川嘴角直抽，深吸一口气，旋即便是朝着那一处飞了过去。见状，其余几大峰真传弟子皆是连忙跟了上去。而此刻凝尘已是完成葬送，熟练地为这位客户插上了3根往生烛。可就在他起身之际，忽地察觉到身后有几道气息快速逼近。当他转身，便是瞧见6大峰真传弟子。凝尘，你这是在做什么？白隐川皱着眉，冷声质问。我天魔教诸位前辈安葬此地，清清凉凉，着实可怜，给他们上香罢了。诸位要来几根吗？宁尘笑眯眯地看向天穹上几人。我藏生峰弟子随身带往生烛，不是很合理吗？此话一出，几大真传弟子顿时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哼，怎么可能只是上香这般简单？白隐川冷哼一声，目光冷冽地看着凝尘。我问你，魔藏之地诸位前辈残魂消失的无影无踪，是不是和你有关？可能吧。往生烛，往生烛，一根烛火下去，这些前辈残魂得以解脱，进入往生轮回，这不也很合理吗？宁尘笑道。此话一出，几大真传弟子脸色一变。你！白隐川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死死地瞪着凝尘。你让魔藏之地诸前辈残魂进入往生轮回，那我们怎么办？你们怎么办？宁尘眉头微挑。诸位峰主不是说了吗？进来之后各凭本事。说到这，他嘴角笑意更甚。再说了，我也没有拦住诸位，不让诸位去感悟机缘啊。此话一出，几大峰真传弟子顿时是哑口无言。换言之，是他们自己不行，怪不得凝尘。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胡嘴蛮缠，你身上定还有机缘，速速交出来！白隐川冷哼一声，半步万象境的气势爆发而出，下一刻一步踏出，猛地朝着凝尘袭来。半步万象吗？见状，
宁晨眼中倒没有丝毫惧，反而有些兴奋。前几日正好修炼了女魔头所教的一剑封喉，正是拿着白隐川试试剑意。区区破海境8星也敢不避我的锋芒？白隐川眉头一皱，顿时有一种自己被瞧不起的感觉。接着天魔峰的天魔心法运转，灵气涌动间化，做一道道黑芒笼罩周身。这是天魔峰的天魔化身。不远处，几大真传弟子皆是冷眼旁观，当看到白隐川身上的黑气时，不由皱了皱眉。看来这白隐川是认真了，一个破海境8星而已，也需动用全力。叶璇冷哼一声：“宁晨师弟，我倒是敬佩你这份胆量，但同时我也奉告你一句，胆量固然重要，但实力更加重要。”伴随白隐川话音落下，周身黑芒涌动，力量凝聚拳锋，一拳便是朝着宁晨轰去。宁晨不语，体内丹田之中金色灵海涌动，气势骤然提升之时，血魔刃的血芒覆盖拳头，同样是一拳砸去。轰！双拳对轰，白隐川身形连连倒退，足足数十步，而反观宁晨仅仅只退了数步。你是炼体修士？看到这一幕，白隐川脸色不由一变，就连旁边几大真传弟子都是愣了一下。一个破海境8星修士的肉身强度，竟比白隐川这个半步万象修士还要强。好强的肉身！看到这一幕，花月心美眸亮起，香舌舔了舔红唇。半步万象境的肉身，不过如此。宁晨淡淡看了白隐川一眼，你以为这段时间女魔头给他喝的各种大补之茶是吃素的啊？区半步万象强者的肉身怎么和他比？你……白隐川脸色难看至极。然而话音还未落下，忽的宁晨的身形竟如鬼魅一般出现在自己身前，手中寒芒猛地朝着自己刺来。仅仅只是那凌厉锋利之意，便是轻而易举地破开了自己那天魔化身。这是一柄铲子。当看清宁晨手中之物时，白隐川瞳孔骤缩，一柄铲子竟能爆发如此强烈的剑意。这时胸口上竟是传来刺痛之感，他猛地低头，脸色瞬间大变。原来那剑意不仅是破开了自己的天魔化身，甚至连肌肤表面都已被划开，鲜血渗出，带来些许刺痛之感。好强的剑意！要知道，在天魔化身形态下的自己，肉身强度、防御力可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宁晨这一剑，哦不，一铲便是轻松的突破自己引以为傲的天魔化身。铮！伴随剑鸣声不断，宁晨身形速度极快，藏诀之上剑意越发凌厉。不过只可惜他修炼一剑封喉时间并不长，并且与白隐川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境界差距，因此还做不到一剑封喉。不过若是同境，宁晨有把握对着白隐川一剑封喉。不得不说，女魔头的剑诀和剑意真的好强。仅凭女魔头所教的剑意剑诀，宁晨便已是轻松压制高自己2个小境界的白隐川，更别说他还有别的手段未曾动用。这宁晨师弟这么强吗？当看到白隐川竟是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之时，几大真传弟子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谁也没想到，看似几人境界最低的宁晨，却能将境界最强者按在地上轻易摩擦。轰！又是一铲挥出，剑意凌冽，白隐川倒飞而出，整个人身上大大小小的剑痕遍布，天魔化身早已是被宁晨尽数消掉。等等！白隐川稳住身形，在宁晨下一铲挥来之时，连忙是大声道：“我认输。”宁晨师弟，认输？比试才能认输，可现在不是比试。宁晨皱了皱眉，眼中闪过一抹冷冽，仿佛看向一个炙手可葬的客户。然而就在这时，忽的下方魔藏之地一道陵墓之中，一道带着恐怖死气的魂灵朝着白隐川而去，瞬间将其整个人吞噬其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在场众峰天骄皆是脸色一变，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当那一团充斥着死气的魂灵将白隐川整个人吞下之后，白隐川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眼球不断的向上看去，好像整个人的灵魂在不断的被抽出一般。惨叫声逐渐衰弱下来，接着笼罩其的死气魂灵消散，又似是遁入了一处陵墓之中。下一刻，白隐川那无神的身躯自天穹上掉落而下，没有任何一人敢去接他。那死气魂灵诡异无比，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他的灵魂被吸干了。叶璇目光看去，眼中满是骇然之色。作为魂魁峰真传弟子，他自然能一眼看出白隐川的灵魂已是被彻底吸干，不复存在。什么？灵魂被吸干了？此话一出，陆萧、花月星等真传弟子脸色皆是大变，眼中闪过一抹恐惧。灵魂被吸干，就空剩下一副躯壳，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一个真传弟子就这样死了。一时间，几大真传弟子眼中满是凝重之色。接着叶璇不再犹豫，便是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玉简，用力捏碎。然而
一点反应都没有。看到这一幕，叶璇眉头紧皱。一般情况下，只需碾碎这一枚玉简，就能被传送出这魔藏之地，不过代价却是视作放弃，并以后都不允许再进入其中。不过眼下命都快没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先保命要紧。怎么回事？竟然失效了！其余几大真传弟子纷纷皆是取出玉简捏碎，然而却是无事发生。一旁，宁晨默默看了一眼白隐川那没了生机的尸体。作为一个优秀的送葬人，就要平等的送葬每一个客户，那白隐川自然也不例外。他储物戒中也有一枚古玄给的玉简，不过当看到几人碾碎后毫无反应，他便隐约猜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不愧是魔门啊！宁晨叹了口气，魔门果然凶险得很。别试了，此处空间早就被那血影幽煞两位长老给封锁了，你们就算捏碎100枚玉简都无用。宁晨淡淡看了那几大真传弟子一眼，被两位长老给封锁了。几大真传弟子一愣，宁晨师弟，你知道些什么？花月星美眸看来，几大真传弟子此刻也是目光紧紧地落在宁晨身上。当宁晨刚刚能压制白隐川开始，他们就已知晓这位葬生峰的宁晨师弟并不简单。宁晨没有说话，或者说他没兴趣和他们分享更多的情报。一开始他就察觉到那血影幽煞两位长老的目光有些不对劲，而后进入其中送葬了如此之多的天魔教强者，发现他们的气血少得可怜时，他就感觉有端倪。然后现在看到那无比恐怖的死气魂灵吞噬了白隐川的魂灵后，他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血影幽煞两位长老镇守魔藏之地这么多年，恐怕是在养魂，很有可能是某一任天魔教教主陨落此地，从中蛊惑两位魔藏之地的镇守长老，让他们帮忙，从而让自己吞噬这片魔藏之地强者残魂，所以宁晨葬送的客户入葬气血才会如此之少，而历届进入魔藏之地的试炼者方才会有的陨落此地，而有的缺少魂灵，因为他们的魂灵被吞食了。那现在他既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出现，那也就是说他的计划快成功了。宁晨喃喃一声，不由皱紧了眉头，看来一个都跑不掉啊。轰！就在宁晨喃喃声落下的一瞬，魔藏之地中一道陵墓之中，一只骷髅巨手忽地朝着其猛地抓来。与此同时，别的陵墓中也是有着几道散发死气的骷髅之手朝着几大真传弟子袭来，速度之快让他们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瞬间便是被死死地抓住。咦？与此同时，一道沙哑的疑惑声呼地响起，只见一道骷髅身影浮现，周身凝聚着强大的魂灵之力，而隐约可见其身上正烙印着一张又一张狰狞的人脸，而其胸膛一处，一道人脸让被困的几大真传弟子十分眼熟，正是白隐川。他的灵魂看来就是被眼前这一具白骨骷髅所吞噬的，而此刻这白骨骷髅正看着自己的一道骷髅之手，其中空空如也，似是抓了一道残影。接着他抬眸看向天穹上那一道玄黑之一的青年，好快的速度！在那骷髅巨手袭来的一瞬，宁晨便是敏锐地感知到了，当即是运转神鬼影踪步，一个瞬身闪避。你是天魔教第几任教主？宁晨看着那一道白骨骷髅身影，淡淡问道。哦，你竟能猜到老夫的身份。那白骨骷髅中传来一道苍老的阴森声音，他似是有些疑惑，接着目光阴森地落在宁晨身上。难怪血影和幽煞说你是这批血石中的最强者。血石？听到这话，几大真传弟子脸色大变，而宁晨则始终一脸平静，毕竟他刚刚就猜到了，这魔藏之地本身就有一定的阴谋。老夫乃天魔教第10任教主，血院老祖，如今老夫血魂大成，急需一具全新的肉身，姐姐，就让你成为本老祖的肉身吧。伴随血院老祖阴森话音落下，接着只见其那白骨骷髅之上，那一道道烙印上去的人脸浮现出痛苦的表情，无数血魂在其周身涌现，涌入他那白骨之中。接着血魂之力不断浮现。血院老祖虽不是我天魔教中最强的几位教主之一，但其实力好歹也是圣人境啊。听到这话，被白骨骷髅死死抓住的叶璇等人脸色顿时大变，这下他们都要交代在这了，并且就算天魔教发现，恐怕也不会为他们报仇，毕竟几个真传弟子而已，来换一个老祖回归，这绝对值。你刚刚说血魂之力。然而就在这时，宁晨那似是带着点轻笑的声音响起，只见他缓缓取下腰间那一只漆黑唢呐。不好意思，我天克血魂。伴随宁晨把玩着那漆黑唢呐，血院老祖愣了一下，忍不住嗤笑道，一只唢呐而已，老夫还会惧你？然而话音还未落下，一曲藏曲响彻，血院老祖明显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血魂之力竟是受到了压制，他脸色一变，
脸上嗤笑顿时收了起来，神情凝重。这小子的唢呐不对劲，第一曲好像还差一点。宁晨皱着眉放下唢呐，这血怨老祖在魔藏之地中吞噬了不少残魂，仅凭第一曲未必能将其镇压，看来得动用第二曲了。不过第二曲对灵魂强度的要求十分之高。灵魂强度吗？凭我现在灵魂强度的确还不够，不过倒是可以先借一点再说。宁晨喃喃一声，目光忽地落在血怨老祖身上，接着他没有丝毫迟疑，曲调竟是一转，原本的镇魂之曲此刻竟是充满了肃杀之意。只见他一手吹奏唢呐，一手对着血怨老祖猛地抬起御魂之术。一时间，血怨老祖顿时感受到体内那些被他所吞噬的魂灵之力竟是在此刻流逝。什么？血怨老祖脸色大变，怎么都没想到，这明明已是被他所炼化吞噬的众生魂灵，竟还能被那小子强行抽走。伴随一点点的魂灵之力涌入宁晨体内，他深吸一口气，接着一步踏向天穹，整个人漂浮在天穹之上，一袭玄黑之衣被自身气势所吹得烈烈作响，紧接着一曲藏曲响彻天际，天地藏生曲，十殿同奏，伴随其心中喃喃声落下。一时间，整个魔藏之地除了唢呐之声，隐约间还出现了其他乐器之声，笛、琵琶、二胡、古筝等等等等，与其吹奏的这一曲唢呐相辅相成。你们快看，宁晨身后那是什么？与此同时，被困的五大真传弟子脸色忽地一变，似是发现了什么一般，惊恐地看向宁晨身后。只见不知何时，宁晨身后竟是出现了数道足足数十丈的漆黑身影，每一道手中皆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乐器，放眼望去，正好10道。这是几大真传弟子瞳孔骤缩，你们不觉得这10道身影都很像宁晨师弟吗？忽的，花月心那有些错愕的声音响起。什么？此话一出，叶璇几人脸色大变，只见天穹上那10道漆黑身影虽看不清脸，但从衣服、形体来看，都与宁晨几乎无异。这正是天地藏生曲的第二曲，十殿同奏。当第二曲奏响，宁晨自身便是化身为十殿阎罗，镇压天地一切魂，所以才会对自身灵魂强度要求会高一点。若宁晨灵魂足够强，这十殿阎罗就不只是数十丈了，甚至会数千丈，甚至数万丈，立于天地之间。什么？为什么老夫会动弹不得？此刻，血怨老祖在十殿同奏之下，身体竟是无法动弹丝毫。朕。与此同时，伴随宁晨话音落下，他那一曲唢呐戛然而止，接着身后那自身所化的十殿阎罗也皆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朝着血怨老祖一掌镇压而去。轰！顷刻间，伴随那一掌镇压而去，血怨老祖脸色大变，可本就属于血魂的他，一切手段都已是被那藏曲镇压，压根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顷刻间瞬间被镇压。好强！当看到这一幕，几大真传弟子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深深的惊愕之色。伴随天穹归于平静，宁晨收起唢呐，在几大真传弟子眼中就欲朝着那被镇压的血魂老祖走去。可就在这时，周围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停了下来，几大真传弟子脸上的神情还停留在一脸错愕的模样，身体仿佛被时间静止一般。怎么回事？当看到这一幕时，宁晨不由是愣了一下，眼中满是警惕地看向周围。难道说这魔藏之地还有危机？就在这时，忽的，眼前空间忽地被撕裂，紧接着一道红裙倩影倏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当看清那道倩影时，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之色。前辈，你怎么在这儿？眼前这一道撕裂空间出现在身前的红裙倩影正是女魔头。奇了怪，女魔头不是说不来看吗？怎么还出现在这了？果然是个心口不一的女人。宁晨心中默默嘟囔。洛尚武没有理他，只是抬起美眸，看向那被宁晨以十殿同奏曲镇压的血怨老祖的残魂之上，眼中闪过一抹错愕。虽说魔藏之地一旦关闭，外界就感应不到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是谁？凭借他的修为，想要感知其中轻而易举。更何况他还在这家伙身上留下了一些手段，只不过没想到这家伙竟能凭借自身手段将那血怨老祖给镇压。你修炼到第二曲了？洛尚武抬起美眸，目光落在宁晨身上。这天地藏生区在魔音宗可谓是禁忌武学，历届魔音宗出了多少天骄也无法将其参悟，可没想到这家伙修炼不到1个月，就已是能领悟第二藏曲。宁晨笑着点了点头。前辈怎么样？将将就就，马马虎虎。洛尚武冷哼一声。对于这个评价，宁晨倒是早就习以为常。他打趣地看了女魔头一眼，前辈，
你不是说不来看吗？路过而已。骆尚武冷声道。是吗？宁晨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接着轻笑道。是呀是呀，正好路过，然后正好感应到魔藏之地内有危险，然后就正好撕裂空间来救我，还都是缘分。听到这话，骆尚武抬着美眸，冰冷地看着他，也不说话。可宁晨被他看得有些发毛，轻咳一声，默默闭嘴，以免某个女人恼羞成怒，拔剑砍他。前辈，这血院老祖该怎么处理？他毕竟是前任教主，此事要不要禀报掌教？他轻咳一声，开始转移话题。然而哐当一声，只见一袭红裙的女魔头突然抽出生劲剑，一剑朝着他劈来。前辈且慢。当那一柄剑离自己的咽喉只有 0.01 公分时，宁晨终于是反应过来，连忙是冲着女魔头喊道。果然是女魔头，调侃他几句就直接拔剑砍人，这谁扛得住？然而伴随宁晨话音落下，骆尚武那劈来的剑丝毫没有任何停顿，甚至速度还更快了。宁晨，前辈，咱们虽没有夫妻之名，但好歹也有夫妻之实啊，你这是谋杀亲夫啊！此话一出，女魔头的气息似是凌乱了些许，接着抬起美眸，狠狠地瞪了宁晨一眼。闭嘴！话音落下，他那一剑已是落在了宁晨的身上。然而宁晨想象中的那种疼痛并未出现，女魔头这一剑好像穿过了他的身体一般，落在了某处。某处，宁晨愣了一下，猛地低头，顿时是松了口气。呼，还在。而看到他这个小动作时，骆尚武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家伙究竟在想些什么啊？就在这时，宁晨体内忽地响起一道凄厉的惨叫声，接着体内竟是浮现出一道道的黑气，黑气化作一道苍老的人影。血院老祖什么时候进入我身体里了？当看到那一道漆黑的老者身影时，宁晨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抹错愕。这血院老祖刚刚不已是被他运转10殿铜奏给镇压了吗？怎么会进入了他的身体中？这是他的手段之一。你刚刚那一招镇压了他9成血魂，可有1成却是拼死进入了你的身体之中。一旁，骆尚武那清冷仿佛不带任何情感的声音响起。而此刻，那血院老祖那一缕残魂之上还有一道狰狞的剑痕，很显然他刚刚那一剑并非是挥向宁晨，而是其体内的血院老祖1成进入了我的体内。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眉头紧皱，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果然身处魔门不能掉以轻心，他都已如此小心了，居然还能被这血院老祖钻了空子，差点就被夺舍了。多谢前辈，还好前辈路过相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宁晨冲着那一袭红裙的女魔头行了一礼，特意强调了路过2字。骆长武知道这家伙是在打趣他，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老夫乃天魔教第10任教主，道有事。血院老祖停止那惨叫，立马是惊恐地看向骆长武，他能明显感受到眼前这红裙女子的气息十分恐怖，恐怕就算是巅峰时期的自己也绝不是他的对手。骆尚武只是淡淡地看着他，道友既然能出现在此地，恐怕也是我天魔教之人，不如帮老夫夺舍这小子如何？一个区区弟子换一个老祖岂不是很扑哧？然而还不等血院老祖话音落下，忽地一道剑芒闪过，顷刻间血院老祖那一缕残魂便是被直接斩杀，灵魂在无比锋利的剑意之下瞬间泯灭。看到这一幕，宁晨直呼可惜，好歹给我留点啊，这也算是优质客户了啊。不过看女魔头这果断的模样，看来自己在他心里还是蛮重要的嘛。想到这，宁晨嘴角不由掀起，有些小得意。接着他嘿嘿笑道，多谢前辈，1月之后的那7天我必定会做牛做马，好好伺候的前辈。宁晨话音还未落下，一只狱卒忽地从那红裙中伸了出来，接着一脚便是踹在了他的屁股上，下一刻宁晨飞了出去。胡言乱语！骆长武凶巴巴地瞪了宁晨一眼，旋即便是匆匆地转身离开。等他身影踏入虚空消失不见，周围原本停止的一切方才是恢复如初。这女人说实话也要恼羞成怒。宁晨揉了揉屁股，嘟囔着起身。宁晨师弟。与此同时，花月星等真传弟子也是回过神来，疑惑地看着周围。此时只见眼前除了宁晨一人以外，那血院老祖早已是不见了踪影。那血院老祖呢？被我镇压了。宁晨挥了挥衣袖，即使刚刚差点就被夺舍，但此时他也只会拍一拍衣角，淡淡的说一句衣角略脏罢了。什么？此话一出，花月星等真传弟子脸色一变，大家不都是真传级别的弟子吗？怎么你能镇压？我们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诸位不必如此惊讶。看着惊讶的众人，宁晨扛着藏诀笑了笑。血院老祖本就是一个已死之人，我身为送葬人，能镇压
他不是很合理吗？听到这话，几大真传弟子嘴角直抽，这说的是人话。而此刻，魔藏之地外，咦，掌教，您这是？当看到那一袭红裙的倩影忽地从虚空中走出，几大峰主皆是愣了一下。洛尚武没有理会几人，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那魔藏之地，那紧紧关闭的青铜古门，那无比冰冷不带丝毫情感的淡漠声响起：幽煞、血影，给本地滚出来！掌教，这是？几大峰主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被那恐怖的气势震得冷汗直流。但毫无疑问，他们从掌教那不带情感的冰冷声音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怒。掌教生气了。伴随洛长武话音落下，那青铜古门之上，两道无比慌乱的气息浮现，紧接着血影和幽煞两位镇守长老当即是浮现而出。参见掌教，不知掌教唤我们两人有何？两人神情惶恐无比，连忙是冲着那一袭红裙倩影行了一礼。然而话音还未完全落下，轰！恐怖地威浮现而出，瞬间是将两人镇压。就算这两位镇守长老乃圣人境强者，可是在洛尚武那地威之下，依旧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直接被死死镇压在地面之上。而一旁几大峰主更是不敢吱声，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掌教，血影和幽煞两位长老脸色大变，说还是不说？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响起，偷偷复生血缘，却不与我这个掌教说。你们有把本地这个掌教放在眼里吗？此话一出，周围一片死寂。什么？他们在偷偷复生血缘老祖？当听到洛尚武这话，几大峰主脸色大变，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完全没想到血影和幽煞两位镇守长老竟敢做如此大事。最为关键的是，还竟敢不告知掌教，这不是找死吗？掌教，我们也是为了天魔教啊！血影、幽煞两位长老身体一颤，连忙是颤声解释说道：“是吗？”洛尚武冷笑一声，不由分说的便是抬起一掌，朝着两人轰去。轰！恐怖威压之下，两位镇守长老顿时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气息颓靡。本地不杀你们，将你们关入天魔血牢中，好好反省。等那一道红裙倩影带着两位重伤的镇守长老离去，一众峰主方才是敢喘上一口大气，眼中满是深深的惊恐之色。没想到这两位镇守长老竟敢做如此失职一事。天魔峰主忍不住摇头，若是偷偷复生魔门强者，对整个魔门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可这两人却偏偏不与掌教禀报，谁知道你复生前任教主是想要做什么？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等等，那这么说来，魔藏之地中岂不是？古玄很快便是反应过来，脸色大变，猛地看向那紧闭的青铜古门，连忙是说道：快打开魔藏之地，放那些小家伙出来。无用。天魔峰主叹了口气，微微摇头。这魔藏之地一旦关闭，只有3日后方才能打开，如今才过2日半，是死是活，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听到这话，古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起来。他藏生峰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妖孽弟子，可别就这样死了。终于，再过了半日后，3日之期终于是已到。伴随那青铜古门缓缓打开，古玄当即是一脸紧张地看了过去，其他峰主也是看去，毕竟一个真传弟子培养起来也极不是一件易事。就这样陨落，对任何一峰来说都是损失。很快，伴随古门打开，一袭玄黑之衣，腰间挂着一只唢呐的青年当即是从中走了出来，只不过他背后却背着一尊棺木，看着给人一种诡异的压迫感。宁晨小子，你没事就好。当看到宁晨毫发无损时，古玄顿时是松了口气。不过当看到其背着的棺木时，不由是愣了一下，有些错愕道：“你把魔藏之地里葬着的老祖给背出来了？”与此同时，其他峰主也是看到各大峰的真传弟子皆是无事走出，顿时是松了口气。难道是被掌教给发觉阻止了不成？不然就算他们是真传弟子，也应该逃不出血院老祖的魔掌才对。颍川呢？天魔峰主皱了皱眉，看了看几人身后，却是没发现白颍川的身影。那小子叫颍川，又不叫隐身，在这呢。宁晨放下背上背着的棺木，打开棺木，其中白颍川真一脸安详地躺在其中。这并非藏神棺，而是寻常的一具棺木。毕竟身为藏生峰弟子，随身携带往生竹和藏人棺木都是基本操作。什么？天魔峰主脸色一变，接着连忙是一步走来，查看了一下后，发现其早就没了气息，就连灵魂都已是消散，只剩下一具躯壳。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天魔峰作为天魔教第一大峰，损失一个真传弟子，他也是极为肉痛的。毕竟真传弟子不出意外，1000年内必定能成为一尊圣人。回峰主，事情是这样的。旋即，一众真传弟子当即是将魔藏之地的事情说了一遍，
说到血院老祖要吞噬魂灵复生之时，几人都是心中有些忐忑。毕竟那好歹也是宗门老祖，若能复生，可比几个真传弟子要强多了。这件事我们知道了，不必再提了。天魔峰主摆了摆手，他只想知道为什么在血院老祖出手下，只死了他天魔峰弟子。难道说是他天魔峰真传弟子最强，血院老祖只看中了白隐川的灵魂？虽然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花月星接下来的话却是啪啪打了天魔峰主的脸。因为血院老祖在吞噬了白师兄的魂灵后，还来不及对我们出手，就被宁晨师弟给镇压了。说到这话时，花月星等一众真传弟子都觉得有些扯淡。此话一出，周围宛若陷入一片死寂。接着唰，一道道峰主错愕的目光纷纷落在宁晨的身上。你是说宁晨小子把血院老祖给镇压了？一众峰主顿感不可置信。要知道，就算血院老祖死了不知多少年了，灵魂很是薄弱，但血影魔煞两位长老偷偷为其喂食魂灵，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是一个破海境小修士所能镇压的吧。毕竟就连白隐川这个半步万象修士都死于血院老祖之手，一个比他境界低的却能做到无伤镇压，这合理吗？诸位峰主不必如此惊讶，我乃葬生弟子，掌管死者，不是很正常吗？宁晨轻描淡写地看了一众错愕无比的众峰主一眼，轻笑说道。众峰主愣了愣，你是葬生弟子没错，可你不是掌管生死的死神啊。就是，我葬生弟子掌管死者，多正常啊。哎呀，都是基本操作。古玄此刻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合不拢嘴。每当看到宁晨小子做出这种妖孽之举，他都不得不感叹一声，葬生峰真是捡到宝了。看到嘚瑟的古玄，几大峰主嘴角直抽，这个糟老头子又给他装到了。接着目光又是不争气的看了一眼自家真传弟子一眼，这让花月星、叶璇等真传弟子满是委屈。宁晨师弟简直不能以寻常妖孽来看，这他们能比吗？天魔峰主，没能救下白师兄，我很抱歉。这时宁晨将那古棺再度背在身上，朝着天魔峰主走来，行了一礼后方才继续说道，所以不如把白师兄交给我，我来埋他，保证让他走得风风光光。天魔峰主犹豫了一下，方才点头，行，不过需要先将隐川尸身送回天魔峰，等处理完毕会将他送到葬生峰的。听到这话，宁晨眼睛一亮，喜提优质客户+1，魔葬之地的事就此平息下去。由于血院老祖的缘故，参与此次试炼的真传弟子并没有领悟到一道传承，皆是空手而归，看似全员竹篮打水，实则某人赚得盆满钵满。数天后，天魔峰也是将白隐川处理过后的尸身送来。葬生峰后山之中，宁晨轻车熟路地将白隐川葬送，而后熟练地点上3根往生竹，旋即盘腿而坐，开始吸收那反哺进丹田中的浓郁灵气。片刻之后，他的气息陡然提升，破海境9星了。宁晨缓缓睁开紧闭的双眸，长舒一口气。若是换作之前葬送一个半步万象强者，肯定会提升数个小境界，但现在自己与半步万象境差距并不大，甚至没有什么差距。而且他还发现，越往后提升境界的速度就越慢。不过这也正常，修炼之路越往后自然是越难修炼的。而眼前忽地浮现一道亮光，那是葬神关第3层可学客户生前功法武学的提示。宁晨抬眸看了过去，玄阶高级武学天魔化身可修炼。天魔化身，宁晨眉头一挑，这天魔化身他倒是见白隐川施展过，虽然被他几铲就破了，但这并不代表这天魔化身弱，而是他的剑意太强了。没办法，自己的剑意师成女魔头，能不强吗？多来点这肉身方面的武学也行，这几天再去藏经阁多学点。宁晨喃喃一声，毕竟1月之后还和女魔头相约了一场足足维持7天的恶战，多学点强化肉身的武学，自然就不会落入下风了。不只是强化肉身类的武学，还有什么大补的丹药都备点。此战相关他身为男人的尊严，能不能镇压女魔头就在那关键的7日了。镇不重要，压才最为重要。领悟完天魔化身，宁晨眼中再度浮现出自身可见的面板。姓名：宁晨，境界：破海境9星，功法：无上魔诀，退凡境大成，武学：天地葬生曲、天魔化身等，葬法神通，往生之谋，葬神领域。目前开启层数3、9层，入葬气血25100。葬神关对入葬气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看到面板，宁晨皱了皱眉。要求越高，也就意味着后续所能开启的功能越强。宁晨只能是用这种说法来安慰自己。眨眼间，几天时间过去，
这几天，宁晨都是勤勤恳恳的在藏生峰埋人，一边关注藏生峰的任务。毕竟藏生峰的所送来的客户质量已是有点跟不上自己的修炼节奏了，自己得去寻找优质客户了。不过找了半天，藏生峰的任务简直一言难尽。对于现在的自己而言，这些任务都太弱了。对此，古玄是如此表示的：谁叫你小子严重超标，寻常藏生弟子能修炼到宁丹境都极为不易，已是天资还算不错。你小子倒好，都已经破海境了。对此，宁晨只是摆了摆手，一本正经的道：峰主，你说错了，我快万象境了。此话一出，古玄嘴角直抽，从牙齿锋利挤出妖孽2字后就沉默了。不过在下峰前，古玄给出了建议，他现在情况特殊，虽是藏生峰弟子，但已完全不输于各大峰的真传弟子了，所以他现在完全可以去接天魔教内的宗门任务了。对此，宁晨倒是觉得有些道理，打算今晚修炼完，明天就去。夜晚，经过几天时间的沉淀，总算是修炼到破海境巅峰了。小院内，宁晨长舒一口气，紧闭的双眸缓缓睁开，距离万象境也只差1步之遥。不知这万象境该注意什么呢？宁晨喃喃着，之前修炼上不懂的还能问他那童子兄弟，现在恐怕自己的修为早就甩周元几条街，就算是问周元也无济于事。万象可凝聚自身法香，随体攻击。就在这时，小院之外，一道悦耳的冰冷女声忽地响起。当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宁晨缓缓起身，朝着小院外走去，便是瞧见那一袭红裙倩影正坐在小院内喝着茶。前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神出鬼没的女魔头，宁晨早已是习以为常。骆长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喝着茶水，淡淡的看了一眼这家伙手上戴着的补天石链，看似是手链，但实际上却是自己的脚链。你好像挺喜欢这补天石链，当然这毕竟是前辈所送。宁晨嘿嘿一笑，油嘴滑舌。骆尚武淡淡看了他一眼，毫不留情地点破了他的真实想法，冷笑一声，哼，恐怕只是因为他对你修炼有所帮助吧。被点破的宁晨笑了笑，接着一屁股便是坐在女魔头的身旁，然后轻车熟路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道：前辈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这几日他都在修炼埋人，倒是并没有看到女魔头的身影。7天了。骆尚武没有回他，只是突然说了这么一句：7天了。听到这话，宁晨举着茶杯喝茶的动作一顿，疑惑地看着女魔头：前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到宁晨的话，骆尚武柳眉微蹙，那好看的眸子就那样死死地瞪着宁晨。然而宁晨却还是一副糊涂模样，表示什么都不知道。见状，骆长武方才是咬了咬银牙，出声道：你那空间不是7天时间冷却吗？如今7天已过，你为什么不打开那空间？两人之间约定过，每隔7日藏神领域开启之时，宁晨便将其打开，好让两人进去修炼。可明明7日时间已过，这家伙却压根没有出现。他等了1个时辰，结果这家伙没出现；等了2个时辰，这个死男人还是没出现；等了3个时辰，他有些坐不住了。他并非是想见某个人，只是单纯的想修炼罢了。毕竟在里面半个时辰，可是相当于外界足足6个时辰。于是他便来了，但眼前这个家伙居然装糊涂。哦，原来前辈是进情侣空间了啊！当听到骆尚武的话后，宁晨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一拍大腿，好软，可拍错大腿了。宁晨在女魔头那即将杀人的目光中，默默抽回放在那大长腿上的手。可前辈啊，你既然想进情侣空间，你早说嘛。情侣空间？听到宁晨的话，骆长武愣了一下，柳眉微蹙，那冰冷到了极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宁晨的身上，目光危险。当女魔头那危险的目光落来，宁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有点说顺嘴了。还有，你刚刚其实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是在故意调侃我对吧？这时女魔头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可前辈，这有吗？宁晨轻咳一声，企图挣扎。女魔头拒绝了他的挣扎，并抬起红裙下的玉足，给了他屁股一脚。片刻后，宁晨方才是打开这名为藏神领域，实则为情侣空间的自成空间。前辈，咱们今日要修炼什么？宁晨揉着屁股看向女魔头练剑。骆尚武淡淡道：又是练剑。宁晨皱了皱眉，接着取出藏诀，准备继续与往常一般练习。然而女魔头那冰冷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不，这次是我陪你练。陪我练？宁晨一愣，可还不等他有所反应，女魔头便是抽出她的嫁妆，开始对宁晨展开一轮猛烈的剑意进攻。见状，宁晨不敢大意，连忙是抡起藏诀开始被动抵挡。
女魔头的剑意十分了得，舞起剑来十分唯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身姿美丽。但在她剑下的宁晨可不这么想，他压根没机会去欣赏女魔头的绝美身姿。女魔头的剑太强了，压力直接吃满。在他的剑意之下，宁晨只能被动的去防守，完全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毕竟两人实力差距巨大，就算洛尚武没有动用全部实力，可凭现在的宁晨压根招架不住。很快，他便是拜倒在女魔头的剑下，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宁晨严重怀疑女魔头是为了报刚刚自己打去他的仇，毕竟这女人就是一个记仇的女人。前辈，你父亲知道你如今拿着嫁妆砍人吗？宁晨瞥了洛尚武一眼，铮，剑意浮现，一柄剑抵在了宁晨的咽喉。闭嘴！还有，今日练剑就到此为止。女魔头淡淡的看了宁晨一眼，说完，方才是收起剑，转身就欲去一旁打坐修炼。还有，你的剑意还是不堪入目。女魔头的声音再次响起。听到这话，宁晨一下子来了脾气，一个鲤鱼打挺，便是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苦修多日的剑意，居然在女魔头嘴里还是不堪入目的评价，这让他很是不服，最起码也得是个马马虎虎、将将就就吧。不对，什么时候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算好的评价了？最起码在女魔头这里是。前辈，再来。听到宁晨那不服输的声音，洛尚武美眸平淡的看了过来，接着提剑过来。铮，一时间，藏神领域中剑意不断。你说了，再来，再来。许久后，宁晨满身大汗的躺在地上，打不过，完全打不过。这女魔头强的简直不是个人，自己甚至都没近身过，女魔头甚至连一滴汗都没流过。哐当！这时，女魔头一把将自己的嫁妆丢了过来，宁晨愣了一下，慌忙抱起，剑身上还有其主人的独有的清香。接着其清冷的声音响起：你的剑意应该可以有所突破了，自己抱着感悟吧。我的剑意可以突破了。宁晨一愣，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看来自己没白被虐啊，有提升就是好事。前辈，我现在的剑意是何等等级？他抱着女魔头的剑问道。初窥门境可突破到登堂入室境界。洛尚武淡淡道。初窥门境，登堂入室。宁晨愣了愣，似是没想到这剑意境还有这种划分，旋即他虚心求教。前辈，这境界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洛尚武解释道。分为7大境，分别为初窥门境、登堂入室、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返璞归真、神话之境。原来如此，宁晨恍然大悟，接着有些好奇地看向女魔头，不知前辈是何等境界。洛尚武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转身去打坐修炼了。不说就不说。宁晨撇了撇嘴，旋即抱着那有些香香的剑，开始感悟其中剑意，开始尝试突破自身剑意，达到那登堂入室之境。片刻之后，等情侣空间时间即将消散之时，宁晨身上的剑意忽地拔地而起，一下子便是有了质的飞跃，仿佛整个人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充满剑意的大殿之中，能明确感知到自身剑意得到了深化。这就是登堂入室之境吗？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接着走上前去，将生境剑还给女魔头。前辈，你的嫁妆。听到这话，洛尚武额头上浮现出3道黑线，他突然有些后悔将生境的来历告诉这家伙了。谁家嫁妆能被人拿来拿去的？很快，周围藏神领域便是消散，两人又回到了小院之中。宁晨蹲的喝着女魔头的茶，反正总得白嫖点女魔头什么。洛尚武淡淡的看了这家伙一眼，懒得理会，起身就要走。前辈，我送你。见状，宁晨起身准备送。然而就在这时，女魔头忽地停下脚步，转身抬眸看来，落在他的身上。你快万象境了对吧？万象境凝聚自身法香，你应该不知如何凝聚吧？更何况法香对修炼之路极为重要，不可胡乱凝聚。明日来天魔峰找我。是，前辈。当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女魔头境界比他强了不知多少倍，有他带着自己凝聚自身法香，肯定要比自己去领悟要好得多。对了，那前辈我何时来天魔峰找你？就在女魔头就欲离去时，宁晨似是想到了什么，连忙是追上去问道：你何时来，我何时见？伴随骆长武话音落下，那一袭红裙倩影已是消失不见。正好明日也要去天魔峰接取更强的任务，行程上倒是完全不冲突。目送女魔头离开，宁晨做好打算后，便是朝着院外小溪走去，准备洗个澡入睡。参见掌教。深夜，天魔教主殿内，大长老身影出现在此地，
他敬畏地冲着大殿之上那一道红裙倩影行了一礼。就在数分钟前，他还在认真灌摩天灵界新出版的玉女图，不对，他在认真修炼。当听到掌教传音后，他立马就放下手中的修炼，赶到天魔峰主殿。不知掌教找老夫有何事？大长老疑惑地看向洛尚武。明日起重启万象造化塔。大殿上，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响起。重启万象造化塔。此话一出，大长老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之色。掌教，这万象造化塔都已关闭数十年了，怎么又要打开？天魔峰内有一座塔，名为万象造化塔，一共9层，每一层皆是有各种法香之灵以及法香之意，进入其中的修士可去尝试感悟、顿悟、凝聚法香。但因为太过耗费资源，再加上进入其中的弟子大多数无法参悟其中图腾，完全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天魔教在数十年前就已将万象造化塔关闭。没想到，如今掌教竟又要将那烧钱玩意给打开。大长老脑海中灵光一闪，忽地想到了什么，脱口而出：“难道是因为您？什么宁？”话音还未落下，洛尚武那淡漠冰冷的目光便是落在了大长老的身上。瞬间，大长老冷汗直流，挠头讪笑道：“哈哈，掌教，老夫什么都没说哈，哈哈，去办吧。”大殿上，洛尚武淡淡的挥了挥手：“是。”大长老不敢多问，连忙是退下去坐，心中更是对两人的关系产生疑惑。宁晨那小子究竟和掌教究竟是什么关系，竟能让掌教为了他不惜开启整个万象造化塔？罢了罢了，这不是老夫所能想的。大长老摇摇头，与其浪费脑子去思考，不如多看几本玉女图，丰富自己的修炼知识。翌日一大早，宁晨早早便是出发。既然女魔头说自己何时来，他就何时见，自己现在出发应该也不会扑空。半个时辰后，宁晨便是出现在天魔峰。当其出现时，不少天魔峰弟子皆是投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宁晨。主要是此刻宁晨一身装扮实在是太过吸睛，一袭玄黑之衣，腰间挂着唢呐。若不是现在自身实力不够，他以后或许还会将藏神冠背在背上。是藏生峰的宁晨师兄，据说宁晨师兄的实力已不输各大峰的真传弟子了。很快便是有天魔峰弟子认出宁晨的身份，投来敬畏的目光。如今宁晨在天魔教内众弟子中也算是小有名气，再加上那一身行头简直太有辨识度了，认出来很正常。而此刻当宁晨进入天魔峰，目光便是朝着四周看去，似是想要找到那一袭熟悉的红裙倩影。女魔头不是说自己何时来，他何时见吗？那女人不会还在呼呼睡大觉吧？宁晨嘟囔着看向四周，倏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忽地凭空响起：“来西边竹林见我。”前辈。当听到女魔头的声音，宁晨愣了一下，看向四周，最终发现那声音并非来自四周，而是在他大脑中凭空响起。这应该是一种传音秘术。这机会白嫖一下。宁晨打定主意，接着开始朝着天魔峰西边竹林而去。天魔峰除了是天魔教第一大峰，更是整个天魔教的主峰，灵气浓郁，且整个天魔峰的地理面积都是要比藏生峰要大了不少。只可惜没有宁晨心心念念的客户。伴随他一直往西边走，这里的天魔峰弟子越发稀少，直至最后连一道身影都没有。不过此地灵气却是越发浓郁。很快，一片竹林便是出现在宁晨眼前。这应该是女魔头的闭关之地，不然此地灵气浓郁，却没有一个天魔峰弟子来此修炼。宁晨喃喃一声，进入竹林。竹林郁郁葱葱，拔地而起，十分粗壮。竹林之中有着一个庭院，庭院内那一袭红裙的女魔头正悠闲地喝着茶。前辈，我来了。宁晨打了声招呼，便是走了过去，一屁股坐在女魔头身旁，接着轻车熟路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美好的一天，先从白嫖女魔头的茶开始。不愧是前辈泡的茶，就是香啊。香吗？洛尚武目光淡淡地落在宁晨的身上，那好看的眸子中似是闪过一抹戏谑玩味，红唇轻启。这是白水。宁晨，哈哈哈！他竖起大拇指，前辈泡的白水竟都这么香，不愧是前辈，油嘴滑舌。洛尚武目光有些无趣地从宁晨身上收回，他本想看这家伙的窘迫模样，但却小瞧了这家伙的厚颜无耻。前辈，咱们何时凝聚万象境的法身？宁晨脸不红心不跳地喝着白水，只要是白嫖的，白水也香。现在，洛尚武盈盈起身，迈着莲步，朝着竹林深处而去。跟上。闻言，宁晨屁颠颠地跟了上去，跟在身后，默默欣赏那袭红裙倩影婀娜的身姿。他心中喃喃道：这是应得的。昨天被女魔头虐了这么久，现在放松放松身心是正常的。很快，两人穿过一片竹林，来到竹林更深处。
只见两人眼前竟是出现一座足足有9层的通天之塔。前辈，这是？宁晨有些意外地看去，没想到这竹林之中竟还藏着一座通天之塔。万象造化塔。骆尚武没有过多解释，也没有和宁晨说这塔已有数十年未曾开启，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通天之塔的名字，接着便是率先朝着塔内走去。宁晨连忙跟上，伴随塔门推开，一股古老的气息便是扑面而来。骆尚武灵气护体，但跟在一旁的宁晨就没这么幸运了，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波灰。可，前辈，这塔好像有点久远啊，多久没开了？宁晨拍了拍灰尘，打量四周，而伴随两人进入，万象造化塔的塔门也是被关闭。没多久，骆尚武微微摇头，此乃万象造化塔，一共9层，每一层皆是有各种法香之灵以及法香之意，你可去尝试感悟、顿悟自身法香。闻言，宁晨微微颔首，就欲看去之时，却是发现女魔头一直跟在自己身旁，寸步不离。咦，前辈，你要跟着我吗？宁晨愣了一下，他还以为女魔头就是带他进入万象造化塔后就会离去，毕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不能跟。骆尚武淡淡的看着他。可当然呢。宁晨摇摇头，不再多说什么，旋即将目光朝着万象造化塔的第1层看去，只见阵法运转，整个第1层熠熠生光，照亮第1层的塔壁，而墙壁之上隐约可见诸多图文。这是一只妖兽。伏虎法香，凝聚此法香，可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破坏力。法香成，随体攻击，一爪之下，群山可破。神凤法香，凝聚此法香，可大幅度提升身法速度，来无影，去无踪。这是？宁晨喃喃着，看向第1层那一道一道图腾，微微皱眉，似是并不满意。一旁，骆尚武双手环胸，看着那认真观摩塔壁上图腾的青年，美眸中不由闪过炯炯微光，仅是一眼便能瞬间顿悟其图腾中所凝聚的法香之意吗？这家伙的天赋果然了得。不对，哼，将将就就，马马虎虎罢了。没错，宁晨所喃喃的并非是刻在上面的文字，而是看了那图腾所感悟出来的信息。看了一圈，宁晨方才是收回目光，冲着一旁的骆尚武说道：前辈，这第1层的法香似乎都并不太适合我，那便去第2层。骆尚武秀发一甩，迈着莲步朝着第2层走去。宁晨跟上。而数分钟前，天魔峰，轰！当宁晨和骆尚武进入万象造化塔时，一道轰鸣响彻整个天魔峰，紧接着一股莫名的吸力从天魔峰西边爆发，接着整个天魔峰的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尽数吞噬。不少闭关修炼的弟子长老纷纷错愕抬眸。我灵气呢？不过片刻，整座天魔峰的灵气便是被抽了个一干二净。一众天魔峰弟子一脸懵逼，天魔峰这是停灵了吗？这万象造化塔真烧钱啊！大长老感受到毫无灵气的天魔峰，不由是暗自摇了摇头，嘟囔道：也不知宁晨小子能参悟第几层的法香。罢了，修炼。他摇摇头，虽然没有灵气，但他有玉女图，能开启另一种形式的修炼。而此刻，一众天魔峰弟子也是注意到西边竹林那爆发耀眼光芒的通天之塔，原本尘封之塔，在此刻竟是再度开启。那是万象造化塔。万象造化塔不是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关闭了吗？据说此塔极为耗费资源，并且虽有各种法香图腾，但能顿悟者却是少之又少。要知道，能修炼到破海境巅峰的，最起码都是真传弟子，以真传弟子的天赋都无法顿悟，可想而知那些法香图腾究竟有多难参悟。可没想到，如今又打开了。一时间，不少了解那万象造化塔来历的天魔峰弟子皆是愣了愣，心中顿时有个疑惑：这闯塔之人是谁？我刚刚好像看到藏生峰的宁晨师兄往那边去了。这时，人群中一个天魔峰弟子弱弱说道：什么？宁晨师兄？闯塔之人是宁晨师兄？此话一出，周围众人脸色微变。哈哈，是宁兄，是本圣子的童子兄弟。人群中响起周元的大笑声。宁晨师兄是童子。听到这话，不少有些姿色的天魔峰师妹师姐开始打算找个机会据宁晨师兄探讨一下双修之道。据说如参悟一道法香图腾，便为显化而出，不知宁晨师兄会参悟何等法香呢？一时间，众人满是好奇。轰！下一刻，伴随一声虎啸响彻，一道足足100丈的伏虎法香显化而出。这是何等法香？众人疑惑看去，可还不等他们仔细研究，忽地凤鸣响彻，竟又是一道法向图腾显化而出。2道，的确，以宁晨师兄的妖孽天赋，顿悟2道也在情理之中。众人心中一惊，自我安慰：
然而，下一刻，轰，轰轰轰，伴随万象造化塔轰鸣不断，一道道图腾法相显化而出。这一刻，天魔峰众人再也无法冷静下来。不是，这合理吗？万象造化塔，两人已是来到万象造化塔的第8层了。你已顿悟这么多发现了，还没有下定决心凝聚哪一道法相吗？洛尚武跟在宁晨身后，淡淡的看着他。宁晨摇了摇头，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也并不适合我。归根结底，就是他觉得这些图腾中所记载的法相太弱。贪心的家伙。洛尚武看了他一眼，那这么说来，前辈你也很贪心。宁晨笑了笑，回应道：洛尚武柳眉微蹙，因为强者都贪心，不贪心，成为不了强者。宁晨笑道：强者都是在变强的道路不断探索，这不也是一种贪心吗？哼！洛尚武没有反驳，只是抱着胳膊环着那傲然冷声道：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你虽没有凝聚法相，但这图腾法相中，可是有大量的法相之力。若你领悟太多，你的识海会炸。前辈，你是在担心我吗？宁晨笑眯眯地看着那红裙倩影。洛尚武柳眉蹙起，这家伙简直是蹬鼻子上脸，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典型代表。他冷冷道：无耻！谢谢前辈夸奖。宁晨哈哈一笑，接着目光继续朝着那一道道图腾法相看去。放心吧，前辈，我自有分寸，我的识海还能装下不少东西。不知为何，他感觉他今日的识海特别广阔，宛若汪洋大海。闻言，洛长武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看着那认真观摩的家伙。宁晨的识海大不大，他当然清楚，毕竟刚刚可是能将他那一整壶的白水全部喝下。对了，那白水还有另一个名字，灵石之水。很快，当宁晨看完第8层的全部图腾法相后，便是朝着第9层走去。然而，当两人来到第9层时，却是发现第9层空空如也。没有。宁晨愣了一下，洛尚武淡淡解释，因为自万象造化塔锻造以来，就算是一些亲传弟子，也不过才踏上第6层，连第7层、第8层都未曾有人踏足，你算是第一个。哦，这难道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宁晨眉头一挑，笑道：嘿嘿，那前辈我是不是很厉害？将将就就，马马虎虎。洛尚武冷声道：舒服了。宁晨仿佛好像就是在等洛长武这句话，听完后便是朝着第9层的一处空地走去。听到他这话，洛尚武投来疑惑的目光。而此刻，宁晨在第9层盘腿而坐，开始回顾在万象造化塔所顿悟的各种法相。若真要选，自然是要选第8层的，算得上是整个万象造化塔中多法相中最强的。九霄雷霆法相、焚天净世法相，还是青莲净世法相呢？忽的，宁晨的喃喃声戛然而止，似是想到了什么，抬眸看向不远处的洛尚武。前辈，那你进入这万象造化塔的时候，到了第几层？洛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响起，似是带着些许玩味。谁和你说自身法相必须进入万象造化塔才能凝聚了？那前辈你为何带我进这万象造化塔？宁晨下意识开口，但很快便是愣在原地，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懂了，他懂女魔头的良苦用心了。旋即，他不再犹豫，运转无上魔诀，调动全身灵气，开始凝聚自身法相。一时间，整个识海之中所积累的法相之力，竟是在这一刻如潮水一般汹涌而出，瞬间将宁晨整个笼罩其中。果然有效。看到这一幕，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他的猜测果然没错，女魔头的之所以带他进入万象造化塔，从始至终都没想过让他凝聚万象造化塔中的图腾法相，真正的目的是让他感悟吸收这其中的法相之力，以来凝聚自己的法相。万象造化塔中的法相虽强，但始终是别人所留，终归和自身有些不容，只有自己凝聚的法相方为最强。那么，什么？方才为我的法相呢？宁晨长舒一口气，开始进入一种冥想状态。有了，他喃喃一声，开始凝聚属于自身的法相。倒也不笨。一旁看到那家伙已完全进入凝聚自身法相的状态之中，洛尚武冷哼一声，眯了眯美眸，目光落在其身上。这家伙打算凝聚何等法相？与此同时，外界万象造化塔怎么又开启了？一道苍老身影浮现天穹，天魔峰众人看去，正是天魔峰主。入塔之人是何人？天魔峰主疑惑地看着众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藏生峰的宁晨师兄。天魔峰众人答道：又是宁晨那小子。天魔峰主一愣，目光错愕看去，看着那浮现显化的图腾法相，捋着长须叹道：倒也只有那小子这般妖孽了。轰！此刻，那立于天地间的通天之塔周身，竟是响起了一道雷鸣，
只见雷霆环绕整个塔身，如同天罚将士，无数雷光闪烁，形成道道虚影。这是第8层的9霄雷霆法相。天魔峰主瞪大眼睛，错愕无比，那宁晨小子进入第8层了。还不等他多想，炽热温度浮现，原本的一片雷海之中，竟是燃起一道火海，所过之处山河焚裂，焚天尽是法相。天魔峰主瞳孔骤缩，但很快自那火海中绽放的那一株青莲，又是吸引了他的目光。青莲尽是法相，宁晨那小子不仅进入第8层了，甚至还将第8层的3大法相统统顿悟了个遍。天魔峰主神情震惊无比，此刻他只有一个想法：操！老夫要和古玄那老匹夫抢人！他藏生峰何等何能，有这般妖孽的弟子？宁晨师兄已经进入第8层了，甚至还领悟了第8层的3大法相。当听到自家峰主所说的话，天魔峰众人惊愕无比，好奇地看向不远处那通天之塔。这3大法相，宁晨师兄会选哪一个呢？然而，就在这时，万象造化塔的天穹之上，忽地天色变得昏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就连天地都为之色变。这是突如其来的变化，瞬间吸引了天魔峰主以及天魔峰众人的目光。只见伴随天地昏暗，一本足数10丈，呈现漆黑之色的古书虚影浮现在众人视线之中。那是一本书。众人一愣，可还不等他们多想，只见那立于天地间的漆黑古书竟是开始自动翻页，接着一道道文字竟是从那一页页的古书之中自动飞出，落在那一道道的法相之上。众人目光看去，只见那飞出来的一道道文字竟皆是一个字：死。或者说，那一本厚重的漆黑古书之中只记载一字，那便是死字。而伴随死字落在那一道道法相之上，下一刻法相尽数崩坏，化作一片虚无。这是当看到这一幕时，周围宛若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好多死字，竟是轻而易举的将其余法相尽数崩坏。好强的法相，这并不属于万象造化塔中的任何一种法相，难道说那是宁晨小子自身所凝聚的法相？天魔峰主脸色变得无比精彩，自成法相，这小子真他娘的是个天才。万象造化塔第9层，呼，藏书死诏，这便是我的法相。宁晨长舒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的法相是一本只有死字的漆黑古书，名为藏书死诏。一旦法相展开，每当他攻击落下，藏书便会降下一道死诏在目标修士身上。当死诏积累到一定程度，随对方修为而定，宁晨便可手握藏书，宣判他的死期。这便是属于他的法相，绝对够符合自己送葬人的身份了。前辈，你看我的法相。宁晨刚想和女魔头分享，却是发现这女人早已是不见了踪影。真是神出鬼没的女人啊！宁晨摇摇头，开始平息自身气息。当法相凝聚的那一刹那，他的修为也终于达到了万象境了。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才不到半年时间，便已突破到了万象境。宁晨忍不住喃喃，整个人顿时是有些飘了，但很快他便静下心神。不对，不能过分骄傲，这只能算是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对，没错。他缓缓起身，朝着塔外走去。而等他离去，第9层的虚空之中，某个偷窥狂女人听到这家伙竟偷自己口头禅，柳眉不由皱了皱，冷哼一声后，方才是消失不见。等宁晨出了塔，发现塔外已是站满了人，正一个个无比惊愕地看着他。而人群中站着的老者看向他的目光，好像恨不得将他吃了。天魔峰主，你们不修炼，都来这做什么？宁晨疑惑看去。此话一出，众人嘴角直抽，灵气都被你这万象造化塔给抽干了，我们拿什么修炼？宁晨小子，刚刚你那是凝聚了自身法相？天魔峰主声音有些颤抖地看了过来。宁晨点了点头。此话一出，周围一片鸦雀无声，人群中的周元更是瞪大眼睛。啊，宁兄都万象境了，那我这宁丹境算什么？本圣子明明记得宁兄一开始境界还没我高啊，他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坏了，自己这童子兄弟真要成大帝了。没事，宁兄有大帝之姿，只要是童子就好。你小子真是个妖孽。天魔峰主拍了拍宁晨的肩膀，忍不住叹息道：还好吧，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宁晨笑道：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天魔峰主愣了一下，皱了皱眉，接着又是疑惑道：对了，谁带你来万象造化塔的？是老夫。宁晨话音还未落下，只见大长老从天穹落下，冲着宁晨挤眉弄眼。没办法，他刚还在舒服的观摩玉女图而修炼，结果就被掌教给推过来背锅了。收到大长老示意，宁晨犹豫了一下，回道：是大长老。原来是大长老。
天魔峰主恍然，峰主。这时，宁晨看向天魔峰主，想到了自己来天魔峰的第二个目的。我想问一下，天魔峰的人物堂在哪？我想接宗门任务。你要接任务？闻言，天魔峰主皱了皱眉，看了宁晨一眼。我天魔峰的宗门任务可没有埋人的任务。没事。宁晨微微摇头。没事，杀人的任务也是一样的。很快，宁晨便是随着天魔峰主的指引来到了天魔峰任务殿。当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宗门任务时，宁晨忍不住感叹道：不愧是天魔教第一大峰，任务果然不是藏生峰所能比的。旋即，他开始认真观摩挑选宗门任务。任务点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天魔教的任务点主要是换取功法、丹药、武学以及一些进入修炼之地的资格，而这些他完全可以找女魔头白嫖哦。忽的，宁晨的注意力被一道任务所吸引，他目光看去，探寻任务：九幽魂种，此秘境乃天灵界10大凶境之一。据说此为大地之墓室，藏有无数机缘秘宝，但因其凶险，可谓是九死一生，不知多少修士葬生其中。任务要求：搜寻新的有用的情报，便视为成功。当看到最后，宁晨双眸发亮，越是凶险之地，葬身其中的修士便越多，那对他而言简直是修炼圣地。更何况，据说那更是大地墓室。不过，葬一尊大帝，他目前还不敢想，毕竟那可是大地强者，恐怕就算是身陨，手段也足以通天。不过，若是能葬一些葬身于那处九幽魂种秘境的修士的话，对他来说也是血赚不亏。毕竟敢进入那处秘境，其自身修为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就他了。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接着走上前去，将那记载任务的古卷给一把拿了下来，接着朝着任务登记处走了过去。长老，麻烦登记一下任务。他将任务古卷递过去。这是九幽魂种探寻任务。当那天魔峰长老接过任务古卷，看清上面所记载的任务时，顿时脸色一变，错愕地看着眼前的宁晨。此任务已足足挂了3个月了，没有一人敢接，你确定要接？宁晨点了点头。姓名？见宁晨坚持，这天魔峰长老也没有再继续多劝。宁晨，你就是宁晨？那天魔峰长老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宁晨，而后方才是点了点头，将这任务登记完成，将人物牌递了过去。此任务时间有限期为1个月，任务奖励保底3万任务点。他看了宁晨一眼，提醒道：还有，中途放弃并无惩罚。多谢长老。宁晨接过人物牌，转身离去。敢接九幽魂种的任务，这藏生峰的小子可真狠啊！相比我天魔峰那些真传弟子，却没有这等胆量。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那天魔峰长老摇头叹息。出了人物殿，宁晨并没有急着离开天魔峰，而是朝着天魔峰修炼广场走去。先和周元叙了会儿旧，指点了一下他修炼上的不足后，方才是借着天魔峰浓郁的灵气，巩固万象境的修为，打下坚固的基础，方才是修炼之根本。伴随宁晨无上魔诀运转，体内200多条灵气爆发，瞬间将刚刚恢复的那点可怜灵气直接给通通抢走，这让一旁的天魔峰弟子满头问号。刚准备修炼的周元嘴角抽了抽，宁兄这不是来指点的，这是来抢劫的啊！直到修炼到黄昏，宁晨方才是伸了个懒腰，下了山，朝着藏生峰小院走去。吱呀！当宁晨推开小院木门，那一道红裙倩影似是等候了多时前辈。你怎么在这？当看到那一道神出鬼没的红裙倩影时，宁晨不由是愣了一下。他有些怀疑，这到底是谁家？怎么女魔头比他回的还快？怎么？我不能来？当然能来。还不等女魔头开口，宁晨便是直接打断，接着一屁股坐在女魔头身旁，笑眯眯的道：前辈，你今日怎么走得这么快？前辈，你快看我的法相。说着，他就要炫耀般的将自身法相施展一遍。洛长武本想拒绝，毕竟其实他已经看过一遍了，可刚欲开口，便是瞧见宁晨那副兴奋迫不及待的想要给自己看的模样，顿时柳眉不由一蹙，改了口：给我看看。好。宁晨点点头，接着将自身法相给女魔头施展了一遍。对于女魔头而言，他觉得并不需要全部保留，毕竟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藏书死诏倒是挺符合你的。看完，洛尚武微微颔首，嘿嘿，怎么样？不错。洛尚武继续点了点头，不错。然而当听到这话时，宁晨仿佛听到了骇人听闻的话语一般，居然从女魔头嘴里听到了全新评价。他瞪大眼睛看着那一袭红裙倩影，原来前辈你不只是会说将将就就，马马虎虎。看到他那一副惊骇模样，洛长武愣了一下，接着咬了咬银牙，瞪了这家伙一眼。去死！轰！下一刻，宁晨从地上爬起，
心情大好，看来自己这法相强度很可以啊，居然能让女魔头说出这等评价。对了，前辈。这时宁晨想到了什么，有一件事我得先和你说一下。何事？洛尚武面色不善地看了过来。我接了个宗门任务，可能明天就需要离开宗门了，不过前辈你放心，每隔7日情侣空间开启之时，我邀请前辈进来的，绝不耽误我们幽会。宁晨笑着道。幽会？洛尚武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接着冷声问道，那你答应我之事？放心吧前辈，距离1月之约还有一大半的时间，我肯定会赶回来的，毕竟我可是要出力的。宁晨拍了拍胸脯说道。而听到他要出力2字，洛尚武又是瞪了他好几眼，接着方才是冷声问道，你接了什么任务？9幽魂种。听到女魔头询问，宁晨老老实实的将自己接取的任务给说了一遍。9幽魂种。当听到宁晨的话后，洛尚武柳眉不由是皱了起来，冷冷的看着宁晨，你在找死？前辈，那9幽魂种这么凶险吗？当听到洛尚武的话，宁晨神情不由也是凝重了起来。虽然任务介绍说这9幽魂种是天灵界10大凶境之一，但只凭字面意思还无法直观的了解那9幽魂种的凶险不过。看到就连女魔头都这么说，他方才是重视起来。当然，洛尚武冷声道。他眯着美眸看着宁晨，别说你一个刚刚突破万象境的小修士，就算是高你一个境界的太虚修士进入其中，怕也只是九死一生。这么凶险？听到这话，宁晨神情变得更是凝重，接着看向那一袭红裙的女魔头，忍不住问道，那前辈你进入这9幽魂种能有几分活路？听到这话，洛尚武双手抱胸，笑而不语。看他这表情，应该是随便进了。宁晨看着他的小表情，心中嘟囔，若是能带着女魔头一起去，肯定随便去，不过他应该是不会和自己去。而此刻，洛尚武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似是在等待宁晨说什么一般，不过迟迟没有等到。接着他率先开口，你真要去那9幽魂种？宁晨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想要变强，有些风险是必须要冒的。见他坚持，洛尚武没有再多说什么，沉吟片刻，方才是用那清冷的声音说道：9幽魂种之所以会让诸多修士葬身其中，除了其秘境内的一些诡异之外，更多的是迷魂之物。迷魂之物？听到女魔头的话，宁晨愣了一下，前辈请讲。迷魂之物可让修士心智迷失，产生幻觉，深陷其中后，灵魂将会永葬其中，并且远不止表面这般简单。洛尚武解释道。这样吗？宁晨神情有些凝重，这迷魂之物有些防不胜防，若一个不慎，就极有可能中招，最终走向那陨落之地。我有一壶茶，可让你不惧那迷魂之物。这时女魔头忽然说道，前辈你的茶是万能的吗？听到这话，宁晨有些错愕，女魔头这茶有些超标了吧？怎么什么功能都有？接着他没有丝毫犹豫，冲着女魔头抱拳道，请前辈赐茶，在下愿为前辈效动妖之劳。铮，剑鸣爆发，散发寒芒剑意的生劲剑抵住了宁晨的脖子。女魔头冷冷地看着他，接着方才是收回了嫁妆。那一壶茶炼制需要7天时间，9幽魂种位于天灵界最西域，若是明日出发，就算你是万象境修士，也需7天时间。等7日后我泡好茶，你开启情空间，我给你。多谢前辈。宁晨的注意力全在那茶上，倒是完全没注意女魔头有些被他带偏，说岔了嘴。不过就算我全力飞行，竟也需要7天时间。宁晨皱了皱眉，喃喃道，不会到时候回不来吧？接着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洛尚武，义正言辞的道，前辈你别误会，我完全不在乎那7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只是觉得前辈对我帮助如此之大，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前辈遭受7日的人玉之劫的苦呢？洛尚武。接着他瞪了一眼这无耻的家伙一眼，明日出发前来一趟天魔峰竹林，我赠你一只飞行灵兽。多谢前辈。宁晨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当即是冲着洛尚武道谢。什么叫软饭硬吃？这才叫软饭硬吃。旋即女魔头在小院内待到了后半夜方才是离去，而宁晨也是早早睡觉，只不过睡前却是嘟囔，他好心留女魔头过夜，居然被女魔头无情拒绝，真是冷漠的女人啊。翌日，宁晨收拾好东西后，便是先去了一趟天魔峰竹林。前辈，前辈，宁晨喊了几声，却并没有听到女魔头的回应。嗡嗡。而这时竹林之中似是有身影窜动，等宁晨靠近一看，便是瞧见一只约莫2-3米大小的羽雀正在竹林之中瞪大着眼睛看着他，其整体呈现出青色，看着人畜无害。这就是前辈为我准备的飞行灵兽吗？好像叫清明玄雀，也不知道是几阶灵兽。宁晨喃喃一声，接着走了过去。
当他刚刚靠近，这清明玄雀便是凑了过来，并没有对他抱有警惕，而是十分亲近地蹭了蹭他，仿佛他身上有熟悉的气味。是因为女魔头的气息吗？宁晨喃喃一声，摸了摸这清明玄雀的脑袋。这清明玄雀也不知是几阶灵兽，不过速度肯定是要比我自己飞得要快的，而且大小也合适，最多容纳2人，也不惹人注目。呼，该出发了。他长舒一口气，拍了拍这清明玄雀的身子，后者立马明白他的用意，蹲下身子，展开翅膀。多谢前辈所赠灵兽，那我就先走了。宁晨冲着竹林说了一声，接着跃上清明玄雀的身体，伴随一声雀鸣，清明玄雀翅膀扇动，伴随一股狂风席卷，瞬间冲上天穹，消失在了云层之中。而竹林中，不知何时出现一道红裙倩影，默默地看着那离去的身影。九幽魂冢位于天灵界最西边，就算有女魔头所赠的清明玄雀赶路，也需5天时间。不过宁晨并不打算直接赶往，毕竟情侣空间冷却美好，女魔头的茶也还未泡制完，就算到了也不敢贸然进入。所以宁晨并不急，一边让清明玄雀飞行，一边在其背上打坐修炼，不浪费任何能修炼的时间。很快4日时间过去，天穹之上疾风呼啸，算算时日，还有1天就能抵达九幽魂冢所在的位置了。宁晨盘坐在清明玄雀的背上，接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卷羊皮古卷，这是天灵界的戒图，十分详细，可以说价值连城。当然这值钱玩意自然不是他的，而是他从清明玄雀的羽毛中所发现的，应该是女魔头为他准备的。九幽魂冢前还有一个城池吗？宁晨目光落在羊皮古卷上，看着这份戒图上的标记，眉头一挑。戒图记载十分详细，不少地方皆是有标注，比如他现在所看到的月夜城，上面标注便是几乎所有前往九幽魂冢的修士皆会在月夜城停留，因此月夜城有不少关于九幽魂冢的情报可以利用。月夜城吗？行，那就先去月夜城落脚，等女魔头的茶泡好再说。宁晨喃喃一声，便是做好了打算，收起羊皮古卷，忍不住感叹，女魔头真是帮了大忙。女魔头给他的这份戒图简直就是最强攻略图，十分详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详细到他现在要去的月夜城哪家客栈最有性价比都标注好了。女魔头真是个好人啊，没想到魔门中竟还有这等好人。宁晨感叹一声，便是招呼清明玄雀下降。很快清明玄雀便是落在月夜城不远处的一处树林之中，这是宁晨要求的。之所以不直接进入月夜城，主要是因为清明玄雀乃飞行灵兽，也算稀有，若是骑着它进入月夜城，势必会引起觊觎，能省的麻烦还是省点吧。你先待在这，听我口哨待命。宁晨从清明玄雀身上翻下来，摸了摸他的头，吩咐说道：滋滋。清明玄雀听懂了他的话，点了点头。旋即宁晨便是朝着月夜城的方向而去，他倒是不担心清明玄雀的安危，一路赶路。虽然没了解到清明玄雀是何品阶的妖兽，但清明玄雀的速度极快。呼，先进城。月夜城城门口乌泱泱一大群修士，此刻城门口前2个扛着血刀的赤身大汉正看着那一群欲要进城的修士，高声道：夜色快黑了，还要进城者抓紧速度。夜色若晚，可是有兽潮暴动，可莫怪小爷没提醒你们，现在进城只需交10万灵币。10万灵币，此话一出，不少修士眉头紧皱，但看了一眼那2人的凶恶之相，最终还是选择交钱免灾。就在此时，一道一袭玄黑的青年身影忽地自人群中走出，朝着城内走去。站住！入城费10万灵币。其中一个扛着血刀的赤身大汉立马是将其拦住。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大汉以为其没听清，一脸横肉一皱，将那血刀落在其肩膀之上，再度重复道：入城费10万，不交者死。话音还未落下，伴随一道寒芒闪过，还不等大汉有任何反应，便是忽地瞧见自己胸口似是传来剧痛。他猛地低头一看，只见自己胸口竟是出现2个血淋淋的血洞。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此刻其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闪烁寒芒的铲子。大汉有点像骂人，这家伙捅他一铲子就算了，居然左胸口右胸口都捅一下，这是多怕他不会死啊？什么？你敢杀我兄弟？当看到这一幕时，另一个大汉脸色大变，眼中闪过一抹凶狠之色，手中血刀呼啸而来，朝着那青年袭来。嗖！伴随破空之声响起，下一刻，只见一柄漆黑之物忽地划破夜色，猛地洞穿那大汉的身体，接着巨大的力瞬间将其钉在城墙之上。接着随着那一袭黑衣的青年抬手，那将钉出之物瞬间带着大汉的尸身回到了他的手上。周围众修士看清了那锋利之物，瞳孔顿时一缩，那是一柄铲子。
宁晨一把将藏诀从其尸身上抽了出来，放入储物戒中，接着一手托着一具大汉尸身，朝着月夜城内走去。好强！等宁晨身影消失在城内，一众修士方才是反应过来，那2个大汉可都是破海境的强者，居然被那黑衣青年瞬间秒杀。一袭黑衣，腰间挂着唢呐，使用的还是一柄铲子为武器，好奇怪的搭配，他是那个势力宗门的天骄。一时间，众人对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的身份满是好奇。而此刻，宁晨已是拖着2具大汉尸体来到了女魔头地图标注的客栈，准备在这落脚收集一些关于九幽魂种的情报。风雨来客栈吗？宁晨喃喃一声，接着便是拖着2具尸体朝里面走去。客官，住店吗？店小二很快便是热情地迎了过来，仿佛对宁晨手中提着的2具尸身视若无睹，就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一般。咦，那不是王爷、王二两兄弟吗？仗着自己有些修为，就去月夜城前乱收入城费，这下好了吧，被人给斩了。这位道友不简单啊，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很多死人的气息，这是个狠人，招惹不得。客栈内，当一些食客看到这一幕时，皆是议论纷纷，看向宁晨的眼神越发警惕。对于周围议论，宁晨面不改色，自己葬了不知多少客户，身上自然有诸多死人气息。接着他冲着那店小二淡淡说道：住店，客官随我来。店小二依旧是一脸热情。很快，店小二便是带着宁晨来到了2楼一间房前，并收取了房费。这房费倒是合理，不过宁晨隐约觉得这应该和自己手提2具尸身来住店有关系，不然这价格恐怕不止如此。推开门，将2具尸身随意丢到一旁，接着宁晨方才是转身关闭房门，朝着床铺走去，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便啥也不干，直接开始修炼。足足修炼了数时辰后，他方才是长舒一口气，确定了周围并无异样后方才是朝着那2具尸身走去。先是在他们身上摸索片刻，很快2枚储物戒便是出现在宁晨怀里。他稍微感知了一下，大概也就几10万灵币，以及一些寻常的灵药以外，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对此宁晨的评价是2个穷鬼。旋即收起意外之财，宁晨大手一挥，一尊漆黑古棺便是出现在了房间之中。他推开棺木，熟练地将这2具尸体推入其中。这里并未泥土给他埋人，所以索性就直接让藏神棺将他们吞了就行，反正效果是一样的。很快，2具大汉尸身便是化作了入藏气血，接着灵气反哺也是涌入宁晨丹田之中。还是第3层，宁晨感受这丹田内的灵气反哺，眯了眯眼睛，接着仅自己可见的面板浮现眼前。姓名：宁晨，境界：万象净一心，功法：无上魔诀，退凡境大成，武学：天地藏生曲、天魔化身、藏书死诏等，藏法神通：往生之谋、藏神领域。目前开启层数3、9层，入藏气血35100。进入第3层后，入藏气血明显长得更慢了，还是说藏神官和我一样，现在对客户有些挑？宁晨喃喃一声，他现在倒是对藏神官第4层的功能有些好奇，对开启第4层后能领悟的藏法神通也是好奇，还是得买点优质客户才行。他摇了摇头，旋即便是大手一挥，收起藏神棺，开始进入修炼状态。直到修炼到深夜，宁晨被隔壁一阵激烈的男女打斗声吵醒，似还越打越起劲。这隔音不行。宁晨摇了摇头，也没了修炼的兴致，来到窗前打量起窗外。此时已是深夜，月夜城却是灯火通明，尤其是宁晨前方的客栈更是灯火通明，从他这个位置正好能将其景色尽收眼里。那也是一个客栈，其中载歌载舞，不亦乐乎，隐约间还能看到不少曼妙倩影正在舞动身姿。然而当看到这一幕时，宁晨愣住了。他记得女魔头给的戒图上对这客栈也有标注，接着从储物戒中取出地图，立马是打开一看，果不其然是有标注，但这标注和他所看到的怎么完全不一样。只见其女魔头标注为风月客栈，月夜城内极恶之地，吃人不吐骨头，慎去，3个鲜红的感叹号极为显目。这叫极恶之地，这叫吃人不吐骨头。看着那灯火通明、曼妙倩影舞动的身姿，再听到那嘤嘤细语，宁晨嘴角抽了抽，这踏马分明是个春楼啊！女魔头该不会是不想自己去逛春楼坊，才在戒图上如此标记吧？宁晨心中暗想，可这不应该啊！虽然宁晨时常开谋杀亲夫的玩笑，但他心中也清楚，以女魔头的眼光，应该是暂时看不上自己的，更不可能会有这种明显吃醋的表现，这不合理。可能那风月客栈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吧？毕竟吃进去了，吐出来的怎么可能会是骨头呢？宁晨微微摇头。其实
就算女魔头不标注，他也不会去，他是正经人，岂会行那种肮脏苟且之事？再说了，退1万步来讲，那些风尘女子论容貌、论身材，哪里比得上女魔头半分？呼，修炼！宁晨长舒一口气。就在他运转无上魔诀，就欲屏蔽周遭一切杂音，准备安心修炼之时，一阵阵轰鸣之声忽地响起，就连他的床都被震得动了动。隔壁道友如此生猛。起初，宁晨还以为是隔壁打架男女所造成的动静，但认真聆听片刻，却是发现动静并非来自隔壁房间。怎么回事？秉持着疑惑，宁晨推开门下了楼。小二，外面是怎么回事？当看到询问者是那斩杀了王一王二的狠人时，还不等店小二解释，一旁的中年食客便是率先开口：“这位道友是第一次来月夜城吧？”宁晨没有回答，目光看去，平静地看着那体型肥胖的中年食客。那中年食客被宁晨看得有些发毛，更是下意识地浮现一抹恐惧。由于宁晨葬了不少客户，死气虽无法侵蚀他，但也已尽数融入宁晨的体内，因此导致他身上皆是带着一股无形的死气。虽只是普通的注视，但也足以让实力比他低的修士感受到死气的压迫，就好似动物惧怕屠夫一般。这人不简单，一定杀过不少人，很有可能是魔门修士。中年食客心中一颤，接着强忍恐惧解释道：“因为月夜城四周乃10万大山，大山之中妖兽无数，因此一旦夜晚便会有妖兽倾巢而出，我们称之为兽巢。”兽巢？宁晨眉头一挑，忽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葬了这么多客户，基本上都是修士，还没试着葬过妖兽。按理说，一切生灵皆为客户，一曲唢呐响，万物皆可葬。这妖兽也算是客户的一种，就是不知葬妖兽与葬修士有何区别。想到这，宁晨顿时是有了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先去试试再说。下一刻，宁晨转身便是朝着客栈之外走去。轰隆，轰隆，轰隆，一道道轰鸣声响起，宛若地震一般，在兽巢前行下，地面不断震颤。而此刻，月夜城的城墙之上，数道白衣身影出现在此地，看着下方兽巢，眼中皆是闪过一抹炙热之色。师尊，兽巢已尽数出动，咱们何时出手？一个蓝裙女子看向一旁的白发老者，行了一礼后问道。不急。那白发老者捋了捋长须，此次咱们御兽宗的任务便是收服一些妖兽，逼出10万大山中的妖王。若能驯服那些妖王，皆是袭杀天魔教时，咱们可就是主力了，也算是为了这片苍生尽了一份力。很显然，他们乃正道蒙御兽宗之人。是，师尊。那蓝裙女子微微颔首，看向下方兽巢。可忽的，她似是注意到了什么，脸色微变。师尊，兽巢里有个人。师尊，你快看，兽巢里有个人。听到蓝裙女子的话，那一袭白发的老者眉头一皱，立马看了过去，身旁御兽宗弟子也是看了过去。只见不知何时，月夜城前竟是出现了一道青年身影，他一袭玄黑之衣，腰间还挂着一只漆黑唢呐，面向那冲来的兽巢，似乎并不打算闪躲。找死！看到这一幕，城墙之上那白发老者不由是冷笑一声，仅凭肉身就想要抵挡筑妖兽巢的冲击吗？可笑之极！不必理会。他微微摆手，接着冲着一旁的蓝裙女子等人说道：“兰儿，你们做好准备，准备随老夫下去收服妖兽。”是，师尊。一众御兽宗弟子皆是微微颔首。叶兰儿美眸看了下方那青年一眼，就欲收回目光，可下一刻他瞳孔骤缩，轰！可就在这时，那如同洪水般袭来的妖兽潮已是冲来。当为首的妖兽看到前方竟是有个不知死活的人族修士挡在他们面前时，更是发出一声嘶吼声，接着直接朝着其猛地撞了过来。砰！下一刻，伴随一道轰鸣声响彻，那牛形妖兽结结实实地撞在了那玄黑青年的身上。然而想象中被踩成肉泥的景象并没有出现，反而是那蛮牛妖兽的身体宛若撞上了一堵坚硬无比的城墙一般，身体瞬间被撞成一滩肉泥。什么？城墙上？叶兰儿错愕地看着这一幕，就连原本已是将视线移开的白发老者以及一众御兽宗弟子都是眼中闪过一抹愕然。妖兽肉身本就要比人族修士要强得多，而那只铁甲蛮牛更是妖兽中肉身强度的佼佼者，只是这样一撞，那铁甲蛮牛就成肉泥了。那铁甲蛮牛可是3阶妖兽，那家伙的肉身怎么会这么强？妖兽一共6个品阶，分别对应修士的前6个境界，当妖兽修炼到轮回境后，便可修出人形，与修士同境。而就在众御兽宗修士惊愕时，却是听到那一袭黑衣的青年喃喃了一声：“这妖兽肉身强度好像也不咋样啊，将将就就，马马虎虎嘛。”听到这话，御兽宗众人嘴角直抽，这明明是你肉身太强，你管这叫将将就就，
马马虎虎。此刻宁晨的目光落在那兽巢之上，眼中满是兴奋之色。没想到仅仅只是喝了几壶女魔头强身健体的茶水，他现在的肉身就已远超4阶妖兽了。旋即，宁晨大手直接落在那化作一滩肉泥的铁甲蛮牛之上，接着在城墙上御兽宗几人震惊无比的目光之中，只见那铁甲蛮牛瞬间被其顷刻炼化。什么？魔功？这是魔功？他是魔门魔修？当看到这一幕时，那白发老者脸色一变。魔门魔修？听到这话，叶兰儿等御兽宗弟子皆是眼中闪过一抹敌意。天灵界正魔两道修士本就不和，而此刻宁晨施展的自然不是什么魔功，只是他将藏神棺藏于手心，将那铁甲蛮牛给葬入了藏神棺中罢了。伴随铁甲蛮牛被葬入藏神棺内，一股浑厚的入藏气血进入藏神棺中，接着灵气反哺便是进了宁晨丹田之中。妖兽客户所反哺的灵气明显要比同境界的修士客户要少得多。当感受到那反哺灵气，宁晨微微皱眉，但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当灵气入体，体内鲜血沸腾，接着他顿时感受到了全身肌肉有一种紧绷之感。难道说虽然反哺的灵气很少，但却能强化我的肉身？想到这，宁晨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修炼之路，灵气固然重要，可肉身强度同样重要。一些肉身修炼到极致的修士，甚至能做到不使用灵气，仅凭肉身就能击败同境界修士。嘿嘿，葬送妖兽能提升肉身强度吗？宁晨嘴角掀起一抹笑容，看向那兽巢的目光越发炽热。如此之多的妖兽客户，不知能将他的肉身强度提升到何等境界。正好1月之约时给女魔头一个大惊喜。此刻当宁晨目光看来时，兽巢中的众妖兽明显是有些恐惧。魔修？这月夜城怎么会有魔门修士？叶兰儿柳眉微蹙，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之色。他身于正道，脑子里被灌输的皆是正道想法，在他眼里，魔道的人就该死，魔门修士皆是一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穷凶极恶之辈。师尊，怎么办？他看向一旁的白发老者。先不急。白发老者摇了摇头，一个小小的魔门修士罢了，翻不起什么风浪，当务之急是收服这些妖兽，带回宗门。然而他话音还未落下，忽地听见一道道妖兽凄厉的嘶吼声响起。师尊，快看，那魔修在屠杀妖兽！忽的，一个御兽宗弟子错愕声响起。白发老者和叶兰儿脸色大变，立马看去，只见那一袭黑衣的青年竟是主动冲入兽巢之中，手握一柄闪烁寒芒的黑铲，游走在兽巢之中，所到之处妖兽惨叫，血流不止，一只只妖兽生机断绝。接着伴随其大手落在那妖兽尸身之上，随着一道诡异的血芒浮现，其尸身顿时被其炼化，并且伴随一道道妖兽入藏，气血反哺。宁晨能明显感受到身体除了肉身得到强化以外，其余的感官皆是得到提升。看来妖兽客户不只是强化肉身这么简单，可能是现在藏神棺所开启的层数较低，所以暂时还发掘不出其他功能。宁晨喃喃一声，就欲继续。住手！就在这时，一道老者带着极致愤怒的暴喝声从一旁响起。宁晨瞥了一眼，便是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带着一个蓝裙女子以及几个白衣修士自城墙上一跃而下。不过他只是看了一眼，并未理会，继续杀入兽巢之中。这老东西叫他停他就停，他有这么听话，开什么玩笑？女魔头叫他停他都不停的，找死！当看到宁晨竟全然无视他的话，白发老者眼中闪过一抹怒意。他可是二流势力御兽宗内门长老，一个小小的魔门修士竟是敢不将他放在眼里。再说了，让他继续这样镇杀妖兽，那他们御兽宗怎么办？岂不是白来一趟？轰！瞬间白发老者身上气场全开，一股万象境强者的气势爆发而出，接着一步踏出，猛地朝着兽巢中的宁晨一掌袭去。呼！刚烈的掌风呼啸而来，正在炼化一只妖兽客户的宁晨瞬间运转神鬼影踪步，一个闪身躲避开来，那带着罡风的一掌瞬间落在兽巢之中，数只妖兽瞬间被轰成肉泥。万象境修士一旁看着这一掌所造成的威能，宁晨眉头一挑，这白发老者不仅是万象境修士，其实力更是达到了3星，足足比自己高2个小境界。不过宁晨倒是没有丝毫惧意，走到那被其轰成肉泥的妖兽尸身面前，运转掌心之内的藏神棺开始送葬。谢了哈！宁晨一边葬送，一边冲着那白发老者笑眯眯的道：“魔道中人果然手段卑劣。”看到宁晨手段，白发老者眯了眯眼睛：“哦，难道你这老匹夫一拳把这些妖兽砸成肉泥手段就有多高尚不成？”宁晨毫不客气的回怼：“你！”白发老者话音一滞，咬着一口黄牙道：“伶牙俐齿。”宁晨轻笑：“也比你这满口黄牙好。”
你！白衣老者脸上青筋暴起，没想到眼前这小子竟如此气人，果然是魔门修士，满是蛊惑人心的手段。找死！白衣老者再度抬掌，朝着宁晨猛地袭来。见状，宁晨一边葬送客户，一边同样是抬起一掌，伴随无上魔诀运转，体内200多条灵脉同时将汹涌灵气提供到手掌之中，接着同样是一掌轰出，天魔玄掌，魔气涌动，形成一道掌风。两人一掌对轰，那恐怖的气势顿时是将周围妖兽直接震飞。接着白衣老者倒退数十步，当看到在如此掌风之下，宁晨竟立如磐石，顿时神情变得凝重起来，错愕道：“你也是万象境修士？”“什么？万象境？”此话一出，不远处的叶兰儿和玉寿宗几位弟子皆是脸色大变。那魔门魔修年纪看着比他们还小，修为却超出了他们这么多。万象境，就连被清玄长老看中的叶师姐，方才也只是在前几日刚突破到破海境啊！几位玉寿宗弟子脸色微变，惊叹道：“他是魔门修士？”叶兰儿咬着银牙，为自己找补。魔门修士都是食人血，吃人肉，用肮脏的手段提升修为，我比不过，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用这种方式修炼，只是空有境界罢了。叶师姐说的有些道理。一旁玉寿宗几人皆是赞同的点了点头。正好拿你练练手。将那几具妖兽客户送葬完，感受着丹田内沸腾的灵气，宁晨目光落在那清玄长老身上，眼中满是跃跃欲试。万象境一星罢了，老夫岂会怕你？摸清了宁晨底细，清玄长老冷哼一声，刚刚这家伙硬接自己一掌巍然不动，恐怕与他那强悍的肉身有关，大不了自己不与他硬碰硬就行。这小子修为不低，定是魔门中的精锐弟子，若是能将其斩杀，也能得到正道盟内的一些奖赏。顷刻间，两人万象境气势爆发而出。清玄长老冷笑一声，再度朝着宁晨一掌袭去。当其瞧见宁晨同样是一掌袭来之时，脸上冷笑更甚，忽地便是变招，掌心翻转拂，现出一柄锋利匕首领舞。但很快，他便是瞧见宁晨抽出了一柄更大更长更锋利的铲子出来。卑鄙的家伙！清玄长老骂骂咧咧，只能是闭气锋芒。很快，月夜城外的打斗便是引起城内修士的注意，城墙之上已是站满了修士身影。那是玉寿宗的清玄长老，这老东西又来狩猎妖兽了吗？嘘，小点声。如今玉寿宗也算是加入正道盟了，可得罪不起。提起正道盟，众修士眼中满是忌惮。正道盟乃多个正道宗门的联盟，最近风头正盛，隐约已是有了要成为天灵界第一势力的苗头，得罪不了一点。与清玄长老交手之人是谁？一身漆黑灵气，这是魔门功法。他是魔门修士，小小年纪竟已达到了万象境，难道是哪个顶尖魔门的真传弟子不成？当众人目光落在与清玄长老交手的那一袭玄黑之衣的青年身上时，皆是有些意外。轰！城外伴随万象境气势不断爆发，此刻清玄长老有些汗流浃背了，越发意识到眼前这魔门魔修有些不简单。眼前这小子竟从一开始的防守逐渐变成主动进攻，这小子在拿老夫练手。清玄长老脸色无比难看，但他却拿眼前的宁晨没有丝毫办法。这小子身法诡异，力量远超万象境一星的修士，甚至他那一柄铲子也极为诡异。明明是铲，可爆发出的却是极致的剑意。诡异，这小子实在是太诡异了。争！就在这时，伴随一道剑鸣，宁晨身形宛若鬼魅般抓住清玄长老分神的剑系，瞬间出现在其身前，接着藏诀挥出，瞬间朝着其胸膛戳去。虽攻势诸多，但宁晨还是喜欢他的掏心攻击，简单直接。撕了！瞬间，清玄长老的衣裳破开，那铲子寒芒已是遁入他的胸膛，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回过神来，猛地连连退后。等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后，他才是松了口气。而胸前已是有一个狰狞伤口，鲜血直涌。若是再反应慢点，恐怕宁晨的铲子就能直接洞穿他的胸膛。操！这小子的战斗经验也异常丰富，可恶，他究竟是什么人？清玄长老骂骂咧咧：“宁晨，我可不是白被女魔头虐的。怎么会这样？他明明比师尊境界低，可却能让师尊落入下风。”叶兰儿惊呼一声，美眸中满是深深的愕然之色，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只笛子，吩咐其他弟子：“快，吹动御兽之音，帮助师尊。”是，叶师姐。当听到叶兰儿的话后，旁边众御兽宗弟子当即也是从怀中取出一只玉笛，接着放在嘴边，开始吹动那御兽之音。嗡，嗡嗡。伴随叶兰儿等御兽宗弟子手中玉笛发出一道道笛音，只见原本因恐惧而蜷缩的兽潮仿佛感受到了召唤一般，双眸一下子变得无比血红，接着竟是克服心中恐惧，发出一道道嘶吼声着朝着宁晨袭去。
宁晨立马察觉到妖兽的诡异，眉头一皱，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叶兰儿等御兽宗弟子身上。敌音可影响妖兽心智，从而控制他们的行动吗？宁晨喃喃一声，一下子就分析出了御兽宗的御兽之法。旋即他一步后退，取下腰间唢呐，直接动用乐道之力。御兽宗的御兽之音也是3000大道乐道的一种，那就以乐道对你的乐道。伴随唢呐响彻，那唢呐之声瞬间就冲破了那御兽的敌音，宛若一道道声浪一般，瞬间将其音波摧毁。吼！那原本冲向宁晨的兽巢群，双眸之中的血红消散。当看清自己冲向的是那个煞星时，顿时刹停脚步，看向宁晨的眼神满是惊恐。整只兽顿时就清醒了。什么？他能将我们的御兽之音给打断？几个御兽宗弟子脸色大变。再来！叶兰手握玉笛，眼中满是不服输，拿起御兽笛就欲继续。可就当他拿起之时，却是惊骇地发现御兽笛竟发不出任何声响。他不仅打断了我们的御兽之音，甚至破坏了御兽笛。几个御兽宗弟子也是试了一下，顿时脸色大变。你会乐道？当清玄长老看到这一幕时，眉头一皱，顿时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大变。你是魔音宗的真传弟子？魔音宗？此话一出，城墙之上众修士脸色大变，看向宁晨的眼神充满了深深的忌惮之色。自身实力极强，精通乐道，又是魔门魔修，那就很有可能是魔音宗的真传弟子。既是魔音宗弟子，那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清玄长老眼中闪过一抹冷色，笑道：你不会以为我御兽宗的手段仅仅只是操控妖兽吧？伴随其话音落下，只见清玄长老身上爆发出一道恐怖气势，接着整个人衣服裂开，原本枯瘦的身体竟充斥肌肉，肌肤呈现出赤金之色，体表毛发瞬间变得无比茂盛，整个人宛若一座小山一般。吼！接着伴随一道低吼声，一只巨大无比的通天猿猴虚影出现在清玄长老身后，其通体赤金，足足有数十丈之高，这是御兽宗的御兽心法。据说修炼此心法，能选择驾驭一只极强的本命妖兽，修炼至万象境时，甚至能将其作为自身的万象法相，威力惊人，达到人兽合一，吸收其所欲妖兽之力。城墙上很快便是有修士看出了清玄长老此招的来历，当即是一脸凝重道：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夫这通天元法相。妖兽化的清玄长老看向宁晨，人妖。看到清玄长老这般模样，宁晨皱了皱眉，觉得有些恶心。混蛋！听到这话，清玄长老嘴角直抽，眼中闪过一抹怒火。老夫这是人兽合一，人兽合一，你他妈才是人妖！然而他这般急，却只换来了宁晨轻描淡写笑眯眯的一句：没区别，小子你找死！清玄长老暴喝一声，旋即握紧拳头，一拳便是朝着宁晨隔空砸来。而与此同时，他身后那数十丈的通天元法相也是握紧拳头，朝着宁晨砸来。这便是万象境修士的法相随体攻击。通天元法相那宛若山岳般的拳头顿时朝着宁晨砸了过来。轰！见状，宁晨身上浮现黑气，动用天魔化身，一道道黑气覆盖周身，宛若一道铠甲一般，接着握紧拳头，朝着那如山岳般的拳头砸去。不知死活，就算你肉身再强，能有老夫这通天元的肉身强吗？看到这一幕，清玄长老嗤笑一声，接着浑身灵气涌动，一股更加强大的气势涌入通天元法相之中，力量瞬间再度扩大数倍。在那山岳般的身影之下，宁晨身形显得十分渺小。与此同时，双拳重重轰在一起，轰！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天际。下一刻，宁晨的身影瞬间倒退数十米。施展法相后，他果然不是师尊的对手。看到这一幕，叶兰儿等人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松了口气。当看到宁晨倒退数十米时，清玄长老却并没有喜色，眼中反而闪过一抹疑惑之色，硬接通天元法相一拳，居然毫发无损，只是退后数十米。他的肉身竟这么强！咔嚓，咔嚓！可就在这时，一道细微的破碎声顿时引起了清玄长老的注意。他皱眉看去，瞳孔骤缩，只见自己的通天元法相与宁晨相碰的拳头上，竟是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纹。这怎么可能？清玄长老脸色大变，有意思，再来！不远处，宁晨稳住身形，眼中闪过一抹战意，体内丹田那金色灵气不断翻涌，接着手握藏诀，竟是朝着清玄长老主动攻来。霎时间，凌厉的剑意从其铲上浮现。明明是一柄铲子，却有如此剑意。看到这一幕，城墙上众修士有些错愕，接着有些疑惑。那魔音宗真传弟子好像是刚刚修炼到万象境，还没来得及修炼万象法相吧？不然他为什么不用呢？是啊，有道理。不过可惜了，万象境修士最为重要的就是法相，
在未曾施展法相时，那魔音宗真传弟子就能凭借万象一星修为压制万象三星的清玄长老。只可惜法相一旦施展，就渐渐落入下风了。周围众修士皆是暗叹。而此刻，城外两人已是交手了上百招。轰！伴随清玄长老通天元法向一拳轰出，宁晨身形再次倒退了数十米，不过也在其法相之上再度留下一道铲中剑意。不过这一次，宁晨却没有再度扑了上来，反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清玄长老。你笑什么？看着宁晨的笑容，清玄长老心中忽的有一股不安预感。该结束了。宁晨轻笑道：是该结束了。清玄长老冷笑一声，就欲直接将宁晨拿下。可就在这时，宁晨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让他愣了一下。你刚刚说了，这是人妖合一，对吧？宁晨那有些意味深长的目光落在清玄长老身上。是人兽合一。清玄长老嘴角直抽。都一样。宁晨不在意的笑了笑。关键在于，这通天元法相乃你本命妖兽所化，法相虽能承受大部分攻击，但你本体或多或少也会一并承受。清玄长老皱了皱眉，似是没想到宁晨这么快就发现了。他冷笑一声：那又如何？凭你的攻击，想破老夫这通天元法相的防，痴心妄想，是吗？宁晨不置可否轻笑。接着他忽地跃向空中，想逃。清玄长老当即是暴喝一声，那数十丈的通天元法相当即是伸出巨手，朝着宁晨一巴掌拍了过去。然而就在此时，天穹之上竟是出现一道道浓厚的乌云，将月色掩盖，紧接着一道庞然之物浮现而出，仿佛要遮蔽天日，瞬间将通天元法相给震飞。怎么回事？清玄长老稳住身形，顿时皱紧眉头，死死地看着那云层中的庞然巨物。那是什么？与此同时，月夜城的城墙上，众修士目光也是死死地盯着。当乌云散去，月光照耀，众人只看到那庞然之物竟是一本漆黑无比的古书。一本书，包括清玄长老在内的所有人皆是一愣。而此刻，宁晨脚踏虚空，月色照耀在他那一袭黑衣之上，更是整个人显得无比清冷。接着他一只手抬起，那庞然的古书便是化作一道流光出现在他手上。月色下，宁晨一手持着藏书，一手紧握藏诀，目光淡淡的落在清玄长老身上。此刻在他的视线之中，无数死字已是密密麻麻浮现清玄长老周身，这都是他刚刚攻击所致，每一道攻击落下便是一道死字，当死字积累到足够多时，死兆便已是降下。你可以死了。夜色之下，宁晨淡漠的话语响起，宛若月色之下宣判死亡的死神一般。话音落下，瞬间无数死字瞬间凝实，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也包括清玄长老眼前。轰！恐怖死气爆发而出，那无数的死字汇聚成一个无比庞然的血红死字，落在清玄长老身上。什么？这是一个死字？清玄长老脸色一变，接着灵气浮现，握紧拳头，想要将那血色死字给轰碎。轰！然而一拳下去，拳头却仿佛是从那死字身上穿过。什么？清玄长老一愣，可还不等有所动作，忽地一道身影鬼魅般的出现在自己身前。只见其一脸淡漠，一手持着那藏书，另一手握着的藏诀高高举起，朝着他的头颅挥下。这一刻，清玄长老刹那间仿佛看到那一袭黑衣的青年手中铲子有了变换，仿佛不是一柄铲子，而是一柄索命的镰刀。死神！清玄长老惊骇声音戛然而止，接着人头飞起，生机顿时消散，一切归为平静。城墙之上以及不远处的叶兰儿等人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谁也没想到战局竟一下子就反转，仅仅只是一招，那魔门魔修就能瞬间将清玄长老反杀。那本漆黑古书，难不成是他的万象法相？宁晨没有理会周围众人的惊骇，手中的自动翻阅藏书自动合上，随后凭空消散。接着他扛着藏诀，拖着清玄长老的无头尸身，朝着一旁的叶兰儿等人走去。叶师姐，他来了。当看到那一袭黑衣的青年朝着他们走来时，几个御兽宗弟子脸色大变，连忙是冲着一旁的叶兰儿说道。然而此刻，叶兰儿早已是被吓傻，呆愣在原地。跑！见状，御兽宗这几个弟子连忙是转身就跑。然而下一刻，一道寒芒闪现，破空而来，瞬间将几人直接洞穿。而此刻，叶兰儿终于是回过神来，刚欲开口，宁晨便已是来到了他的身旁。看着其脸上那和善的笑容，叶兰儿顿时被吓得身体一哆嗦，瘫软在了地上。别杀我！叶兰儿吓得花容失色，想到魔门都喜爱炉鼎，当即是再度求饶。我愿意当前辈的炉鼎，供前辈玩弄，只求前辈饶我一命。炉鼎！宁晨眉头一挑，
嘴角掀起一抹笑容，上下打量着叶兰。这叶兰容貌倒也算出众，身材也算还可以，胸怀傲然，娇臀挺翘。不过我不喜欢卢鼎。听到这话，叶兰脸色瞬间惨白。我不杀你，你走吧。宁晨挥了挥手，多谢前辈。叶兰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当即是起身，看都不看一旁师兄弟的尸身一眼，转身就跑。然而下一刻，一抹寒芒闪过，瞬间洞穿他的胸膛。我不杀你，我送你新生。宁晨的低语声在耳畔响起。这叶兰和御兽宗其他人刚刚可是动用了御兽之音操控妖兽袭击他，就已是敌人。对于敌人，他向来不会心慈手软，不愧是魔门，杀伐好生果断。城墙上，众修士倒吸一口凉气。他这是要做什么？忽的，众修士看到宁晨竟是扛着那铲子，拖着御兽宗几人的尸身，朝着城外的一棵古树而去。他这是要做什么？当看到这一幕时，众人眼中闪过疑惑，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当宁晨在御兽宗几人尸身上一顿摸索，将值钱之物尽数收走之后，便是用肩上扛着的铲子开始挖出一个个葬坑，接着将他们尸身放入，点燃3根往生烛，这是将他们埋了。看到这一幕，众人错愕不已，这管杀还管埋的。而此刻，宁晨没有在意城墙上修士错愕的目光，点上数根往生烛后，方才是缓缓起身，接着一道浓郁的灵气反哺涌入丹田之中。他修炼几天不见提升的修为，终于是再次迎来了突破，万象近2星了。片刻后，宁晨感受到提升后的修为，不由是长舒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看向清玄长老的所葬之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往生之眸运转，开始查看清玄长老的生前念想。很快，一道道画面在宁晨眼前不断浮现。片刻后，伴随画面消散，从清玄长老的生前念想中看到了御兽宗这群人此行的目的，除了是趁着受潮制造混乱，收服妖兽，逼出10万大山中的妖王捕捉，以后对付天魔教以外，还有一事顿时是吸引了宁晨，一颗妖兽蛋。宁晨皱了皱眉，清玄长老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进入10万大山寻找一枚不同寻常的妖兽蛋。虽没说这妖兽蛋不同寻常在何处，但能让清玄长老一直念想着，说明其也不简单，倒是可以留意一下。宁晨喃喃一声，反正这9幽魂种秘境也在10万大山之中。往生之眸停止运转，眼前还有一个可见面板，御兽之音可领悟。御兽宗的武学御兽之音，宁晨眉头一挑，自己有3000大道乐道的基础，领悟起来并不难。呼，将能白嫖的都嫖完，他方才是扛着藏诀，转身朝着月夜城内走去，只留下城墙上众修士那满是错愕的目光。管杀又管埋，在狠人与好人之间左右互搏，众修士纷纷摇头。很快，宁晨便是回到风雨来客栈，算算时日，今日一过，藏神领域的冷却便好了，不知女魔头的茶泡好了没有？宁晨盘腿坐在床榻之上，喃喃着，从天魔叫出来也有数天时间了，等女魔头那一壶足以让自己不惧迷魂之物的茶泡治好了后，自己差不多就要动身进入9幽魂种了。呼，等拿完女魔头泡的茶，明早就去明月城内收集有关于9幽魂种的情报。做好打算后，宁晨开始彻夜修炼，一边等待凌晨的藏神领域冷却完毕天魔教。圆月高挂，天魔峰，掌教居住之所。房内正摆着一个浴桶，浴桶中水汽弥漫，点点花瓣飘在水面之上。而此刻，骆长武小心翼翼地褪下那一袭红裙，瞬间房间内春色豁然。接着，骆上武踮起脚尖，玉足轻迈，伴随浴桶中泛起一道道波纹，他已是躺入浴桶之中，一脸的惬意。算算时日，那家伙已是去了数天时间了。凌晨一过，那空间冷却也应该是结束了。骆上武喃喃一声，不对。忽的，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柳眉微蹙。我在意那家伙作甚？这几日自从宁晨离去，那家伙的身影就频繁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挥都挥不出去，应该是无上魔诀的影响。骆长武先细玉手拨弄着飘在水面上的花瓣，无上魔诀本就分阴阳2卷，阴阳相吸，所以自己才会频繁想到那无耻的家伙。肯定是这样的。嗡嗡。就在这时，突然周围忽地开始出现空间波动。这是那家伙的空间。当看到那空间波动之时，骆长武愣了一下，可伴随自身融入空间之时，他却忽地意识到不对劲。那家伙什么时候拉自己不好，非要挑自己沐浴时？深夜，风雨来客栈。呼，当凌晨一过，宁晨长舒一口气，结束修炼。藏神领域的冷却结束了。宁晨喃喃一声，打算现在就施展藏神领域，将女魔头拉进来。毕竟明天一大早他就打算进入10万大山去9幽魂种，
所以明天肯定是没时间的。也不知女魔头现在在干嘛，应该是在修炼，应该也不会打扰到她。宁晨喃喃一声，接着直接施展葬神领域，一瞬间，周围的空间便是发生了变化。很快，他便是已完全身处情侣空间之中，而眼前一道熟悉的倩影也是浮现在眼前。前辈，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不知前辈想我了。宁晨脸上洋溢着笑容，主动迎了过去。然而，当他靠近之时，却是话音戛然而止，瞳孔骤缩，只因眼前的画面着实是让人有些血脉喷张。只见女魔头此刻竟是坐躺在一个浴桶之中，不着片缕，下半身躺在飘着花瓣的温水中，而上半身则是暴露在空气之中，也暴露在宁晨的眼前。虽说两人已是互相为彼此解了不少人欲之结，但其实宁晨并没有时间好好欣赏女魔头那堪称完美的娇躯。但此刻，他终于是有机会认真欣赏了。如玉挺拔，小腹平坦，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宁晨呼吸一下子就急促了起来，感觉体内的血液一下子就如江流一般奔涌起来。不知为何，女魔头好像对他有致命的诱惑，根本克制不住。死！女魔头这是在沐浴的时候被自己拉入情侣空间了，可还不等宁晨多看，骆尚武那冰冷淡漠的声音忽地响起：“还看？眼睛不想要了，转过去。”闻言，宁晨撇了撇嘴，小声嘟囔：“又不是没看过。”索性也不转身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你听到宁晨的话，骆尚武没好气地瞪了这无耻的家伙一眼，接着上半身缩入水中。不过不知是这浴桶太小的缘故，尽管他整个都尽力地往里缩，但也只能勉强让那傲然藏在水中，香肩以上皆是暴露在空气中，反而增添了一份妩媚，看得宁晨眼睛都直了。登徒子，骆长武眯了眯眼睛，冷声道。说话间，生劲剑漂浮而起，直指宁晨。我又不看别人，我看前辈你，算什么登徒子？宁晨撇了撇嘴，接着又是看了一眼那漂浮着指着自己的嫁妆。前辈，你最好少拿嫁妆指人，小心别人给抢走。呵，骆尚武冷笑一声，天灵界内有谁能将生劲剑当着他的面拿走？然而，还不等他话音落下，忽的一道身影忽的出现在浴桶前。看着近在咫尺的宁晨，骆尚武柳眉微蹙，往水里缩了缩，可还不等他多说什么，一只大手忽的伸了过来，接着便是一把将生劲剑握在了手中。嘿嘿，前辈，你先泡着，我拿你嫁妆去练会儿剑。说完，宁晨便是嘿嘿一笑，拿起女魔头的嫁妆就跑到一旁开始练剑。骆长武愣了一下，他刚说没人能在自己面前将生劲剑拿走，可下一刻这家伙拿起来就跑。最关键的是，生劲剑竟没有丝毫反抗。生劲可不是寻常之剑，早已诞生灵性，除了他以外，别人动他，他可是能直接将其斩杀的。这家伙竟能让生劲认可。看着握着自己嫁妆挥剑生风的宁晨，骆尚武柳眉微蹙，接着他冷哼一声，索性就泡在浴池之中，看着不远处的宁晨练剑。一个多时辰后，呼，虽然还是正统的剑用剑意更加流畅，但还是藏诀更深得我心。宁晨长舒一口气，嗡嗡，女魔头的嫁妆震了震，似是表示不满。他在说什么？宁晨疑惑地看了生劲一眼。他在说你渣男，明明用他练剑，却说别的比他好。这时，身旁骆尚武那清冷的声音响起。此刻他已是穿上那一袭熟悉的红裙，从宁晨手中将生劲接了过来。可有吗？宁晨轻咳一声，他当然不承认，他可绝世好男人，是不是你心里清楚？骆尚武淡淡看了他一眼，接着问道：你现在在哪？月夜城。宁晨笑着道：多亏了前辈给我的戒图，我才能寻到一处暂时休息之所。骆尚武轻恩一声，倒也没有否认给戒图一事。对了，倏然宁晨似是想到了什么，疑惑地看向骆尚武前辈，那风月客栈明明是风花雪月之地，怎么会是吉凶极恶之地呢？你是不是标注错了？你想去？然而女魔头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美眸淡淡地落在宁晨的身上。这当然，宁晨刚想逗一逗女魔头，可忽地察觉到身下一凉，接着便是瞧见女魔头身后竟是浮现出了一柄灵气所化的剪刀。他嘴角一抽，连忙是否认：那当然不去了，我可是正经人，怎能去那种肮脏之地？开玩笑，我读书都读春秋的。那他是不是吉凶极恶之地？女魔头追问。当然是了。宁晨没有丝毫犹豫，为了兄弟，他没有选择。那我有没有标注错？当然没有，前辈怎么可能会标注错？哼，那不就行了？骆长武似是胜利性的冷哼了一声，玉手一挥，身后那一柄灵气所化的剪刀默默消散。
围绕在宁晨身下的凉气也随之消散。呼，差点兄弟不保。当身下那一抹凉气消散，宁晨方才是重重的松了口气。女魔头这一招也太狠了，他就不怕自己守活寡吗？前辈，我打算明日之后就出发前往九幽魂冢。宁晨看了女魔头一眼，洛尚武颔首，接着玉手一挥，一个茶壶便是出现在手中，接着将其递给宁晨。茶我已泡好，你进入九幽魂冢前喝下便可。多谢前辈。宁晨小心翼翼地接过，接着将这一壶茶给收了起来。嘿嘿，那前辈我就先告辞了。看到宁晨拿完东西就要跑，洛尚武真想一剑刺死这个死渣男。他柳眉微蹙，强行忍住。此处空间还能维持数个时辰，你不修炼就这般浪费掉。可是前辈，我最近修炼好像到了瓶颈期。宁晨皱着眉叹了口气。听到这话，洛尚武柳眉微挑，不动声色地平静道：不懂的可以问我。真的吗？此话一出，宁晨的声音陡然提高，脸上浮现一抹喜色。看到这一幕，洛长武忽地觉得这家伙好像就在等自己说这句话一般。接着他微微颔首，双手抱胸，用清冷的声音说道：当然。嘿嘿，多谢前辈。宁晨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这让洛尚武更加确定这家伙就是故意的。前辈，你不会是不想让我走，所以才想着要指点我的吧？就在这时，宁晨那贱兮兮的笑声忽地响起。当宁晨此话一出，洛尚武不由是愣了一下，看了那笑眯眯的宁晨一眼，接着嘴角掀起一抹绝美无比的笑容。是啊。此话一出，反倒是轮到宁晨愣住了，他错愕地看向女魔头，当看到其脸上那掀起的绝美笑容时，顿时是有些慌了。他只是皮一下，完全没想到洛长武会这么说。不对劲，这女人十分有9分之不对劲。你刚刚练剑了吧？而就在这时，女魔头那清冷的声音响起。此刻她手握生镜，一边优雅地擦拭着剑身，一边和善地看着宁晨。宁晨话音还未落下，嗖，女魔头便是提剑猛地刺来。卧槽！宁晨惊呼一声，手中一道寒芒浮现，接着将藏诀握在手中，运转剑意进行抵挡。争！刹那间，藏神领域之中，剑意流转。女魔头那恐怖的剑意直指宁晨，在她那恐怖的剑意下，宁晨的剑意就好像一个没成熟的小孩一般，完全不是对手，只能被动防守。宁晨咬着牙，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报复，完全是出于刚刚对那句话的报复。剑意持续不断，足足数个时辰后，距离藏神领域消散还有数分钟时间。情侣空间内，呼，前辈，你这剑意也太强了。宁晨躺在地上，浑身是汗。这数个时辰的剑意试炼，虽然他连女魔头的衣角都没碰到，但对剑意的提升却是无比巨大的。果然还是和高手交手才是变强的最好方式啊！宁晨忍不住感叹道：就是不够尽兴，是吗？一旁，洛长武美眸看了他一眼，收起嫁妆，接着淡淡道：那下次我动用灵气。宁晨嘴角一抽，凭女魔头的实力，若是动用灵气，恐怕一剑就把自己给劈死了。女魔头究竟有多强，这还是个谜。前辈大可不必哈，我说的不够尽兴，只是因为这情侣空间时间太短了。他干咳一声，默默解释说道，接着笑眯眯地看着女魔头，若是时间能再长一点，我就能和前辈多待一段时间了。花言巧语，洛长武瞥了他一眼。宁晨嘿嘿笑了笑，接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接着伸了个懒腰。每次和女魔头在情侣空间磨练剑意后，他都能明显感受到自身剑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收获匪浅。好了，前辈，情侣空间快结束了，我就先回去了。宁晨准备离去，慢着。然而就在这时，洛尚武却是忽地出声，叫住了宁晨。怎么了前辈？宁晨疑惑地看着洛尚武，嘴角掀起一抹笑容来。前辈不会是舍不得我吧？洛尚武懒得理会这个无耻的家伙所说的话，只是玉手一挥，接着一个储物戒浮现手中，递给宁晨。拿去。这是……当看到女魔头递过来的储物戒时，宁晨不由是愣了一下，里面有一点灵璧。洛尚武淡淡道：我给你的戒图上标注了不少关于九幽魂种的情报，你可以作为参考，不过也可以去收集一些新的情报。月夜城内有一流势力玄机阁所设的玄机楼，玄机阁最主要的是乃情报以及拍卖会。月夜城的玄机楼经常会进行拍卖，拍卖一些以及拍卖关于九幽魂种新情报，这些都需要钱。你有钱吗？洛尚武说完便是淡淡的看着宁晨。听到这话，特别是听到女魔头一句你有钱吗，宁晨有些窘迫。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像前世的阿姨问你，小伙子你还想努力吗？多谢前辈。宁晨不想努力了，
默默地从女魔头手中接过了那储物戒。等宁晨拿走储物戒，骆长武方才是转身离去。很快，葬神领域便是消散。客栈内，玄机楼吗？宁晨喃喃一声，打算明天天一亮便是打算动身前往。旋即，便是开始彻夜修炼。与此同时，天灵界玉兽宗，宗主，大事不好了！玉兽宗大殿内，一道慌乱的声音响起，一个玉兽宗长老火急火燎地跑入大殿之中。何事如此惊慌？大殿内，一个穿着华服的中年男子把玩着盘在其手臂上的紫蛇，看了那长老一眼，淡淡问道。那长老语气焦急，连忙是说道：清玄长老的命牌碎了，不仅是他所带去的玉兽宗弟子的命牌皆是碎了。什么？听到这话，玉兽宗主方才是皱起了眉。他可是交代了清玄一件特殊任务，那颗妖兽蛋对玉兽宗极为重要，不想声张，他方是仅派清玄长老一人前往。可现在，清玄长老居然死了，谁杀的？不知。那玉兽宗长老连连摇头，只知道清玄长老是死在了月夜城。月夜城，玉兽宗主眼中闪过一抹冷冽之色，皱着眉。我玉兽宗可是加入了正道盟，难道月夜城那群修士不知道吗？他语气中充满了自傲。虽说玉兽宗只是一个二流势力，但他们可是抱上了正道盟这个大腿。正道盟内高手云集，别说是一流势力了，就算是顶尖势力都有好几个。就算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立马派人过去，本宗主倒要看看谁敢这么大胆子，敢杀我玉兽宗的人。他当即是冲着那玉兽宗长老吩咐道：是，宗主。翌日，宁晨结束了彻夜修炼，天刚刚亮，他便是从风雨来客栈走出，朝着月夜城内走去。很快，他便是看到了女魔头所说的玄机楼。此刻，玄机楼前已是围满了乌泱泱的修士。这么多人，宁晨眉头一挑，默默走了过去，随意地拍了拍一个修士的肩膀，轻笑问道：这位道友，玄机楼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废话，你连玄机派？那修士不耐烦地转过身来，刚想冷嘲热讽，可当他看清那身后那人时，顿时一个哆嗦，魂都差点被吓了出来。他嘴角哆嗦，身体颤抖，指着宁晨颤声道：黑衣死神，黑衣死神。听到这修士对自己的称呼，宁晨眉头一挑，是因为见了昨日自己的战斗吗？而后方的动静瞬间也是吸引人群目光看来，脸色顿时大变，议论纷纷。黑衣死神，他怎么来了？难道他也要去九幽魂种？显然，昨晚宁晨与清玄长老一战，让不少人感到忌惮无比。最关键的是，他那管杀又管埋的操作，让不少人感到心悸。这人肯定有什么特殊癖好，或者有什么心理变态，总之绝不能招惹。回前辈，玄机楼马上便要开启新一次的玄机拍卖会，据说此次有不少好东西，甚至还有关于九幽魂种的最新情报。据说是玄机阁派强者进入了那九幽魂种的瞩目之中，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哦，进入到了瞩目之中。听到这话，宁晨眉头一挑。虽说这么多年来肯定有强者能进入瞩目之中，但这些强者可不会将情报分享出来。如今玄机阁竟是要拍卖这个情报，有点意思。宁晨喃喃一声，也不知女魔头给的1点灵币够不够自己霍霍的。很快，在众人的目光之中，玄机楼的大门忽地打开，接着一个玄机楼的负责人走出，看向众修士：诸位久等了，现在可以陆续入场了，月夜城玄机拍卖会即将开启。此话一出，等候的众修士当即是眼中闪过一抹喜色，朝着玄机楼内走去。见状，宁晨也是动身，随着众修士进入玄机楼的拍卖会场，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很快，等所有修士寻好位置，玄机楼内一个穿着旗袍的妖艳倩影走上拍卖台，是月夜城玄机楼首席拍卖师纳兰小姐。当看到那道红裙倩影时，拍卖会场内众修士目光顿时被吸引了过去。诸位，好久不见。纳兰月笑意盈盈地冲着在场修士打着招呼。等差不多活跃了场上气氛，调动了这些修士的情绪后，他方才是开始此次的拍卖。正戏终于开始了，宁晨总算是打起了一点精神。虽然知道拍卖师需要卖弄一点风骚才能激起修士的拍卖欲望，但他属实无感，提不起半点兴趣。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难道说自己已经丧失了世俗的欲望？但每次有这种想法，看到女魔头时，他就顿时明白什么失去世俗的欲望，那简直就是扯淡。所以归根结底，他觉得应该是女魔头帮助他给别的女人驱魅了，毕竟以女魔头的容貌身材，足以让他对很多女人驱魅了。很快，伴随那蓝月那妩媚的声音不断响起，一件又一件拍卖品不断出现，大多都是一些武学功法或者灵武之类的。宁晨对这些倒是没有太大的兴趣，毕竟自己都有，而且能白嫖，完全没必要去浪费这个钱，而且也并不算太好。
起码对宁晨来说。接下来所要拍卖之物，我想诸位要进入九幽魂种的道友恐怕会感兴趣。这时，那蓝月的声音再度响起。宁晨目光看去，来了兴趣。接下来所要拍之物为一件灵物，但是一件特殊的灵物，名为斩明灯。周围应该都知晓九幽魂种中有迷魂之物的存在吧？据说这斩明灯能帮助修士安全通行。纳兰月此话一出，顿时整个拍卖场内众修士眼中皆是闪过一抹激动之色。能安全通过迷魂之物，这对想要进入九幽魂种的修士来说，绝对是件神物。斩明灯拍卖价为500万灵币起，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灵币。说到这，纳兰月又补充了一句：据说此斩明灯没有一个差评，诸位可以起拍了。伴随他话音落下，周围众修士当即是开始纷纷报价：510万、540万，斩明灯。然而，当听到那蓝月的话，宁晨却是并不觉得这斩明灯真有这般效果。若真是如此，女魔头也不必大费周章去为自己泡7天的茶了。女魔头的茶不简单，能让她花费7天时间泡制，说明更不简单。这也足以说明九幽魂种中的迷魂之物的不简单。想要凭一盏斩明灯就安全通行，这几乎不可能。更何况没有差评，呵呵，他埋人的服务也没有一个差评。800万灵币，最终这一盏斩明灯被一个玄武教的长老以800万的价格拍去。哥哥，纳兰月掩嘴轻笑，故意卖了个关子。接下来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九幽魂种最新情报的拍卖了。听到这话，在场众修士皆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准备抢拍。终于来了吗？宁晨喃喃一声，也是有些期待。不过在拍卖之前，他得先看看女魔头给他的储物戒中究竟有多少灵币，等下竞拍的时候方才有那个底气。旋即，他临时往女魔头所给的储物戒中看去。下一刻，储物戒中金光闪闪，灵币堆积成了一座又一座的灵山。这就是女魔头口中所说的1点灵币。宁晨瞪大眼睛，女魔头真是个富婆，这得有多少灵币？宁晨临时清扫而过，很快便是对数量有了个认知，这竟然是一个小目标。女魔头说的1点灵币其实是1点灵币，真是个富婆啊！宁晨摇了摇头，忍不住感叹：这软饭吃的真香。有了这一个小目标，那待会拍卖关于九幽魂种的情报时，也算是有了底气。宁晨喃喃一声，已是做好了竞拍的准备。不过他也并非冤大头，若价格过高，他就会放弃竞拍，考虑零元购。关于九幽魂种的最新情报，乃我玄机阁一位轮回境巅峰强者舍命进入其中，拼死带回的情报。只可惜那位强者最终还是陨落。纳兰月眯着美眸看向众人，轮回境巅峰强者进入，都落得个陨落下场。此话一出，在场众人心中一惊，满是凝重。没想到那九幽魂种竟这般恐怖。不过这也更加说明那九幽魂种中机缘滔天，风险越大，机缘越强，这和风浪越大鱼越贵一个道理。虽然意识到了九幽魂种的危险性，但却并没有打消这群修士的，毕竟他们有自知之明，并不会作死进入瞩目。就算是在九幽魂种外围转转，或许也能收获不少好机缘。连轮回境巅峰强者都会陨落，宁晨眉头一挑，难怪女魔头说那九幽魂种危险重重。接下来还请诸位道友听好，我将宣布我玄机阁轮回境强者拼死带出的消息。这时伴随纳兰月的声音响起，在场众修士皆是竖起耳朵，开始认真聆听。但很快他们却忽地意识到了什么。纳兰小姐，你好像还没说此次情报的拍卖起价。多谢道友提醒。纳兰月笑了笑，接着在众人紧张和期待的目光中缓缓开口：此次情报的拍卖价为……说到这，他顿了顿，保持着神秘。不愧是首席金牌拍卖师，吊胃口的本领就是强。以轮回境巅峰强者为代价得到的情报，恐怕价格不低，怕是要上千万灵币啊！一时间，周围众修士议论纷纷。然而当那蓝月的声音响起时，周围顿时陷入一片死寂。过了许久，那不可置信的声音方才是响起：什么0？起拍价是0？纳兰小姐，你没搞错吧？周围众人错愕无比。没错。然而看到无比错愕的众人，纳兰月点了点头，笑盈盈地说道：此次关于九幽魂种的情报，我玄机阁打算无偿公布。此话一出，周围众修士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不可思议，接着眼中满是喜色。居然是无偿公布！宁晨眉头一挑，倒不像别的修士一般那般喜悦，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玄机阁作为一个情报贩子，居然会无偿公布九幽魂种这种秘境的最新情报，特别是还是牺牲了一个轮回境强者换来的情报。可
诸位请安静。这时，纳兰月轻咳一声，示意众人安静，接着在众人的目光中笑着问了众人一个问题：诸位可知九幽魂种为何叫九幽魂种？还不等众人回答，纳兰月便是自问自答。传闻天灵界曾有一位九幽大帝，曾镇压过天灵界整整一个时代，而后来其诡异身孕，便有了这九幽魂种。但世人都说，九幽魂种并非九幽魂种陨落之后的所葬之地，而是他的脱身之地，因为能镇压天灵界一个时代的绝世大帝不可能就这般陨落，他或许只是以假死摆脱某种困境，也来触碰传说中的神境。说到这，纳兰月顿了一下，笑盈盈地看向众人。一时间，众修士议论纷纷。九幽魂种，九幽大帝。听到这番话，宁晨微微皱眉。他倒是已经知晓九幽魂种乃九幽大帝的陵墓，只是没想到这九幽大帝竟这么强，竟是镇压了天灵界一个时代。不过我玄机阁却是证实了，九幽魂种并非九幽大帝的脱身之地，而是九幽大帝的所葬之地。这时，纳兰月的声音再度响起，怯荡的停顿，却是更是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因为纳兰月的声音轻盈，他道：我玄机阁的那位轮回境强者进入九幽魂种的大殿后，在大殿之上看到了一具帝尸，帝尸之上帝威浓郁，就是因为我玄机阁的轮回境强者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丝帝威，方才落得这陨落下场。仅是一具陨落了不知多少年的帝尸的帝威，就能让轮回境巅峰强者陨落。我想不用我多说，诸位也能知晓这帝尸的身份吧。此话一出，周围先是陷入了短暂的死寂，但很快便是掀起了一片喧哗。九幽魂种真是九幽大帝的陨落之地，一具帝尸，帝尸身上竟还有帝威残留，这若是传出去，恐怕天灵界不知多少强者宗门会为此疯狂。毕竟一具帝尸所带来的价值，简直比过任何机缘。帝尸足以让那些炼制傀儡的魔门为之疯狂，甚至帝尸身上还有帝威残留，圣人境强者还能借此感悟帝威，以此正帝。这具帝尸身上简直是全身都是宝。帝尸。对于众人议论之声，宁晨只听到两个字：帝尸。大帝级别的客户，若能将这种级别的客户葬送，那会有多恐怖的提升？究极客户啊！宁晨摇了摇头，感叹一声。虽然很想葬送这种级别的强者，但他还是知晓自己几斤几两的，这种级别的强者凭借现在的自己还没法葬送。不过虽暂时没办法葬送那一具帝尸，但别的客户我却能葬送啊！宁晨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一旦九幽魂种的情报传出去，不知会吸引多少天灵界的强者势力，人越多，场面就越混乱，死的人也就越多。届时他只需跟在这些进入九幽魂种的修士身后，做好后勤工作就行了。道友放心死，我绝对不会让你凉着入葬。拍卖会结束，所有修士陆续离场，但眼中却是充满了深深惊愕之色。很显然，玄机阁给出的这个情报着实是把他们给震惊到了。宁晨做好打算，也是起身离场。可刚刚走出玄机楼，道友请留步。伴随一道男子声音响起，宁晨转身看去，只见三男一女朝着他走了过来。道友请留步。伴随那一道男子的声音响起，宁晨转身看去，问道：何事？道友也打算前往九幽魂种吗？那为首的中年男子笑着问道：在下魔门玄武教长老孙云，这几位都是魔门修士，皆是同道之人，想邀请道友与我们组队。说着，他似是怕宁晨拒绝，连忙是补充道：我们都是万象境修士，不会拖到有你的后腿的，更何况我们有斩明灯在手，能不惧那迷雾？很显然，几人都是看中了宁晨的实力，宁晨斩杀玉兽宗几人的一幕，他们都是看在了眼里。哦，原来是你们拍了斩明灯。听到这话，宁晨有些意外地看了孙云一眼，仿佛在看着一个冤大头，花了800万灵币买了个没有差评之物，能证明什么？证明你有钱？不是证明你人傻钱多。接着摇了摇头，转身离去。没兴趣，与这几人组队对他没什么帮助，反而还会拖累他。与其组队，不如将他们送葬来的实际。这家伙真是好嚣张！看到宁晨无情拒绝，孙云身后几人都是愤愤不平，不满地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毕竟是顶尖势力魔音宗的真传弟子，心高气傲是正常的。孙云摇了摇头。宁晨斩杀玉兽宗的事几乎是已是传遍了整个月夜城，虽说他没暴露身份，但凭借其魔门魔修的身份以及擅长乐道，所以不少修士猜测宁晨应该就是魔音宗的真传弟子。呵呵，孙云冷冷一笑。但九幽魂种可不是心高气傲就能随便进入的，等遇到那迷魂之物时，他自会为他的心高气傲付出代价。当宁晨从玄机楼出来之后，并没有回风雨来客栈，而是转身朝着月夜城外走去，打算骑着清明玄雀现在就前往九幽魂种。
恐怕不出半日，九幽魂种之内有一具帝师的消息，很快便能传遍整个天灵界。届时，不知有多少修士势力为之疯狂。他当然是要打算先去帮诸位道友看看风水如何。此刻，玄机楼内等拍卖会结束，所有修士皆是陆陆续续离去后，纳兰月走出拍卖会场，朝着玄机楼一处密室之中走去。很快，他推开密室的门，恭敬地喊了一句：“老祖！”话音落下，原本空荡的密室之内，一道诡异血影凭空而现，接着一道沙哑的苍老声音响起：“是办得怎么样了？”回老祖。纳兰月恭敬地行了一礼，接着缓缓说道：“您让我发出去的九幽魂种帝师消息已是传出，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吸引不少天灵界的修士进入九幽魂种，届时都将变成老祖你的血石。有如此庞大的血石，想必老祖你很快便能彻底复生。”不错。那诡异血影怪笑一声，只要血石足够，本地便能重临天灵。世人已忘记九幽大帝的名讳了，是时候让他们重新想起来了。没想到，眼前这道诡异血影，便是那曾镇压了天灵界一个时代的九幽大帝。老祖以自身一退为饵，足以吸收足够多的血石了。那蓝月微微颔首，万骸吞尸阵可布置好，回老祖，一切都已准备妥当。那蓝月继续道：“哈哈，不错，本帝当年提拔你那蓝家为玄机阁主脉，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九幽大帝大笑着说道：“那本帝就等着万骸吞尸阵帮助本帝炼化血石，天灵界注定要回到被本帝镇压的时代。”结，出了月夜城，确定无人跟踪后，宁晨方才是朝着城外的树林清明玄阙所在之地走去。可当刚靠近时，宁晨便是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抹警惕之色。有别的修士气息？难道是有人盯上清明玄阙了？旋即他没有丝毫犹豫，收敛气息，取出藏诀，悄然靠近。深处的树林之中，正有着三道身影。此刻三人正将清明玄阙死死围住，眼中满是贪婪之色。宗主叫我们过来调查杀害清玄的凶手，帮其报仇，但没想到竟还有这种意外收获。一个白衣中年男子眼神炙热地看着眼前的清明玄阙，感叹道：“很显然，这三人都是御兽宗派出的强者，来替清玄长老报仇。林长老，你能看出这妖兽是何等品阶吗？”一个瘦弱的老者看了白衣中年一眼，不由问道：“这个吗？”林长老摇了摇头：“这只妖兽就连我御兽宗都未曾见过，我也不清楚。”“哼，再厉害也不过只是一只未化形的妖兽罢了，凭我们三个万象境四星强者出手，还能拿不下这孽畜？”另一黑袍中年冷笑一声：“等拿下这孽畜，再去寻那杀害了清玄长老的贼人也来得及。”“徐长老说的有道理。”一旁两人对视一眼，皆是赞同的点了点头。旋即三人便是朝着清明玄阙围了过去。可就在这时，嗖，一道破空之声响起，一柄漆黑之物瞬间洞穿那黑袍中年的胸膛。那黑袍中年一愣，不可置信地看着插在自己胸膛之上的漆黑之物，低头一看，瞳孔瞬间骤缩，那竟是一柄铲子。什么人？几乎是同一时间，白衣中年和枯瘦老者皆是同时回头，朝着四周看去。刚刚那一柄铲子爆射而来时，他们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等反应过来时，徐长老已经中招了。不过两人看向四周时，周围却是没感受到丝毫气息，好像这柄铲子就是凭空而现的一般。“徐长老，你没事吧？”两人转身连忙是看去，那柄铲子洞穿了徐长老左胸膛，一个血淋淋的窟窿，看得让人头皮发麻。老子踏马的胸膛都被洞穿了，你还问我有事没事？徐长老忍住骂人的冲动，没事，快帮老夫把这铲子拔出来。听到这话，两人方才是松了口气。虽然这一击很猛，但万象境强者也不是这么容易杀死的。旋即，两人皆是帮忙。当握住铲子的瞬间，便是感觉到这铲子竟是无比阴寒。不过两人倒是没有在意，将铲子从徐长老胸膛中拔了出来。噗嗤，当铲子被拔了出来，隐约可从那胸膛上血淋淋的窟窿血洞一侧看到那跳动的心脏。与此同时，徐长老那松了口气、有些庆幸的声音响起：“呼，还好老子心脏在右边，差点一击毙命。看来捅人还是得两边都捅。”就在这时，树林间一道青年有些惋惜的声音响起：“谁？”当那惋惜的声音响起，御兽宗三人眼中闪过一抹警惕之色，立马是朝着声音响起之地看去。很快便是看见树林中一道青年身影走出，其衣袭玄黑之衣，腰间挂着一只漆黑唢呐，此刻正皱着眉头。宁晨皱了皱眉，他一直都觉得贯穿两边的胸膛方才是最稳妥的杀人方式，但藏诀投掷而出，只能选择一边，所以他选择了最为常见的左边。但没想到这家伙心脏居然在右边。
这更加坚定了宁晨以后捅人两边都捅的决心。不过还好，他还有留手，就是你杀了清玄。白衣男子皱着眉看向宁晨，眼前这青年实力不低，竟达到了万象境2星，突然对他们出手，很有可能他就是杀了清玄长老的人。我没杀他，我只是将他葬送罢了。宁晨嘴角掀起一抹和善的笑容。你听到这话，三人脸色一变，这踏马有什么区别？找死！虽不知你万象境2星是如何杀害清玄的，但面对我们三人，你不会有胜算的。白衣男子冷笑一声，霎时间他那万象境4星的气势爆发而出。我当然知道我没有胜算，所以我打算下毒。然而听到白衣男子的话，宁晨一脸实诚地说道。听到宁晨这话，白衣男子三人脸色一变，这家伙是白痴吗？有下毒的打算就这么光明正大地说了出来。旋即三人连忙是各自取出药瓶，开始狂吞解毒丹药。那个，你们别吃了，我有点心疼。宁晨连忙是出声劝阻，他们浪费的越多，那他搜刮的就越少，这怎么就不心疼呢？听到这话，三人更觉得眼前这家伙是个白痴了。我吃我的东西，你心疼个屁啊！我已经下毒了。然而当宁晨那实诚的声音响起时，三人顿时愣了一下，接着不由是冷笑一声。你下毒了，我们更要吃解毒药，你当我们傻？噗！话音还未落下，三人竟是同时一口漆黑的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你他妈真下毒了！什么时候？三人脸色瞬间大变，眼中满是惊愕之色。但最让三人不敢置信的是，他们明明吃了这么多解毒药，就算下毒了也完全能驱毒啊，可为何一点反应都没有？然而这时，那被三人拔出安静躺在地上的藏诀身上却是浮现出一道漆黑阴寒气息。这是死气！三人顿时脸色大变。你他妈不是说下毒吗？怎么是死气？草真他妈的卑鄙！老子宁愿你下毒，下毒还有解，但死气可真是无解。谢谢夸奖。宁晨笑眯眯的道，他是魔门魔修，卑鄙对他来说不是褒义词吗？你为何能操控死气？你是何等魔修？当死气瞬间涌入丹田之中，这三人脸色大变，眼前这黑衣青年不仅能操控死气，甚至所操控的死气竟不简单。这个吗？宁晨笑了笑，我是送葬你们的人。话音落下，其身形瞬间出现在那著黑袍中年身旁，接着下一刻，噗嗤，一只手瞬间洞穿他的胸膛，接着将其心脏用力握住，猛地一握，砰！心脏瞬间爆裂而开。徐长老看到这一幕，其余2位御兽宗长老脸色一变，压根没想到宁晨的速度竟是快到了这种程度，连他们都无法捕捉。找死！白衣中年眼中满是阴沉之色，接着腰间那御兽弧光芒浮现而出，一只巨大的妖兽血狼便是出现，接着他取出一只玉笛，猛地吹响那御兽之音。你的妖兽不错，让你也感受一下。下一刻，伴随宁晨声音响起，接着他同样是取出腰间唢呐，猛地吹响，同样是一道御兽之音响彻。什么？你也会御兽之音？这怎么可能？看到这一幕，白衣中年和一旁的枯瘦老者脸色皆是一变，眼中闪过一抹不可置信。怎么只许你御兽宗用，就不允许别人用了？你的是你的，你的就不是我的了。宁晨笑了笑，两人满头问号。你听听，你这说的是人话？而伴随宁晨的御兽之音响彻，那血狼眼中的猩红顿时变成了一道漆黑之色，接着又变回猩红，又变回漆黑，紧接着伴随眼中神色不断在猩红与漆黑之间来回切换，最终还是化作一道漆黑。很明显，宁晨的御兽之音更胜一筹。什么？看到这一幕，白衣中年脸色大变，宁晨不仅会，甚至还在他之上，这怎么可能？吼！那血狼嘴里发出一道道嘶吼之声，那眼中漆黑之色更是浓郁，接着嘶吼地看着白衣中年，丝毫没有把他当作主人，直接扑了过去。白衣中年脸色无比难看，但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很快强忍死气侵蚀，便与自己精心培养的妖兽战斗到了一起。宁晨抬手，地上的藏诀便是自动落到他的手上，紧紧握住后，他便是笑眯眯地看向那枯瘦老者。接下来到你了。3个万象境4星修士，就算是他1对3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取到上风，所以拆分成3个1打1，对自己反而更有利。哼，就算有死气侵蚀，老夫也不见得会怕你。枯瘦老者冷哼一声，虽然他有受宠，但看到宁晨也会御兽之音后，便果断放弃了。他怕自己的妖兽被宁晨策反。轰！宁晨没有言语，只是手握藏诀，不断地朝着枯瘦老者攻来。好快的速度！枯瘦老者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不敢大意，
连忙是一边抵御死气，一边与宁晨交手。转瞬间，已是过了数十招。好了，不打了。然而，忽的，宁晨却是一个退后，看向两人。呵呵，小子，现在怕了，可来不及了。不远处，白衣中年眼中满是森然杀意，白衣上全是自己受宠的血。若不是这小子，他也不会亲手斩了自己的受宠。所以，宁晨一定要死。怕？我没说怕，我只是说你们要死了。宁晨眉头一挑，接着笑了笑。伴随其话音落下，不知何时，他手中一本漆黑古籍浮现，藏书既已出，那死诏便可宣。两人一愣，可下一刻，他们眼中便是竟浮现了密密麻麻的漆黑死字，体内的生机仿佛被时间加速了一般，快速流逝。死吧！伴随宁晨那淡漠的声音响起，话音落下，无数死字顿时将两人生机瞬间吞噬。啪的一声，藏书合上，缓缓消散。玉寿宗两人已是成了一具没有任何生机的客户。果然，藏书死诏能与死气配合。宁晨喃喃一声，死气的侵蚀性是持续的，那等同于在不断的叠加死字。那死气侵蚀持续到一定程度，那他便能手持藏书，宣布死诏降临。这一刻，死气真正意义上成了死气。旋即，宁晨取出藏神棺，将其放在地上，接着将玉寿宗三人的尸身统葬入棺内，伴随入葬气血进入藏神棺内，浓郁灵气反哺宁晨丹田之中。原来是为了清玄长老来报仇的吗？往生之眸停止运转，宁晨嘴角轻掀，笑了笑。这样的葬了，马外卖请尽量多送点。谢谢，他很喜欢。不过可惜的是，三人对清玄长老要找的特殊妖兽蛋没有任何消息。呼，继续出发。葬完三人，宁晨长舒一口气，接着看了地上的藏神棺一眼，犹豫片刻，便是将其背在背上。九幽魂种内业务可能会有点多，频繁取出倒是有些麻烦，索性就背在身上了。旋即，他背着藏神棺，一步跃上清明玄阙，朝着九幽魂种的方向而去。很快，关于九幽魂种有一具帝师的消息便是从月夜城传出，瞬间点爆了整个天灵界，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各大势力皆是蠢蠢欲动。那可不是一具帝师这般简单，更是大地机缘，足以让任何修士为之疯狂。一时间，天灵界内众多势力悄然行动。天魔教、天魔峰主殿内，七大峰主皆是一副神情凝重的模样。过了一会儿，大殿之上一道显目的红裙倩影出现在七大峰主眼前。见过掌教。七大峰主异口同声，皆是行了一礼。教本地有何事？洛尚武淡淡的看了几人一眼，语气淡漠，声音宛若高原之冰一般冰冷。回掌教，九幽魂种最近出了一个惊天情报。天魔峰主连忙是冲着洛尚武解释说道。九幽魂种，洛尚武美眸微眯，沉默了一会儿，方才是淡淡道：什么情报？是这样的，天魔峰主连忙将月夜城内所传出的关于那一具帝师的情况说了出来，语气中带着些许激动之色。掌教，那可是一具帝师，若是将其带回，对我天魔教而言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机缘。是啊，若能将那一具帝师炼成尸魁，那对我天魔教也是一个极大的战力。魂魁峰主此刻更是无比激动，那一双眼睛都在冒光。对于一个炼制尸魁的修士而言，看到一具无比强大的尸体，简直比看到了赤身裸体的美女还要让人激动。据说那具帝师身上还有地意流转。古玄也是感叹道：大长老不是已达到准地境界吗？若他能吸收这地意，或许能因此突破到地境。帝师，洛尚武柳眉微蹙，淡淡的看向七大峰主问道：所以你们有何打算？回掌教，老夫觉得这是我天魔教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现在便派强者前往，不然去晚一步，全被那些狗东西夺走了。天魔峰主沉声道：我们也是这个想法。古玄等人也是如实说道。不。然而大殿上，洛尚武却是摇了摇头，接着其那清冷的声音响起：此次九幽魂种秘境，我天魔教不参与。什么？掌教这是为何？此话一出，七大峰主皆是有些疑惑，不由问道：有意见？洛尚武淡淡看了几大峰主一眼，不敢。原本还满是不解的几大峰主顿时就老实了，连连摇头。等他们安静下来，洛尚武那冰冷的声音方才是再度响起：诸位难道不觉得这其中是有蹊跷吗？他那好看的眸子淡淡的落在几人身上。这等消息，玄机阁若是知晓，不自己私吞，却要免费传出，目的恐怕就是让整个天灵界人尽皆知。诸位难道觉得天底下会有免费的午餐吗？更何况那是大地机缘。此话一出，七大峰主顿时愣住了，接着顿时反应了过来。是啊，那可是大地机缘，玄机阁那群家伙
就这样把这等消息免费放出来，这明显就是为了吸引人去，肯定有诈。还好掌教提醒，不然我等真是被那大地机缘给冲昏了头脑。天魔峰主有些后怕的松了口气，仅凭大地机缘这4个字，就足以让任何修士为之疯狂了。此事我天魔教隔岸观火便可，其余事情不必插手。洛尚武淡淡看了几人一眼，是掌教。7大峰主皆是点了点头。说完，洛尚武转身准备离去，可刚走几步，他身形顿了一下，接着方才叮嘱几大峰主，这几日本地要闭关，有事找大长老便可。是，掌教。10万大山9幽魂种。黑夜之中，一道背着漆黑古棺的身影在林中跳跃，虽背着那看似厚重的古棺，但其身形却是异常灵活，下方诸多妖兽在酣睡，也完全没有发现他的身影。10万大山不愧是天灵界妖兽聚集最多之地啊！一棵古树之上，宁晨看了眼下方的妖兽群，喃喃道：当进入10万大山后，他就没有再让清明玄阙载着他了，毕竟10万大山内皆是妖兽，以免引起兽潮暴动。这里的兽潮可并非月夜城外的那种小打小闹，一旦出现兽潮，那可是整个10万大山的妖兽倾巢而出，甚至还有妖王存在，恐怕就算是寻常地境强者来了，都未必能全身而退。先去9幽魂种做好接单准备。宁晨喃喃一声，按照月夜城内消息的传播速度，现在恐怕整个天灵界都已知晓9幽魂种有一具地尸的消息了，恐怕明日大部队就会抵达9幽魂种了，他得先做好准备才行。旋即，他取出女魔头给的戒图，接着悄然朝着戒图上标注的9幽魂种的方向而去。约莫半个时辰后，宁晨总算是寻到了戒图上所标注的9幽魂种的位置，这就是9幽魂种。宁晨眉头微皱，朝着前方看去，只见眼前有着一座连绵山脉，整体竟是呈现出一片漆黑之色，死气沉沉，给人一种仿佛来自灵魂之中的压迫感。而山脉之中，隐约可以瞧见有着一道石门屹立，那应该就是9幽魂种的入口。方圆百里，不见一只妖兽踪影，这应该就是9幽魂种没错了。宁晨喃喃一声，旋即朝着9幽魂种山脉走去。不过宁晨倒是没有急着进去，毕竟属于他的机缘还没来呢。很快，宁晨便是寻了一个9幽魂种山脉一个隐蔽的位置，静静等待他的客户们上门。就这样，一直等到翌日清晨。轰！当清晨之时，整个10万大山忽地响起一道道轰鸣之声，这是有人惊动了兽潮。宁晨皱眉看去，不过看规模，好像并非极为庞大的兽潮。他稍微松了口气，若是能引起妖王级别的兽潮，那这9幽魂种就有点危险了。看来是客户逐渐上门了。宁晨喃喃一声，朝着天穹上看去，隐约可见越来越多的修士皆是出现在9幽魂种附近。咻咻咻！一道道破空之声响起，只见一道道强大的修士气息不断降临这一片9幽魂种山脉之中，正门2道皆是有势力来到此地轰。天穹上，伴随一道狰狞咆哮声响起，接着一头布满血色鳞片的蛟龙出现在天穹之上，带起一阵轰鸣落到这片山脉之中。是御兽宗的青龙大长老。当看到那血色蛟龙上的青袍老者人影时，周围不少修士皆是惊呼一声，眼中满是忌惮之色。这可是轮回境强者，还有他坐下坐骑可是6阶妖兽血蛟龙。没想到御兽宗这次竟这般舍得，阵仗这么大。不过怎么看青龙大长老这般愤怒的模样，谁招他惹他了？此刻那青龙大长老眼中满是冷意，目光四处看着。他之所以来，完全是因为他们派出去的长老竟在2天之内皆被人斩杀，究竟是谁处处与他们御兽宗作对？不远处，宁晨隐藏得很好，这御兽宗的人急了啊！当看到青龙大长老时，他眉头微皱，发现万象境强者不是自己对手后，直接上强度了，轮回境强者都被逼过来了。不过这些家伙的目标多半是那特殊的妖兽蛋。宁晨喃喃一声，打算等下稍微留意一下御兽宗众人的行踪。此刻越来越多的修士强者已是抵达此地，除了御兽宗外，天雷圣地、天月派、魔影门、血煞宗等等天灵界一流势力皆是出现在此处。轰！这时一道剑鸣声响彻，只见天穹之上一柄巨剑猛地落下，伴随剑意流转，数道白衣身影出现在众修士眼前。那是正道顶级势力天剑门，那是千劫剑圣千劫大长老，这可是圣人境强者。据说天剑门也已加入正道盟，如今正道盟的势力可谓是越发强盛了，恐怕整个天灵界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是正道盟的对手。当看到那为首的老者时，周围众修士神情逐渐凝重起来。除了这么多一流势力以外，总算是来了一个天灵界的顶尖势力了。千劫老东西，没想到天剑门居然派你这老东西来了。这时
一道怪笑声响起。当怪笑声响彻之时，在场众修士只觉得那声音仿佛是一道无尽魔音一般，不断的在他们脑海中响起，让不少修士头疼刺目欲裂。嗡！魔音无差别的扩散，让在场众修士脸色大变。不远处，宁晨连忙时运转灵气，企图将那声音阻挡，但那魔音仿佛具备极强的穿透性，轻而易举的便是穿过他的灵气防御。只是听到那一点魔音，就让宁晨冷汗直流。这是恶道魔音。他脸色一变，猜出这来者是谁了。哼！千劫大长老冷哼一声，仅是一道冷哼，但却仿佛是一柄利剑出鞘一般，剑意瞬间便是将那一道魔音轻松斩断。好强的剑意！宁晨目光凝重，这应该就是女魔头所说的，虽没有握剑，但当自身剑意够强之时，一举一动都能凝聚出极强的剑意。宁晨双眸发亮，不知自己何时才能修炼到这种程度。不过，这千劫大长老的剑意虽强，但好像比起女魔头的剑意来说还差一点。女魔头还是强啊！宁晨摇了摇头，女魔头目前是他见过最强的人，而这九幽大帝应该是他听过最强的人了。毕竟镇压一个时代级别的大帝，应该要比女魔头强不少。咦？而与此同时，当自己魔音被千劫大长老冷哼一声打破，那一道疑惑的声音响起，接着数道身影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个个身上皆是背着各种奇怪的乐器。魔音宗，魔门也来了个顶尖势力，这下有好戏看了。看到这一幕时，众人不由是眼睛一亮，而魔音宗那为首之人更是让众人无比忌惮。那是一个乞丐装扮、蓬头垢面的血衣老者，其腰间挂着一个个骷髅头，骷髅头上皆是有一个个大洞，很显然这些带着洞的骷髅头便是他的乐道灵物。接着他看向千劫大长老，老夫总算知道为什么天剑门让你这个老匹夫来了，原来你已触碰到地境门槛了，若你能吸收那道帝师身上的地意，怕是就能破圣成帝。什么？只需吸收帝师之上的地意就能破圣成帝？听到这话，周围众修士脸色大变，看向其的目光之中满是深深的敬畏之色。不过说起魔音宗，我记得前段时间月夜城内就有魔音宗一个真传弟子，凭借万象境一心的修为，轻而易举的便斩杀了御兽宗的一位长老。这时有月夜城出来的修士小声议论：你说什么？魔音宗真传弟子斩杀了我御兽宗长老？听到这话，青龙长老脸色一变，但似是完全没有想到杀害清玄长老之人竟是魔音宗的真传弟子。他犹豫了一下，毕竟御兽宗充其量也就是二流势力，魔音宗可是顶尖势力，但一转念想到御兽宗加入了正道盟，天剑门同样加入了正道盟，他心中的底气顿时多了不少。特别是听到千劫大长老已是达到圣人巅峰，更是有底气，当即是质问道：血鹰长老，我御兽宗与你魔音宗向来无冤无仇，贵宗真传弟子却肆意斩杀我宗门长老，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哪来的蝼蚁？血鹰长老眉头一挑，冷冷地看了那青龙长老一眼，轮回境而已，对他来说就是蝼蚁，杀了就杀了，我魔音宗还需向你禀报不成？滚！血鹰长老暴喝一声，滚字之中带着极强的魔音流转。什么？青龙长老脸色一变，他没想到这些魔门中人竟这般暴躁，说出手就出手。争！与此同时，一柄利剑猛地插在青龙长老脚下，剑意流转，将其魔音斩断。接着千劫大长老的声音响起，御兽宗也算是我正道盟的一员了，血鹰够了。见状，血鹰长老无趣地看了青龙长老一眼，没有继续纠缠下去。他们魔音宗来此刻是为了九幽魂种而来的。师尊，这老东西说我魔音宗真传弟子斩杀了他御兽宗万象境长老。这时血鹰长老身旁的女子柳眉微蹙，有些疑惑地说道：可我魔音宗真传弟子中最强者也不过破海境巅峰啊，半步万象啊，哪来的万象境真传弟子？姐姐，管他呢，正道老传统了，找茬前总得给你戴个帽子。血鹰长老怪笑一声，一点都不在意。不过奇怪的是，天魔教居然没人来。九幽魂种山脉此刻已是围满了修士，不过除了天剑门以及魔音宗以外，就没有天灵界正魔两道的顶尖势力了，这让不少势力强者松了口气。如果再多来几尊顶尖势力，那他们恐怕连汤水都捞不着。天魔教也没人来。宁晨微微皱眉，九幽魂种的消息应该早就传到天魔教了，可天魔教居然没人来，难道说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九幽魂种此次消息有些不对劲吗？轰！倏然一道轰鸣声响起，只见位于九幽魂种山脉之中的巨大石门之中，竟是浮现出一道耀眼的幽芒，瞬间是吸引了一众修士的注意力。那是九幽魂种的进入之门，众修士看去，眼中皆是炙热之色。九幽结界破了，可以进去了。天剑门的千劫大长老忽地开口，旋即率先朝着那一座巨大石门而去。
其身旁的天剑门众人也是连忙跟了上去。结节，千劫老匹夫，你可别想把好东西全给占了。血鹰长老怪笑一声，也是带着魔音宗众强者连忙追上。见状，九幽魂种之外的其余一流势力以及众散修强者也是纷纷冲入那石门之中，生怕错过什么机缘。没想到那石门之上居然还有一道结界。等所有客户皆是从石门进入九幽魂种之后，一处茂密树林中，那一袭黑衣、背着古棺、腰间挂着一只漆黑唢呐的身影方才是走了出来。还好昨晚没有轻举妄动。宁晨喃喃一声，长舒了一口气。旋即也是背着葬神棺朝着那石门而去。等宁晨进入石门之中，方才算是彻底的进入了九幽魂种，一股极致阴冷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整个九幽魂种简直就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墓室，只不过是整个墓室都已是和山脉融为在了一起，整个蜿蜒曲折，一个不慎便会迷失其中。不知道女魔头给的界图有没有标注这九幽魂种该怎么走？宁晨喃喃着取出界图。此刻他已脱离大部队了，想要葬送客户，首先得找到客户。就算他能看到可葬的入葬气血，但这九幽魂种若是贸然乱走的话，恐怕自己都得变成客户。当女魔头给的界图取出，宁晨目光看去，将九幽魂种所在的位置放大后，瞬间各种详细标注便浮现而出。果然有，这真是无价之宝。宁晨眼睛微微亮起，旋即收起界图，开始朝着九幽魂种而去。很快，当他刚往九幽魂种深处走去时，眼前便是浮现数道清晰可见的送葬气血，宛若一条条红色的丝线一般指引着前方。这么快就有客户了？宁晨有些错愕，旋即背着葬神棺，运转神鬼影踪步，快速朝着客户接近。很快，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便是从前方传来，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原来是被修士所杀，并非死于九幽魂种秘境的诡异。宁晨看了这些客户一眼，要么被人捏爆心脏，要么被人连着二弟被砍成两半，总之死相凄惨。果然跟在后面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机缘。宁晨笑了笑，接着大手一挥，背上的葬神棺棺盖自行打开一角，露出其中的一片混沌。接着他就欲将这些客户全部葬入葬神棺中。但很快他便是发现不对，这些客户明明没死多久，尸身却是无比干瘪，身上鲜血似乎已是流尽，可周围却是连一点血迹都没有，这很不对劲。明明刚刚接近的时候还能闻到一股很是刺鼻的血腥味，奇怪。宁晨皱了皱眉，运转无上魔诀，体内丹田中灵气运转，感知四周异状。但很快宁晨便是发现不远处一具尸身还有些许鲜血痕迹，旋即他用藏诀将尸身缠起，便是清晰看到那一大滩的血迹。可突然诡异的事情出现了，地面上那一滩血迹仿佛是被人吸吮了一般，快速融入泥土之中。看到这一幕，宁晨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抹凝重。此处的泥土在吞噬人血，不愧是九幽魂种，竟这般诡异。宁晨收回目光，刚刚想将这几具尸身葬入葬神棺内，可却忽地发现一具尸体已是有一半都陷入泥土之中。诡异泥土正在攻击你的客户。连尸体都吃。宁晨脸色一变，藏诀猛地朝着那泥土戳去，那一具客户被他抢救回来，只不过半截身子已是消失不见。这么邪乎，宁晨头皮有些发麻，当即是不再犹豫，先是将那几具客户通通葬入葬神棺中，伴随入葬气血涌入棺内。宁晨一边吸收着反哺进丹田的灵气，一边用藏诀挖那片诡异泥土，试图将被吞食的半个客户找出来。但掘地3尺，却是丝毫不见刚刚吞食的半个客户的踪影。难道这么快就消化了？这好生诡异。宁晨神情越发凝重，难怪就连女魔头都说这九幽魂种不简单。不好！忽的，宁晨脸色一变，似是想到了什么。若这九幽魂种的诡异泥土会吞噬尸身的话，那岂不是在和他抢客户？想到这，宁晨来不及多想，连忙是运转神鬼影踪步，迅速朝着九幽魂种深处而去。很快，九幽魂种内只要有一道可入葬气血的提示浮现在眼前时，宁晨便会悲观出现，赶在那诡异之土吞噬尸身前将客户送葬。就这样，大部队不断往前，而宁晨就默默跟在后方为他们做后勤工作。不多时，死于最外围的客户已是被他葬了个干净。呼，这才是属于我的机缘啊！宁晨长舒一口气，身上那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渐渐消散。很显然，通过刚刚送葬外围修士，他的实力再次获得了提升，已达到万象境3星，并且就连葬神棺的入葬气血都提升了不少。其余客户应该是进入殿内了。宁晨喃喃一声，看向眼前那一座有着石门的大殿。按照女魔头给的界图上对九幽魂种的标注来看，九幽魂种有着数座大殿，每一座大殿中危机四伏，
只有穿过这些大殿，方才能进入最终的主殿。旋即，宁晨走去，缓缓推开那大殿石门。石门之内是一座无比恢宏的大殿，可见9道诡异的石柱屹立。大殿的内一道道绿火通明，照耀整个大殿，将其中景象照耀而出。只见大殿内可见一排排数丈的石像屹立，而那石像群中还可见数道身影在其中不断闪烁，似是在躲避石像的攻击。不过那些石像速度极快，每一击落下都让在场修士有些难以闪避，不少修士被打得吐血倒飞，并且这些石像十分诡异，就算是万象境修士出手攻击落在其上面，依旧对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一时间，石像阵内惨叫声不断，不少原本还打算进入其中的众修士顿时望而却步。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地从大殿之外推门而入，瞬间便是吸引了大殿内众修士的注意，主要是其衣袭着装造型实在是太过诡异，太过吸睛。只见其衣袭黑衣，面容冷峻，背着一尊数丈的黑棺，腰间挂着一只唢呐，整个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并非来自修为境界，而是生命本能的压迫。他是何人？魔门魔修吗？一时间，大殿内不少修士下意识地离宁晨远了一些，眼中满是忌惮之色。然而宁晨却是压根没有理会他们，而是径直朝着那石像阵走去。他要去石像阵。看到这，周围修士愣了一下，还不等他们有所反应，那一袭黑衣的青年已是背着古棺冲入了那诡异石阵之中。吼！当宁晨刚刚踏入石阵之中，身旁一尊数丈的石像瞬间便是嘶吼一声，朝着他一拳砸了过去。轰！宁晨抬手同样是一拳轰去。下一刻，一拳对轰之下，宁晨身形纹丝不动，反倒是那一尊石像仿佛受到了无比恐怖的力一般，瞬间被轰成一堆石屑。什么？仅是一拳就将那尊立石像给轰成了石屑。看到这一幕，周围众修士惊呼一声，眼中满是错愕。那立石像的力量之恐怖，他们刚刚可是有所目睹。一个万象境5星修士不知死活，同样是一拳砸向那立石像，可换来的结果却是变成一滩肉泥。可现在，这背着古棺一袭黑衣的青年仅是一拳就将那立石像给砸成稀巴烂。他这是什么恐怖的力量？他的肉身有这么强吗？一时间，在鬼石阵法之外的众修士错愕不已。开玩笑，自从喝了女魔头的茶，宁晨的身体可是越发强壮，并且这茶他可是天天喝。立石像，宁晨眉头一挑，接着朝着四周看去。这石像鬼阵中的每一道石像似乎都有所不同，仔细看去大约可分为9种石像，而那紧握双拳的石像便是所谓的立石像。石像有9种，大殿内的石柱也有9道。难道说，宁晨心中忽地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啊！就在这时，一道女子的惨叫声忽地从一旁传来。只见一个二流势力清月门的女子被一尊剑石像一剑刺穿小腹，顿时口吐鲜血。孙师姐看到这一幕，不远处清月门的弟子皆是脸色一变，连忙是惊呼一声：救我！孙师姐面色惨白，连忙是虚弱求救。然而听到这话，清月门一众弟子却是脸色微变，有些犹豫，不敢上前。毕竟那可是鬼石阵法，就算是万象境修士进入也有陨落的风险，而且风险极高。争！而此时一道剑鸣响彻，那剑石像已是高举手中的石剑，朝着孙师姐一剑砍了过去。不！孙师姐美眸之中满是绝望。可就在这时，一道青年的声音响起：坚持住，我来救你。话音落下，孙师姐愣了一下，下意识看了过去，只见一个一袭黑衣背着一尊漆黑古棺的青年正在鬼石阵法中狂奔，朝着自己而来。好帅！他愣了愣，顿时心头中满是暖意，朝着那黑衣青年伸出了手：救我！争！然而话音还未落下，那石剑便是洞穿了他的胸膛。霎时间，他眼中的生机渐渐消散，眼中满是不甘之色。明明只差一点，抱歉，我没救下他来。宁晨将那女子抱在怀里，不由是叹了口气。阵法之外，包括清月门内的众修士愣了一下，难道刚刚错怪他了？他不是魔修，不然的话，为何想着要救人？道友已经尽力了。清月门的弟子劝慰道。接着他们便是瞧见那一袭黑衣的青年叹了口气，将背着的棺木放下，小心翼翼地将孙师姐的尸体放入棺内。既然我没法救你一程，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看到这一幕，清月门弟子张了张嘴，却不好说什么。这位道友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啊！吾辈楷模，我居然把他当成魔门魔修，果然圣人说过，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周围众人皆是感叹不已。
将那孙师姐葬入棺内。宁晨方才是合上棺木，将其背在背上，一边感受着反哺进体内丹田的灵气，一边继续救援鬼石阵内的诸位亲爱的可道友。只可惜，凭他的速度却总是差一点，每次客户都精准的死在怀里，然后默默被他葬入葬神棺中。而阵法之外，众修士愣了愣，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这位背着棺材的道友虽说有一颗仁爱的心，但总是差一点啊。还有他那棺材是什么鬼，装了这么多具尸体，居然还能装。唉，我还是太弱了，若是我强一点，或许就都能救下了。既然救不了你们，只能葬你们最后一程了。道友一路走好。将最后一个客户葬入棺木，宁晨叹了口气，嘴角却是有些压不住了。收获颇为丰富啊。埋人，他只埋新鲜的，毕竟这9幽魂种诡异至极，泥土都吃死人，再慢一点恐怕都要被吃完了。接下来就是这鬼石阵法了。宁晨喃喃一声，轻笑着看向这9道石柱。经过刚刚的拯救客户行动，他已是逐渐发现这鬼石之阵的秘密了。9道石柱代表9种大道感悟，恐怕和9幽大帝生前所领悟的大道有关。既然客户机缘已尽数葬尽，那这9幽魂种能获得的机缘也一并带走吧。这位道友，你也抓紧退出这鬼石阵法吧。现在阵法之中只有你一人了，所有的石像都只会对你出手了。阵法之外有修士提醒。好，宁晨笑着点了点头，但下一刻却是握紧拳头，瞬间朝着那鬼石之阵冲去。他这是要为死去的道友报仇吗？这位道友简直是大好人啊。看到这一幕，周围众修士眼中满是敬佩，这简直就是正道的光。轰！伴随宁晨冲入鬼石之阵中，直接握拳朝着那一座座砾石像砸去。他速度极快，身形宛若鬼魅，全然不像刚刚的速度一般，并且目标极为准确，就只轰那砾石像。轰！轰轰！哪怕那些砾石像嘶吼着挥拳，但在宁晨那古怪巨力之下，却是统统化作碎石石屑。不过片刻，整个鬼石阵法之中只剩下最后一尊砾石像。最后一尊。宁车喃喃一声，接着一个跃起，躲避其余石像的攻击的同时，一拳已是重重砸在那最后一尊砾石像的头上。咔咔嚓，顷刻间石屑散落一地。当最后一尊砾石像被宁晨轰碎之时，只见整个大殿竟是一颤。轰隆隆！怎么回事？周围众修士还不知晓是怎么一回事，可下一刻他们便是瞧见大殿那原本屹立着的9道石柱中的一道竟是轰然崩塌，接着一团感悟光芒顿时是朝着宁晨飘了过去。果然如此，宁晨一把将其抓住炼化，顿时感觉原本就恐怖的怪力竟是再度获得了提升。爽！还有8道。宁晨看向那8道石柱，接着取出藏诀，朝着鬼石阵法中的另一道石像而去。下一道是剑石像。那是造化感悟。我擦，原来只需打破同样的所有石像，就能击破石柱，获得封印在其中的造化感悟。当看到这一幕时，阵法之外众修士终于是后知后觉，眼中满是错愕。可说得轻巧，想要打破所有同样的石像，谈何容易？更何况还得注意其余石像攻击。所以刚刚虽有不少修士通过这鬼石之阵，但基本都是避开攻击，直接出阵。但直到宁晨的出现，众人方才明白，这才是真正的破阵之法。那道友好强，凭借一身怪力，竟然直接硬生生的破开了一条道。众修士羡慕不已。可下一刻，他们便是瞧见宁晨忽地又取出了一柄铲子。他这是要做什么？众人一愣，很快便是瞧见宁晨竟是握着铲子，开始对那剑石像发起攻击。而那一柄铲子之上，一道无比锋利的剑意涌现而出。什么？铲子？剑意？一时间，阵法之外众修士瞪大眼睛。他的目标不只是力道造化感悟，还有剑道。然而仅是半炷香的时间后，伴随大殿内9道石柱轰然倒下之时，众修士的表情早已是无比震惊麻木。这位道友竟这么强，一个人就单刷了一整个鬼石之阵。不对啊，他若是这么强的话，刚刚为什么救人总是差一点点？收获不错。宁晨对于这9道造化感悟很是满意，特别是最后一道乃精神道，吸收之后他感觉就连自己的精神都强了不少。继续拿下这9道造化感悟，宁晨身形一动，继续朝着9幽魂种深处而去。前方还有不少客户正等着他呢。好强！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众修士忍不住感叹道。轰隆隆！而此刻伴随9道石柱崩塌，整个大殿终于是承受不住，开始轰然倒塌。不好，快走！众修士脸色一变，然而还不等他们有所行动，便是瞧见那一袭黑衣背着古棺的青年忽地回头，
一脸笑容洋溢地冲着他们招手：“诸位莫慌，我来救你们。众道友，别过来啊！”而此刻，九幽魂冢最深之处，这些血石总算是进来了。一道苍老的血魂浮现，正是九幽大帝。接着他怪笑一声：“结，让本帝看看，万骸吞噬阵帮助本帝吸收了多少血石之力。”伴随话音落下，他那枯骨般灵魂的手抬了起来，接着掌心之中，一个巴掌大小的阵法运转。然而本应该无比血红的阵法，此刻却仅仅只带着一点点的红芒。看到这一幕，九幽大帝不由是愣了一下，眼中满是错愕之色。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比本帝预期之中的少了这么多？九幽大帝紧皱眉头，他明明感受到了很多血石进入，万骸吞噬阵不应该只吞噬这点血石才对啊？难道本帝沉寂不过数万年，这片天灵界的修士就已经这么强了吗？只有强，方才不会死，才不会被万骸吞噬阵给吞噬。有意思，有点意思。九幽大帝怒笑一声：“哼，本帝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强。”出了那鬼石大殿，宁晨便是继续朝着九幽魂冢深处走去。很快，便是来到一处深渊前。而此刻，深渊前可见不少修士身影，甚至还有不少一流势力强者的身影。很显然，真正的大部队方才刚刚抵达这里。没想到这么快就追上了。宁晨眉头微皱，接着朝着那一处深渊走去。当他靠近深渊，很快便明白了此地为何能挡住这么多人了，甚至连一流势力的强者都能抵挡。只见深渊之下竟是一片灰雾，深不见底。仅只是看了一眼，宁晨便感觉自己心跳加速，一股本能的恐惧油然心生。这就是女魔头的所说的迷魂之物。宁晨喃喃一声，只不过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这迷魂之物竟是在一片深渊之中，一旦跃入，恐怕就连想回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如此之多的修士方才会这般犹豫。咦，道友，我们又见面了。就在宁晨打算一跃而下，在迷魂之物中等待客户之时，忽地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只见之前在玄机楼前想与他合作的魔门玄武教的孙云等人，正有些意外地看着宁晨。没想到道友这么快就过了那鬼石之阵，道友运气真好啊！刚刚我们都费了老大的劲，方才从那阵法中冲出来。孙云忍不住感叹道：“什么运气啊？他可是凭借一己之力破了整个鬼石阵法，你居然说那叫运气？”然而此话一出，旁边有刚刚从崩塌石殿中跑出的修士听到这话，忍不住看了孙云一眼，仿佛在看着一个白痴。孙云等人有些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方才是反应过来，接着不可置信地看向那一袭黑衣背着古棺的青年。道友，你破了那鬼石之阵？他们可是跟着那顶尖势力一同而来的，就算是那些顶尖势力的天骄，也并未有破开那鬼石之阵的力量，也是尝试了一番后就直接冲破了鬼石之阵。可没想到眼前这青年仅凭一己之力破了那鬼石之阵。就连周围不少修士听到这话，都是忍不住看向宁晨，眼中满是错愕之色。沉默好一会儿，孙云忍不住问道：“那道友破了那鬼石之阵，可获得了什么机缘？与你何干？”宁晨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孙云讪讪一笑，接着搓了搓手，忍不住继续道：“之前我与道友说的合作一事，道友要不再考虑一下？”没兴趣。宁晨摇了摇头，再度拒绝。旋即转身便是离去。这小子真是有些不识好歹，他能破鬼石之阵，难不成还能安然无恙的从迷魂之物中走出不成？我们可是有盏明灯在手。看着宁晨离去的背影，玄武教其余人忍不住吐槽道：“呵呵，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孙云眯了眯眼睛，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贪婪之色，话音一转：“况且也用不到迷魂之物来让他付出代价。玉寿宗不是在找这家伙吗？只需将这家伙的行踪透露给玉寿宗的话。可是那家伙不是魔音宗弟子吗？”闻言，玄武教其余几人脸色微变，顿时有些担忧。若是魔音宗知晓后报复他们怎么办？你们还真以为他是魔音宗弟子？孙云冷笑一声：“魔音宗真传弟子这身份，从头到尾都只是臆想罢了。若他真是真传弟子，你觉得那魔音宗的血鹰长老不会带他进去？”此话一出，周围几人也觉得有些道理。他若真是魔音宗真传弟子，那我还是天魔教掌教呢。哼，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深渊边缘，庶子，而敢杀我玉寿宗长老！就在宁晨观察之时，忽地一道苍老的暴怒声音响起。感受到强烈的杀意，宁晨眉头一皱，立马回身看去，只见那青龙长老带着玉寿宗众强者，气势汹汹地朝着他走了过来，而其身旁隐约可见孙云几人的身影。你们几人搞的鬼吗？宁晨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庶子，不管你是出自何等宗门，敢杀我玉寿宗长老，就得付出代价。青龙长老目光看去，冷哼一声，
一步踏出，轮回境强者的威压便是朝着宁晨猛地袭去。轰！轮回境强者威压浮现。然而，当威压落下，宁晨却好似个没事人一般。看到这一幕，青龙长老不由是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你不吃威压，区区轮回境就想压我？宁晨冷笑一声，他都被女魔头压了多少次了？可他的意思是承受过多少次大队威压了，早就习惯了。区区轮回境而已，就想压他，简直是可笑之极。当你负重前行习惯了，你还会在乎比你负重更轻之物？找死！青龙长老怒极反笑，气势浮现，一掌便是朝着宁晨猛地拍去。见状，宁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转身朝着深渊一跃而下。凭借他目前的实力，还远远不是轮回境强者的对手，更何况旁边还有几位御兽宗万象境强者在。贸然交手，必死无疑。跃下这迷魂之物中，或许还有一线转机。轰！当宁晨身形跃下，青龙长老那带着怒意的一掌，瞬间便是轰在了他刚刚所在地面之上，瞬间一个大坑浮现。长老，那小子跳下迷魂之物了，我们还要不要？御兽宗强者脸色微变，有些犹豫。毕竟下方可是迷魂之物，一旦进入，恐怕就算是他们都没自信安然无恙地从中出来。追！那小子必须死！然而，青龙长老却是无比坚定地说道，眼中满是杀意。清玄长老的死并非非报不可，而是其牵扯了那一颗对他们御兽宗无比重要的妖兽蛋。那小子杀了清玄长老，指不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那小子必须死。是。听到青龙长老发话，其余御兽宗众强者皆是咬着牙，硬着头皮一跃而下。很快，一行人便是消失在了迷雾之中。我们怎么办？深渊之上，看到这一幕的玄武教几人不由是皱眉问道。孙云沉默了一会，接着眼中闪过一抹凶狠之色，咬了咬牙，取出那一盏斩明灯。我们也下去，有斩明灯在手，那迷魂之物奈何不了我们。毕竟这玩意可是零差评，那小子破了鬼石之阵，定有大机缘。当听到孙云的话，玄武教众人眼中本能的闪过一抹恐惧，但转念想到斩明灯以及宁晨身上所在的机缘后，顿时便是下定了决心，重重点头。很快，孙云持着斩明灯，便是带着身旁几人跃下深渊。此刻，深渊之中，当宁晨一跃而下，进入到迷魂之物的一瞬，他顿时感觉到心脏开始砰砰直跳，跳跃的速度变得十分诡异，仿佛心脏要破膛而出一般，体内灵气流动的速度都变得无比缓慢，大脑开始缺氧，眼前竟是浮现出一道道的场景变换。伴随眼前场景变化不断，他的双目越发赤红，极度充血，血丝不断。片刻之后，眼前竟是出现一道熟悉的红裙倩影，其容颜绝美，不断的朝着他走了过来。等靠近之时，竟是将那红裙缓缓褪下，露出那如玉般雕刻的娇躯。前辈，你怎么在这？宁晨一愣，夫君，来与我双修吧。洛尚武那清冷的声音中发出那尽显妩媚的话。不对，宁晨瞬间反应过来，猛地一咬舌尖，接着手中浮现出一个茶壶，接着就是吨吨吨的将那茶壶中的茶水全部一饮而尽。瞬间，一股无比清冷的气息瞬间在充斥他的身体，眼前的一切瞬间皆是消散，眼前的那妩媚的洛尚武也是随之消散。呼！当女魔头泡制的一壶茶完全入肚之后，宁晨方才是长舒了一口气。好险，若不是有女魔头的茶，恐怕就要死在这了。他眼中满是庆幸之色。只是经过短暂的体验，他便已是发觉这迷魂之物的恐怖了，不仅仅是会让进入其中的修士产生幻想，实力大大受到限制以外，甚至会加速修士生命消亡。一旦修士触碰到那些幻想，就会涌现其中，最终的结果就是自身的灵魂会被一点一点的啃食。女魔头这茶不简单啊！当一壶茶入肚，宁晨忍不住感叹，女魔头的茶不仅能让自己不惧幻想，好像还直接强化了自己的精神，并且自己在这一片深渊之中感知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好茶！宁晨忍不住感叹一声，女魔头还是强啊！快，运转灵气，各自吞服丹药，抵挡这些迷魂之物，然后找到那小子。那小子同样要抵挡这迷魂之物，跑不了多远的。就在这时，不远处那一道苍老声音响起，居然追过来了。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宁晨眉头一挑，这不正是御兽宗青龙长老的声音吗？没想到这老东西不惜跃入这深渊之中，进入迷魂之物也要追杀自己。不过可惜了，我不仅不要抵挡迷魂之物，在这里面我反而会变得更强。宁晨笑了笑，忽的，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那老东西不惜代价都要追杀我，不可能只是为了给清玄长老报仇。清玄不过只是万象境，他旁边都有好几个万象境长老了。
为了一个万象镜进入迷魂之物，有点不太值当。宁晨喃喃着，思考着为什么这青龙长老如此不惜代价也要杀了自己。思索片刻，他的眼睛猛地一亮，脱口而出：难道是那妖兽蛋？毕竟清玄长老是为了一枚特殊妖兽蛋方才来到10万大山，自己杀了他，难免会引起御兽宗的怀疑。或许是不想自己将那妖兽蛋的消息传出去，所以才要杀人灭口。宁晨眯了眯眼睛，看来这妖兽蛋的特殊远超自己的想象啊。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他一一葬送了。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借着这迷魂之物主动出击。想到这，宁晨嘴角掀起一抹和善的笑容，手中藏诀浮现，一袭黑衣，背着古棺，渐渐融入深渊的黑暗之中。深渊中，青龙长老周身一道蛟龙虚影盘绕，为他抵挡周围不断侵蚀过来的迷魂之物。只不过旁边御兽宗几位万象境强者却是有些顶不住了，双目赤红，眼前幻象不断，心脏狂跳，一股窒息之感如同蟒蛇缠绕，甚至有些已是陷入幻境之中。哈哈，大地实力的妖兽，还是美人蛇，嘿嘿嘿嘿！我要变强，我不仅要御兽，我还要御人。虽说我是男的，但如果是青龙长老的话，也不是不行。一时间，当听到御兽宗众强者的话，青龙长老嘴角直抽，脸色顿时黑了下来，接着暴喝一声：都给老夫冷静点！其声音宛若龙啸，震荡他们的灵魂，瞬间便是让他们从幻境中回过神来。只不过迷魂之物对他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存在。哼，走，不要离开老夫周身，不然老夫的青龙之气没法庇佑你们。青龙长老重重冷哼一声：是，长老。旋即，御兽宗众人抱团朝着深渊之中而去。他们都如此了，那小子一人更没有轮回境强者护法，恐怕也跑不了多远。然而此刻他们身后一道漆黑身影悄然浮现，手中藏诀一闪而过。嗖！下一刻，一道破空之声悄然响起。小心！青龙长老脸色一变，可在这迷魂之物中，就算是他的感知也削弱了不少。等发现那破空爆射之物袭来之时，已是为时已晚。噗！下一刻，那漆黑之物瞬间洞穿一个御兽宗强者胸膛，接着带着其尸身瞬间被扯了回去。漆黑的深渊之中，宛若索命的钩索一般。青龙长老，你御兽宗这位长老好像有点死了，我帮你埋了哈。就当青龙长老等人错愕之时，一道轻笑声响起。只见不远处，那背着古棺、一袭黑衣的青年，一手握着一柄铲子，而铲子的头上正有着那被洞穿胸膛的御兽宗强者。此人正是被他们所追杀的宁晨。是你！当看到宁晨的一瞬间，青龙长老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心中也是有些惊愕。他没想到这小子非但不逃，反而主动进攻。而此刻，宁晨已是默默将背上背着的藏神棺放下，接着打开棺盖，葬入尸身，合上棺盖，一气呵成。无他，为手熟耳。葬客户的方式有很多种，宁晨都是按照当下最方便的方式来葬送。不用谢。做完一切，宁晨背上棺木，笑眯眯看向不远处的青龙长老等人。你找死！看到这一幕，青龙长老眼中闪过一抹杀意，直接朝着宁晨一掌轰来。然而宁晨只是一个灵巧闪身，便是轻松躲过。接着整个人身形顿时遁入周围的黑暗之中，仿佛化身黑暗中索命之人一般。见自己一掌竟是被宁晨轻松躲避，青龙长老脸色微变，意识到有些不对劲。虽说自己的修为在这迷魂之物中得到了极大的压制，可反观那小子应该也会受到迷魂之物的影响啊。可为何那小子能这般轻易地躲过自己的攻击？都小心一点，那小子有点不对劲。青龙长老冲着周围御兽宗强者沉声说道。是。周围御兽宗强者皆是神情凝重，黑暗的深渊之中宛若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再加上迷魂之物的不断侵蚀，御兽宗众人的感知甚至已不足1米，除了自己那砰砰乱跳仿佛快爆炸的心跳以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啊！就在这时，一道惨叫声忽地从一旁响起，御兽宗众人脸色一变，猛地朝着一旁看去。许长老呢？旁边俨然是少了一道身影在那。青龙长老似是察觉到了什么，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一掌轰出，灵气宛若一条蛟龙般朝着那一处狰狞而去。然而一掌过去，却似是无事发生。御兽宗众人的目光也是随之看了过去，只见那一片漆黑之地竟不知何时有着一道亮光浮现，那是一根烛火。只见地面之上竟是插着一根往生烛，烛火飘零，却是让御兽宗众人脸色胆寒。那小子把许长老给埋了。众人脸色一变，只感觉深渊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而那股压迫感全然是来自宁晨。怎么回事？
那小子明明只是个小小的万象境修士，为何能在这深渊中，在这迷魂之物中来去自如？难道他能不受迷魂之物的影响？可这怎么可能？青龙长老脸色一变，神情越发凝重。而黑暗的深渊之中，惨叫声不断响起。宁晨宛若索命之人，每一道惨叫过后，都会留下一道烛火在黑暗中摇曳。柳渊、许魂，你们在哪？听到这一道道惨叫，青龙长老竟是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不由朝着四周看去。青龙长老，你是在找他们吗？这时，伴随一道轻笑声响起，只见黑暗的深渊之中，那背着古棺、一袭黑衣的青年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指了指背后的所背着的棺木，轻笑道：“他们都有点要死了，所以我把他们都葬了。青龙长老，你好像也有点要死了，要不我也送你一程。”你找死！青龙长老大怒出手。然而宁晨却是压根不恋战，转身就跑。青龙长老乃轮回境强者，迷魂之物在他体内还侵蚀的没那么快，现在要做的就只需慢慢遛狗，等迷魂之物在他体内彻底爆发之时，方才是自己动手的最佳时机。想跑？看到宁晨转身，青龙长老怒喝一声，接着便是祭出自己的那一条蛟龙坐骑，朝着宁晨追杀而去。见状，宁晨丝毫不慌，运转神鬼影踪步，便是朝着深渊内而去。孙大哥，咱们这盏明灯真的有效吗？此时深渊一处，几道身影行走在迷魂之物中，为首那人环手持着一盏灯。那当然了。孙云笑了笑，自信地将那盏明灯抬起。这可是林差评，你觉得林差评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不成？接下来就是试试他究竟有没有用的时候了。